居然没死！叶影弹跳而起，稳了稳心神，抬眼打量四周。棺木难道是给我准备的？那么大的爆炸还能留下全尸？这不可能啊！突然脑子一阵刺痛，一股陌生的记忆涌入他的脑海。整整半个时辰，叶影才消化掉脑中陌生的记忆。他已经疼得满头大汗，要是再不结束，他估计会疼得晕过去。原来他死了，大概是黑白无常打盹，没看到他的魂，结果他入了这个叫莫叶影的身，而原身因为伤心过度，魂魄离体，随他母亲去了。哼，这不便宜我了吗？必死的局都让我用这么离奇的方式活下来了。叶影是华国政府在千万人中找出的异能者之一，他是精神力修炼者，他可以以精神力作画，画什么就是什么，已经达到了5级水平。一只猛虎至少能维持3分钟不消失。唉，可怜的母女俩，你放心，我会替你的女儿好好活着，在能力范围内帮你们出出气，让丞相夫人的女儿落个悲惨的下场还是没问题的。想要他们母女的命也行，你托个梦给我。大小姐，今天已经第3天了，你说要给你娘守灵3日，老奴答应了你，现在你该遵守承诺，把你娘下葬后随老奴回丞相府。来人正是丞相夫人郑碧月的教养嬷嬷陈氏。陈嬷嬷放心，等会儿吃过早饭，我就去找庄头给安排人。大小姐也别怨夫人，你娘自己上吊是她自己想不开，怪不得夫人。如果不是因为这桩亲事，你和你娘就会在这庄子上待一辈子。叶影懒得理他，径直走向厨房去弄吃的。吃完早饭，叶影就去找庄头派几个壮丁帮忙把他娘的棺木抬上山埋葬。葬礼很简单，几个大汉抬着棺木往山上去，叶影穿着校服在后面跟着打翻。也不知道我爸妈接到我的死讯时会不会很伤心呢？我的身份特殊，国家的赔偿一定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应该足够他们养老了。唉，算了，不想那么多，既来之则安之。直到下午才把相遇的坟垒好，叶影在坟前重重地磕了3个头，就当是占了他女儿身体的回礼。次日一早，天刚见亮，陈嬷嬷就催着上路。这里到京城需要1天的路程，必须得赶在城门关之前进城。叶影单独坐一辆马车，这样更好，他才不想看到老妇的脸。从前天夜里穿越到现在，这才有了独处的时间。叶影迫不及待地用手指蘸了点茶水，集中精神在茶几上画起了画来，是一只蝴蝶。画完之后，叶影低喝一声接，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再感觉一下自己的丹田，果然一点精神力都没有。真是遗憾，我的异能没有跟着一起穿过来，难道要我从头再修炼？叶影伸手在脖子里摸了摸，拿出那个吊坠，左看右看，的确是和现代研究基地给的那个一模一样。试试看吧。叶影下了狠心，把自己的手指咬出一个破口，滴了3滴血在吊坠上。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吊坠明明是坚硬的物体，却像海绵一样把3滴血迅速的吸收，然后中间的符文迅速旋转起来。叶影看得有些眼花，速度越来越快，然后慢慢停止，符文消失不见了，接着一团光晕扩散开来，使得叶影不得不闭上眼睛。幸好我把马车门帘放下，窗户也关着，不然外边的人看到这一幕可就解释不清了。过了一会儿，叶影感觉光应该消失了，才把眼睛睁开。吊坠静静地躺在茶几上，和先前没有两样。叶影赶紧拿起挂回自己的脖子，默念一声进。马车里叶影的身影突然消失不见，叶影觉得自己身子一空，又落到了地上，晃了晃脑袋，等刚才的眩晕感淡去，叶影才打量所处的环境。入目的居然是一大片土地，一望无垠，一条溪流从中间穿梭而过，初步估计起码有几万亩的土地，只是地里什么都没有。再转身，身后是一个3层小洋楼，建筑风格和现代农家的小楼一样。还好至少有住的地方。叶影抬脚走进小洋楼，推开1楼大门，正堂居然是客厅，一个大大的电视挂在墙上，这里还能看电视。叶影很好奇，走过去把电视打开，屏幕闪了2下，果然亮了，但出来的却是个萌萌哒的机器人。主人，欢迎你的到来，小宝在此等候多时。你在等我？是的，主人，你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问我，我是你的小助手小宝。
这里是什么地方？主人，这是专为你配的精神力修炼空间。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有异能了。主人，你有的。看到外面的土地了吗？那就是给你修炼用的。只要主人每天都去种地，就会不断的积累精神力，种的越多，精神力提高的越快。啊，让我去种地？是的，主人，在种地的过程中就是在修炼。随着主人修炼等级的提升，可以借助异能来帮助种地，提升得更快。可是我不会种地啊。不用担心，小宝会告诉你怎么种地。请点屏幕，有你需要的知识。唉，种地就种地吧，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当锻炼身体了。大致看了一圈，叶颖走下楼来，看着这一望无垠的土地，他认命的拿起一把锄头，就在小洋楼前开始挖地，小胳膊小腿动起来，做的还有模有样。大约1个时辰过后，叶颖才挖出1分地，赶紧进屋去拿些黄豆点上，又浇了水。这时叶颖感觉肚子饿了，只好出了空间。有这么个空间，感觉真是不错。我有异能，有医术，有空间，还怕未来没有好日子过？叶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端起桌上的杯子，狠狠地灌了几口水，然后撩开帘子，冲驾车的小四说道：“肚子有些饿了，找个地方吃个饭吧。”小四把叶颖的话传给了前一辆马车的陈嬷嬷。不管怎么说，叶颖也算是个主子，而且还要代替自家小姐嫁给莫王，所以立刻就同意了叶颖的要求。大约又走了1刻钟，才到了一个小镇上，停下马车，找了一个小饭馆吃饭。叶颖是这一行唯一的主子，所以单独一个人一桌。哎，你们说这莫王爷都已经吓死2任王妃了，皇上还给他赐婚，这回可是丞相府的千金呐，他就不怕这丞相府的千金也吓死了，丞相和他离了心？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这丞相可是皇上的忠狗，别说舍个女儿，就是舍个儿子，说不定他都愿意。你说话小声点，小心让有心人听了去。哎，这莫王到底得丑成什么样啊？能把人给活活吓死？哎，你们有谁见过呀？这谁知道呀？听说自从回了荣，莫王就很少出门。叶颖听着他们的议论，眉头皱得越来越紧。这个莫王居然丑到了这个份上吗？难怪原主的娘宁可死，也要阻止这场替嫁。不过也无所谓，我大不了拍拍屁股走人。天下如此之大，哪里没有容身之处？你们不知道实情，不要瞎说，小心你们的舌头。那几人见陈嬷嬷一脸严肃，穿着打扮像大户人家的嬷嬷，也就不敢言语，低头吃饭。饭后一行人继续赶路，终于在城门关之前进了城。这一路叶颖都在空间里翻地，希望能早日恢复异能修炼。马车直接赶到了丞相府内院门口才停下。叶颖揉了揉眼睛，装作刚睡醒的样子，走下马车。大小姐，请随老奴来。大约走了1刻钟，进入一座主院，到了门口，陈嬷嬷停了下来。大小姐，你在这儿等着，老奴去禀报夫人。叶颖乖乖地等在门口，陈嬷嬷立刻进去禀报。不到1盏茶的功夫，就出来让叶颖进去。进到外间，灯火通明，叶颖眯了眯眼睛，适应了一下光线。只见前面一个30岁左右的妇人坐在主位上，旁边正坐着一位年纪相当的男子，应该就是丞相大人穆森，他的便宜爹。大小姐，这是你父亲和母亲，请跪拜行礼。女儿见过父亲母亲，行跪拜之礼。哼，想的倒是挺美，前世我的亲爹亲妈我都没跪过，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怎么可能让我跪？穆森见叶颖一点教养都没有，就要发火。哎，老爷，颖儿才刚归家，很多规矩还不懂，回头妾身慢慢教她。好了，见过面了，你们刚到家，还没吃晚饭吧？陈嬷嬷，你带大小姐去吃点东西，然后再带到刚收拾好的苍南院，让她好好休息休息，明早再带去见老夫人。是，夫人。刚进来，还不到半盏茶的时间，就又出去了。这正合叶颖的意，他也不想和这些陌生人打交道。看来这个丞相大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当初萧雨至少跟了他一段时间，还给他生了个女儿，居然刚一见面就没有半点好脸色。看来在这个古代，身份是多么重要，一个丫鬟就相当于一个物件，想丢就丢。唉，丞相府小姐这个身份好像还是挺不错的，哪怕是个丫鬟生的，那也是丞相的种。看来我要重新考虑一下，
不能太任性妄为，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身份地位至关重要，替嫁也不错，至少是个王妃。身份地位高了，很多事情做起来就方便多了。想到这里，叶颖心里舒坦了一些，随着陈嬷嬷去吃晚饭。晚饭很简单，2菜1汤，分量很少，1份豆角炒肉片，1份青菜，1份蛋花汤，1碗白米饭。叶颖可是劳动了一下午，这点吃食全部下肚，才感觉勉强有7分饱。饭后，陈嬷嬷带着叶颖来到了苍南院，早有2个丫鬟等在这里。好了，大小姐就交给你们2个了，好好伺候着。是，陈嬷嬷。奴婢秋月见过大小姐。奴婢秋荷见过大小姐。给我准备洗澡水吧。叶颖也不客气，既然是给她使唤的，那她就使唤。是。2人应声而去。叶颖打量了一下新的居所，果然是丞相府，一切用度都是好的。红木家具，做工精细，打磨光滑，博古架上摆件琳琅满目，有花瓶，有绣瓶，有雕刻摆件，装点的倒是古色古香。再进到里间，雕花大床布置的典雅温馨，很适合女孩子。看来为了面子，丞相夫人也没有亏待她。很快2个丫鬟就准备好了浴汤，来叫叶颖去沐浴。此时正是5月天，天气渐渐变热，洗个热水澡睡觉非常合适。一夜好眠。次日一早，丫鬟秋月就进来叫叶颖起床，去给老夫人请安。秋月连叫了好几声，叶颖才缓缓地睁开眼。大小姐，该起床洗漱了。今早你还要去给老夫人请安，可不能迟到了。请安是什么玩意儿？那不是古代大家族内宅才有的吗？缓了好一会儿，叶颖才慢慢想起，她是穿越到了古代，进了丞相府，可不就是古代大家族的内宅吗？老夫人，那不就是原主的祖母，原主母亲以前的主子？还是她发了点善心，原主母女2人才活了下来。既然如此，那就去见见吧。叶颖立刻起床洗漱，秋月拿来了提前准备好的衣服，叶颖一看就知道不是新的，想来应该是丞相夫人生的女儿穿过的。穿戴齐整，3人出了院子，天已经完全亮明。走在回廊上，听着院子里鸟鸣声此起彼伏，走了快1刻钟才到了老夫人的院子。叶颖他们刚一到，就有丫鬟上前询问：“可是大小姐来了？”月如姐姐，是的。月如见过大小姐，请随奴婢来吧。老夫人早有交代，大小姐一到，直接让奴婢带进去。月如态度不卑不亢地说完，转身就往屋里走。叶颖主仆3人紧随其后，还没进到里边，叶颖就听到了里边的说话声：“祖母，孙女才是大小姐，这突然多出一个姐姐，让孙女实在是无法适应。老夫人，大小姐来了。”叶颖上前2步，屈膝行了个半蹲礼。叶颖见过祖母。你娘没教过你规矩？哼，当我是泥捏的吗？想训就训，门都没有。回夫人的话，我娘每天为了1日3餐，忙得根本没有时间谈什么规矩，能吃饱饭就已经很不错了。行了，规矩慢慢再学。你叫叶颖？是。娘说我们娘俩就像黑夜里的影子一样，没什么存在感，就给孙女儿起名叫叶颖。你娘的事儿，祖母也听说了，她也实在太想不开。如果你能替明珠嫁给莫王，你爹至少还能给她一个名分。可如今这般，只能不了了之。你也节哀吧，回头把你记在嫡母名下，也算是有了个像样的身份。祖母觉得这样好，那就这样安排吧。好了，你们都下去吧，颖儿留下和祖母聊聊。祖母，孙女不想做2小姐。你想嫁给莫王？孙女只一句话就让穆明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灰溜溜地跟着她母亲出去了。到祖母跟前来。穆老夫人朝叶颖招了招手，叶颖顺势走了过去，在老夫人旁边坐下。你和你娘一样，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当年你娘才10岁就没了爹娘，当时我正好路过，见着她可怜，就买下了她，着人帮她安葬了爹娘。后来听她说，你外公外婆也不是亲的，她也是被捡来的，她是哪里的，自己都记不清了。如果当初不是我把她买下，说不定她就流落烟花之地。
你娘当时就能看出是个美人胚子，你和你娘有8分相似。当年你娘的模样啊，就和你现在一模一样。之后你娘就一直跟着我，做了我身边的大丫鬟。后来征得她的同意，把她给了你父亲。只是这郑国公府的姑娘是个要强的，如果把你娘继续留在府上，等她过门，说不定你娘连命都没了。我才想了个主意，把她养在庄子上，也算是全了我们这些年的主仆之情。这一养就是14年，如今你都13岁了，你也别恨你父亲和母亲。这个世道啊，就是如此，身份地位决定了你的命运。这莫王虽然毁容了，但说不定哪天就治好了，也许这就是你的福气。还有10天就出嫁，这几天你好好在府里养着，不要想太多。老夫人说着过去，又说到现在。叶颖一听就明白了，老夫人既在表达她的善心，又在劝慰她好好待嫁，不要生出什么事端。祖母放心，孙女会嫁过去。你是个好孩子，想来你母亲也不会给你准备什么嫁妆。祖母给你一个铺子的房契，你收着，目前是租出去的，不要告诉他人。如果王爷不待见你，有这个铺子，你也能多少有个倚仗。谢祖母怜惜。好了，陪祖母吃个早饭吧。老夫人准备起身，叶颖很有眼色的立刻起身扶她起来。对自己有善意的人，叶颖不吝帮一把。以后如果丞相府不来招惹她，她可以放他们一马。当然，要是上赶着来作死，那她也不会客气。陪老夫人吃过早饭，叶颖回到自己住的苍南院。一回到院子，叶颖就吩咐丫鬟不要来打扰她，她要睡觉休息。没有她的允许，谁也不能进她的卧室。门一关，叶颖就进入了空间，开始哼哧哼哧地干起活来。2个时辰过去了，她才种下不到半亩地。这何时才能种完呀？把锄头一丢，往地上一躺，看着天空。叶颖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会儿。这时，她忽然感觉脑子里空灵一片，有光闪过的感觉，然后自己的丹田处一热，这和她刚刚发现自己有异能时的感觉一模一样。叶颖立刻坐起身，盘腿而坐，仔细感受，果然是那种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叶颖开心的大笑，立刻爬起身，进到了小洋楼的1楼，打开电视，点开屏幕，再点开如何凝聚精神力的框。叶颖迅速的浏览，原来就是让他每次种地过后，只需要盘腿调息即可。以前他修炼可是要受烈日暴晒，吸收天地灵气，现在只需调息，那简单多了。肚子突然传来咕咕叫的声音，种了一番地，肚子又饿了。叶颖立刻出了空间，吩咐丫鬟端来午膳。丫鬟早就把午膳领了回来，就等着他吩咐好给他端进来。叶颖一看，比昨天晚上稍微丰富一点，3菜1汤。不过叶颖感觉分量还是太少了，他现在一个人感觉能吃掉3个人的份才能饱。以后帮我领餐的时候，记得多给我领一点，太少了不够吃。2个丫鬟露出了吃惊的表情，这么多居然还不够大小姐吃，怎么有问题？没问题。叶颖不理2个丫鬟，拿起筷子就开吃，吃的是毫无形象，不到1刻钟就吃完了。放下筷子，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就传了进来。哟，这是乞丐窝里出来的吧？是啊，多谢丞相府赏口饭吃。哼，你就是个奴婢，赏你一口饭吃，你就该感恩戴德了。哦，奴婢？我不是丞相府的大小姐吗？就你也配做丞相府的大小姐？我才是丞相府的大小姐。你喜欢？那你拿回去啊，我还巴不得回我的乡下种地去呢。你……慕明珠被气得说不出话来。慕明珠看到叶颖身上穿的衣服，突然想起来全是她的。秋霜、秋叶，你们2个去把她身上的衣服都给我扒下来，把我娘给她的所有衣服全部带走。没有衣服，我看她穿什么。2个丫鬟刚一到跟前，就被叶颖一边一脚踢倒在地，发出2声惨叫。谁稀罕穿你的衣服？你等着，我马上脱下来给你。叶颖一转身就进了房，把衣服脱了，换上自己的衣服，把其他衣服也一并抱出来，直接一把甩在了慕明珠的身上。带上你的破衣服，给我滚！浪费我这么多时间，真是可惜了。自始至终，秋月、秋荷2个丫鬟都像旁观者一样看着，这也是在叶颖的意料之中。在他们的眼里，慕明珠才是主子。
他们只是听夫人的吩咐来照顾这个所谓的大小姐。哼，你给我等着，看我不告诉母亲，有你好看的！穆明珠带着2个丫鬟匆匆忙忙地走了，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我的房间。丢下这句话，叶颖把卧室的房门一关。秋叶姐，你说这大小姐是怎么回事啊？老喜欢回房睡觉。不要问那么多，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她一个乡下来的丫头，也翻不出什么风浪。只要她乖乖嫁到莫王府，就什么事都没有。秋叶姐，夫人把我们拨来伺候大小姐，会不会让我们陪嫁去莫王府啊？应该不会吧。叶颖吃饱喝足，又有了干劲，房门一锁，又立刻进空间耕地种粮了。这一忙又2个时辰过去了。当他准备休息一会儿时，居然看到第一次种下的黄豆已经发芽了。这不是昨天才种下的吗？居然长得这么快。叶颖立刻跑进1楼找小宝询问。主人，空间里植物的生长周期比外边快5倍。这么快？那我不得累死啊！一路种过去，前面种的就可以收了，这不就成了永不停息的种植和收割了？主人不用担心，只是前期需要你自己动手种植，后面你可以通过业能化些动物来帮你种植。这还差不多，不然迟早我得累死。又在空间里劳动了2个时辰，累得不行了，把锄头往旁边一丢，瘫在地上使劲喘了几口气，然后又坐起，盘腿坐好，开始调息，心思放空，双眼微闭，丹田处一股暖流缓缓地流泻而出，在身体里游走，身体的疲累慢慢地消失。大约2刻钟后，叶颖睁开了眼睛，感觉浑身神清气爽。哼，果然进步神速。叶颖迫不及待地上了2楼书房，研墨、铺纸、提笔蘸墨，开始作画。只寥寥几笔，一只小蜜蜂就跃然纸上。接，桌上的画纸慢慢浮现一点点星光，紧接着小蜜蜂的翅膀轻轻扇动2下，然后振翅一飞，从纸上跃然飞出。嗡嗡嗡的声音萦绕在叶颖的耳畔。我成功了！从零开始，才短短2天时间就成功了。前世我可是整整花了半年时间，神速，果然神速。此时的叶颖充满信心，刚才的疲惫也消失了似的，感觉充满力量。他好想再去耕地种粮。啊，至少1分钟过去了呀，怎么还没消失？叶颖记得他第一次画的小动物，保持的时间最多1分钟就消失不见了，这都2分钟过去了，蜜蜂居然还在。难道我的精神力修炼已经超过1级？不对啊，明明感觉就是1级的水平啊。主人，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刚才我画了只小蜜蜂，怎么能保持5分钟才消失的？我明明只有1级的水平。空间植物的生长速度是外边的5倍，所以你画的东西在空间保持的时间也是在外边的5倍。哦，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我水平提高不止1级呢。感觉时间差不多了，叶颖出了空间准备睡觉，看到桌上有个包袱，打开一看，正适合他身高年龄穿的新衣服。哼，看来这丞相夫人还是很会做面子事儿的嘛。洗了把脸，擦擦身上，倒头就睡，一夜好眠。第2日天刚蒙蒙亮，又被秋月给叫醒了。叶颖带着2个丫鬟去老夫人院里，今天去得早，府里的2小姐还没到，不过老夫人旁边却有一个7、8岁的小男孩。看到叶颖进来，小男孩主动站起来向叶颖施了个礼。大姐姐，颖儿来了，这是你弟弟崇礼。弟弟好。儿媳见过母亲。孙女见过祖母。哎，崇礼今天来的这么早？娘亲，我还没见过大姐姐，特意来这里等着见大姐姐。人也见了，赶紧回前院温书去。有什么好见的？一个乡巴佬而已。孙儿媳妇儿，颖儿再有9天就出嫁了，我们相府也不能失了脸面，嫁妆你看着准备，面子上要过得去。母亲请放心，媳妇儿心里有数。哼，这么个玩意儿还给她嫁妆，想得美。能不能活下来还是个问题，可别白瞎了嫁妆。莫王府，你真打算娶个孩子进门呐？怎么，你有意见？我怎么会有意见？又不是我娶。红衣少年勾起唇角，眼神在秦墨瑶戴着的面具上来回扫视。你当真要娶？娶啊，说不定这个就能活下来呢。你难道就没照过镜子吗？就你这脸，是个人见了都会吓死。哼，怎么没见你吓死啊？我怎么会被吓死？也不看看我是谁，我可是杀人不眨眼的罗刹头领。此人正是杀手组织罗刹的首领韩萧，也是秦墨瑶的师弟。这罗刹组织自然是秦墨瑶建的，他为了保命，
不得不有一些自保的手段。我说莫王殿下，再过半个月小师妹就要来了，她可是一直盼着嫁给你的。小师妹正是他们俩的师傅的女儿，两人继承了师傅的武学，小师妹继承了师娘的医学，三人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此次前来正是想试试能不能治好秦墨瑶的脸。来就来吧，给他试试也无妨，让他看看我这张脸，正好可以打消了他的小心思。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新月？难道她不够好吗？她不适合王府，真要是让她嫁进来，她活不过3年。皇家人不是那么好做的。你这次娶的小王妃就适合？不是她也会是别人，只要我一天没有王妃，皇上就会不断的给我赐婚，以展现他兄友弟恭的形象。师兄，我听说丞相府另外找的一个姑娘嫁过来，并不是他那个嫡女。哦，他找的谁？皇上下旨可是要让他的女儿嫁过来，难道他敢抗旨？没想到这个穆丞相居然还有一个女儿养在乡下。当年他的一个通房丫头怀了孕，被穆老夫人送到乡下去养了起来，正好用他抵了嫡女的婚事。舍弃一个自己完全不在意的女儿，既遵了圣旨，又讨了皇帝欢心，一举两得，倒是个聪明的。你不在意？有什么好在意的？就我这尊容，人家愿意嫁个女儿过来，我就该烧高香了。丞相府，接下来的几日，叶颖上午学规矩，下午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睡觉。果然，在空间里修炼，进步真的是神速。经过几天的练习，叶颖耕地种粮的速度也越来越快。每耕种完1个时辰，他就盘腿坐下，调息1刻钟，如此不断的循环。1周后，他的精神力居然已经达到了3级水平。前几天还能画一只小蜜蜂，现在可以画一只小鸟了，而且在空间里可以保持1个时辰，那么在外面就可以保持20几分钟。对于这样的进步，叶颖非常满意。按这样的速度，要不了1个月，他就可以回到前世的5级巅峰状态。前世他可是能画一只猛虎，并保持3分钟。如今他对耕地种粮已经不讨厌了，还乐在其中。中午刚吃完饭，陈嬷嬷领着几个丫鬟，端着几个托盘进来。大小姐，这是夫人按你的尺寸为你准备的嫁衣，请穿上试试。如果有不合适的地方，针线房还可以再改改。叶颖也不扭捏，进了卧室，在几个丫鬟的帮助下把嫁衣穿上。衣服倒是很合身，叶颖还在铜镜前转了个圈，确实挺美的。大小姐，这个凤冠是莫王府派人送来的，你收好了，后天梳妆好后戴上。叶颖没想到莫王府还会送来凤冠，他以为就一顶轿子把他抬过去就算了。看来这莫王的人品应该也不会太差。陈嬷嬷走后，叶颖又把自己关在屋里，继续耕地种田。短短几日，他已经种下了10亩左右的土地，而第1天种下的黄豆已经长到1尺高左右了，枝叶繁茂，再过几天就要开花了。1个时辰之后，叶颖又坐下调息，脑子突然感觉轰鸣一片，平静后发现他居然已经达到了4级。啊，这晋级速度也太快了吧！叶颖兴奋地一下子爬起来，上了2楼书房，研墨铺纸作画。1刻钟不到，一头水牛跃然纸上。可是这个大家伙耗尽了叶颖的所有精神力。叶颖忍着眩晕感，收起画作，来到楼下平地，展开画纸，一声起，只见画纸上星光点点，光点散去之后，一头水牛哞哞叫了2声，站在叶颖的面前。哈哈哈哈！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叶颖大笑2声，他太兴奋了。以前他能画出这么大家伙，可是达到了5级才实现，现在才4级他就实现了。趁着牛还没有消失之前，立刻赶着他去耕地。如何用牛耕地，叶颖早就从小宝那里得到了教材，只是很可惜，只维持了短短半个时辰，牛就消失不见了。不过这也比叶颖一锄头一锄头的快了不知道多少倍。看时间差不多了，叶颖出了空间，打开门，2个丫鬟很有眼色的把晚饭给端了上来。叶颖的食量一天比一天大，2个丫鬟早就已经适应了。吃过晚饭，打了个饱嗝，叶颖在院子里走了2圈，当作消食。这时院门外传来脚步声，紧接着门口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不是我的便宜爹吗？自从刚入府的那天晚上见过一面之后，叶颖这些天再也没有见过丞相大人穆森。穆森只看了他一眼，径直往里走，
经过叶影旁边的时候，留下2个字：进来。无事不登三宝殿，穆森的到来自然是找他有事要谈。叶影无所谓的跟在他身后进了外间，不等穆森开口，自己就找了个凳子坐下，一副你奈我何的模样。你这几天的规矩就是这么学的？这个很重要吗？你们2个都到院门外守着去，后天你就要出嫁了。我虽没养你，但你是我的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丞相府就是你的娘家，娘家好，你才能好。你应该知道，莫王和皇帝的关系并不是表面上的和睦，所以你嫁过去以后，一旦发现莫王有什么异动，一定记得回来告诉爹。穆森也不拐弯抹角，直接道明自己的目的。莫王和皇上的关系，叶影还真不知道。穆森话里的意思，他是听明白了，这是想让他去做卧底的节奏。你的话我记住了。叶影没一口应下，只给了个模棱两可的答案。好好待嫁，别给相府丢脸。说完这句，穆森一甩袖子，大步离去。哼，你的种就凭这一点就想指使人，门都没有，而且你的种早就死了。次日一大早，叶影就被丫鬟叫醒，准备梳妆打扮，毕竟嫁的是莫王，丞相府也不敢怠慢。丞相夫人请了全福夫人来给叶影梳头。全福夫人是个面容慈祥的老太太，年纪大约50多岁。叶影也不知道她是哪家的官夫人，只管坐着让她梳。莫王府，今天的莫王府也处处挂满红绸，该做的样子还是要做的，不能驳了皇上的旨意呀。来人，王爷，去把喜服拿来，本王要亲自去迎亲。王爷，让你去你就去。秦墨瑶是故意要这么做，他就是要做给皇帝看，对这桩婚事多满意，看他以后对丞相是不是还会那么信任。刘管家见王爷心意已决，只得让丫鬟去新房把喜服拿来，亲自服侍王爷穿上。秦墨瑶走在最前面，迎亲的仪仗和花轿紧随其后，一路吹吹打打往相府而去。啊，莫王爷居然亲自去迎亲了！前2次迎娶王妃，莫王可没有亲自去迎亲。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前2次迎娶的王妃只是小官之女，这一次可是丞相之女啊！也不知道这任王妃能不能活下来。这谁知道呀？听说丞相府的小姐还没及笄呢，只有12岁。也不知道这是他的福还是他的祸了。很快，相府就得到了消息，莫王要亲自来迎亲。丞相大人这下可不敢怠慢了，他亲自站在相府大门口迎接。大小姐，大小姐，莫王爷居然亲自来迎亲了！来就来嘛，这不是应该的吗？屋里所有人都惊呆了。莫王爷骑着高头大马，一路吹吹打打，来到了丞相府门口。穆森立刻上前迎接。莫王爷，您怎么亲自来了？怎么，丞相大人不希望本王亲自来？王爷这是哪里的话？下官求之不得呀！王爷，请前厅就坐，下官这就去请小女出来。丞相府今天嫁女，却没有宾客上门。尽管外边唢呐声声，但相府却一个客人也没有。唢呐声自然是莫王府带来的。丞相府只请了一个全福夫人去给新娘子梳妆，别的再也没有什么了。丞相大人且慢，本王亲自去接。本王知道你家儿子才8岁，想来是背不动姐姐上花轿。莫王的这一番表现让丞相大人有些接受无能，这要是让皇上知道了，还不够他喝一壶的。丞相大人还不带路？被逼无奈，莫森只好在前面带路，朝着苍南院走去。大约走了1刻钟，来到了苍南院。进了院门，穆森看到门口只有1个丫鬟在那翘首以盼，整个院子冷清的不能再冷清。难道夫人没有得到消息吗？都准备好了吗？回相爷，都准备好了。啊，王爷，您在这儿稍等，下官进去通知小女。婴儿，都准备好了吗？王爷亲自来接你了，随为父出去吧。进到里间，这句话莫森说得很大声，目的是让外面的莫王听到。末了，就压低了声音吩咐秋月：“快扶着小姐出去。”本王亲自来接你归家。说完，他转身蹲下。王爷，这可使不得呀，下官自己来背。叶影推开身旁扶着他的2人，往前迈了2步，走到秦墨瑶所在的位置，毫不客气的就趴了上去。秦墨瑶起身，稳稳的把叶影背了起来。果然是个孩子，这么轻。秦墨瑶大步流星的将叶影背出丞相府，送上花轿。
新娘已上轿，起轿！随着喜婆的一声唱诺，八抬大轿稳稳地抬起，唢呐声再次响起，一路往莫王府而去。只是后边跟着的嫁妆队伍就显得太过寒酸。皇宫太监总管何公公得到消息以后，立刻禀报给皇上。皇上，今日莫王娶妃，他亲自去迎的亲。哦，老八什么时候转性了？看来他对这桩婚事很满意。皇上，还有一事。什么事？继续说。丞相大人并没有把自己的嫡女嫁给莫王。哦，他家不就是一个女儿吗？听说在他成亲前，有一个通房丫头怀了孕，被老夫人送去乡下养着，后来生了个女儿，一直养在庄子上，和现在的狄小姐年岁相当。居然还有这样的事，这个穆森瞒得可真深。丞相大人并不知道有这个女儿的存在，这次丞相夫人闹得太厉害，不愿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莫王，莫老夫人这才想起了有这么回事来着。唉，罢了罢了，朕之所以赐婚丞相府的女儿，也是在为莫帝考虑。前两任王妃身份太低，而丞相的女儿年纪尚小，不用洞房，希望通过天长日久的相处，她能慢慢接受莫帝的那张脸。莫王爷会理解皇上的苦心的。何公公不忘拍马屁，秦兰臣的真正目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大的都能吓死，小的更能吓死。丞相可是一品大员，仇恨值不就更高了吗？莫王府花轿迎进门，正好是及时到。莫王府倒是比丞相府稍显热闹一些。秦莫瑶亲自牵着叶颖来到外院正堂，管家早已请出供在莫王府的先皇牌位和莫王母妃的牌位。吉时到，新人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随着三礼叩拜结束，两人正式结为夫妻。叶颖连个丫鬟都没带，整个过程都是秦莫瑶亲自牵着。这次王爷居然这么主动，让来喝酒的属下们都很惊讶。王爷这次难道娶对了王妃？你没看还是个孩子吗？也是啊，难道王爷是为了哄孩子？喝你的酒吧，小心待会儿王爷揍你。洞房里，两个丫鬟早已等在新房里，准备伺候主子。秦莫瑶牵着叶颖进到新房，打发两个丫鬟先到门口等着。叶颖感觉自己被按坐到了床上，盖头被人轻轻撩起，揭下，没有了遮挡物，叶颖抬起头看向面前站着的人。你不敢给我看你的脸？他只听说莫王毁了容，到底毁成什么样，他真的很想看看。都能把人吓死，那得丑成什么样？本王怕吓着你。听这声音就让叶颖着迷了，他既是个颜控又是个声控，不知道这莫王没毁容之前会帅到什么程度。皇家出品应该不会差，听说他母妃就是因为貌美而得宠，貌美的妃子生的孩子应该不会差，我不怕。你确定？秦莫瑶的脸完全呈现在叶颖面前时，叶颖的眼神在他脸上停留了大约5秒钟的时间，然后发出一句气死人不偿命的感叹：原来是个癞蛤蟆王爷。叶颖的表现完全超出了秦莫瑶的想象，没想到这个小姑娘的胆子这么大，对她的脸居然完全没有表现出恶心、厌恶、害怕，反倒是自己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你过来坐下。秦莫瑶听了叶颖的话，几步来到桌旁坐下。叶颖仔仔细细地观察她的脸，不放过任何一个位置，有些地方她甚至还伸手摸了摸。大夫是怎么跟你说的？说是中了一种罕见的毒，没人能解。不，你这不是中毒，你是被人下了降头，你身边大概出现了叛徒。你说什么？我没骗你。叶颖无比肯定，他曾救治过伊利，在现代这是东南亚的一种巫术。你是谁？秦莫瑶神情冷漠下来，一个13岁的小姑娘，而且来自乡下，怎能不让秦莫瑶生疑？我是你刚娶进门的媳妇儿啊，才刚刚揭了盖头，要不是看在你今天表现不错的份上，我才懒得告诉你。好心被当成驴肝肺，叶颖小嘴一撅，把头一偏，不想理他了。那你是穆丞相的女儿吗？他才不配做我爹，自始至终我就没有叫过他一声爹。我的脸能治吗？不是我自夸，这个世界上除了我，没人能救得了你，除非神仙下凡，或者找到下降的人。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现在的能力还不够，
至少要1个月以后，而且我从来不免费救人。叶颖估计了一下自己的能力，他的异能现在才达到4级，要给他解降，起码要达到5级以上。我是你夫君，只是名义上的，以后是什么样，谁说得准呢？就你这尊容，你还是把围帽戴上吧。等你解了降，还要看看你长得俊不俊。你要是长得不俊，我可是不要的。好了，我让丫鬟进来伺候您，给你端些饭食。我得出去和大伙喝点酒，今天可是我们成亲的大喜日子。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秦墨瑶终于看到了希望，突然就来了兴致，趁今天大喜的日子，好好喝个痛快。3年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自从他毁容之后，再也没有痛快的喝过酒。多端一点，我饭量很大的。叶颖不忘交代。果然，没过一会儿，2个丫鬟各端了1个托盘进来。好家伙，6菜1汤，1大碗白米饭，比在相府的饭食好多了。叶颖把之前在丞相府学的规矩完全抛之脑后，烤鸡直接下手抓着啃，看得2个丫鬟目瞪口呆。外面，秦墨瑶刚出去就被韩笑给拉住了。哎，怎么样？没怎么样。韩笑有些失望，想着会遇到一个特别的，结果还是一样没劲儿。你没给他看你的脸啊？看了。真的？那是吓晕了还是吓死了？我都没听到尖叫声。吓笑了。啊？你开玩笑的吧？怎么可能？走，陪师兄好好喝一顿。秦墨瑶不理会韩笑的疑问，拉着他就往酒桌走去。王爷，王爷。几个正在喝酒的属下站了起来，都眼巴巴地看着他，意思很明显，想知道小王妃怎么样了。活着。好了，今日本王高兴，来喝酒，不醉不归。好。喂，文叔，你要是喝醉了，这洞房还怎么进啊？韩公子，你是不是傻了？王妃才13岁，怎么洞房？不洞房，他总得回新房吧？我们兄弟几个抬他回去不就得了？王爷难得这么高兴，来，王爷，我们喝个痛快。外面推杯换盏，新房里叶颖也菜饱饭足。你们2个收拾收拾，出去吧，我要睡会儿。打发2个丫鬟出去，他就又可以去耕地种粮了。叶颖也菜饱饭足。你们2个收拾收拾，出去吧，我要睡会儿。打发2个丫鬟出去，他就又可以去耕地种粮了。今天他想试试新的玩意儿。进了空间，来到2楼书房，铺开宣纸，开始作画。不一会儿功夫，一头牛、一只大猩猩就画好了。拿着画纸下到1楼，一声起，光点散去，2只庞然大物就出现在叶颖的面前。你们2个去帮主人我耕地。2只庞然大物果然听话的干活去了。牛在前面拉着犁，大猩猩在后面扶着犁，叶颖只需要在后边播种就行，这样可就快多了。叶颖也感觉轻松多了，就是保留的时间太短了，才1个时辰就消失不见了。要是精神力足够，叶颖就可以多画一些牛和大猩猩，这样种地的速度能大大的加快。叶颖又如往常一样坐下调息，感觉又有进步。进1楼正厅，打开电视，小宝又跳了出来。主人，恭喜你，可以从空间直接取物。什么意思？就是你在外面也可以从空间里拿东西，只要集中精神力到你想要的东西上即可。我可以把外面的东西拿进来吗？当然可以。得到小宝的肯定回答，叶颖果然出去拿了个东西进来。哈，太好了，以后空间还可以作为旅行袋用，而且是超大的旅行袋，想放什么就放什么。主人，你不用亲自去拿，只需用精神力控制即可。你不早说，害得我像个傻瓜似的出去搬。主人，电视你不用关，这样小宝随时可以和你联系。小宝有很多功能，等待你的发掘。叶颖一阵无语，早先他怎么不说？主人，之前你的等级还没有达到。我想什么你知道？是的，主人。那我在你面前岂不是没有秘密？主人，小宝只是个机器人。好吧，看在你只是个机器的份上，不跟你计较了。皇宫里，何公公，莫王府什么情况？回皇上，莫王新娶的王妃没有死，莫王很高兴，在莫王府大肆喝酒庆祝呢。好，没有被吓死，老八没有给新娘脸看？看了，那新娘子说她是个癞蛤蟆王爷，这新娘子在乡下长大，经常见到癞蛤蟆，所以见到莫王那张脸，就当是看到了一只癞蛤蟆。哈哈哈哈哈哈！哼，可不就是只癞蛤蟆吗？癞蛤蟆永远吃不到天鹅肉。叶颖早就从空间里出来，洗了澡，
晚饭都吃过了，正坐在桌前无聊呢。他今天一下午的收获可真大，有了牛和大猩猩的帮助，他一下子居然种了5亩地的玉米。王妃，王爷来了。一个丫鬟进来禀报。叶颖抬眼看向门口，有2个小厮架着人事不知的秦墨瑶进来。把人放到榻上，软榻离床的距离最远，他可不想和个醉鬼同床而眠。2个小厮听话的把秦墨瑶放到窗下的榻上，并帮他脱了鞋子，整理好衣服才退下。难道他一下午都在喝酒不成？这么大的酒气，好像8辈子没喝过酒似的，一次要喝个够本。好了，你们都下去吧，有事我会叫你们的。叶颖吩咐2个丫鬟出去。他睡觉从来不要人伺候，也不习惯旁边有人。半夜子时，榻上的人动了动，然后慢慢的睁开眼睛坐了起来。多久没有这么畅快的喝酒了？秦墨瑶自嘲的笑了笑，站起身走了2步，脚步还有点虚浮。看来以后不能再这么放纵了，会失了警觉性。身上的酒味还没有散去，秦墨瑶走进换洗室，洗漱了一番，又换了身衣服，闻着身上没有酒味了，才又回到卧室，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轻轻撩开帐子，果然看到一副熟睡的容颜，小脸还没有他的巴掌大，瓜子脸，双眼紧闭，眉头疏散，一看就睡得很香。果然还是个孩子。想起白天叶颖说的话，他的身边出现了叛徒。叛徒？会是谁呢？原来我是被人下了降头。只有启越国的人才会下降头，而且只有南乐族的圣女才会。3年前，在启越国与龙圣国边境的那一战，我身边除了几个副将，再没有别人。我也从来不用丫鬟伺候。这几个副将可是跟了我好几年，出生入死的兄弟，怎么可能会背叛我？不过还是要仔细调查一下为好，他究竟是什么人呢？居然能一眼看出我是被下了降头，而且还会解。就凭我白天的表现入了他的眼，就轻易地告诉我？看来果然是个孩子，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他却不知叶颖之所以告诉他，当然是想在大树底下好乘凉，总要有所付出不是？不然人家凭什么给他乘凉啊？秦墨瑶见时间差不多了，走到床边轻轻地叫了2声。小颖儿，小颖儿。小叶子别吵，我还没睡够呢。小叶子？谁？男的还是女的？小颖儿，该起床了，我们要进宫谢恩。进宫谢恩什么鬼？对了，她嫁人了，还是皇帝赐婚，所以要进宫谢恩。叶颖一个翻身坐起，侧头一看，一张癞蛤蟆脸就在眼前。喂，我说王爷，你能不能把围帽戴上啊？你这不是影响我食欲吗？我可是正长身体的时候，就是要吃得香睡得好。你不是不怕吗？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懂不懂？叶颖翻了个白眼，起身下床。见到叶颖这活泼可爱跟她没大没小的模样，秦墨瑶以前的阴霾彻底一扫而空。饭后叶颖叫2个丫鬟来帮她梳妆，古代的发饰她可不会梳，可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摆在眼前，小王妃一件首饰都没有，这头要怎么梳啊？怎么了？王妃，您戴什么首饰啊？帮我梳个双压髻，用黄绳绑着就可以了。叶颖很是无所谓，丞相夫人怎么可能会给她准备首饰呢？她也不稀罕，以后自己挣钱买去。好了吗？秦墨瑶这时走了进来，戴上了面具。马上。王爷。怎么了？王妃没有首饰。秦墨瑶听了，看了梳妆台一眼，然后转身就出门去了。大概1刻钟过后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个盒子，2步来到梳妆台前，把盒子打开。这是本王母妃以前用过的，你们2个挑着给王妃用上。谢了。很快2个丫鬟就帮叶颖梳好了头发。时辰差不多了，皇上此时快要下早朝了，等我们进了宫，正好可以接见我们。2人上了同一辆马车，居然是3匹马拉的大马车，果然是王爷，待遇规格就是不一样。叶颖和秦墨瑶坐稳之后，车夫稳稳地驾着马车起步，行进速度不快。叶颖自从来到这里，还没有看过古代的街道，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撩开帘子向外看去，
那兴奋的模样，是个人都能看出来。秦墨瑶一想也就理解，他应该从来没有逛过京城的大街。等空的时候，我陪你到街上逛逛。我才不要你陪我逛街呢！你这么一尊大佛在旁边，我怎么逛得输他？叶影完全不买账，搞得秦墨瑶完全没办法接这个话头。到了宫里，处处要小心。哦，知道了。也不要乱吃东西。啊，那我要是饿了怎么办？那就等别人吃过后，你再吃。马车平稳地行驶着，一路叶影都在向外看着，那好奇的眼神谁也挡不住。只可惜还不到半个时辰就到了皇宫门口。下了马车，秦墨瑶居然看到2个公公在这等着。见过莫王爷、莫王妃，咱家呀在此恭候多时。见过莫王爷、莫王妃，咱家在这儿等着接王妃去皇后宫中。小影儿，你跟陈公公去，一会儿本王会跟皇兄去皇嫂宫中。秦墨瑶用力捏了捏叶影的手，意在提醒他多注意。2人分道扬镳，秦墨瑶跟着何公公去皇帝的御书房，叶影跟着陈公公往后宫而去。秦墨瑶担心地看着叶影跟着陈公公走远，也不知道小影儿能不能应付得了皇后。再怎么说，她也只是个孩子，想来皇后不会为难她吧。秦墨瑶跟着何公公来到御书房。臣弟拜见皇上。你我兄弟不必如此多礼，快起来。臣弟前来谢恩。这次的王妃可还满意？谢皇兄赐婚。秦墨瑶没有正面回答，但再次道谢已说明了答案。好，好，有了王妃就有了家，以后就要好好过日子。谢皇兄提点，臣弟定不负所望。来，我们兄弟俩好久没下过棋了，今天来走一局，看看你我是否都有进步。皇帝提出要下棋，秦墨瑶不得不陪同。明显皇帝这是在拖延时间，但他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而叶影这边跟着陈公公走过大半个皇宫，才来到皇后居住的宫门前。正中贵妃榻上正坐着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穿着华丽的凤袍宫装，一看就知此人正是他要拜见的正主，皇帝的妻子欧阳满玉。弟媳拜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快起来，都是一家人，不必多礼。谢皇后嫂嫂。在莫王府可还习惯？还行吧，就是莫王那张脸让人太倒胃口了，吃饭都不香。你不怕他？有什么好怕的？弟媳在乡下的时候，经常看到院子外跳来跳去的癞蛤蟆。莫王那张脸也就比癞蛤蟆稍微严重一点点，如果把10几只癞蛤蟆堆到一起看，也就差不多了。乡下真的有很多癞蛤蟆吗？对啊，尤其是夏天蚊子多的时候，到了傍晚天快黑的时候，癞蛤蟆都出来觅食了，扎堆的逮蚊子。小倩，还不快给莫王妃上茶？皇后嫂嫂，可不可以给我一杯白开水？我喜欢喝白开水。为什么？茶是苦的呀。小倩，给莫王妃倒杯白开水。聊了这么半天，都忘了请弟妹坐下，请坐吧。聊了这么半天，喝杯水润润嗓子吧。欧阳满玉说着，端起了自己旁边的茶杯，用杯盖轻轻拨了2下茶叶，轻抿了一口。叶影也端起旁边的茶杯，正准备喝一口的时候，脑子里传来小宝的声音：“水里有绝育药。”叶影的动作一顿，立刻掩饰住了，又拿着盖子轻轻拨了拨，趁机利用小宝告诉他的方法，用精神力从空间里捏了一点点土，扔到了杯里。咦，这白开水里怎么会有脏东西啊？怎么会？不信你自己看看。叶影把杯子往前递了递，让他看得更清楚。对不起，王妃，是奴婢的错，奴婢马上给您换一杯。你作为皇后嫂嫂身边的宫人，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是奴婢的错，请王妃娘娘责罚。皇后嫂嫂，弟媳可以责罚他吗？犯了错，自然该受罚。如果你想罚就罚吧。那就谢皇后嫂嫂了。那我就罚你把这杯水喝干净，一滴不剩。怎么，有问题吗？只不过是一杯稍微掉了一点尘土的水而已，又不是喝毒药，又不会死人。说完，叶影向前一步，蹲下身，拉住小倩的手。叶影使劲地在她虎口一捏，小倩吃痛，啊了一声。趁着她嘴巴张开之时，叶影毫不犹豫地把水灌进了她的嘴里，立刻又抬起她的头，合上她的嘴，水就咕咚一声，全部吞进了肚子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前后最多2秒不到。看到这样的过程，欧阳满玉立刻站了起来，想要阻止，可是为时已晚。娘娘，娘娘，奴婢。
又不要你命，你这么慌张干什么？不就是一杯有点尘土的水吗？你咋这么大反应呢？犯了错就要受到惩罚。来人，把他拉下去。欧阳满玉冷冷的吩咐，声音里再也没有刚才的温柔悦耳。皇后嫂嫂，其实我就是想和他开个玩笑而已，他怎么这么大反应啊？俗话说不干不净，吃了不生病，其实这也没啥呀。皇宫里从来不吃脏东西，他也从来没有喝过弄脏了的水，所以他才这么大反应。哦，原来如此，看来玩笑不能随便乱开。呵呵。欧阳满玉半眯着眼，定定地看着叶影。怎么了？皇后嫂嫂，弟媳脸上有脏东西吗？没有，很干净，而且你也很漂亮，嫁给莫王真是可惜了。这个小姑娘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难道她真的发现了杯里的东西？这不可能，难道只是巧合？皇上驾到！臣妾见过皇上。弟媳见过皇上。你就是莫弟媳妇？是的，皇上。不错，你能接受莫弟是我们皇家的荣幸。皇上过奖了，是弟媳高攀了。听说你以前是生活在乡下。是啊，这不是丞相夫人不愿意她自己的女儿嫁给莫王吗？所以就把我给翻出来了，要不然这时候我还在乡下看癞蛤蟆吃蚊子呢。小颖儿，这里是皇后宫中，说话不要污人耳朵。啊，这话不能说吗？可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而且这是实话呀。叶影一脸无辜地看着在场的众人，把个不谙世事的13岁小姑娘演绎得恰到好处。皇后有没有给弟媳妇见面礼？回皇上，刚才和弟媳聊得很开心，还没来得及给。紫娟，去把本宫给弟媳妇准备的见面礼拿出来。是。很快紫娟就捧着一个盒子来到了叶影的身边，双手奉上。谢谢皇后嫂嫂。叶影边说边就把盒子打开了，金光灿灿的一盒子首饰，全是黄金打造的。叶影迫不及待地拿起一个金簪，在眼前看了又看，然后又伸到嘴里用牙咬了咬。他的这一套动作让秦墨瑶真是不忍直视。莫王爷，这真的是金子耶，不是假的，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见过金子，皇后嫂嫂对我真是太好了。欧阳满玉之所以准备了一盒子金首饰，就是因为叶影是乡下来的，没见过金子，故意想当着秦墨瑶的面羞辱她的王妃，让她在皇上面前丢脸。谁知道这小姑娘根本不懂收敛，表现得更加夸张，完全超出了她的预估，反而没有了羞辱的快感，更加唱得自己没有度量。叶影在欣赏首饰的时候，秦兰尘冷冷地看了自己的皇后一眼。好了，难得一家人聚在一起，皇帝，你们夫妻就留下来陪朕和皇后一起用个午餐吧。吃饭？臣弟须得把面具取下，不知皇嫂是否愿意看到臣弟的这张脸？那还是等莫弟治好了脸，咱们再一起聚餐吧。那臣弟和小颖儿就告退了。去吧，3日新婚嫁后记得准时上朝。皇嫂有没有为难你？有啊。你吃亏了吗？他在给我喝的水里下绝育药。什么？你喝了吗？你怎么这么笨呢？我都知道了还喝，那我不成傻子了？那你是如何应对过去的？谁端给我的，我就给谁喝呗。我这个王爷没有表面上看着的那么风光，以后你处处都要小心。放心，以后我罩着你。好，本王等着。哎呀，行了，快点回家吧，我小肚子又饿了。很快马车就回到了莫王府，午饭早就准备好。叶影准备开动前，看到秦墨瑶也坐上了桌，毫不避讳地把自己的面具取了下来。喂，你这样很容易影响我食欲的。那小颖儿早些把我治好，就能看到一张俊逸的脸了。这才相处1日不到，秦墨瑶在叶影面前的脸皮就厚比城墙了。叶影也没办法，这是他的王府，只能低着头吃饭，整个过程绝不抬头。好了，我吃饱了，你该干嘛干嘛去，我要回房休息一会儿。叶影菜饱饭足，拍拍屁股走人。刚走到门口的叶影就转回头来，王爷，明天我想去逛街，借点钱给我用呗，我保证还给你。看来他还没把自己当成王府的一份子，以后我得多多努力才行。府里的银子你随便花，等会儿你去找管家到账房去支取就行。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叶影转身就走。半个时辰以后，叶影回到院中，走进新房的隔壁房间，她的嫁妆就放在这个屋里。叶影推门进去，24个箱子整整齐齐地放在墙角周围。
叶颖上前把箱子一一打开，检查了每个箱子里的东西之后，冷笑出声：“哼，真是服了这个丞相夫人，居然就塞了一些没人要的破布，里面还夹杂了一些石头。只有一个箱子的布还勉强可以用，估计也是他不要的，一看就像不知道放了多少年的陈布。看来得给郑碧月一个教训啊，不然我这心里实在是过不去那个坎。原主娘可是为此而死的，丞相府居然如此对待我这个替他女儿出嫁的恩人。哼，说做就做。”叶颖走出院子，随便拦了个打扫的婆子问：“王府里有没有府医？”回王妃，有的。在哪儿？王妃请往东走，在东院有个药炉，江大夫一般都在药炉里。叶颖按照婆子的指引往东走，果然看到一个药炉，使劲敲了敲门：“江大夫在吗？”门没关，进来吧。叶颖迈步进入，看到一个50岁左右的男子正拿着一个小锄头，在一小片地里东挖一下西刨一下。请问是江大夫吗？老夫正是。你是？我叫叶颖。叶颖？哦，你就是王爷刚娶的小王妃，果然是个小娃娃。哼，江大夫真聪明，一猜就中。哈哈哈！你这孩子调侃起人来没大没小。说吧，你找老夫什么事儿啊？大夫，我想请你帮个忙。什么忙？江大夫，能不能帮我配点迷药？你要迷药干什么？我院子里有老鼠，我拿回去迷老鼠。瞎说，王府里哪有老鼠？我在这儿住了3年，我一只老鼠都没见过。哎呀，江大夫，你那么较真干什么嘛？我又不在王府里干坏事。真的？王爷知不知道？为什么要他知道？如果你想告诉他也无所谓。等着。江大夫果然爽快，进屋一会儿就给叶颖拿了几个小包出来。谢谢江大夫。怎么使用啊？叶颖是外科医生，对中医了解的不多，对古中医更是一窍不通。无需服用，只要吸进一点，就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江大夫尽管开口。叶颖不占人家的便宜，留下这句话回了自己的院子。叶颖把2个丫鬟撵了出去，立刻进了空间画图。叶颖找江大夫要迷药的事儿，很快就有暗卫禀报给了秦墨瑶。他有没有说他要用来干什么？没有。仔细看着王妃的院子，有什么异动立刻来报，注意不要被他发现了。是。叶颖今晚早早就上床睡觉了。子夜时分，叶颖睡醒了，悄悄打开门。他刚一打开门就被暗卫发现，立刻派了一个人去通知秦墨瑶。叶颖蹑手蹑脚地走到后院，而他完全不知道秦墨瑶已经悄悄地赶到，跟在他的后面。秦墨瑶隐匿的功夫，以叶颖目前的能力，想要察觉基本不可能。只用了5分钟不到，就到了丞相府的上空。叶颖让大鸟在后花园降落，这个地方一般巡逻的都很少过来。他的目标就是郑碧月嫁妆的库房。叶颖进去之后，见什么拿什么，全往空间里扔。大约1刻钟，他就出来了。叶颖又悄悄地摸到了慕明珠的院子，一个助跑，一个跳跃，就翻了进去。蹑手蹑脚地来到窗下，在每个房间都吹了一点迷药。大约等了1盏茶的功夫，叶颖推开一扇窗户，翻进了慕明珠的卧室，轻轻松松就把她扛了出来，轻轻地学了一声鸟叫，在外面等着的大鸟就跳了进来。叶颖扛着慕明珠爬上了大鸟的背，翅膀扇动，大鸟带着2个小孩飞离了丞相府，看准了一家青楼的后院，让大鸟停在一棵大树后。叶颖把慕明珠丢在院子里飞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叶颖就不管了，就看他自己的运气。整个过程，秦墨瑶都悄悄地跟在后边。这样的小王妃，她非常喜欢，有仇必报，而且还不让人抓住把柄。看来以后我得小心应对，可不能惹他生气了。没想到皇兄赐给我的王妃，居然有如此本事，真是出人意料。只是这样的本事，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我得想办法替他保密。叶颖直接回到王府，大约用时2刻钟多点，大鸟慢慢消失不见了。夜里忙活了这么久，倒头就睡，一夜好眠。第2天，叶颖居然起迟了，肚子饿居然都没能让他醒来。丫鬟立刻去禀报了秦墨瑶，让他睡，饿了自然就醒来了。秦墨瑶让丫鬟不要去吵他，不过让人把饭时刻准备着。日上3竿，叶颖才醒过来，睡饱了就是神清气爽。他还记得秦墨瑶昨天说过，他可以找账房支银子，于是他立刻去找了管家，带他去账房支了1000两银子的银票。看来这个秦墨瑶也挺上道的嘛。很快，刘管家就给叶颖安排了1辆马车，并交代车夫照顾好王妃。昨天叶颖找秦墨瑶借钱，他就知道今天叶颖要出门，
早就安排了2个暗卫悄悄跟着保护。大叔，带我去个茶楼吧。王妃不敢当啊，叫小的老张就行了。那我叫你张叔吧，在外边你可不能叫我王妃，我怕被人当猴子看。老张按叶颖的吩咐，稳稳地驾着马车往城里的一处繁华的茶楼而去。在去的时候，叶颖撩开车帘往外看，他还没有逛过古代的街道，所以他看什么都新奇。大约2刻钟左右，马车停在了一家叫明记茶楼的门前。主子到了。叶颖撩开车帘，一蹦就跳下了马车，完全没有京城女子的温婉形象。张叔，你去停马车吧，我会在茶楼待半个时辰左右。昨晚叶颖干了好事儿，今天他当然要来听听八卦。茶楼是八卦传播最快的地方。叶颖一个人大摇大摆地走进茶楼。姑娘，您一个人啊？是啊，小二，给我找个靠窗的位置吧。好嘞，姑娘，请跟小的来。叶颖就在大堂里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点了一壶茶，还要了一碟瓜子和一碟糕点。边喝茶边吃小吃边听八卦，这间茶楼的生意真好，大堂几乎快要坐满了。茶楼自然是朋友聚会聊天的好地方。果然没坐下一会儿，周围几桌就传来了低低的议论之声。喂，你们说这穆丞相到底得罪谁了呀？这谁知道？这些高官什么时候得罪了人，他们自己最清楚，我们小老百姓怎么猜得到？你们不知道吗？这丞相府的小姐今天早上居然被发现从青楼里出来了。怎么就知道她是丞相府的小姐呢？当然是她自己嚷嚷着出来的呀。听说早上个龟奴去后院撒尿，看到一棵树下躺着一个小姑娘，而且还只穿着中衣。他以为是楼里的哪个姑娘半夜里梦游出来睡在后院，立刻就跑去通知老鸨。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因为我家住的离那青楼不远，早上我爹从那儿过，正好看了场热闹。快说，接下来如何了？老鸨正愁不好买到好姑娘呢，丞相府的千金呢，那得多漂亮。老鸨一眼就相中了，就想着把她给留下吧。这丞相府的千金哪里肯呢，就自报了家门。老鸨一听是丞相府的千金，吓了一跳，赶紧差人去通知丞相府。各位，还有一事你们不知道吧？丞相府昨天晚上还失窃了，别的不偷，就专偷丞相夫人从娘家陪嫁过来的嫁妆，那可是郑国公府啊，那陪嫁得多少，一夜之间全不见了。大哥，你怎么知道的？因为我的长孙有一个堂弟正好在丞相府当差，今早出去办差，两人遇上了，所以听了一嘴。叶颖津津有味地听着周围的八卦，心里美得冒泡。你们知道莫王的新王妃叫他什么吗？叶颖转头看去，居然是个40岁的中年汉子。没想到八卦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听说是叫他癞蛤蟆王爷。原来你知道，我还以为你不知道呢。这事啊，所有人都知道了。怎么回事？怎么会传得人人都知道了？听说是从哪里传出来的？说话的人压低声音，用手指了指皇宫的方向。叶颖在茶楼听八卦听得乐不思蜀，而此时的丞相府更是另一番热闹。一大早，穆明珠的丫鬟进屋伺候，发现主子不见了，惊慌失措地跑到郑碧月的院子禀报。郑碧月立刻来到穆明珠的卧室，查看一番，看不出任何蛛丝马迹，立刻让丫鬟婆子们满院子的找人。结果找了2刻钟，仍然找不到人，然后又发动家里的护院和小厮，把整个丞相府搜了一遍，也找不到人。正在这时，守门的小厮匆匆跑了进来。夫人，门口来了个春香楼的小厮，说是大小姐在春香楼。春香楼是什么地方？明珠怎么会在那里？春香楼是……还不快说！你没看夫人着急的？夫人，春香楼是青楼。你说什么？郑碧月一听是青楼，气得头晕脑胀，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在地。夫人，稳住！大小姐还等着您去接她回来呢，还不快去备马车！郑碧月匆匆上了马车，立刻往春香楼赶去。刚来到春香楼前，就见外面围了很多看热闹的百姓。穆明珠的哭声从里面传出来，早已哭成了泪人。穆明珠已经12岁，不大不小的年纪，早上被发现在青楼醒来，如今这么多百姓看见，她的名声也就彻底毁了。郑碧月在下人的帮助下，几下挤进人群，来到春香楼大堂，一眼就看到自己的闺女儿蹲在地上哭泣。明珠，娘来了！夫人，快走，此处不宜久留。郑碧月立刻擦了擦眼泪，带着穆明珠匆匆离开了春香楼，回到了丞相府。一看到穆森，郑碧月也控制不住了，扑了上去，抱着穆森嚎啕大哭。
老爷，我们的明珠被人给毁了。到底怎么回事？明珠昨夜不知道被什么人给掳了，丢到春晓的后院过了一夜。岂有此理！谁这么大的胆子？夫人不好了，库房失窃了。你说什么？夫人，您放嫁妆的库房被人搬空了。郑碧月这时也顾不上他女儿，匆匆往后院而去，来到他放嫁妆的库房。这时门大大的开着，而里边空空如也，连箱子都不见了。郑碧月一时气急攻心，摇晃了2下，直接往地上倒去。正好木森紧随其后，立即接住了他。老爷，到底是谁？到底是谁和我们丞相府过不去？你一定要彻查此事，给我们娘俩一个交代呀！来人，奴才在。去把昨晚的护卫找来。是，老爷。不一会儿，昨晚负责巡逻的护卫全部来到后院，一共20个人。昨晚你们有没有发现异常？回老爷，没有。不过今早听说小姐不见，我们又把整个相府仔仔细细查看了一遍，在后花园的一处平地发现有特殊的脚印。什么脚印？像鸟的脚印，但是却特别大，我们从没见过如此大的鸟的脚印。此话当真？哦，老爷可随小的一起去查看，小姐的院里也有。此处离穆明珠的院子最近，穆森立刻随护卫去查看，果然在院里院外都看到了脚印，这完全超出了穆森的认知，他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的鸟的脚印。老爷，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呢？你怎知是我得罪了人，而不是你得罪了人？我一个深宅妇人，能得罪谁去？哼，偷你的嫁妆，掳你的女儿，难道不是针对你吗？郑碧月一时无法反驳，仔细思考他到底得罪了谁。他突然想到了什么，咬牙切齿地说道：一定是那个小贱人干的。哪个小贱人？哼，哪个小贱人？除了穆夜影那个小贱人，还有哪个小贱人？他一个13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做得到？他是做不到，可是你别忘了，她嫁给了谁？穆森无话可说，穆明珠适时哭着扑到了穆森的怀里。爹爹，你要为我做主啊！你有几分把握？除了他，不会有第2个人。你一定要给我们的明珠讨回公道啊！我们的明珠可是被他给毁了。你安抚好明珠，先把她送到庄子上，躲避一段时间闲言碎语。晚上我去趟莫王府。这厢在茶楼里听八卦听得眉开眼笑的叶影，喝茶也喝了个水饱。八卦听得差不多了，打算去逛逛街。走出茶楼，叫上车夫张叔，慢慢的在大街上逛了起来。叶影看什么都新鲜，每个铺子都进去看一看。突然他想起来，穆老夫人给了他一间铺子，今天出来了就去瞧瞧在什么地方。他告诉张叔铺子的地址，上了马车，慢慢的往铺子的方向而去。铺子在一条不算繁华的街道，这里居住的大部分是普通百姓，离官宦之家的居住地有一段距离。到了铺子门前，叶影跳下马车，看到铺子里正在往外不断的搬东西。请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姑娘是来买布的吗？不是的，小哥，你们这是在搬迁吗？姑娘，我们掌柜的在里边，你可以问掌柜的。叶影走进店里，里边已经搬得乱七八糟。叶影看到一个年约50的中老年男子正在柜台后面收拾东西。请问您是这间店铺的掌柜吗？是的，姑娘是来买布的吗？我们店准备关门了，姑娘还是上别处去买吧。掌柜的，我是这家店铺的主人。说着，叶影把房契拿了出来。男子接过一看，果然是这间店铺的房契。姑娘，这家店铺是丞相府家老夫人的，不知怎么到了姑娘手里。掌柜的，这家店铺就是穆家老夫人送给我的，今天正好有空就过来看看。哦，原来如此。既然今天东家来了，就免得我再去丞相府跑一趟了。这个位置不太适合我这个生意，打算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正好租期也到了，我打算退租。这样啊，还望东家姑娘通融通融。没关系，那你收拾好了把钥匙给我就行。谢谢东家姑娘，钥匙现在就可以给你。叶影收了钥匙，约好天黑之前他再来锁门。叶影和张叔继续逛街。张叔，你知道哪里可以买下人吗？知道，主子是想买下人？对，我自己要用的人，我想自己去买。叶影不想用王府的人，那些都是秦墨瑶的人。那小的带主子去。又走过了几条街，来到一处院子门前。张叔上前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有个彪形大汉出来开门。有生意上门。
大汉一句话不说，带着叶颖和张叔就往里头走。大哥，来客了！听到声音，从正屋里走出一个老头。哎呦，2位里边请。随着老头子进了正屋。不知2位想要什么样的人？我想买2个丫鬟，最好是会些拳脚功夫的，买2个小厮也是要有拳脚功夫的。小泉，按照姑娘的要求去挑几个站到院子里。旁边伺候的小厮立刻应声而去，没一会儿人就挑好了，都站在了院子里。叶颖和张叔走上前，一个个看。叶颖挑出来8个人，然后又一一问了他们的来历。居然有一对兄妹是镖局出身的。兄妹俩突然出列，跪倒在叶颖的面前。姑娘，你买下我们一家吧，我们一家都是走镖的，招小人陷害失了镖，父亲把全部家当都卖了，还把我们自己都卖了，才还清债务。如果姑娘买了我们全家，我们一定伺候好姑娘，听姑娘吩咐。你们家一共多少人？8个，我爹娘，大哥一家4口，还有我们2个。你今年多大了？16岁。你呢？小的今年19。去把你们一家人都叫出来，我看看。不一会儿，8个人站到叶颖的面前，最小的一个居然还抱在怀里，看上去还不到1岁，还有个小男孩，最多3岁，最大的就是他们的父亲，看着40多岁的样子。张叔，你会武功吧？主子会点儿。帮我试试他们的身手。场地让开，最大的先上，只是拳脚功夫。3个男子都和张叔比划了一通，得到了张叔的肯定，功夫也不错。姑娘，我也会。那你和你小哥比划一下，我看看。2兄妹就在叶颖面前过起了招，2人居然不分上下。叶颖很满意，老板，这一家人我全买了，一共多少钱？这家人在老板手里其实养了好久，他们就是想一家人一起卖，很少人能够一次性买这样一家人，关键是有2个小的。听说叶颖说要一起买，他心里很高兴。3个男子要50两一人，3个女的要30两一人，2个小的一起就给个10两银子吧，一共250两。老板爽快，我给你251两银子，他们的卖身契给我吧。姑娘也是爽快人，好嘞，稍等。谢主子。一家人齐齐的跪地认主。你们报一下，都叫什么名字？小的叫杨红，这是我妻子杨华氏，这是我大儿子杨成，这是我二儿子杨信，这是我闺女杨柳，这是大儿媳妇杨江氏，2个小孙子杨威和杨武。去收拾一下，跟我走吧。叶颖拿了几人的卖身契，走出了这个四合院。马车只有1辆，自然装不下这么多人。叶颖让女人上马车，男人跟在后边走。这时已经傍晚，去铺子里一趟吧，我去把门给锁了。好嘞，主子做好了。姑娘来了。掌柜的，我来锁门，祝你换个地方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借姑娘吉言。你们以后记住了，这个铺子是我的，等我开起来就要交给你们来打理。是的，主子，我们记下了。好了，我们回家去吧。叶颖带着杨家8口人往莫王府而去。到达莫王府大门口的时候，叶颖跳下马车，居然看到秦墨瑶在门口等着。杨家人更是吃惊不已，没想到买他们的主子居然是莫王府的人。王爷，你怎么在门口啊？是在等我吗？晚饭已经准备好了，等你回来一起吃。我今天买了一家人，你不会有意见吧？只要是小颖儿喜欢，你买2家、3家人都没问题。刘管家，麻烦你帮我安置一下这家人。小王妃放心，小的这就安排。小王妃可得他心了，居然完全不介意王爷的那张脸，就凭这一点，他就认他这个小主子。而杨家人听到刘管家称呼叶颖为小王妃，更是吃惊，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叶颖的真实身份。秦墨瑶牵着叶颖，正准备转身往里走，忽然听到身后马蹄声传来。随着马车的靠近，秦墨瑶一眼就认出这是丞相府的马车。马车在台阶下停下，叶颖看到下车的居然是丞相大人穆森。穆森抬头，居然见到秦墨瑶和叶颖正站在门口等着。难道他们知道我要来？下官见过王爷王妃，怎劳您2位在此等候啊？丞相大人误会了，小颖儿出去玩耍，刚刚到门口。本王是在门口接小颖儿进府的。秦墨瑶之所以解释，是想告诉穆森，叶颖已不再是丞相府的小可怜，如今已是他的王妃，而且深得他的宠爱。丞相大人是来找本王的？下官是来找颖儿的，有些事想问问他。那就请进吧。来者是客，秦墨瑶也没打算把人拒之门外。几人来到外院正厅。王爷，可否让下官和颖儿单独说话？本王和小颖儿是夫妻，
夫妻一体，有什么事是本王不能听的？丞相大人有话直说便是。王爷，下官家中今天发生的事情，想必您也知道。既然是颖儿自愿嫁入王府，何必给下官如此难堪？哦，丞相大人何出此言？颖儿，你是在怪夫人没给你准备丰厚的嫁妆吗？再怎么说也给了你24台嫁妆。你要知道，凭你的身份，要不是看在嫁给莫王爷的份上，根本就不会给你嫁妆。我有嫁妆吗？我怎么不知道？要不丞相大人随我去看看。叶颖说着就站起来往外走去，根本不给穆森留思考的余地。穆森见他出去，只好跟着站起来跟上。三人来到碧荷院，叶颖直接把放嫁妆的房间门推开，亲自把24个嫁妆盒子的盖子全部打开。当他看到一箱箱的破布和石头的时候，老脸不禁通红一片。唉，家门不幸啊。只是颖儿，你要知道，如今你可是记在夫人名下，她就是你的母亲，明珠就是你的妹妹，一家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母亲？哼，我的母亲已经死了。你说什么？穆森和秦墨瑶同时吃惊地问。叶颖见两人的神情有些疑惑，难道他们真不知道他的女儿不愿意嫁？我母亲的女儿就愿意嫁吗？我母亲为了阻止这场婚事，以我要守孝为由，不惜上吊自尽。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止这场婚事，又把我记在了丞相夫人的名下，我就成了嫡女，就不再是我母亲的女儿，就无需守孝了。我是把我的母亲埋葬后第2天回的相府。韩萧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没有去查。萧颖儿，你还有我。颖儿，为父真不知道。你好好过日子，有空就回相府看看老夫人，她想你的。穆森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把自己的老娘搬出来。来人！王爷，把这些箱子给丞相带回去。是。丞相大人穆森灰溜溜地离开了穆王府，还带了几马车的箱子回去。老爷，怎么样？那个小贱人承认了。你疯了！你打我干什么？颖儿的娘亲上吊自尽之事，为何不告诉我？哼，一个通房丫头，死了就死了，难道你还记着她的好不成？不可理喻！这时，小厮把箱子也抬了进来。打开。随着穆森的命令，箱子被一一打开。那你说，这又是怎么回事？是我干的又怎么了？谁知道那丫头能活下来？她要是死了，谁还管这些？好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谁也不要提了。那个小贱人，到底有没有承认是她干的？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问？老脸都丢尽了。一定是她干的，看我怎么收拾她。很快，皇宫里的皇帝秦兰臣也得到了消息。何公公，你说这是不是莫王干的呢？奴才不知，丞相大人已经报到大理寺，听说发现作案现场有大鸟的脚印，奴才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怪事。能在一夜之间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丞相夫人的嫁妆全部搬走，有这样能力的人有几个？就是莫王也未必能办得到。那可是丞相府，来来去去的护院起码有20-30个，要搬走那些嫁妆，起码要半个时辰。贼人如何抬出去而不引起动静？难道真的是让鸟带着飞出去的不成？秦兰臣怎么想都想不到贼人是如何办到的。这伙贼人要是看上皇宫里的什么东西，也来这里走一走，那还了得？去把中尉给朕叫来。何公公立刻让一个小太监去找人。不一会儿，负责皇宫安全的中尉大人董超来到了御书房。微臣参见皇上。董爱卿，丞相府失窃的事你知道吗？已听说。依你看，什么样的人能做到？回皇上，臣不知。要想神不知鬼不觉偷走那么多东西，实在是难上加难。董爱卿，从今天开始，皇宫各处加强防卫，增加巡逻，一旦发现有贼人或刺客，格杀勿论。微臣遵旨。难道真的不是莫王干的？莫王府，穆森走后，秦墨瑶和叶颖才去吃饭。小颖儿，对不起。
怎么了？没事，你道什么歉啊？你娘的事，我真不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儿。不过原主娘要是不死，原主就不会死，我也就不会来到这里了。明日是3日回门，要不去看看你娘？来去可是要2天呢，你不是后天要上朝吗？我们骑马，当天就能来回。我不会骑马。我带你。那好吧。另外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出嫁前穆老夫人给了我一个铺子作为嫁妆，今天下午我去看了一下，之前的租客退租了，嫌位置不好，我打算开个医馆。我看府里的江大夫也没什么事干，要不请他到我的医馆去坐堂。江大夫是我请来专门给我治脸的，只是这么久以来没有任何进展，也就在府里做起了府医。他很喜欢研究医学，如果你能请得动他，我没意见。哼，那就这么说定了。叶颖今天还没有耕地种粮，他得赶紧回去忙活。今天晚上他想试试新鲜玩意儿。门一关，一个闪身，叶颖就消失不见了。进去空间上了2楼，开始作画。先用黑墨水画了3头牛，又画了3只大猩猩。叶颖重新铺开一张宣纸，画起了猴子。当3只猴子画好以后，叶颖感觉一阵疲惫，头还有刺痛感，明显是精神力耗尽的表现。缓了一会儿，下楼，叶颖把3张纸纷纷展开，随着星点散去，3头牛、3只大猩猩、3只猴子出现在叶颖面前。你们3个一组，去耕地种粮去。几个动物听话的干活去了，大猩猩扶着犁，牛在前面拉，猴子在后面播种，配合得非常完美。这时叶颖才感觉自己终于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了。随着精神力的增加，他可以画更多的动物，保留的时间也更长。3组动物在地里忙活的时候，叶颖就盘腿调息，开始修炼。1个时辰后，叶颖才结束修炼。出了空间睡觉，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他可不想熬夜，影响了生长发育。次日一早，刚一出房门，就看到杨柳在门口候着。王妃，早。你去把你爹和你2哥叫来。洗漱过后，2个丫鬟端来早餐，叶颖正吃着呢，2父子就来了。杨叔，今天你和杨成去帮我把昨天你们看过的铺子收拾一下，我要开个医馆。王妃，不敢当，叫小的老杨即可。杨叔，不讲那么多规矩，我就是个乡下丫头，以后大家好好做事，好日子会有的。谢王妃太爱。行了，杨叔你去忙吧。杨信和杨柳今天随我出趟门，我要去看看我娘，去找刘管家给你们准备马。是，王妃。哦，对了，你们是我买的，所以以后叫我姑娘就行，或者主子，不用叫王妃。叶颖可不想他们形成习惯了，以后走到哪儿都王妃王妃的叫，身份很容易就让人知道了。她才13岁，可不想这么早就被人人都知道她已婚了。而这话刚好被走到门口的秦墨瑶听到了。小颖儿不愿做我的王妃。秦墨瑶有些伤感的声音响起。几人回头看到王爷来了，立刻行礼。也不是啦，我还要看你以后的表现呢。再说，你不觉得我就是个孩子吗？吃好了吗？吃好了，我们就早点出发。稍等。叶颖立刻低头继续吃饭。大约过去半个时辰，经过一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林时，秦墨瑶忽然勒住了马缰，一股杀气扑面而来，就连叶颖这种没有功夫的人都感觉到了。戒备！10个护卫立刻将2人围在中间。秦墨瑶一把将叶颖扔到杨柳的马上。杨信、杨柳，你们2个护着王妃离开。这样的场景，秦墨瑶经历过多次，知道这些人是冲自己来的。小颖儿跟在自己身边，反而容易被自己拖累，还不如让她离开，自己好大展拳脚。杨信和杨柳护着叶颖退出了圈子，离开大约50米左右，叶颖就要停下。姑娘，这里还不安全，我们再走远一点。听我的，3人下马，你们2个看好四周，不要看我，注意戒备。叶颖说完，找了根树枝到2匹马中间，让马挡住2兄妹的视线，蹲在地上开始画起来。不到半刻钟，一把924手枪就画好了。这款手枪可以装20发子弹。走，过去看看。3人丢下马，蹑手蹑脚地向前靠近。当离秦墨瑶他们只有30米左右的距离时，停了下来。叶颖看到秦墨瑶剑起剑落之间就有黑衣人受伤，只是2方人数悬殊较大，应付起来有些吃力，双方打的是难分难舍。姑娘，我们要不要上前帮帮王爷？不用，就在这儿。一会儿要是有黑衣人上来，你们可得帮我挡着点儿。叶颖说完，双手握紧手枪，瞄准，扣动扳机，看准一个脑袋开一枪，几乎没有一弹是虚发的，
枪枪命中目标，只几息时间就有10个黑衣人倒地不起。黑衣人反应了过来，立刻有4个往叶影这边杀过来。两兄妹从刚才的震惊中突然反应过来，杨信也顾不得男女大防，直接拦腰夹起叶影就往后面跑。秦墨瑶也反应过来，立刻拦住黑衣人，不让一个人离开。现在双方战斗力一下子掉出来，还不到1刻钟就被秦墨瑶和护卫们解决完，一个活口都没留。这些人都是死士，身上不会留下任何证据，但秦墨瑶心知肚明这是谁的人。哥，快停下，没有人追来。杨柳在后面边跑边喊。杨信听到喊声停了下来，把叶影放下来。姑娘，刚才得罪了。我没事儿。叶影也喘着气，她明明没有跑过1步，她纯粹是被刚才的情况给刺激的，有点兴奋。你们2个没有轻功啊？不是说习武的古人都有轻功的吗？我们走镖的练的都是外家功夫，我们没学那家功夫。杨柳刚刚说完，叶影就看到秦墨瑶几个起落就到了面前，这才是轻功，真帅气。你没事吧？没事，你呢？我也没事。秦墨瑶放下心，牵着叶影往回走。王爷，王爷，10个护卫有几个多少受了点伤，正在相互包扎。把这些尸体都埋了。是。几个没有受伤的护卫到了林子里，找了个地方，开始用剑挖起坑来。秦墨瑶上前检查尸体，除了他们用剑杀死的之外，其他的每个都是脑袋上有个窟窿。小影儿，你是怎么办到的？叶影翻了翻白眼，摸了摸鼻子，就知道他会问，就是个暗器而已。可以给我看一下吗？用完了。叶影两手一摊，都这么长时间了，早消失不见了。叶影既然不愿意多说，秦墨瑶也不强求。他知道叶影有秘密，他相信以后他会慢慢告诉自己的。王府，秦墨瑶让刘管家立刻去请了江大夫来，给受伤的护卫们重新包扎。他则领着叶影回到他居住的碧荷院，洗漱一番之后，吩咐丫鬟立刻摆饭。秦墨瑶知道叶影特别容易饿，叶影也确实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中午吃的那一点早不知道消化到哪里去了。小影儿，你怕吗？你不是战神王爷吗？有你在，我怕什么呀？王府的日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风光，你跟着我会经常遇到危险，怕吗？看在王妃这个身份还比较高贵的份上，我暂时没有离开的打算，所以我会罩着你的，放心。你还想离开？如果你这张脸治好以后能入我的眼的话，我考虑留下来。叶影说的一本正经，秦墨瑶听了却是笑出了声。怎么，很有自信？想看我长什么样，那就拜托小影儿早点治好我。皇宫，秦墨瑶一进城，就有探子把消息递进了宫里。前前后后，他派人刺杀不下10次，折在秦墨瑶手里的暗卫没有200，也有100好几。秦兰晨一直在等活着的人回来复命，可是天已经黑尽了，也没有人回来。来人！暗卫头领立刻跪在秦兰晨的面前。主子，你派了多少人去？30人。去查一查怎么回事。是。秦兰晨开始看奏折，边看边等消息。这一等又是1个多时辰过去，直到快子时时，才等到去查看的暗卫头领回来。主子，30人全部身亡。什么？尸体被就地掩埋，我们又挖出来查看，他们一半是死于某种不知名的暗器。什么暗器如此厉害？属下不知，有10个是头上穿了洞，有4个是胸口穿了洞，都是致命一击，其他的是死于刀剑。我们把洞的位置挖开后，里面什么也没有。看来不能再用暗杀这招了，老八已经应对自如了。昨晚睡得太早，天一亮叶影就醒来了，刚一开门就看到杨柳站在门外。姑娘，你醒了？去把你娘叫过来，以后我这院里的一切事务都交给她管，你就跟着我贴身伺候。之前的2个丫鬟就让你娘使唤吧。谢姑娘抬，奴婢这就去叫我娘。杨柳得了命令，欢欢喜喜地跑走了。没一会儿，杨红夫妇一起来了。杨红是来汇报昨天收拾铺子的进度。杨叔，我们一起再去看一下那铺子，看看怎么规划比较好。好，小的这就去找管家安排马车。说完，杨红就转身去了。杨婶，以后我这院子里的事儿就由你负责安排。那2个丫鬟是王府的人，你们安排他们在正房外做事即可。以后我的房间不允许他们入内。谢姑娘信任，奴婢一定做好。去忙吧，
杨柳，我们也走吧。主仆两个往王府大门外走去。小的见过小王妃。刘管家，你家王爷一般什么时候下朝？叶颖知道，从今天开始秦墨瑶要上朝了。回小王妃，王爷一般4时中下朝，下朝后王爷就会去郊外军营教场练兵和处理军务。刘管家很上道，把秦墨瑶一天的行程都汇报给叶颖。我要去逛街，中午也不回来吃饭，你忙去吧。叶颖和杨柳上了马车，杨红就驾车出发了。到了目的地，杨红打开铺子的门，叶颖才认认真真的把铺子从外到里看了个仔细。没想到这个铺子还带后院，后院比铺子还要大，还带天井，基本可以住家了，连厨房都有。之前一直被当作库房用。叶颖很满意，可以把后院的2间房装修成手术室，方便他用。看了之后，叶颖心里已基本有数了。杨叔，你回头让杨晨夫妻俩常住铺子，以后就让他当掌柜，他媳妇儿就给铺子里的员工做做饭，打扫卫生。如果他识字的话，就在帮忙整理资料，比如药方等，也方便他照顾孩子。谢主子，只是成哥不懂药理。他懂不懂没关系，大夫懂就行，他只需要负责日常管理。况且人是活的，他可以边干活边学习，时日长了自然就懂了。他才20几岁呢。叶颖一向信奉人是学而知之，不是生而知之。叶颖之所以买这么一家人，看重的就是他们会武，能镇得住场子，要是有人来闹事也能抵挡得住。其他本事可以慢慢学，武可不是1年2年就能学会的，是要从小开始打基础的。是。杨红很感动，没想到这小主子这么开明。明天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去办，今晚你和杨成一起到我院里来一趟。是。时间差不多快5时了，3人出了铺子，叶颖打算逛逛街。说了自己的目的，杨红就驾着马车去了一条繁华的街道。2个女孩子就开始了女人喜欢的事情。叶颖在一家成衣店买了3件符合她自己审美的衣服，也让杨柳挑1件。逛到一个杂货铺的时候，叶颖买了锅碗瓢盆，一应厨房用具。姑娘，你买这些做什么？我有用。叶颖当然是要在空间里准备一套，她早就有这个计划了，不然饿了都没东西吃。杨叔，肚子饿了，去找个地方吃饭吧。叶颖对京城不熟，只要告诉杨红想干什么，她自然知道把她带到哪里去最合适。没过多久，马车就停了下来。主子，这家店是老字号了，有很多风味小吃。那就尝尝去。叶颖率先走在前面，进了酒楼，一看有客人在，小儿热情上前招呼：客官里边请，要雅间还是堂食啊？堂食吧。叶颖喜欢在大堂里吃，这样可以听八卦。随着小二找了张空桌坐下，小二立刻开始报菜名。可是叶颖听了半天，感觉不出是什么菜，只好让小二看着办。好嘞，姑娘请稍等，很快就上。菜一上桌，叶颖就开始动筷，也叫他们父女俩不要客气。这时，周围的一些食客们的聊天声也传入了叶颖的耳朵里。喂，你们说这张阁老都请了多少个大夫了？他那孙子的肠痈到底有没有治好啊？那可是他家的独苗啊！你是不是傻呀？肠痈谁能治得好？得了这么个病，也就是看谁拖的时间久而已，迟早是个死。那他们家这不是要绝后了吗？你说话小声点，这种话不要乱说。叶颖听着他们的议论，好半天才反应过来，肠痈是什么病？不就是阑尾炎吗？好像古代就叫肠痈。嘿，有钱挣了。吃过饭，3个人也听了不少八卦。丞相府小姐和莫王爷的八卦还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到莫王府，叶颖又让杨红去打听张阁老孙子的情况，越详细越好。经过昨天遇刺的事儿，叶颖意识到一个问题，他应该提前画好一些可能用到的东西备好，到用的时候可以直接拿来用，而不是像昨天一样还需要临时来画。要是紧急情况怎么办？回到汴河院，叶颖交代所有人都不许进他的房间，然后二话不说直接关门进空间。出了空间，这时杨红早已经打听好张阁老孙子的事儿了。主子，张阁老的孙子今年15岁，这2个月前被诊出得了肠痈，太医院的太医基本都去看过了，开药吃了也只能缓解，但不能治断根，最近疼得越来越厉害了。张阁老又把京城有名的大夫都请去看过了，还是没用。好，我这里有2个东西，你明天和杨成带着到离京至少500里外的城市去当了，给你们5天时间，够吗？应该没问题。天还没黑，叶颖又来到江大夫所在的药炉，江大夫正在捣药。
小丫头，你又来找老夫有什么事？不会是迷药用完了吧？江大夫，我找你不是要迷药，我是来请你帮忙的。哦，老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张阁老的孙子得了肠痈，这事儿你知道吗？这事儿满京城的人恐怕都知道，肠痈一旦恶化，很难治好，几乎就是一个死。只是可惜了，张阁老就这么一个孙子，大家已经3代单传了。3代单传才好，我就可以要高价了。江大夫，肠痈我可以治。你说什么？叶颖看着他点了点头。真的？叶颖又点了点。你没骗我？你有完没完啊？谁教你的？当然是我师傅呀。你师傅是谁？天山童姥。没听说过此人。你不认识的人多了去了，全世界这么多人，你能认识多少啊？那你来找我是做什么？江大夫，你看啊，我一个小孩子，张阁老肯定是不会相信我的。如果以你的名义去，把我带进去，我来治，你在旁边看着就行。挣了钱，咱俩2-8开，你2我8。江大夫古怪地看着叶颖。你缺钱？钱谁不缺呀？难道你不缺？这话问的江大夫没法接，没有人会嫌自己钱多呀。你有几成把握？9成9。你怎么不说10成？总要给自己留点余地不是？好，明天我就去走一趟，让我见识见识你是怎么治肠痈的。一言为定。叶颖非常高兴，感觉眼前有银子在向他招手。今天他只画了2组牛、大猩猩和猴子，留了一点精神力，画了一套做手术需要用到的工具，如手术刀、手术剪、手术钳、血管钳、持针器、切开器等。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反而消耗精神力不多。叶颖还没有试过这些东西到底能够保持多长时间，他立刻跑下楼去问小宝。主人，没有生命的东西保持的时间是活物的10倍。太好了。叶颖还没有用完精神力，又去画了一些自己觉得必要或者可能手术要用到的东西，如消毒液、酒精，连纱布都画了好几包。直到他感觉再也画不了，才下楼去打坐调息。叶颖发现，只要他把精神力用枯竭，再修炼，进步会更大。大约1个半时辰之后才结束调息，然后又去翻了一下从郑碧月的库房里搬进空间的东西，找了2个古董，打算让杨红去换成现银应应急。回到碧荷院，秦墨瑶居然已经回来了，正在屋里等着他。你去哪儿了？我去找江大夫谈点事儿。还没吃饭吧？没呢，正准备吃饭。2人一起来到饭厅，杨柳立刻摆上碗筷。饭后，秦墨瑶坐着，居然没有打算要走的意思。还有事吗？以后我就在你这院子里睡。你说啥？我说王爷，我才13岁耶，你下得去口吗？小颖儿，你误会了，只是就在你这院子里睡，并没有别的心思。哦，吓我一跳。那你睡隔壁房间吧。不要，我要跟你睡一个房间。那怎么行？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小颖儿，我们是夫妻。你就这么想跟我睡一个房间？小颖儿，我们需要培养感情。那好吧，但你只能睡榻，不能上床。我怕你万一兽性大发，我可打不过你。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幸好他白天不在家，可是时间长了，不知道我的秘密能不能保得住，真是个大麻烦。2人洗漱过后，一个上床，一个上榻。过了一会儿，小颖儿，你什么时候帮我治疗呢？过段时间吧，现在还不行。你很急吗？我想让小颖儿早点看到我的脸俊不俊。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呀？你自己的脸自己又看不见，看见的是我呀。2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叶颖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次日清晨，叶颖醒来，迷迷糊糊间才想起昨天晚上秦墨瑶和他睡在一个房间。他立刻撩开帘子往窗下的榻上看去，人早就不见了。啊，刘管家，这是什么呀？王爷早上走时交代，把他院子里平时用的东西搬到王妃院子里来，还有一些换洗的衣物。行了，抬进去吧。叶颖既然同意了秦墨瑶和他睡一个房间，这些是必然的。饭后，杨柳去帮我找个小箱子来，就如大夫的药箱子。杨柳去找刘管家帮忙，没一会儿还真找了一个大小合适的箱子回来，还有提手，上面的雕花非常精美。走，我们去找江大夫。叶颖自己拎了箱子就朝江大夫的药炉而去，杨柳紧随其后。3个人坐上刘管家安排的马车，还是上次叶颖带去逛街的张叔驾车。张阁老其实已经致仕，
今年已经71岁高龄了。他生他儿子的时候已经30岁，而他儿子再生孙子的时候已经26岁。他家男丁非常难得，女儿孙女儿倒是有好几个，这个孙子宝贝的跟眼珠子似的。叶颖他们来到张阁老家大门前的时候，已经晨时末。张叔刚一停下马车，就有守门小厮上前询问：“听说你们家小公子得了疾病，我是大夫，想来试试。告诉你们家主子，我是莫王府的府医。”小厮一听是莫王府的，不敢怠慢，立刻进去禀报：“江大夫，你为什么要告诉他身份啊？”“不报身份，你连府门都进不去。这可是阁老府，不是普通百姓之家。”很快，一个管家模样的人就匆匆从门里出来。“请问，可是江大夫？”“老张头，精神还这么好啊？”“托江大夫的福，我这老腿还能跑得动。”张管家领着几个人往内堂而去，自然是要先去拜见张阁老。张阁老已经坐在外堂主位等候着，由此可见他对自己孙子有多么宝贝，只要有一线希望，他都不会放过。“江某拜见张阁老。”“江大夫免礼，是莫王让你来的吗？”“不是，是江某自己想来试试。江某最近几年在莫王府一直潜心研修医学，小有成就。如此，请随老夫来吧。”几个人跟着张阁老穿过几个垂花门，在一处精致的院落门前停下。这大孙子住的离张阁老这么近，看来真的是宝贝疙瘩。“去把大儿媳叫出来，就说有大夫来了。”丫鬟听后立刻进院通报。大户人家的规矩就是多，到了门口也不能直接进去。没一会儿，一个30多岁的妇人匆匆忙忙地出来：“老大媳妇儿，这是莫王府的江大夫，让他去给孙儿看看吧。江大夫有劳了，请随我来。”一群人进了张瑞宇的卧室，此时他正躺在床上低低的呻吟，看到他爷爷进来，委屈地说道：“爷爷，孙儿好疼。”“江大夫，请。”张阁老不忍看自己的孙子，转头请江大夫上前把脉。江大夫走上前，拿起张瑞宇的一只手，把手轻轻地按在脉搏上，大约半刻钟之后才收回手。“江大夫怎么样？”“脉很虚浮，已经比较严重了，还有救吗？张阁老，可否借一步说话？隔壁偏厅坐坐吧。老大媳妇儿，你照顾好孙儿。”叶颖三人跟着张阁老出门，到了隔壁偏厅坐定。“张阁老，实话告诉您吧，您孙儿照此下去，最多只能活20天左右。”“你说什么？”张阁老忍不住猛地咳嗽起来，旁边的小厮立刻上前给他拍背顺气。“张阁老，今天我来是给您另外引荐一位大夫。”“谁？”“张阁老，这些下人可靠吗？”“你们都下去吧。”张阁老挥挥手，三人默默退下。“张阁老，这位是莫王妃。”听了江大夫的介绍，立刻起身。“老朽见过莫王妃。”“张阁老无需多礼。”“张阁老，能救您孙儿的就是莫王妃，她曾有奇遇，此话当真？”“张阁老您放心，既然我今天上门来，自然是带着必胜的把握。”“哎，江大夫也说了，我孙儿迟早是个死，还不如死马当活马医。这么多年来，得了肠痈恶化后能治好的寥寥无几，老朽就信你一回，还望王妃尽力而为。”“张阁老，既然决定治疗，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先做准备工作。”“王妃需要什么尽管提。”“一间干净的屋子，放一张到我腰高度的桌子，旁边放2张桌子即可。再放一个衣帽架。”要求并不高，张阁老立刻就吩咐下去，很快就准备了起来。选择的房间就在张阁老孙儿居住的房间的耳房。当一切准备妥当，叶颖带着江大夫进到耳房。叶颖打开自己一直提在手里的箱子，背对着江大夫，拿出一瓶75%浓度的酒精。其实叶颖只不过是用箱子做掩护，实际是从空间里拿出一张小画展开。“江大夫，你把这瓶酒精满屋子到处喷，给房间消消毒，然后再把窗户打开亮一亮。”江大夫拿着瓶子左看右看，没见过这样的瓶子。“不用管那么多，你先按我说的做。”“怎么喷？”“喝一口到嘴里，使劲的往外喷就可以了。”江大夫果然按照叶颖的指示喝了一口到嘴里，那感觉太刺激了，他从来没有喝过这么烈的酒。“小王妃，你这是什么酒啊？”“烈酒，超烈的酒。”
江大夫缓了好一会儿，又继续喷，直到把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喷了一遍。一瓶酒也用得差不多了，还剩下一点点。江大夫想揣进自己的箱子里，叶颖可不敢给他，立刻把瓶子抢回来，放进自己的箱子里。开玩笑，时辰一到，瓶子就消失不见了。要是被江大夫发现了，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你怎么这么小气？我就剩下这么一点了。哼！大约半个时辰以后，房间里酒气散得差不多了，叶颖让人把患者抬过来，放到桌子上躺着。张瑞宇一脸痛苦地看向江大夫：“大夫，我还有救吗？”小子，你运气好，遇到了神医，能治。你好好躺着，不要乱动。叶颖又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瓶麻醉药，给患者吊上。叶颖采用的是全麻，这样病人完全没有任何痛苦。江大夫看到叶颖拿出来的东西，又想开口问：“江大夫，你什么也不要问，只看我做就行。等会儿我开始手术，你就帮我擦汗、递刀。”接着，叶颖就把他摆出来的刀具一一给江大夫解说一遍。大夫，你们要在我身上动刀？你什么也不要管，闭上眼睛，美美的睡一觉。很快，麻药起了作用，张瑞宇彻底睡了过去。叶颖开始手术。叶颖拿起20号手术刀，找准右下腹对应的位置，轻轻划下，立刻拿止血钳把两边的肉夹住。如此反复几次，右下腹腔就打开了。叶颖用阑尾钳夹住阑尾末端部的细膜，将其提至切口处，用血管钳分离阑尾细膜。江大夫，11号手术刀。叶颖严肃的声音传来，把江大夫吓了一跳。他正一顺不顺地盯着叶颖的所有动作。江大夫按照叶颖之前讲的，找到11号刀，并上到刀柄上，递给叶颖。叶颖利落地切掉有病灶的阑尾，丢到旁边的碗里。江大夫，针。来。腹腔缝制的线，叶颖采用了可吸收的线，这样就无需拆线。他已经问过小宝了，这些线可以保持1周时间不消失。叶颖处理好内部，再一层一层处理好切开的腹膜、肌肉、皮肤。擦汗。叶颖简单2个字，透着威严、冷静，和他平时的表现完全两样。江大夫不自觉地拿起旁边的帕子，给叶颖擦额头上的汗。当一切处理妥当，大约用了半个时辰。王妃，你怎么了？手术结束，叶颖终于可以喘口气，人也放松了下来。王妃，你这套本事如何习的？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医术，人的腹腔他更是从来没有见过。今天真是大开眼界，人居然可以活生生被剖开腹腔，而患者完全没有痛感，然后又被缝起来，整个过程睡得跟猪一样。想学？叶颖俏皮地问道，完全没有了刚才手术时的严肃。想。可惜你年纪太大了，现在学已经来不及了。你难道没感觉到你已经开始眼花了吗？江大夫翻了个白眼，没法接话。叶颖说的是事实，所以啊，以后我就打着你的旗号，你给我打打下手就可以了。江大夫听了心里舒坦了，至少他可以观摩。好了，走，我们出去吃饭。肚子好饿呀。打开门，张阁老、张王氏还有很多叶颖之前没见过的人都等在外面。怎么样？手术很成功，再过半个时辰他就可以醒了。雨儿是不是以后都没事了？对，不过这段时间他需要养伤。养伤？他受伤了？我们是剖开他的肚子，把坏死的阑尾给割掉，然后再缝上。叶颖的话一落，张王氏身子晃了晃，直直地倒了下去。娘，我孙子真的没事了？当然没事了，正睡得香呢。老朽进去看看。张阁老和您儿子去看看就行，其他人就先不要进去了，人多了污染环境，对病人不好。张阁老和张志强进去看到张瑞宇果然安安静静的睡着，心终于放下了。张阁老，忙活了这么久，可不可以给顿午饭吃啊？2位大夫辛苦，午饭早就准备好，请随老朽来。张阁老带路走在前面，到了饭厅，果然见桌子上已经摆满了饭菜。叶颖很不客气地主动坐上了桌，也不等别人招呼就开吃，看得江大夫直摇头。江大夫，请。张阁老，请。姑娘，你慢点吃。没事，你们不用管他。2碗饭下肚，面前的菜也吃了大半，叶颖才感觉肚子终于饱了。你们慢慢吃，我去看一下水调完了没有。工作叶颖从来不马虎，果然如叶颖所预料的，半个时辰以后，张瑞宇醒了过来。结束了。雨儿，爹爹，我是不是好了？我居然不痛了。别高兴得太早，等会儿麻药一过，你还是会感觉到痛的，但这种痛和你之前的痛是不一样的，是伤口痛。雨儿，
你好好听大夫的，很快就能好了。接下来你就好好休息，前3天不要吃太多东西，而且只能喝粥，注意伤口卫生，不要感染。今天晚上可能会发烧，如果是低烧，你们就用酒在他身上擦一擦，给他降温。如果总是高烧不退，就来找我。叶颖把要注意的事项交代清楚，并让江大夫开一些利于伤口恢复的药。治疗就先告一段落，我们也该回去了。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来找我。谢谢2位大夫。张阁老，能否结一下诊费？姑娘先回府，随后老朽就安排管家给您送去。那我就先回去了，明天我再来换药。张阁老和张志强亲自送叶颖和江大夫出门，并让张管家亲自送他们回府。看着他们远去的马车，张阁老愁容满面的脸终于消失不见。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父子俩来到张阁老的书房，把伺候的人都遣了出去。志强，给玉儿治病的是你看到的那个小姑娘。什么？不是江大夫吗？她就是莫王刚娶的王妃，13岁的小王妃。什么？是她？张阁老点点头。志强，你看这诊费当如何给？爹，既然是莫王府的王妃，恐怕这诊费不能当寻常大夫对待。而且常庸这么多年来，从来就没有人能治好过，这救命之恩可不好还呐。是啊，我们还是要先给一笔诊费，其他的以后再说。皇帝和莫王之间的事，我们不参与，不偏帮，保持中立即可。但玉儿是莫王妃救回来的，这是事实。在私底下可以让玉儿和莫王府往来，毕竟她无一官半职，而且还没过弱冠之年，就当成小孩子心性。爹说的是。那你现在去准备5万两银子，毕竟这是救命之恩。再让你媳妇准备一些女儿家喜欢的东西，晚上你亲自去跑一趟。是，这是5万两银子，王妃请笑纳。好说好说。叶颖一副财迷的样子，还走上前来，在箱子里拿起一个银锭子，在手里掂了掂。小儿的后续治疗还要多多劳烦王妃了。没问题，明早我就去。整个过程秦墨瑶都没有插嘴，但心里的疑惑更深了。小颖儿又做了什么事情了？居然能让张阁老府舍得给出这么多银子，那下官就告辞了。那张大人慢走，刘管家找2个小厮来，把这些银子都抬到我院子里去，数出1万两给江大夫送去。是，王妃。小颖儿，到底怎么回事？张阁老家的孙子得了肠痈，你知道吧？今天我就给他治好了，看到没？我挣钱了，一下子就是5万两银子。张阁老可真是够大方的。你能治好肠痈？对呀，很容易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手术。秦墨瑶意味深长地看着叶颖，没想到他的小王妃还有这等本事，他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是他不知道的。次日一早，叶颖和江大夫如约来到张阁老府上。昨天晚上，张瑞宇果然如叶颖所说的发了低烧，伺候的小厮按照叶颖说的用酒擦身降温，没多久就退下了。叶颖检查了一下伤口，没有发炎。为了安全起见，叶颖又给他灌了一瓶消炎水。江大夫，给病人的伤口敷点伤药，好得快一点。大夫，我真的好了吗？你要问他。姑娘，你是主治大夫？对啊，现在感觉怎么样？肚子里是不是不痛了？谢谢大夫。那我以后都不会痛了，是不是啊？没错，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再得肠痈，因为我已经给你切掉了。叶颖故意说的吓人，看能不能吓到这个家伙。都15岁的年纪了，感觉还很天真，这是被保护的有多好啊！可是我没感觉到疼，我睡着了。那不是废话吗？用了全麻，你知道才有鬼。你好好休息，最迟明天就要下床活动，哪怕疼也要下床走一走，不然容易肠粘连。你可以慢慢来，不要急。时间差不多，等水调完，叶颖收拾东西准备回去了。刚一出来，张王氏就在外面等着。见过王妃。张夫人免礼。啊，有身份就是好，一个年长我这么多的人见了也要行礼。当时选择同意替嫁，看来是做对了。王妃，臣妇选了几样东西给王妃拿去玩，还请收下。说着，张王氏就从身旁丫鬟的手里接过一个盒子，递给叶颖。还有礼物收，真不错。那就谢谢张夫人了。
你放心，你家宝贝儿子过几天就活蹦乱跳了。好了以后让他多运动，身体就会更健康。谢谢王妃，以后有空可以常来张府玩。没啥事了，我就回去了。接下来还要换2次药，到时候江大夫会来的。好，臣妇送你。王爷，我现在有能力治你的脸了。真的？叶颖点头。等了一会儿，秦墨瑶才开口说道：等等再治。为什么？过几天我有个小师妹要来，她是我师父和师娘的女儿，习得一手好医术，先让她治治。听这说话的语气，叶颖就知道有故事。叶颖也不多问，这也不关她的事儿。今天你让管家送来的衣服和首饰，我很喜欢，谢了。谢什么？我们是夫妻。吃饭。叶颖埋头吃饭，不想谈这个话题。13岁的小身板，鬼的夫妻。又过了2天，杨红父子俩终于回来了。杨红一回来就找叶颖禀报此行收获。我们跑到600里外的湖阳城点的，一共当了18000两银子，这是银票。您给的100两路费，我们花了50两。辛苦了，你们明日休息1天就开始店铺装修。50两银子你们留着吧，就当我给你们的辛苦费。谢姑娘赏赐。接下来的几日，父子3人忙着店铺的装修事宜，叶颖时不时的也去看看。张阁老家的孙子早就可以下床活动了，他也不是蠢人，知道自己这次有多凶险。当家人告诉他整个治疗过程时，勾起了他对医学的好奇心，居然让丫鬟给他找几本医学方面的书籍给他看，并告诉他爷爷，等他好了，他要去找叶颖学医术。这些叶颖当然不知道，此时他正在江大夫这里给江大夫做思想工作。我的医馆很快就装修好了，我请你去做堂，以后咱们赚的钱37分，你3我7，怎么样？老夫很久没有去做堂了，自由自在的日子过惯了。以后每次手术我都带着您，怎么样？我会的东西可多了，一定让您大开眼界。我连人的脑子都敢打开，人照样活着。真的？江大夫眼睛一亮，他还真不相信人的脑子打开还能活。下次遇到需要开颅手术的，我带着你。行，就冲这点，我去给你做堂，但我不出外诊。以后我们都不出外诊，要看病自己上门来。这还差不多。江大夫，悄悄告诉你一个事儿。什么事？王爷的脸你治了3年都没什么成效，对吧？我告诉你，王爷根本就不是中毒。你怎么知道？嘘，你小点声，小心隔墙有耳。此话当真？而且我能治哦。怎么治？不告诉你，不过我治的时候可以让您旁观。叶颖那傲娇的小表情让江大夫很想拍他一掌。那就这么说定了，等店铺开业以后，你就去给我当坐堂大夫，然后我再找个人给您作伴。叶颖一锤定音，然后笑着跑走了，留下江大夫在后面风中凌乱。王爷，要不您给我请个夫子吧，这书上好多字我都不认识。齐墨瑶听了古怪地看着叶颖，他一直以为叶颖应该有什么奇遇，不然哪里会有那些本事，没想到他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这超乎了他的想象。叶颖看到秦墨瑶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怎么啦？不认识字很奇怪吗？我亲自教你。你教我？你个大忙人，你有时间吗？教你当然有时间，教别人就没有。喂，我说王爷，你这话我听着怎么有点暧昧啊？我们是夫妻。叶颖白了他一眼。这时杨柳进来禀报，王爷，外边有人找您。走，我们一起去吧。刚出了院门就听到一个抱怨的声音。师兄，你怎么躲到后院来了？还不叫嫂子？小嫂子好，我是韩潇，你家王爷的师弟。你好，我叫叶颖。哎，小嫂子，你刚过门的那天我可是来喝了喜酒的，只是被师兄派出去办事儿，这几天啊也没和你见过面。小嫂子，我说你真不怕我师兄那张脸吗？你不知道我刚看到的第一次恶心的我连隔夜饭都差点吐出来了，我真是佩服你。大师兄！突然一声天籁之音从前面传来，叶颖往前一看，只见一窈窕淑女身着淡粉色的轻纱衣裙，发丝半挽，插着碧簪，娇小玲珑，浅浅的笑容绽放在脸上。哇，好漂亮的小姐姐！大师兄，新月好想你啊！新月，来，见过我们的大嫂。新月，本王在半个月前已经娶妻，你再不可像从前一样没有半点规矩。你我之间毕竟男女有别。就他跟个豆芽菜似的，怎么配得上你啊？新月，她是本王的妻子，
就是这龙胜国魔王的王妃。大师兄，进去吧。秦墨瑶率先走在前面，还不忘伸手把叶影牵上。几人走进正厅，相互落座。师父和师娘可还好？爹爹和娘亲都还好，就是为你担心。如今我医术学的差不多了，娘亲说我的医术已在他之上，所以才让我来试试，看能不能把你治好。师娘有心了。大师兄，你的脸到底毁到什么程度啊？可以给新月看看吗？你还是先给我把个脉吧，看看从脉象上能不能发现什么问题。对，先把个脉。行。韩新月自己主动搬了个椅子，坐到秦墨瑶的旁边，请她伸出手来。大约1刻钟过后，才收回手。换一只手，我再把把。秦墨瑶又把另一只手放到了桌子上。又过了1刻钟，韩新月终于收回手。新月怎么样？从脉象上根本看不出什么，一切正常，脉搏强健有力，身体很健康。韩新月说出了自己把脉的结果，这也是在秦墨瑶的意料之中，因为他看过的大夫个个都是这样跟他说的。能摘下面具让我看看吗？你确定要看？确定。师妹，那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千万要忍住，别被吓坏了。好，我已做好心理准备。见他如此坚决，秦墨瑶也不犹豫，抬起手，慢慢地摘下自己的面具。韩新月的视线在秦墨瑶的脸上停留了不到2秒，然后发出一声尖叫，立刻冲出门，开始大吐特吐。韩笑也跑了出去，干呕了几声，强制压下那股恶心感。师妹，你还好吗？二师兄，大师兄，怎么会严重到这个程度啊？谁知道呀，3年了，没有一个人能治得了。我第一次见的时候，把隔夜饭都吐出来了。刚才我真担心你会被吓死。看把你小师妹给吓的，今天晚上估计她要做噩梦了。迟早是要面对的。你是故意的？是他提出要看的。他喜欢你，你这是在掐掉他的爱慕之心。你看出来了？我又不瞎。小颖儿，太聪明了不好。你不喜欢他？我是你夫君。切，你才认识我几天啊？不管几天，总之你记住，你是我秦墨瑶的妻子，龙胜国魔王的王妃。这时韩潇和韩新月走了进来，秦墨瑶已经戴上了面具。大师兄，对不起，我刚才实在没忍住。无妨，在本王意料之中。有把握治疗吗？我试试吧。既然如此，那你就试试吧。需要本王怎么配合都可以。刘管家，王爷有何吩咐？给新月小姐安排住宿，就安排在云长院吧。是。中午了，你们2个要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吗？不必了，我和新月师妹一起吃，你和大嫂去吃吧。秦墨瑶和叶影又回到了碧荷院，2人默默地吃过午饭。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你不想让我给你治疗了，你是在用你这张脸让你的小师妹打退堂鼓。小颖儿就是聪明，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好不好？今天下午不外出，我将你认字。好吧。2个人一起来到了秦墨瑶的书房，果然是书房，每个书架都放了满满的书。秦墨瑶走到最靠后的书架前，抽出一本薄薄的书。叶影上前踮着脚一看，上面写着幼儿启蒙。叶影直接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一巴掌，太欺负人了。可是没办法，他还只能从幼儿启蒙开始。2个人并排坐下，秦墨瑶果然如一个夫子一样，翻开书开始叫叶影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认。哎，你等等，我做个笔记，凡是叶影不认识的字就把它抄在纸上，然后在旁边写上对应的简体字。小颖儿，你这写的什么字呀？怎么缺胳膊少腿的？这就是我不识字的原因，因为我认识的字就是旁边这个缺胳膊少腿的字，而你认识的这个繁体字我正好不认识，这样对照着认不就快了吗？原来如此。秦墨瑶明白了，小颖儿并不是不识字，而是她认识的字和自己认识的字不一样。你确定要看？确定。师妹，那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千万要忍住，别被吓坏了。好，我已做好心理准备。见他如此坚决，秦墨瑶也不犹豫，抬起手，慢慢地摘下自己的面具。韩新月的视线在秦墨瑶的脸上停留了不到2秒，然后发出一声尖叫，立刻冲出门，开始大吐特吐。韩笑也跑了出去，干呕了几声，强制压下那股恶心感。师妹，你还好吗？二师兄，大师兄，怎么会严重到这个程度啊？谁知道呀，3年了，没有一个人能治得了。我第一次见的时候，把隔夜饭都吐出来了。刚才我真担心你会被吓死。
看把你小师妹给吓的，今天晚上估计她要做噩梦了。迟早是要面对的。你是故意的？是他提出要看的。他喜欢你，你这是在掐掉他的爱慕之心。你看出来了？我又不瞎。小颖儿，太聪明了不好。你不喜欢他？我是你夫君。切，你才认识我几天啊？不管几天，总之你记住，你是我齐墨瑶的妻子，龙胜国墨王的王妃。这时，韩潇和韩新月走了进来，齐墨瑶已经戴上了面具。大师兄，对不起，我刚才实在没忍住。无妨，在本王意料之中。有把握治疗吗？我试试吧。既然如此，那你就试试吧。需要本王怎么配合都可以。刘管家，王爷有何吩咐？给新月小姐安排住宿，就安排在云长院吧。是。中午了，你们两个要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吗？不必了，我和新月师妹一起吃，你和大嫂去吃吧。齐墨瑶和叶颖又回到了碧荷院，两人默默地吃过午饭。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你不想让我给你治疗了，你是在用你这张脸让你的小师妹打退堂鼓。小颖儿就是聪明，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好不好？今天下午不外出，我将你认字。好吧。两个人一起来到了秦墨瑶的书房，果然是书房，每个书架都放了满满的书。秦墨瑶走到最靠后的书架前，抽出一本薄薄的书。叶颖上前踮着脚一看，上面写着幼儿启蒙。叶颖直接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一巴掌，太欺负人了。可是没办法，他还只能从幼儿启蒙开始。两个人并排坐下，秦墨瑶果然如一个夫子一样，翻开书开始教叶颖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认。哎，你等等，我做个笔记，凡是叶颖不认识的字就把它抄在纸上，然后在旁边写上对应的简体字。小颖儿，你这写的什么字呀？怎么缺胳膊少腿的？这就是我不识字的原因，因为我认识的字就是旁边这个缺胳膊少腿的字，而你认识的这个繁体字我正好不认识，这样对照着认不就快了吗？原来如此。秦墨瑶明白了，小颖儿并不是不识字，而是她认识的字和自己认识的字不一样。小颖儿，我是你夫君，以后一直都是，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会保护你，绝对不会伤害你。你记住我今天说的话。你是在向我表白吗？是。小颖儿，我们是一家人，永远是一家人，我会等你长大的。叶颖听了秦墨瑶的话，见她认真的样子，心灵突然受到了小小的震动，暧昧的气氛在两人之间蔓延开来。突然，秦墨瑶把叶颖一下子抱起来，放在自己的腿上坐好，暧昧的气氛更浓了。我们继续认字。两人就在书房里耳鬓厮磨，到晚饭前才出来。走出书房，杨柳立刻迎了上来。王爷王妃，是回碧荷院吃饭，还是……小颖儿，咱们今天就在外院吃饭吧。哪里吃饭都行，让刘管家去安排吧。杨柳得了命令，很快就跑走了。我的丫鬟居然被你指使得团团转。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咱们不分彼此。这话听的怎么感觉又有暧昧的味道在里面？难道秦墨瑶真的有恋童癖？可是他又说会等我长大。到了饭厅，刚坐下，大师兄，师妹想和你一起吃饭。如果你不怕我这张脸，就一起吃吧。得了秦墨瑶的话，韩新月缓缓走了进来，在秦墨瑶的另一边坐下。刘管家很快的就让厨房上了饭菜，退出饭厅。秦墨瑶很不客气的把面具摘下。叶颖看韩新月，果然不敢侧头看。韩小姐，你都不敢看王爷的脸，你还怎么给他治啊？我这不是正在慢慢适应吗？韩新月就是这么打算的，慢慢的靠近秦墨瑶，等适应了就不怕了。他一抬头回叶颖的话，不小心眼角余光还是看到了秦墨瑶的脸，立刻伸手捂住自己的嘴。韩新月的这个动作直接把叶颖逗笑了。吃饭。饭后，秦墨瑶把面具戴上，韩新月才感觉到自己可以喘气了。新月，小颖儿是你大嫂，你记住了。她才不是，她根本不配。配不配不是你说了算，是本王说了算。大师兄，你凶我，以前你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因为他？看来你要多学学规矩，对大嫂能这么大呼小叫的吗？我不会承认的。韩新月说完这句话，就哭着跑出了饭厅。小颖儿，不要理他，
他被师父宠坏了。有人宠真好。以后我宠你。我可不是你的孩子。你是我妻子，我宠妻。你刚才也没喝蜜啊，嘴怎么这么甜？我再去厨房处理点公务再回来，或者你可以到书房学习陪我。我回碧荷院，你去忙吧。他今天还没有干过活呢。叶颖和杨柳回到碧荷院，房门一关，叶颖又开始画动物耕地种粮。第二日，叶颖又去铺子里查看，装修进行得很快，柜台、药柜、诊室、手术室都按照叶颖的要求做好，正在刷漆防潮。杨叔，照这样的进度，大概再过5天就可以完工了。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找进货的渠道和招工了？姑娘，以前走镖南来北往的跑，倒是认识一个药商，我们可以约见，看看可不可以从他那里进货。联系一下吧，不能只在一家进货，可以多找几家。我回去问问江大夫，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门路。叶颖回到王府，刘管家居然告诉他有人找。他正要问是谁，客人就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这么快你就可以出门啦？莫王妃，我是来谢谢你的。不用谢，你爹已经付了诊费了。命怎么可以用钱来衡量呢？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两人一起往王府里面走，来到外院正厅，厅堂中间居然放着个箱子。莫王妃，这是我的一点小小心意，送给你。叶颖上前一步，往里一看，好家伙，居然是各种玩具，而且大部分还是男孩子的玩具。莫王妃，我把我最喜欢的玩具拿来送给你，我们还可以一起玩呢。叶颖真想兀额长叹，这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呀。莫王妃，我今天来还有一事相求。什么事？我想拜你为师。说着，他居然直直的就跪在了叶颖的面前。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喂，你别说是风就是雨啊，我可还没答应呢。师父，你一定要答应，你看我头都磕了。叶颖想了想，收个徒弟也好，以后正好可以给自己打下手。你是认真的？当然是认真的，我都和我父母说好了，他们也同意，我爷爷也同意。行，收下你这个大徒弟，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到王府来住下，每半个月回家一次。学习可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是要付出努力的。好嘞，谢谢师父。又来了一个蹭饭的。午饭后，叶颖来到了江大夫的药炉，和江大夫商量医馆进货的事儿。我有一个师弟，当时他学医学得不怎么样，后来就做起了药材生意，听说还做得有声有色。我写封信给他，看看能不能从他那里进货。江大夫，你的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吗？当然有，我家离京城大概有500里地，家里有个儿子，经营着一家饭馆。那小子不愿学医，搞得我都后继无人，老伴儿也不愿意跟着我跑这么远，他想帮我儿子带孙子。那你是怎么来到王府的？我是莫王爷师娘的师兄，是他师娘推荐我来的。哦，原来还有这层关系。那韩新月是要叫你师叔了，这就有点意思了。那我要是和韩新月发生了矛盾，你会帮谁啊？你们会有什么矛盾？他很想嫁给莫王，你不知道吗？这事儿老夫还真不知道，我见过他的次数10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你们2个要是发生了矛盾，我谁也不帮，你们自己解决。哦，对了，江大夫啊，我今天收了个徒弟，我觉得可以成为我们2个人的徒弟。谁？张阁老的孙子张瑞宇。就是那个没长大的孩子，你确定他能学好？江大夫有些怀疑，这种被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孩子，10个有9个是不学无术之徒。没事，扶不上墙就撵他回去呗。师叔，突然一个清脆悦耳的女孩声音传了进来。叶颖翻了个白眼，一听声音他就知道是谁来了。那你们聊，我走了。叶颖从来不拿热脸贴别人的冷屁股，对方不喜欢他，他也没必要上赶着去找虐。晚上秦墨瑶回来，3人一起吃饭。自从那天一起吃过饭，韩新月还真是每次都准点来一起吃饭。慢慢的，他还真能如叶颖一样坦然面对秦墨瑶的那张脸了。大师兄，我找师叔了解了一下你的病情，这2天我就琢磨一下药方。师妹辛苦了，我会尽力。多谢师妹。大师兄，你能不能还和以前一样和我说话？新月，以前你还小，我和你2师兄都宠着你，但现在你已经长大了，男女有别，迟早你要嫁人的，我不能坏了你的名声。大师兄，我……好了，吃饭吧。饭后，秦墨瑶和叶颖回房，洗漱过后，2人坐在桌前，油灯昏黄，光线朦胧。小颖儿，我不想睡榻，我可不可以睡床上？我说莫王殿下，
我才13岁。我知道，我又不做什么，只是想和你靠得更近一点。有个事情你答应我，我就同意。叶颖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反正吹了灯，什么也看不见，他想睡就睡呗。什么事？我的医馆快要开张了，可就江大夫一个大夫的话是不够的。你的军营里一定有军医，如果你能派出2个到我的医馆坐堂，我就同意。没问题。这一晚，秦墨瑶成功上了叶颖的床。10日后，叶颖的医馆正式开业。一串鞭炮声后，叶颖亲自揭下了红布蒙着的牌匾“惠民医馆”。乡亲们，惠民医馆今天正式开业，大家有个头疼脑热的，可以来惠民医馆看，价钱公道，童叟无欺。没想到张瑞宇还有这样的口才。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张阁老家的孙子张瑞宇。前段时间我得了肠痈，就是这家医馆的东家把我治好的。肠痈几乎是不治之症，我想大家伙应该都知道。可是你们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这家医馆的东家可是我师傅，自从我治好了以后，就立刻来拜师学艺了，争取哪天我也能治肠痈。张瑞宇滔滔不绝地说着，不遗余力地为医馆做宣传。叶颖感觉自己捡到了宝，这可是个人才呀，有好口才的人才。听了张瑞宇的话，周围的群众开始议论纷纷。这事儿我还真听说了，张哥老家的孙子得了肠痈，被治好了，是真的。哎呦，那这家医馆的医术可不得了啊！是啊是啊，就是不知道收费如何。经过百姓们的口口相传，不出3天，果然就有一个得了肠痈的病人求上门来。经过一番检查，安排立刻手术。需要用到的东西，叶颖在空间里早就画好。如今叶颖的精神力水平已经可以画在外面保持1个月不消失的无生命的东西了。师傅，我可以进去观摩吗？东家，我们也想进去观摩。军营里来的2个大夫也提出了和张瑞宇同样的要求。行，到时候你们帮我打下手。叶颖也不藏私，多几个人学习，到时候他的助手反而更多。病人已经躺在手术台上了，是一个30岁左右的男子。你不用怕，对你来讲只是睡一觉而已，没有任何痛感就结束了。第一步麻醉，麻醉起了效果，病人睡着以后正式开始手术。提前叶颖已经教会了张瑞宇如何配合他手术，2人配合得非常完美。张瑞宇也知道了当时他是如何被治疗的，这太神奇了。张瑞宇看叶颖的眼神简直充满了无限的崇拜，而另外2个大夫整个过程就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手术顺利完成，接下来就是调养。王妃能否传授此技术给我们？我同意你们全程观看，这不就是在教你们吗？接下来病人的养护就交给你们了，我想这方面你们很拿手。是，谢王妃信任。小雨，你把我给你的那2张图画一份，给这2位大夫，让他们拿去看看。好的，师傅。而这1个月，韩新月一直在琢磨着给秦墨瑶治脸，配了药就找秦墨瑶试，他也很配合，每次都往自己脸上抹。可是让韩新月很沮丧的是，不但没治好，反而有加重的趋势。这段时间他一心都在自己的研究里，对外面的事儿一无所知。这天他实在没什么灵感，药方都换了好几次了，于是想出门散散心。韩新月带着2个丫鬟慢慢的在街上闲逛，总能听到一些惠民医馆的字眼。他也很好奇，走吧，我们也去瞧瞧这惠民医馆。韩新月自认自己医术了得，比他娘还好，他都没有办法治好这个病症，居然有人能治。根据路人的指引，韩新月在车夫的带领下来到了惠民医馆。师叔，您怎么在这儿啊？你怎么来这儿了？不是在府里研究药方吗？师叔，我是问您怎么在这儿。哦，这个医馆是小王妃开的，请我来帮忙。他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就知道压榨师叔。师叔，他给您多少银子呀？您这么卖力。回去吧，别来这儿捣乱。江大夫说话的声音都冷了下来，这师姐的孩子看来是被宠坏了。师叔，听说这惠民医馆能治好肠痈，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这个技术可是王妃独有的。您说什么？怎么不相信？我告诉你，小王妃这1个月来治好的肠痈患者起码有15例，不信你出去打听打听。大夫，快救命啊！这时门口传来了叫喊声，听到声音，张瑞宇立刻跑出去接应，韩新月也跟着出来，想看个究竟。大夫，我弟得了肠痈，快救救他！现在他疼得都快晕过去了。快编到手术室里去。张瑞宇立刻开始安排，短短时间里他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师叔，手术室是干什么的？就是给病人治病的房间。师叔，我想去看看，可以吗？你？我怕你被吓着。
师叔，我真的很想看看，让我进去看看嘛。我不会害怕的，不就是这个病吗？那你在旁边绝对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不能打扰手术过程，你可记住了？我保证不发出任何声音，我只看。师傅，你怎么把他给带进来了？让他长长见识。韩小姐，那你在旁边乖乖待着看，不许发出任何声音，打断我的工作。交代完，张瑞宇麻利地开始操作。当一切准备妥当，麻药也起了效果。张瑞宇熟练地拿起20号手术刀，毫不犹豫地一刀划下。江大夫立刻递上止血钳，而站在左后方的韩新月眼睛睁得大大的，呼吸都快停止了，这简直不可思议。腹腔完全打开时，韩新月再也忍不住，咚的一声栽倒在地上。真没用，居然被手术给吓晕过去了。直到整个手术结束，韩新月都没有醒来。病人被推出去，江大夫才上前在韩新月的人中掐了几下。韩新月悠悠转醒，神志回笼，看到自己还在手术室里的地上，脸疼的一下子就红了。师叔，你回去吧。江大夫声音淡淡，他和王妃比真是差得太远了。这些日子来医馆需要手术的只有常庸，搞得叶颖自从教会了张瑞宇就没事干了。叶颖拿了一本书，坐在院子里悠哉悠哉地看着，听到轻微的脚步声，抬头一看，可不就是那个不待见自己的韩新月吗？哟，韩大小姐来啦。穆叶颖，我有话问你。好，你问我就要答吗？你是我的谁啊？我问你，大师兄的脸你是不是能治？韩新月不理会叶颖的讥讽，直接问出自己想问的问题。想到他也会医术，而且医术之高明，而自己就像个跳梁小丑似的在他面前蹦跶，心里就堵得慌。能啊，可惜他不让我治。为什么？他说想让你来治啊。看来师兄还是看中我的。他想让你看清事实，彻底死心。你怎么不服气？那你倒是把他治好呀。韩新月从出生到现在何曾受过这样的气，他恨不得上前把叶颖掐死。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冷哼一声转身走了。回到自己院子的韩新月静下心来认真思考，我一定要想个办法收拾穆叶颖这个小贱人，大师兄只能是我的。经过一番思索，韩新月下定了一个决心，写了一张请见的拜帖，以莫王府的名义让管家帮忙送进宫里去。拜帖是求见皇后娘娘，刘管家不敢擅作主张，请示了秦墨瑶。秦墨瑶让刘管家给他送，他都要看看韩新月能闹出什么幺蛾子来，正好以此送他走。他在王府待的也差不多了。当皇后欧阳满玉收到请见的帖子时，还觉得莫名其妙，派人打听才知道韩新月是谁。多年前，韩新月的母亲还来过当时的太子府。当年欧阳满玉久不怀孕，让他母亲调理过身子，后来还真怀孕了。欧阳满玉很快就回了帖子，让他明天就去宫里。韩新月得了皇后的准信，心里很高兴。次日一早就起来梳妆打扮，然后让刘管家安排马车送他去宫里。民女韩新月拜见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韩新月只是一个江湖郎中的女儿，要不是有秦墨瑶这层关系，她根本就没有进宫的资格。快起来吧。谢皇后娘娘。你就是新月姑娘，真是个标致的姑娘。当年你娘还帮了本宫一个大忙。娘娘过奖。新月姑娘，你今天请见本宫是有什么事吗？娘娘，莫王爷的王妃穆叶颖能治好莫王的脸。欧阳满玉听了，心里震惊不已。那她是不是已经将莫王治好了？没有。哦，为什么？一开始民女并不知道她有这个本事，后来才知是莫王爷故意不让她治，留着让民女来治。为什么？莫王是民女的大师兄，皇后娘娘应该知道吧？民女与莫王从小就认识，几乎可以说是一起长大。民女一直喜欢大师兄，想嫁给大师兄。民女好不容易学有所成，想来给大师兄治脸，可是皇上已经给大师兄赐了婚。大师兄故意让民女给他治疗，就是想让民女死了这条心。可是大师兄现在的王妃只是个通房丫头生的，哪里配得上我大师兄莫王爷的身份？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皇后娘娘能帮民女达成心愿，民女愿听皇后娘娘差遣。听了韩新月的话，欧阳满玉的眼睛眯了眯。你就不怕莫王的那张脸？迟早民女会治好他的。他知道秦墨瑶总是护着叶颖，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只有借助皇后或者皇帝的手，才能达成自己的心愿。这就是他昨天想了很久想出的办法。既然你如此有诚意，又对莫王痴心一片，本宫帮你一把也无妨。欧阳满玉站起身，走入内殿，过了一会儿又出来。这个你拿去，想办法给穆夜影吃下。这叫睡美人，吃下后人在睡梦中就去了，此物无色无味，不会被察觉。只要他一死，本宫就给你赐婚。谢皇后娘娘。两人又聊了些女人话题，韩新月才出宫。回到莫王府，韩新月心里也是忐忑不安。要是夜影死了，我一辈子都治不好大师兄的脸，难道让我面对一张惨不忍睹的脸一辈子？我才不要！不行，不能直接让夜影死，怎么也要让他治好了大师兄才让他死。隔了2日，韩新月破天荒的来找夜影道歉。小嫂子，对不起，前2天我进宫拜见皇后娘娘，她教了我很多为人处事的方法。这些天以来，一直都是我不对，我不应该不尊重你。哦，不错嘛，还请小嫂子大人有大量，原谅我的无知和愚蠢。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来，小嫂子，这是今天早上厨房送来的糕点，我觉得很美味，拿来和你分享。为了能拉近和夜影之间的距离，韩新月也是做了一些准备。夜影很配合的拿起一个糕点吃，她也想看看这个小丫头到底想干什么，陪她演戏也不错。最近这2天她闲得无聊，在院子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一盘糕点大部分都进了夜影的肚子。没办法啊，谁让她就是个吃货呢？接下来几天，韩新月每天都来找夜影交流感情。秦墨瑶知道后感觉很欣慰，小师妹能够和小影儿处好关系，那是再好不过。这日上午，太阳有点晒，此时正是大夏天，夜影就在书房里练习绘画。韩新月端了2杯冰镇梅子汤来找夜影。小嫂子，在画什么呢？韩新月感觉这几天和夜影的感情建立的差不多了，已经能够很自如的和夜影相处。小嫂子，快趁凉喝，这天热的真让人受不了，一天真想多喝几杯。夜影自然不能服了他的好意，接过杯放到唇边。主人，杯里有毒。小宝机械的童音在脑海里突然响起，夜影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很快反应过来，突然指着窗外叫道：哇，好漂亮的一只小鸟。韩新月不自觉随着夜影的叫声往窗外看，等他再转过头来的时候，见夜影已经把梅子汤喝完了。看到此，韩新月眉开眼笑的笑了。穆夜影，刚才喝的梅子汤好喝吗？还行。我告诉你，我在梅子汤里放了7日断魂散。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占了我的位置。我从小就喜欢大师兄，我们一起长大，在山上的时候他待我不知道有多好，而这次我来，他的态度居然完全变了，就是因为你。你可知我是皇帝赐婚？要不是皇帝赐婚，大师兄会娶你吗？现在你中了我的毒，你的命在我手里，只要你帮大师兄治好了脸，或者告诉我药方，我就给你解药，然后你自己走得远远的，我就不会为难你。你可知道皇后都想你死，这一招也是皇后教我的，她让我直接毒死你，就给我和大师兄赐婚。可我怎么舍得让大师兄顶着那样一张脸过一辈子？所以我给你一次机会。你就不怕你大师兄怪罪于你？哼，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最多挠我几天就会原谅我，而你才和他相处多久啊？他会在乎你吗？所以你根本就不怕你大师兄知道，直接给我下毒。我早就想这么做了，看到你我就讨厌。果然是江湖儿女，做事直来直去，只为达到目的。这事要换做皇后来做，绝对让人死得无声无息。外面树上2个黑衣暗卫听到里面的谈话，吓坏了，他们居然放松了警惕，以为在府里就不会出什么问题，没想到王爷的师妹这么歹毒。2人立刻做了分工，一个去军营找秦墨瑶，一个直接跳窗进了夜影的书房。暗卫二话不说，上前就把韩月影控制住，直接点了他的穴道。韩小姐得罪了，王妃是属下失职，没能尽到保护的职责。这时夜影才反应过来，他身边居然有暗卫保护。你起来吧，这种事儿你怎么能察觉呢？也不怪你，把他带下去吧，等他心心念念的大师兄回来再处理吧。秦墨瑶一接到消息，立刻改回了王府，匆匆忙忙进了碧荷院，立刻找到夜影，把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小雅儿，
你真喝了那一碗梅子汤？我没那么傻，放心。叶颖的话音刚一落，就被秦墨瑶搂进了怀里，抱得死死的。秦墨瑶，我快要被闷死了！闷闷的声音传到了秦墨瑶的耳朵里，他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自己失态了，立刻放开搂着叶颖肩膀的手臂。你不知道，在回来的路上我有多担心。没事，不用担心。没想到新月如此大胆，看来不给点教训，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那你打算怎么处理啊？毕竟她是我小师妹，多少要给师傅点面子。小颖儿，看在我的面子上，能否饶她一命？我没想要她的命。秦墨瑶想了想，牵起叶颖的手往外走。走吧，我们去地牢看看。咦，王府还有地牢？惩罚一些犯错的下人，或者关一些有必要关的人。走进花园深处，在一个矮小的房子里，秦墨瑶打开一扇木门，窄小的楼梯往下，里面点着灯火。叶颖果然看到韩新月被关在一间牢房里，有2个黑衣汉子正守在里面。王爷，秦墨瑶牵着叶颖来到韩新月的牢门前，他2手抱膝蹲坐在地上，身子还一抽一抽的，估计他正在哭。韩新月。韩新月听到大师兄在喊，立刻抬起头，果然看到秦墨瑶站在外面，立刻起身3两步的跑了过来。大师兄，你不可以这么对我，快放我出去，这里有老鼠，我好害怕呀！哼，不作死就不会死，你犯了什么错？难道不知道吗？你不能这么对我，你知道的，我一直在等着嫁给你，我喜欢你，喜欢了这么多年，你怎么可以对他这么好，而对我无动于衷？想嫁给本王？就凭你的身份，连个妾室都够不上。你说什么？本王在龙胜国是1品亲王，而你只是个江湖武夫的女儿。要不是父皇看你父亲武艺还不错的份上，让他教教本王武艺，你连做本王丫鬟都不配。他就配吗？不过是个同房丫头生的女儿。那也是丞相的种，比你的身份高出不知多少个等级。你居然谋害1品亲王的王妃，这是诛9族的大罪，你有几个脑袋够砍的？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来人，把他拉去刑房，先抽30鞭。是。看守牢狱的2个壮汉拉着韩新月就去了刑房，毫不怜香惜玉。大师兄，我错了，王爷，我错了。韩新月意识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终于反应过来，拼命挣扎，拼命认错。但秦墨瑶并没有叫停，韩新月被拉去了刑房，紧接着就传来鞭子啪啪抽打的声音和韩新月惨叫的声音。突然有人冲了进来，直接冲到了秦墨瑶面前跪下。大师兄，王爷，求求你放过新月，他还小不懂事，我立刻把他送上山，再不让他下山了。韩潇边说边磕头，但秦墨瑶无动于衷，鞭子的抽打声和韩新月的惨叫声还在不断的传出。韩潇见秦墨瑶毫不动摇，立刻爬起来跑进了刑房，挡在韩新月的面前，替他挨了剩下的几鞭子。秦墨瑶牵着叶颖出了地牢，叶颖看不到他的表情，但从他牵着自己手的僵硬程度可以判断，秦墨瑶心里也很不好受，哪里能做到真正的无情。两人默默无声地回到了碧荷园。小颖儿，我还有事，午饭不用等我，晚上一起吃饭，你自己找本书看看。行，你去忙。秦墨瑶转身走了，那背影显得2分萧瑟。不过既然他惩罚了韩新月，他就暂时放过他，要是以后再犯到他手里，那就不是一顿鞭子的事儿了。韩潇来到秦墨瑶的书房。王爷，韩潇带着一些火气的叫道：坐吧。王爷，为什么下这么重的手？再怎么说她也是我们的师妹啊。韩潇想不明白秦墨瑶今天为什么会发如此大的火。本王是在救她。什么意思啊？因为她惹了不该惹的人。谁？小颖儿。她不就是你的王妃吗？难道她比你还不能招惹吗？本王要是今天不惩罚新月，小颖儿会杀了她。秦墨瑶故意往严重了说，也是在警告韩潇以后对小颖儿要多尊重。这怎么可能？新月可是你莫王的师妹，她怎么能敢的？小颖儿是个有仇必报之人，你可还记得丞相府失窃和丞相府小姐在青楼后院醒来的事儿？知道，但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也让人查过，但是查不到。丞相夫人一口咬定就是小嫂子干的，
其实就是在说是你莫王干的，可惜没有证据。就是小颖儿干的，而且是她一个人干的。这不可能！要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搬走丞相夫人的嫁妆，就是你我亲自出马都未必能办到。本王亲眼所见，当时本王就跟在她后面。韩潇惊得说不出话来。3日回门，本王陪小颖儿去祭奠她的母亲，回城遇到了伏杀，30个刺客，14个是小颖儿杀的。为了保护小颖儿，秦墨瑶下了封口令，所以韩潇并不知此事。之所以告诉他，就是要让他明白，小颖儿轻易不要去招惹，还要多静着些。韩潇已经吃惊的只能睁大眼睛看着秦墨瑶。还有本王这张脸，每个大夫都说本王是中毒，只有小颖儿一看就知道本王是被人下了降头，而且只有他可以治得了本王。过了好一会儿，韩潇才找回自己的神智。小嫂子，真如你所说的？韩潇说话都快结巴了。就是本王都要靠他罩着，你说新月惹了他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所以本王惩罚他，是在救他。秦墨瑶语重心长地说道。至于他心里真正怎么想的，只有他自己知道。可他哪里来的这些本事？他是如何做到的？本王也不知道，但你不要去查，本王会等他自己愿意说。而碧荷院里的叶颖吃过午饭，正准备午休一下，张瑞宇居然匆匆忙忙地跑了回来，而且还带着他娘，被他拉得跌跌撞撞。王妃娘娘，臣妇有事相求。哎，张夫人，快起来，有事你好好说。臣妇的女儿秀珠，从昨天下午发动到现在也生不下来，产婆已经想了各种办法，还是不行，眼看快要不行了。娘娘，那是臣妇怀胎10月生下来的孩子，臣妇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啊！王妃娘娘，你有办法的，对吗？救救臣妇的女儿，臣妇求您了！杨柳，快去提我的药箱来，马上走！几人匆匆来到门口，叶颖直接跳上马车，一路上马车飞奔，1刻钟不到就到了目的地。几人很快来到后院，叶颖带着杨柳和张瑞宇直接冲进了产房。小雨，把所有的人都给我撵出去！叶颖立刻吩咐，然后上前检查孕妇。孕妇的肚子很大，初步估计胎儿应该是太大了，生不出来。小雨，快让人抬一张桌子做手术桌，现在送医馆已经来不及了。你看好孕妇，我在门外，随时喊我。叶颖吩咐了杨柳，就开门出去了。到了门外，见围了一大圈人。谁是孕妇的丈夫？我是。一个年轻男子站了出来。过来。男子走到叶颖跟前，叶颖二话不说，打开医药箱，拿出一根扎手指的尖刺，直接扎了他的手指，取了2滴血。叶颖立刻验了他的血型，万幸是 O 型血。再来2个青年男子！叶颖又喊，见没人站出来，你过来！直接在人群里指了2个看着稍显年轻的男子，也不管他们是什么身份。2个人只好上前，叶颖如法炮制，验了他们的血型。叶颖拉着孕妇的丈夫到桌边坐下，直接撩起她的衣袖，从箱子里取出抽血袋，扎针抽血，抽了大约400cc 的血液。叶颖收起来，换下一个。那个男子就有点畏畏缩缩，不敢上前了。给我过来，又死不了。叶颖又从他身上抽出了400cc 血。谁是主事的？再去给我找几个男子在这里候着，如果需要，我随时出来抽血。叶颖说完，匆匆开门进去。有了足够的血，叶颖对手术的成功就有了信心。张瑞宇毕竟跟了叶颖好长一段时间，手术需要什么他都很清楚。杨柳和张瑞宇把孕妇抬到桌子上，第一步麻醉，由于是紧急情况，只能用全麻。3人配合，很快就打好了麻药。在等待麻药起效的过程中，叶颖立刻准备手术需要的物品。都准备好了吗？其实叶颖是在问他们的心理准备，别一会儿吓着了。准备好了，开始。叶颖一声命令，3人进入手术状态。消毒、铺筋、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分开肌肉，打开腹膜暴露子宫，子宫切开，扩大子宫切口，刺破羊膜囊，吸出羊水，拿好。叶颖伸手轻轻将胎儿抱出子宫，剪断脐带。好家伙，起码超过8斤，能顺产才怪呢。再清理胎儿口腔鼻腔中的污物，擦拭干净，倒提，拍了2巴掌。听到哭声以后，再用准备好的襁褓包好放在床上。胎盘娩出之后，擦拭宫腔，确认子宫正常宫缩以后，开始一层层的缝合，直到最外层的皮肤。整个过程3人配合得非常默契。杨柳，去叫个产婆进来，把孩子抱出去。果然是个大胖小子，自从开始哭就一直在床上哭，精神真不错。外面等着的人早就听到里面婴儿的哭声，但刚才叶颖的一通操作把人都吓到了，个个都不敢出声。等一切收拾妥当，叶颖和张瑞宇才走出产房，杨柳留在里边照看着。王妃，我女儿怎么样了？
还没有过危险期，需要观察，头3天很重要，需要仔细照顾。辛苦您了，来，王妃坐下歇会儿，先喝杯水。平时孕妇是谁在照顾？孕妇看着很瘦，胎儿却长得很大。叶颖心里早就在怀疑，这里面肯定有猫腻。是妾身在照顾。你和孕妇是什么关系？女子犹豫着，不知道怎么回答。王妃，她是在下的妾室。怀孕的主母，你让个妾室来照顾她，你这是在害她。孕妇没长多少肉，胎儿却长到8斤多，这是典型的想让她难产而死。你个傻子，你这个妾室可以休掉了。叶颖听了男子的话，火气突然就上来了，前世骂人的脏话都出来了。夫君，妾身是尽心尽力在照顾姐姐的，没有半点坏心。你们的家事就不要在这里说了，现在谁来告诉我，我今天这是在谁的府里？叶颖干了半天活，还不知道这是哪家。王妃，臣妇的女儿是嫁给郑国公府的大孙子郑伯文。郑王氏不好意思地介绍道。郑国公，郑碧月的娘家。谢王妃救命之恩。郑伯文见丈母娘尴尬，立刻上前道谢，岔开话题。你应该谢你的岳母，本王妃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才出手的。叶颖说话总是让人没法接。谢岳母大人。都准备好诊费。好了，现在时间差不多了，人应该醒了。你进去看看你媳妇儿。小雨，带她进去。臣妇郑郭氏见过王妃。这是一个中年妇人上前见礼。这是秀珠的婆母，礼部尚书郑修远大人的夫人。哦，难怪你们能结为亲家，一个尚书，一个侍郎。谢王妃救命之恩。接下来好好给你儿媳妇补补。你们知道我是怎么把孩子弄出来的吗？这时后面传来脚步声，见到来了几个男人，走在最前面的居然是秦墨瑶。王爷，你怎么来了？叶颖站起来，欢快地上前2步。秦墨瑶立刻又牵住了他的手。下官见过王妃娘娘。你是孕妇的公爹？正是，谢王妃娘娘出手相救。郑秀远下衙回家，刚到门口，居然遇到来自己家的莫王爷，才知道亲家母请了莫王妃来给儿媳妇接生。小颖儿，你是怎么把孩子弄出来的？本王也想知道。我是把孕妇的肚子一层层剖开，然后把孩子抱出来，再一层层给缝上的。叶颖故意慢腾腾地说道。叶颖的话音刚落，他就听到几个倒吸气声，然后2声倒地声，其中包括郑郭氏也倒地了。叶颖是故意的，他就是要让人知道孕妇受了多大的罪，然后对人家好点。调皮。哼，我说的是事实。好了，可以回家了吗？我再交代一些医嘱就可以回去了。叶颖进到产房，见郑伯文坐在旁边和孕妇悄悄说着话。小雨，我给你放3天假，这3天你就在这儿守着你姐姐。前3天非常重要，怎样护理，我想你应该知道。我再给你交代几点，这个手术可不比常用手术，这个要难得多，患者也受罪得多。记得每3个时辰吊一次消炎水，每隔1个时辰量一下体温。如果高烧不退，一定要记得回来找我。通过气以后才可以吃东西，3天之内只能吃流质，3天之后要让病人下床活动，有什么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好了，我就回去了，这里就交给你了。是，师傅。师傅，你真厉害，今天的这个手术我啥时候能学呀？你想学啊？可是你是男的，别人家孕妇让你做手术吗？今天这是你姐姐，大家不说什么，别人的媳妇让你看肚子吗？张瑞宇还真没考虑这个问题，他想了一会儿还是说道。在生死面前，谁还管我是男的还是女的？好吧，下次遇到如果病人家属同意，我就带你进去。师傅，如果我学会了，我们的医馆也可以接待难产的妇人。张瑞宇想得挺远。秦墨瑶和叶颖回到王府，韩潇凑上来。王妃嫂子叫得一脸谄媚。叶颖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什么情况？叶颖以为他会生自己的气，毕竟他疼爱的小师妹因他而受罚。行了，你下去吧，等新月的伤势好的差不多了，你亲自送她回山上。师父师娘那里你也跟他们解释清楚。次日，莫王的王妃剖腹给郑国公府的世子夫人接生的事儿传得满城皆是，皇帝皇后也得到了消息。皇上，前段时间莫王的小师妹来找过臣妾，就曾说穆叶影能治莫王的脸，臣妾不曾相信。可如今看来，这穆叶影果然医术了得。莫帝是怎么回事，你我都清楚，不是靠医术能治好的。但愿如此。看来还要另外再想办法。刺杀已经安排了无数次，都没成功。两人相对，一时无言。而皇宫的另外一个宫殿里，徐妃娘娘正剪着花枝，
旁边的一个小宫女悄悄地向他禀报着什么。徐妃娘娘还是当今皇帝在当太子时的侧妃，与皇后同时入府，只不过徐妃娘娘肚子争气，提前诞下了皇孙，也就是如今的大皇子。后来皇后也诞下了皇子，只不过两人却相差了5岁。可是就在皇帝要立太子前，大皇子却突然从马上摔下来，摔断了腿，成了瘸子。最终皇后所出的3皇子被封为太子。去把皇儿找来，就说本宫想他了。小宫女领命而去。孩儿参见母妃。秦浩然平静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自他腿瘸之后再不曾笑过，经常关在自己府里不出门。你们都下去，本宫和皇儿有些体己话要说。徐妃是徐将军家的女儿，入了深宫再也没有做女儿家时的天真了。皇儿，莫王妃剖腹取子的事你听说了吗？母妃想说什么？你的腿可否找他试试？如果母妃觉得孩儿还有希望，孩儿就去。秦浩然无喜无悲的态度看得徐妃一阵心疼。而莫王府里，叶颖收到了昨日的手术费，郑家居然给了8万两银子。叶颖感叹了一句：哈，郑家真是有钱呢。次日，叶颖亲自去医馆坐诊。叶颖并没有什么事儿做，大多是看内科的病人，也用不上他。看没自己什么事儿，叶颖就想回去了，还有大片土地等着他去种呢。刚走出医馆，一辆马车缓缓地驶来。主子到了，请下车。车夫推着轮椅来到医馆门口。姑娘，可否让道？你们是来就医的？是的。是看外科还是内科？姑娘，你是大夫？如果是看外科，可以找我。您是莫王妃？咦，你认识我？还是我太出名了？浩然见过八皇婶。八皇婶是什么称呼？难道秦墨瑶排行第8？你是在叫我？在下秦浩然，莫王的大侄儿。哈，秦墨瑶居然有你这么大个侄儿了，我这辈分可真高。你的孩子可不就是要叫我婶奶奶了？八皇婶，侄儿还没有孩子。哦，还好，那你要迟一点生啊。你是来看病的？八皇婶，侄儿是来找您的，想请您帮我看看腿。那就进来吧。3个诊室都有大夫，叶颖只好把他带到手术室旁的休息室里。叶颖让车夫把他扶到床上躺好，然后上前伸手仔仔细细地摸了摸他的腿。你这腿是谁帮你接的？太医院的梁太医。看来他的水平不怎么样嘛，你这腿典型是被人接歪了。你说什么？确实是被接歪了，估计里面可能有粉碎性骨折，这也不完全怪大夫，全靠手捏来接确实有点难度。八皇婶，那我这腿还有救吗？你找到我当然有救了，不过你要吃些苦头，尤其是后期复健。你这腿没有伤到神经，所以恢复到原来的正常状态，基本问题不大。那就谢谢八皇婶了。谢什么呀，我又不免费。看病收诊费，这是应该的。那你先回去，明天再来，我需要准备一下。有劳八皇婶了，侄儿也很久没有去看望八皇叔了，今晚亲自登门看望八皇叔。行，我转告他。秦浩然回到自己的府邸，让人悄悄带话给徐妃。徐妃接到消息以后，把自己关在寝宫里，默默地哭了很久。3年了，终于看到了一丝曙光。莫王爷的王妃娶得好，娶得真好。徐妃又派人悄悄地把消息传给了他的父亲。徐老将军收到消息之后，立刻找来自己的儿子商量。父亲，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当年大皇子摔伤的事，为父从来就没有相信是意外，一定是人为。看谁得了最大的好处，心里就清楚了。那父亲有何打算？派人保护好大皇子，莫王妃也适当的派人保护，直到他治好大皇子，但注意不要被他发现。要是让莫王知道了，可不太好。没关系，就算是莫王知道，他也不会说什么。你要知道，他和皇帝可是面和心不和。晚上，秦浩然果然如期而至，还给叶颖带了些小礼物，是个会来事儿的，给叶颖的印象也不错。八皇婶，侄儿有些事想和八皇叔聊聊。行，你们去书房聊吧，我回房了。叶颖很干脆地回了碧荷院。八皇叔，这几年来，侄儿一直颓废在家，没来拜访，还望见谅。行了，这些就不说了。本王能理解你，只不过咱俩半斤八两，我们基本同一年受害。今晚你来找我，想说什么？当年我摔下马，受人设计，但苦于找不到证据。而八皇叔你的脸也并不是病，也和我一样是被人所害。秦浩然把自己知道的告诉秦墨瑶，这就是一种投诚，
表明自己的态度。说具体点。据母妃安插在皇后宫中的眼线所得到的消息，您的脸是皇后参与办的，是您府里的一个老嬷嬷得到了您的头发给了皇后，至于如何让您毁容，侄儿就不得而知了。原来如此。秦墨瑶一直没有找到背叛他的人是谁，还在私下调查他的几个副将，原来是家贼。知道是哪个老嬷嬷吗？不知道，不过估计早就被灭口了。那你又是怎么回事？当年在册封太子时，侄儿的声望不比现今的太子差，而我摔伤您毁容，这之间不会是巧合的。你的意思是，这中间皇后和皇上达成了某种协议？没有证据，只是猜测。你的分析很有道理。秦墨瑶也认可秦浩然说的，世间哪有那么多的巧合。行了，此次你就好好配合你皇嫂治疗，并保护好你自己，别让小眼儿的功夫白费。是，谢皇叔皇婶给侄儿机会。秦浩然走后，秦墨瑶很快回到碧荷院。叶影估算好时间，也刚从空间出来，神清气爽，感觉快要突破到6级了。这才短短2个月不到，要是以前10年都未必。走了？走了。秦墨瑶换了寝衣去洗漱，没一会儿就回来，吹了灯上床，习惯性的把叶影搂进自己的怀里。每当这个时候，秦墨瑶才感觉自己的心踏实了。小影儿，浩然的腿，你有几分把握？生活自理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要完全恢复到没有摔伤过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如果他不习武，基本和正常人没有区别；要习武的话，那腿就没那么好使了。这就很好了。我的脸，小影儿打算什么时候帮我治？想好要治了。新月已经送走了。行，明天先给你大侄儿做手术，后天我还要去郑国公府看一下小雨的姐姐，那就定在3天后吧。好，谢谢小影儿。那我需要做什么准备？找2个你信得过的壮汉把你拉住就可以，我怕你承受不住痛苦。秦墨瑶点点头，又转移了话题。浩然可能也是被人设计的。不用你说，我也猜到的。皇家人为了那个累死人的位子，不顾亲情的太多了。小影儿什么都能想到，为父好自卑啊。秦墨瑶为叶影的聪明而感到自惭形秽。她13岁时还天真如孩童，如果不是母妃的突然离世，她还不知道成长。这话把叶影逗笑了，冲淡了秦墨瑶心里的伤感。次日，叶影把给秦浩然做手术要用到的东西都准备好，尤其固定的石膏很重要。叶影问了小宝，他现在的画能保持多久？得到的答案是可以保持半个月。叶影感觉时间太短了，可能不够。小宝建议在原来的基础上画2次，可以提高1倍的时间。而叶影要给秦浩然做手术的事儿也传到了皇后宫里。昨晚秦浩然去莫王府的事儿，他也知道了。是莫王妃。经过一番思考，他也传话给了自己的娘家。欧阳谭收到皇后的消息之后，立刻做出了决定和安排。叶影等杨柳回来，在慢慢悠悠的吃过午饭以后去医馆，驾车的还是张叔。当走到一条比较窄的巷子时，张叔感觉不对，立刻拉住马。马车刚一停下，前后就出来10个黑衣人，个个都蒙着面。主子，有刺客！张叔的话音一落，2个暗卫立刻就现了身，护在叶影车旁。10个刺客不废话，直接就上来杀。张叔也从马车下抽出一把大刀，加入了战斗。杨柳守在车门处，握剑在手，一有人靠近，一剑刺出，毫不客气。就在这时，后面又上来10个黑衣人，不过没有蒙面，从2侧包围先前的10个黑衣人，3方人马交战在一起，10个蒙面黑衣人很快就被解决了。这时叶影才走出马车，脸上没有半点惊慌失色。请问你们是谁的人？后来的10个黑衣人中走出来一个大汉，拱手一礼：我等奉徐老将军之令，特来护送王妃娘娘去医馆。叶影一时没反应过来，徐老将军又是谁？主子，徐老将军是大皇子殿下的外公。哦，原来如此，那走吧。这日子可真刺激，大白天也敢出来搞事。经过这么一个小插曲，叶影在10个徐服护卫的护送下，很快就到了医馆。秦浩然早已在此等候，有个黑衣人上前在秦浩然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八皇婶，让您受惊了，是浩然的不是。小事一桩，我开医馆就是为了治病、救人、挣钱。以后谁要是敢挡我的道，我就让你皇叔去把谁给灭了。师傅，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4个人进了手术室，
因为是下肢手术，无需全麻，半身麻醉即可。叶颖拿出一支长长的针，在后腰处扎入，慢慢的推入麻醉剂。在等待的过程中，叶颖向秦浩然讲了整个手术的过程。当麻醉起效以后，三人进入了工作状态。叶颖头戴医用放大镜，拿好手术刀，开始轻轻地划开表层皮肤。因为是小腿，还要注意经脉。当骨头的完整形貌展现出来的时候，叶颖认真观察，错位是肯定的，还有小片 Y 型粉碎性骨折早已增生，需要剔除，这可是个细致活。叶颖让杨柳拿起小锤，给他支好位置，用力一敲，胫骨就在原来的断口处再次断开，剔除增生以后再次接上，整个过程需要非常仔细的一点点修补，耗时1个半时辰才完成了整个手术。当打上石膏以后，叶颖才松了一口气。八皇神，我居然感觉不到疼。整个过程他看在眼里，知道叶颖这个手术不简单。你要是疼，我还怎么给你手术啊？你能忍住不动吗？师傅，是不是通过手术可以治疗很多病症啊？是啊，不单单是受伤才需要外科手术，很多病症都适时的用外科手术来实现，比如肠阻、宫外孕、结石、畸形、肿瘤等。以后遇到了，我再慢慢教你。师傅，你真厉害，我一定好好学。一切收拾好，把秦浩然推到隔壁的休息室，并交代了医嘱。最近的1个月呢，你都只能在这里度过，那你自己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吧。我呢，只帮你治腿，其他的可不管。八皇神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晚上你要注意安全哦，如果我这医馆少了什么，破了什么，你是要赔钱的。保证什么也不会少。手术完成，叶颖也不多待，没想到出来，外面天已经快黑了。秦墨瑶居然已经在外面等他了。小杨儿，对不起。没事，那几个小喽啰我还没有放在眼里。2个人回到王府。小杨儿，咱们到院子里走走，消消食。行吧。你说今天这事儿是谁干的？我想除了皇后，没第2人选。哎，对了，我还没有好好的了解过你的家族，都有些什么人啊？我看平时都没有人和你来往，除了那个韩萧和你的属下。小颖儿可了解我了，我很高兴。这说明小颖儿在慢慢接受自己这个夫君了。秦墨瑶当然开心。接下来秦墨瑶讲了皇族都有什么人，叶颖也一一记下。皇帝有1皇后、4妃、8嫔，每人多少不计，有4子5女，不算高产。最大的就是秦浩然，23岁，其次就是皇后所出的太子秦浩宏，已经18岁，另2个没有成年。公主有2个出嫁，3个还在宫里。和秦墨瑶一辈的有1个皇兄在京城，不过只是个闲散王爷，还有1个犯错被先皇罚守皇陵，还有2个已经死了，怎么死的叶颖不想也知道。还有4位公主，1个嫁在京里，1个嫁到外地，还有2个和亲了。听完这些，叶颖感觉她就像没有亲人似的，不禁升起了一丝同情来。生在皇家真可怜。第2日，叶颖去郑国公府看了一下张秀珠的情况，一切正常，就是下地的时候很痛苦。想看着你的孩子长大，你就要坚强，现在吃点苦头，以后就不吃苦头。难道你想你的夫君以后给他找后娘吗？最后一句反问，把张秀珠给说得咬牙也要下地走动。女人一旦做了母亲，自然就是为母则刚。这次来，叶颖居然没有看到那个小妾在面前蹦跶了。后来张瑞宇告诉叶颖，那个小妾果然有问题。那个小妾是郑博文的姨表妹，果然表哥表妹就会有情况。回到王府吃了午饭，叶颖又去医馆看了一下秦浩然，居然有一个温婉的女子守在床前。子儿，这是八皇婶。侄媳妇霍元子，见过八皇婶。侄媳？哦，这是你媳妇儿，这么漂亮，便宜你了。2人成婚4年，自从他摔伤之后，对妻子就不冷不热。如今想来，确实有愧于他。今天感觉怎么样？昨天麻药过后，可是真疼啊，一夜没怎么睡着，早上才睡了一会儿。我不是给你留了止疼药吗？你没吃吗？八皇婶，我要记住这种痛，牢牢的记住这种痛。叶颖听懂了他的意思，不过也随他，只要他忍得住。侄媳妇儿，你要看好他，他手术过的腿在半个月之内都不可以动，翻身时一定要注意。谢八皇婶，我会注意的。小嫂子，韩萧主动上前打招呼，而且非常热情，把你们的师妹送回去了。是。你忙你的，我回碧荷院。
明天给你大师兄治脸，我要准备准备。叶颖回到卧室，门一关，又开始画画修炼。今天叶颖状态很好，居然可以画20头牛入一张画。当画好另2幅大猩猩和猴子，他才感觉有点累了，让动物们干活去。他又开始调息修炼，这一打坐就是2个时辰。突然，丹田一阵汹涌澎湃，如暴涨的潮水。这熟悉的感觉让叶颖心里兴奋不已。果然，当一切平稳下来，精神力前所未有的饱满，他已经突破到了6级。救人真能提高突破速度，这才多久啊，又晋级了。叶颖满脸喜色地出了空间，打开门，他居然看到秦墨瑶已经坐在外间，一个人正悠哉悠哉地喝茶。叶颖每次进空间都习惯把门反插，他应该没有进来过。王爷什么时候回来的？小颖儿有什么好事吗？给你治脸有100%的把握了，5级就能做到，更何况6级。是不是小颖儿的能力又提高了？我肚子饿了，咱们吃饭吧。好。第2日，秦墨瑶照常上朝，去军营处理军务。只是晚上回来的时候带了2个副将，朱广良和沈长清。晚饭就在外院吃，叶颖也不管男女有别，大家一桌吃饭。当秦墨瑶把面具取下来，另3人还是倒吸了一口凉气。王爷，您的脸怎么比以前又严重了些？本王让小师妹治了一段时间。意思很明显，韩新月不但没把她治好，还把她治严重了。嘿嘿，小嫂子，你天天看着这么一张脸，能吃得下饭吗？癞蛤蟆见得多了，就没什么感觉了。吃你的饭。王爷，江大夫想看治疗过程，要不要叫他来？还是算了，万一他老人家受不住，有个好歹，不太好。小颖儿，在哪里进行比较合适？就到地牢里去吧，我估计到时候你会忍不住痛苦的大叫出声的。既然决定，大家就不再犹豫。5人进到地牢，秦墨瑶安排暗卫守好地牢的门，无论发生任何事情，都不得让任何人进出。地牢里此时并没有关什么人，之前2个看守的也早就被安排到别处了。我的所有行为，你们能保密吗？小颖儿放心，他们3人是我最信任的人。既然莫王爷信任你们，那我就没什么说的。不过也没关系，要你们的命对我来讲轻而易举。叶颖说的轻描淡写，3人面面相觑。好了，那我们现在开始吧。叶颖手轻轻一挥，手上就多了一个砚台，里面居然还有墨。叶颖把砚台放到旁边的桌上，手再轻轻一挥，一支毛笔出现在他的手里。4个大男人见叶颖这一手操作，惊得嘴巴都快合不拢了。小嫂子，你这是怎么出现的啊？什么都不要问，王爷把上衣脱了，一件不留。秦墨瑶毫不犹豫地把衣服脱得只剩下裤子。肌肉倒是挺结实，果然是习武之人，只是那几道伤疤真是碍眼。叶颖让秦墨瑶坐到桌旁，秦墨瑶坐好，叶颖拿起画笔蘸了墨，开始在秦墨瑶的胸前作画。小嫂子居然还会作画，你不知道的多了去了，不要打扰我。接下来谁也不准说话。当叶颖的画笔在秦墨瑶的身上游走时，秦墨瑶感觉像有利剑穿透了他的身体似的。你们3个一边一个按住他，另一个按腿，不要让他动弹。3人立刻行动，2个按肩膀，一个按腿。叶颖的画笔继续游走。刚开始秦墨瑶还能咬牙忍着，但额头已经大汗淋漓。大约1刻钟左右，叶颖在秦墨瑶的前胸画好了第1幅画，居然是一幅钟馗画，豹头环眼，铁面裘鬓，相貌奇丑。叶颖又绕到了秦墨瑶的背后，蘸了墨继续画。此时秦墨瑶再也忍不住发出凄惨的叫声，3人死死地压住，不让他动弹。叶颖加快了手里的动作，集中精神力，为了能一次解降彻底，叶颖几乎把所有的精神力全部灌输其中。当第2幅钟馗图画好以后，秦墨瑶几乎快要晕厥过去。坚持住！此时叶颖也已经很累了，精神力几乎快要耗空。你们3个把他扶着，站到中间。如果你们害怕，就把眼睛闭上；不怕的话，就睁着眼睛看着，但一定不要让他倒了。3人搀着秦墨瑶站了起来，挪到了中间，还是2人扶肩膀，1人支腿，但没人闭眼睛。叶颖端着砚台蘸了点墨，在秦墨瑶胸前钟馗的右眼上轻轻一点，然后向后退了2步，大声喝道：“出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一道光芒从秦墨瑶的身上射出来，钟馗的眼睛眨了2下，猛地就从秦墨瑶的胸前和背后跳了出来，飘在半空中。2个钟馗伸出手，不断地把从秦墨瑶的身体里抓出鬼样的东西塞进自己嘴里，嚼吧嚼吧吞了下去。2个钟馗抓紧时，大约持续了1刻钟才停止，然后慢慢地消失不见。又过了一会儿，3个男人才回过神来。
而身处其中的秦墨瑶感觉自己的身体越来越轻松，最后前所未有的轻快感传遍了全身。当钟馗消失的那一刻，秦墨瑶挣脱了3个男人的牵制，立刻盘腿坐到了地上，开始运功调息。又1刻钟过去，秦墨瑶猛地睁开眼睛，我的功力居然进步了10年！我的个乖乖，姐这样也太恐怖了！韩潇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另2个也是一脸煞白。叶颖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是精神力消耗速度太快导致的。幸好他现在已经达到了6级，如果是5级的时候来解，还真的不能一次性完成。这种解降法等于是生生的把下在秦墨瑶身上的降头给活活吃掉，是最粗暴的解降法。等3个男人缓过来以后，看叶颖的眼神已经完全变了，那崇拜的眼神想忽略都难。没想到莫王爷的王妃居然有如此本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她到底是人还是神啊？但他们不敢问，他们3个才真正体会到，刚才叶颖说想要他们的命轻而易举，不是开玩笑的。秦墨瑶上前轻轻地将叶颖拦腰抱起。小颖儿辛苦了，为夫抱你回房。我等着看帅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几人出了地牢，秦墨瑶一路抱着叶颖回到了碧荷院，亲自去给他准备洗澡水，才叫来杨柳服侍叶颖洗澡。小颖儿，我先去书房一下，和他们商量点事情，你先睡。你去吧。另一边，3人早就等在书房。秦墨瑶一来，韩潇就忍不住了。大师兄，小嫂子吓着我了。另2个也有同感。有什么好怕的？瞧你那点胆量。你是当事者，看得不真切。那2个钟馗太恐怖了。哎，你见过真的钟馗吗？只是听过传说而已吧。我今晚居然见了真的。好了，今晚的事记住，绝不可传出。是。既然降已经解了，我的脸应该要不了多久就会痊愈。我不想隐瞒，给天下人知道也无妨。皇兄有什么招要时，本王接招便是。我们以后不用被动，该反击就反击。本王窝囊的日子过够了。悉听王爷吩咐。2位副将回军营后，细查军营上下，凡是奸细一律上。士兵训练一定要加强。韩萧的罗刹，注意多发展探子，注意各方动静，尤其是令3国。如果经理皇帝把本王没办法，一定会利用别国。遵命。至于小颖儿，你们对她一定要像对本王一样尊重。是。3人应得非常响亮。开玩笑，见识了叶颖的本事，谁敢轻视？好了，去休息吧。第2日，叶颖悠悠转醒，睁开眼睛，看到秦墨瑶居然还在旁边，而且双眼正看着自己，脸上的泡也已经明显消了不少。咦，你怎么没去上朝？今日休沐，在家陪我的小颖儿，好不好？在家多没意思啊，咱们逛街去。城外有个太乙湖，要不要我陪你去游湖？好啊好啊，快起来，咱们早点出发。2人起床洗漱，吃过早饭，秦墨瑶正准备戴上面具，叶颖突然想起什么来，回到卧室拿了一个小盒子出来。妈，这个药你往脸上抹，帮助你恢复面部皮肤，而且不留疤，1日抹3次。这是叶颖昨天晚上准备的，酱虽然是解了，脸上受损的皮肤确实是真的。谢谢小颖儿。刘管家早已安排好马车，2人来到门口坐上马车，还是之前的张叔驾车，还有4个护卫骑马跟着。叶颖感觉张叔几乎成了他的专用司机了。穿过皇城，出了城门，大约又行了半个时辰才到达目的地。马车停稳，秦墨瑶率先下车，再把叶颖抱下马车。举目望去，果然好大一个湖，水色清澈碧绿，一望无垠。天空中各种水鸟翱翔着，自由自在，居然还有渔船在湖上打鱼。叶颖很兴奋，好久没有来这种地方放松过了。嘿，王爷，我们也租条小渔船去湖里打鱼，怎么样？中午我们还可以烤鱼吃。好。秦墨瑶看到叶颖这么高兴，果然自己提议来游湖的决定是对的，都不用秦墨瑶吩咐，护卫很快就去租了一条渔船过来。你会摇船吗？不会，但我可以学。在护卫的帮助下，2人上了渔船，船夫没让上，就他们2个人。秦墨瑶拿着船桨，有模有样的往前划，船居然还真往前走了，离岸大约有1里左右，停了下来。秦墨瑶和叶颖2个人配合着把网展开，秦墨瑶使劲地往湖里一抛，再慢慢地把网收拢。没想到还真网住了2、3条鱼，大约每条1斤多重的样子。叶颖好不容易从网里把3条鱼救出来，放到桶里。
鱼的跳动溅了他一身水。嘿，王爷，再来！秦墨瑶把渔船又往前划了一点，换了个位置，又一网撒下去。等网收拢时，居然有2条鱼，起码超过3斤。王爷，你以前是不是做过渔夫啊？没有，不过我看渔夫们就是这么做的，有样学样。再来2网，应该就够咱们中午吃的了。想着那美美的烤鱼味儿，叶颖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2个人玩的差不多，打了1桶鱼，起码有20斤左右，才慢慢的靠岸。4个护卫立刻上前稳定船只，让2人下来，又提了鱼去处理。在他们打鱼的时候，4个护卫已经拾了很多柴火过来。没想到秦墨瑶早就准备好了调料，看来他是知道可以打鱼来烤着吃的。架起篝火，秦墨瑶用树枝串起1条鱼，递给叶颖，接过树枝就在火上烤起来。等烤好了以后，叶颖也不管秦墨瑶，自己一边吹着一边就吃上了。当叶颖吃完1条鱼，秦墨瑶手里的那1条也烤好了，直接又递给叶颖，谢谢。小馋猫。当所有人都吃上了烤鱼，正尽兴的时候，突然远处传来马蹄声。等马儿跑近了，一个士兵跳下马来。王爷，朱副将派小的来请王爷去军营一趟，有要事。如果不是重要的事儿，朱广良不会派人来这里找他。也许是昨晚吩咐的事有情况了。小颖儿，真是对不起，改日我再带你来玩个尽兴。没事，你有正事就去忙，我再烤1条鱼吃了就差不多了，我自己可以回去。4个护卫我给你留下，暗处还有2人，你自己注意，小心些。护卫你带2个走吧，没关系的，谁敢欺负我，那就是找死。没事，我现在的功力比以前翻了1倍，能伤我的人寥寥无几。那好吧，你去忙吧。秦墨瑶跟着来禀报的士兵走了，叶颖也没有太大兴趣继续烤鱼。张叔，收拾一下，咱们也回府吧。上了马车，张叔驾着马车慢慢悠悠地往前走。刚刚走到离湖1里不到的一处山脚下，张叔和护卫突然停下马来。主子，有情况。真是的，刚才秦墨瑶在的时候怎么不敢动手？难道以为我很好欺负吗？这时从树林里走出20个黑衣人，个个蒙面。杀，一个不留。看到这样的情况，2个暗卫也突然现身。很快双方人马就交战在一起。叶颖通过窗帘向外看去，刀剑碰撞声此起彼伏，交战激烈，似可招招致命。几个护卫明显不是对方的敌手。主子，这些是杀手。当交上手，张叔就发现不对劲，立刻向叶颖大声喊道。张叔边喊边应对黑衣人。叶颖看得心惊，居然一次出动这么多杀手，究竟是谁？张叔心里已经开始焦急，就凭他们这几个人还真护不住叶颖。快放信号！他们明显招架不住，一个护卫腰上已经中了1箭，另外几个也好不到哪里去，都应付得比较吃力。照此下去，他们坚持不了多久，敌众我寡。呵，老虎不发威，以为我是病猫啊！叶颖从空间里拿出2幅画，一幅俨然是一支麻醉枪，他要留几个活口；另一幅上居然是一群成年老虎，起码有10来只。叶颖先放出猛虎，出来！随着他一声低喝，一只只猛虎从马车里依次跳出，发出震天的吼声，把所有人都吓了一大跳。老虎们可不管那么多，出来就朝黑衣人扑去，直往脖子上咬。很快就有3个没反应过来的黑衣人被咬断了脖子。几声惨叫唤获了大家的愣神，黑衣人立刻举起刀剑和老虎们缠斗在一起。有了老虎的加入，护卫们立刻有了强大的信心，形势很快逆转。黑衣人一个接一个受伤倒下，而马车里的叶颖看准机会就开1枪。当倒下4人时，黑衣人头领知道再继续下去绝对讨不了好，立刻下令撤。黑衣人还剩下6个，听到命令纷纷往后退。叶颖怎么可能让他们逃呢？立刻跳下马车，一个翻身上了最大的那只老虎的背，老虎驮着叶颖就冲了出去。王妃！张叔发出有生以来最大声的呼喊，可是叶颖已经被带着跑出老远了。叶颖此时手里正拿着一把手枪，看距离差不多了，瞄准，扣动扳机，1枪1个。很快在老虎的追赶下，6个全部躺在了地上，全都没死。叶颖全往他们腿上招呼。这时护卫们也赶到了。王妃，您没事吧？我没事，看看他们口里有没有毒药，都给我敲晕捆起来。是。3个护卫立刻按叶颖的吩咐照办，都放到老虎的背上。几人几虎回到马车旁，张叔正在给另3个人包扎伤口，叶颖也立刻参与其中，把护卫们的伤口都处理好。经过这么长时间，老虎们居然还在。叶颖让他们都回树林里，
反正迟早都会消失。2个受伤轻的留下来守着，哪个醒了就直接敲晕，也给他们稍微包扎一下，别让他们死了。我们回去就叫马车来把这些人都给带回去。王妃不可，要进城门可能会被查。张叔有什么好建议？可以到军营去，让王爷派人来，先弄到军营里。好，就按你说的办。王妃，属下去通知王爷。去吧。暗卫骑上一匹快马，很快就跑远了。让伤者上马车，我们也走吧。王妃，还是等王爷来比较好。要是路上再遇到什么事怎么办？这里离军营可并不远呐。那我去马车里休息一下。刚才他也很刺激，需要休息休息，平静一下心情。他要想一想，到底是谁想要他的命，居然一次出动这么多杀手。果然离得不远，还不到1个时辰，就听到一群马蹄声由远而近。跑在最前面的俨然是秦墨瑶。叶颖听到马蹄声，也从马车里出来，还没等马停稳，秦墨瑶就施展轻功，从马上飞下来，立刻来到叶颖面前。小颖儿，小颖儿，对不起，我不应该离开。我没事，不用担心。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一定会查出是谁干的。朱副将，属下在。这些人都给我弄到军营里去，好好的给我审。属下领命。诸管良立刻安排人把那些刺客都绑到马背上，很快就绝尘而去。小颖儿，我送你回王府。秦墨瑶抱着叶颖一个跃起就骑到了马上，把叶颖搂在自己的胸前，策马前行。秦墨瑶把叶颖送回王府之后，交代他好好待在王府，就走了。这一夜他都没有回来，只让人带话给他，让他好好吃饭睡觉，如果害怕就让杨柳在屋里睡在榻上陪着。叶颖感觉他还是把自己当个孩子在照顾。而在军营里的秦墨瑶一夜未睡，和几个副将审刺客审了一晚上，各种手段都用尽，才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这些人是新建的杀手组织暗影部的，这是他们第一次接任务，几乎把所有人都带出来了。那个头领就是他们的头，是丞相夫人郑碧月用10万两银子请的他们。好啊，丞相夫人真是想找死。第2日，秦墨瑶照常早朝，早朝以后立刻回到了王府，把审出的结果告诉了叶颖。小颖儿，你打算怎么处理？看来他恨我恨到骨子里了。那你打算怎么办？那些刺客死了没有？还有2个活着。尸体呢？还在军营里。朱广良可能会安排今天买。让人通知不要买，我今晚有用。小颖儿打算干什么坏事？可不可以带上夫君我可以帮忙。对，嘿嘿，不告诉你。带上我好不好？我可是你夫君，有事可不能瞒我。不带就不带。带不带？带不带？秦墨瑶居然一把抱住叶颖，开始挠他痒痒。听到叶颖说带，秦墨瑶才停手。没想到这招果然管用。吃过午饭，秦墨瑶也不打算去军营。小颖儿，今天下午我教你骑马，好不好？好啊好啊。秦墨瑶看他如此积极，很高兴。2个人来到马厩，选了一匹相对温顺的母马，就在王府的一个小马场里开始练起来。从如何和马建立感情，如何上马，如何握缰绳，坐姿怎样才不累，马跑起来时的姿势等等，秦墨瑶讲得非常仔细。叶颖本来就参加过各种训练，对于骑马学起来并不难。1个下午，他基本就可以在马场跑2圈了。想不到小颖儿学得这么快。你是想说你这个老师教的好吧？叶颖骑在马上，好笑地看着秦墨瑶，然后一声驾，骑着马儿又跑远了。小颖儿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晚饭后，秦墨瑶就等着叶颖吩咐行动，可是叶颖什么也没说，反而拿出了笔墨开始做起画来。秦墨瑶就站在旁边看他一笔一画的作画。当大致轮廓出现时，秦墨瑶看出来了，是一只大雕，巨型大雕。画好以后，叶颖卷起来放好，好啦，睡觉。叶颖打了个哈欠，去了换洗室，留下秦墨瑶风中凌乱。不是说今晚要干好事去吗？怎么是睡觉呢？叶颖出来的时候，见秦墨瑶还愣在那儿。啊，快去洗漱呀，早点睡，深更半夜才有精神。秦墨瑶听了才明白，原来现在太早了，立刻去洗漱。子夜时分，叶颖醒了，她刚一动，秦墨瑶就睁开了眼睛。穿好衣服，叶颖拉着秦墨瑶悄悄来到后院。叶颖拿出画好的大雕图展开，随着叶颖的一声起，
一阵星点闪过，一只巨型的大雕就出现在了两人的眼前。小乖乖，不要发出声音啊，把别人吵醒了可就不好了。大雕果然没有发出声音，只是眼睛咕噜噜转了几下，看着叶影。蹲下点，你太高了。大雕听话的屈了腿，趴在地上。叶影不客气的爬上他的背，快上来。秦墨瑶整个过程看着，惊得差点没有回过神来。这是他亲眼如此近距离的看到一只庞然大物从纸上出来。喂！秦墨瑶反应过来，才立刻如夜影一样上了大雕的背。走！大雕翅膀一扇，带着两人冲向了天空。两人上去之后，叶影指挥着直往丞相府而去，还是上次停留的后花园。这次叶影学聪明了，绝不让大雕留下脚印。两人下了雕背，叶影又把雕收进了空间。接下来看你的了，用轻功带着我，我要把那些尸体全都放到郑碧月的卧室里，吓死他丫的。好。接下来在叶影的指导下，两人没一会儿就来到了郑碧月的院子。叶影拿出之前在江大夫那儿拿的迷药，在几个房间里都吹了点，稍等一下就进了郑碧月的寝房。今晚真巧，穆森也在这儿，两个一起下。叶影把尸体全放了出来，一共18具，每个死的都很难看，都是受过刑的，浑身血乎乎的，东一个西一个的摆了一地。干完活，两人又原路返回，骑上大雕回了王府。次日清晨，穆森最先醒来，因为他要上早朝，起得比较早，天光还不是很亮，摸索着披了一件衣服下床来，结果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个狗啃泥，爬起来走2步又被绊倒了，仔细一看，感觉是个人形。这一看把穆森给吓得直接跌坐在地上，发出一声惨叫。郑碧月也因为穆森的叫声醒了过来。啊，怎么了，老爷？人，满屋子的人。郑碧月坐起身。老爷，这是怎么回事啊？穆森看到郑碧月，立刻爬了起来，跑到床边，抱着郑碧月。老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问我，我问谁去？是谁？到底是谁？我为官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把人得罪死过，而且谁不知道我是皇帝面前的红人？穆森大着胆子上前一一检查各个尸体，发现都是受过刑，几乎都是被折磨而死。快穿好衣服报官。很快整个丞相府就热闹了起来，相爷和夫人的房中居然被人放了18具尸体。这一消息如风一般的很快吹出了丞相府。去报官的管家很快就领来一队官兵。下官见过丞相大人。吴大人真是天降横祸，本官早晨起床居然看到满屋子尸体，还望吴大人务必查个水落石出。是，下官必当竭尽全力。吴大人立刻吩咐官差把尸体全部抬走，拉回衙门。吴大人还让人把丞相府检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异样，仿佛尸体是凭空扔进了丞相夫人房中似的。又找了仵作仔细查验尸体，经过仵作1上午的仔细分析，这些人全部都是习武之人，根据判断，很有可能都是刺客或者杀手。当穆森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刻去找了郑碧月。你说，最近你又干了什么事？穆森不傻，这些刺客全部都死了，却搬到他的房里，这典型就是一种恶作剧，也是一种示威，又是变相的警告。而昨晚他正好睡在郑碧月的房里，除了自己，那就只有郑碧月做过什么。老爷，妾身什么也没做过呀。还不老实交代？你等着人家来取你的项上人头吗？老爷，妾身确实是做过一件事。1个多月前，我联系了一个杀手组织，给了他们5万两银子，去给那个贱丫头一个教训。没想到他们一直拖到现在才动手。什么？我不是警告过你，事情就此作罢的吗？哼，我的女儿被他给毁了，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你个头发成剑士盾的妇人！那是1品亲王的王妃，你怎么敢招惹？你找死别拉上我！人家前几天还救了你侄儿媳妇，给你们郑家接生了第4代。这时门外传来陈嬷嬷的声音：老爷夫人，老夫人派人来请你们过去。走，跟我去见母亲，看你怎么交代。穆森拉着郑碧月就往穆老夫人的院子里去。到了老夫人的院子，穆森二话不说，直接跪在自己母亲面前，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母亲呐，家门不幸啊！接着穆森就把郑碧月干的好事直接告诉了自己的母亲。穆老夫人看着郑碧月，久久无语，把你媳妇儿送到庄子上，和明珠作伴去吧。母亲，是，你们不可以这样对我，我可是郑国公府的女儿。郑碧月马上哭嚎起来，送到庄子上，就意味着她的主母地位没了。哼，郑国公都已经死了3年了，现在是郑修远当家，你可以去问问，看他怎么处理。森儿，准备好20万两银子，我这个老婆子亲自去莫王府一趟。祖母，孙儿和您一起去。穆崇礼的声音在门口响起。好孩子，你有心了，就陪祖母走一趟吧。崇礼，快回娘亲求求情，娘亲知道错了。娘亲，这次你真做错了。听到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帮自己，郑碧月绝望了，但他也没有办法，心里更恨穆叶影了。莫王府，叶影刚刚吃过午饭，想休息一会儿，刘管家匆匆来禀报，说穆家的老夫人来拜访。叶影想到那个老人还算和善，怕他在王府过得不好，还给了自己一个铺子做嫁妆，值得他尊敬。叶影换了身衣裳，带着杨柳随刘管家去会客厅。叶影拜见祖母。影儿，如今你已是一品亲王妃，该是祖母向你行礼。穆老夫人见叶影如此客气，立刻站起身来，走上前扶着叶影。祖母是长辈，哪能让您行礼？崇礼见过大姐姐。都坐吧。刘管家让丫鬟上好茶，就退了出去，把空间留给他们祖孙3人。杨柳也乖乖地退了出去。当所有人都退出去之后，穆崇礼突然站起来，跪在叶影面前。大姐姐，小弟特来代母亲认错。影儿，祖母今日也是来给你道歉，真是家门不幸，还请你看在祖母的面子上，饶她一命。我们穆家目前只有一个孙儿，祖母不想他小小年纪就没了母亲。今日一早，祖母也安排人送他去了庄子，以后他再也不敢使坏了。叶影看到祖孙2人的态度，心里的气早就消得差不多了。祖母放心，我没打算要谁的命，只是小惩大戒一番。还是影儿宽宏大量。崇礼，去让人把东西拿进来。这是我们穆府给你押金的，还望收下。祖母何须如此客气？收下吧，的确是我穆府做事不周，管教不严。叶影走上前，打开箱子一看，居然满满的4大箱银子。祖母，这太多了吧？你放心收下，不痛他们不长记性。行吧，就当我先替崇礼收着，等他以后大婚，我再给他一份大礼。叶影也不客气，要是他没有自保的本事，换做其他人早已不知死了多久了。影儿啊，以后有空就回穆府看看祖母。大姐姐，崇礼欢迎您常回穆府。叶影心里感叹，傣族里长出一棵好笋，希望穆崇礼以后不要长歪了。好，穆老夫人祖孙俩见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告辞离去。叶影亲自将2人送出府门，只是还没有等他回到碧荷院，郑府也来人了，来的是郑博文。叶影只好又回到待客厅。双方见礼之后，叶影问：你媳妇现在怎么样了？多谢王妃，秀珠现在下床活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估计要不了多久就能痊愈了。莫王妃，昨日之事，我代姑姑向您道歉。说着，郑博文上前深鞠一躬。家父派我给王妃送些小礼压压惊，是我郑家教女无方，才让王妃娘娘受了惊吓。这都嫁出去多少年的女儿了，和政府有什么关系？叶影有些无语。古人的家族观念果然很强，连嫁出去的女儿犯了错都要牵连到娘家。郑博文不接话，出门带了4个小厮进来，又是抬了2个箱子。小小薄礼，还请王妃笑纳。叶影上前打开2个箱子，果然又是银子。我这是有多缺钱呢？个个都以为我爱财。不过既然都送来了，那就收下吧，不收下他们不会安心。万一都以为我不高兴了，莫王爷再做出什么来，他们可承受不住。送走了郑博文，叶影让刘管家把这2箱银子送到王府账房去。昨晚上秦墨瑶也是付出了劳动，给他一些报酬，我总不能一个人独吞，下次再要使唤人也能理直气壮些。皇宫凤仪殿，皇上，大皇子的腿被穆王爷那个小王妃给治好了，您是不是很高兴？
浩然也是朕的儿子，他能好，朕自然高兴。皇上别忘了，莫王也可能被他的小王妃给治好了。哎，这个穆森，自己的女儿是什么情况，他居然一无所知。前段时间，秦兰臣把穆丞相叫到御书房，仔细盘问了一番，他居然一问三不知。皇上，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在担心什么？太子已定，轻易不会更改。朕封浩然一个王位也就罢了，当年的事，你以为朕不知道吗？那可是朕的大皇子。好了，咱们不说这些，接下来如何办？臣妾估计，莫王爷已经被他的小王妃治好了，不信您可以直接问。这也是秦兰臣非常头疼的事情。如今看来，老八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昨晚的事情，今天早上传的是满城皆知，他这个皇帝早就收到消息，而金兆尹却完全查不到线索，明知道就是秦墨瑶干的。满玉，你找人悄悄按老八的身量做一身龙袍出来，先准备好，有机会朕就会派上用场。叶颖没事做，就把自己关卧室里，进空间画动物、耕地、种田、修炼。这个空间太得他心了，修炼起来进步实在太快了，超爽。已经突破6级，感觉精神非常饱满，一次可以画几10头牛，而且能够保持半年不消失，这样耕种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不知道多少倍。但还有好多土地没有种，唉，有些伤脑筋啊。不管了，先放着，反正也不会坏。叶颖修炼的差不多，就去画自己想到的各种医疗用品。这时小宝的声音传来，主人，有新功能上线。叶颖立刻跑下楼，来到了电视面前，果然看到一个灰色按钮可以点开了，居然是各种医疗设备的图形。叶颖只要照着画出来就行了，什么 B 超机、自动血细胞计数仪、CT 机等，应有尽有。可是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共同点，都需要电。叶颖再往后翻，果然找到了他想要的柴油发电机。主人，别高兴得太早，这些都要等到你精神力突破到8级才能画出来。那现在让我知道有什么用啊？主人，就是为了诱惑你，想要这些东西就加紧提高精神力。看来我还是太懒了，如果想要多利用时间，晚上也不得不利用起来，那不是只能让秦墨瑶也跟着进来了？同床共枕的人怎么也瞒不住。这事得考虑考虑。不过秦墨瑶的表现目前来讲还是可圈可点，值得信任的。如果他要是想害我，大不了把他给做了，或者关在空间里，永远不让他出去。晚上秦墨瑶准时回来，两个人一起准备吃晚饭。秦墨瑶随意的取下面具，你照过镜子没有？还没有。叶颖立刻跑进卧室，拿了镜子出来，看看。秦墨瑶接过镜子，面向自己，眼睛越来越亮，脓泡都消了，面色也不再发黑，原来的轮廓已初见，当家脱落以后就能恢复原貌了。高兴吗？谢谢小颖儿。秦墨瑶直接伸手把叶颖抱进了怀里，头在他的耳旁蹭了又蹭。3年了，他顶着那样一张脸，长期戴着面具，不敢示人，如今终于可以见人了。好啦，吃饭吧。叶颖推了推他，他能够理解他激动的心情。饭后，秦墨瑶提议去散散步。今晚我们不散步，我带你去个地方，但你要保证保密，以后要一直对我好，不可以背叛我，不然我会杀了你。你应该知道，我想杀你轻而易举。小颖儿，我们是夫妻，是要一起生活一辈子的。我只会对你好，就算以后我们有了孩子，我也会对你比对他们好。呸！你想的可真远，谁要跟你有孩子？难得的，叶颖有些害羞了。叶颖拉着秦墨瑶进了卧室，一个意念闪过，两个人就进了空间。秦墨瑶站稳以后一看，两个人居然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眼前一大片土地，有很多牛、大猩猩和猴子正在耕种。这什么情况？动物都会种地了？小颖儿，这是哪里？这里是我的私人空间，只有我能进来，或者我带着进来。我是一个精神力修炼者，我一般都是在这里才能修炼。我作画加入精神力，就会变成实体。之前你有见到的。没想到我的小颖儿居然有这样的宝贝。此刻秦墨瑶的心里很柔软舒服，小颖儿终于向她袒露了自己的秘密，这说明小颖儿终于接受了自己。这个宝贝是我娘留给我的。叶颖还不打算说自己是穿越而来。小颖儿，等有时间我再陪你去看看岳母。好了，我要开始干活了，
你自己玩吧。叶颖可不是进来聊天的。齐墨瑶看除了土地还是土地，难道让他去种地？自然是先跟着叶颖看他干些什么。叶颖也不管他，自己忙自己的。先上2楼书房，画了一群劳动的动物们，让他们去干活。这时候齐墨瑶才明白，原来那些动物是这么来的。我现在画的这些牛、大猩猩和猴子可以保持半年的时间了。如果哪一天我能修炼到画出来的动物长期存在就好了。所以叶颖很想快点提高精神力等级，不然他就要不断的重复画。还有那么多土地还空着，他也觉得怪可惜的。而且种的越多，他的精神力修炼起来提高的也越快。直到精神力消耗一空，叶颖才下楼去调息修炼。见叶颖打坐闭目养神，齐墨瑶也没事儿干，也在旁边开始打坐练内功心法。齐墨瑶练着练着发现不对劲，他居然感觉自己的内力增长速度比在外面快，空间里居然还有这样的功效，太出乎他的意料了。大约1个时辰过后，叶颖才睁开眼睛，见齐墨瑶也在旁边练功。看来以后2个人可以一起在空间里练功，这个感觉真不错。齐墨瑶也睁开了眼睛，2人相视一笑，一切尽在不言中。以后都带上我到这里来可好？没问题，只要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进空间都可以带上你。2个人出了空间，洗漱一番，上床睡觉。次日一早，刚刚吃过早饭，杨成匆匆忙忙回王府找叶颖。姑娘，医馆来了一个孕妇，是其家人送过来的，是难产，黄大夫请您立刻过去。快去通知张瑞宇，我们马上出发。是。张瑞宇一直住在王府，大部分时候跟着江大夫学习中医，外科手术时就跟着叶颖学习。叶颖打算把他培养成全才。2人在王府门口会合，杨信也牵了马在等着。让让，快让让，王妃来了！孕妇已经安置在手术室了，一个年轻男子上前向叶颖施了一礼。王妃娘娘，拜托您救救我媳妇儿。你是孕妇的夫君？是。快去多找2个壮年男子过来，我需要抽血给孕妇用。男子一听居然要抽别人的血，吓了一跳。叶颖见他站着不动，吼了一句：还不快去！叶颖最讨厌这种拖拖拉拉不听指挥的人。男子立刻转身冲身边的一个小厮小声吩咐。男子见张瑞宇居然也要进手术室，犹豫着问道：王妃娘娘，他也要进去吗？他是我的助手，当然要进。可是他是男子。你是想他死还是想他活？都什么时候了还管男女？大夫眼里没有男女。男子被叶颖的凶样给吓得后退2步，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男的去看他媳妇的身子。3人很快进了手术室，经过一番检查，发现又是一个胎儿养得太大的。王妃，救救我的孩子！为什么只说救你孩子，不说救你？你也要好好活着，不然你的夫君很快就会给你的娃娶后娘，后娘进门就会打你的娃，睡你的夫君，占你的嫁妆。叶颖把前世的经典台词搬出来，孕妇一听，2眼一下子就亮了。看看，女人为母则刚。叶颖看她的表情，也不再多说。3人配合，很快给孕妇打了麻药。杨柳，你去外面化验几个人的血，抽800cc 的 O 型血进来。这个操作，叶颖前几天就教会了杨柳。杨柳本是习武之人，学起来非常快。是。在等待麻药起效的过程中，杨柳就已经采好血进来了。这已经是第2次做剖腹产手术，3人配合得非常默契。这一次，叶颖是边操作边教学，整个过程，张瑞宇双眼放光，认真地听叶颖的每一句话。大约1个时辰，整个手术就结束了。好家伙，胎儿起码有8斤，看起来是个富贵人家。手术室的门打开，王妃娘娘，我女儿怎么样啊？一个穿着得体的中年妇人立刻上前问道。没啥事儿，放心吧，好好养养就行了。后面杨柳正抱着婴儿。夫人，来，抱抱您的外孙。杨柳上前来把孩子递给妇人。杨柳和张瑞宇配合，把孕妇推到了隔壁病房。孕妇的丈夫还算是心疼媳妇儿的，立刻上前查看媳妇儿的情况。昨天中午媳妇儿就发动了，直到天亮都还生不出来。产婆没办法了，才告诉她惠民医馆是莫王妃开的，她会剖腹产，而且能够保证孕妇活着。如果他们现在动作快点，或许能保母子平安。为了自己的媳妇儿和孩子，他力排众议，硬是把媳妇儿带到了惠民医馆。当一切安排妥当，交代好医嘱，叶颖才稍微缓口气，坐下喝了口水。在下周正明，谢王妃娘娘救命之恩。好好照顾你媳妇儿，女人生子就是鬼门关闯一遭，以后要好好心疼她。是，谢王妃娘娘教诲。杨柳，你先帮小雨处理一下手术室，我就先回去了。是，姑娘路上小心。哎，姑娘，您知道今天我们接生的是谁家吗？
不知道啊。是京城周家安平侯府，岳父正是世子夫人，岳父娘家也是显赫之家，京兆尹吴大人的千女。哦，那我不是又有钱收了？果然，第二日周家就派人送来谢礼，居然又是银子3万两，而且医馆的费用也一分不少的给了。刘管家感觉自家的小王妃就是个财神爷，这才多长时间呐，就挣了这么多银子。只不过京城里就流传起了一个谣言，莫王娶的小王妃是个贪财王妃。叶颖听到以后不置可否，贪财就贪财，没钱万万不能让你们羡慕去。另一个流言也如疯长的野草，吹遍了整个京城。叶颖能剖腹取子，且母子平安。这个流言其实不是流言，这本来就是事实。可是却有另外一个事实，让大家又不得不考量。叶颖剖腹取子时是带着一个男徒弟。当叶颖听了以后，却无所谓地说道：“想活命，他就不会在乎你是男的还是女的，这就看女人在那个家里的地位如何了。”对，师傅，我再跟着你做2次，就能独立操作了。第二日，叶颖去医馆查看昨日手术的病人情况，一切正常。叶颖现在感觉医馆太小了，要是有几个病人同时要住院治疗，就没地方了。叶颖找来杨成，你问问左右两边的铺子卖不卖，如果能买下来，我们就多装修一些病房出来，如果不卖，我们就重新找地方搬迁。哦，姑娘，小的这就去办。周家媳妇儿刚能下地走，又来了一位难产的。这家很有意思，男方不同意送来做手术生产，眼看快不行了，女方父母兄长直接把人拉走。当母亲的来了一句狠话：就算我女儿被休回家，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女儿死。男方就是不高兴医馆有男大夫做手术，把自家的媳妇儿身子看光了，那还得了，以后他们的脸往哪放啊？叶颖最喜欢这样的母亲了，所以做手术前告诉孕妇父母，这单免费给他们做。这日，皇帝和皇后在凤仪殿里一起用餐。皇上，照此下去，这莫王的王妃会收拢很多人心，这可如何是好？哎，朕有什么办法？这是人家的本事。朕交代你做的东西做好了没有？做好了。为了一个穆叶颖，秦兰臣把穆森给恨上了。最近看丞相总是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穆森也感觉到皇上的态度变化，但他也没办法，他自己也是受害者呀。如今连媳妇儿都被送到庄子上了。时光匆匆，不知不觉1个月过去了。这段时间，叶颖每天晚上都带着秦墨瑶去空间里修炼。王爷，你说我那些粮食拿来干什么用好呢？先放着吧，现在不宜拿出来使用，因为你这找不到出处，会引人怀疑。再说，现在龙胜国还不缺粮。2个人洗漱好，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突然有暗卫来报，说有大批的官兵往王府方向而来。秦墨瑶立刻起身戴好面具往外而去。秦墨瑶刚刚走出碧荷院，就遇到匆匆而来的刘管家。咱们王府被官兵给包围了，走，随本王去看看。当秦墨瑶来到王府大门口的时候，领头的官差正要拍王府大门。这不是董中尉大人吗？不在皇宫好好当差，怎么深更半夜的到我莫王府来了？下官见过莫王爷。今晚皇宫失窃，皇上新得的10颗上等夜明珠被贼人盗走，我们追踪到此，发现他进了莫王府，卑职才不得不来王府拿人。为防止贼人逃跑，所以才让人暂且包围王府，还请莫王爷担待，配合配合。那就请吧。但丑话说在前头，我王府要是少了1砖1瓦，破了1瓶1碗，你董超都要负责。下官一定约束好属下，绝不坏了王府的任何东西。官兵们整齐划一地进了王府，几人一组，开始一间间的搜查。而另一边，秦墨瑶刚出去，叶颖起了身，刚一推开门，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叶颖立刻从空间里拿出一把手枪握在手里，对方不说话。叶颖到旁边点了灯，才看清墙脚下蹲着一个黑衣人，浑身是血。喂，你怎么样？那个人慢慢的抬起头。救我！如果你能救我，却少不了你的好处。而且我会到这儿来，是皇上有阴谋。他今晚的确是去皇宫行窃，但他在逃跑的过程中总是被人赶着往莫王府的方向而来。他不是傻子，一看就知道有猫腻，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其他方向都被堵死了，只能往这个方向逃。黑衣人最后一句话让叶颖心里咯噔了一下，为了知道为什么，看来不得不救他了。行，我救你，等着你的报答。叶颖悄悄地从空间里拿出迷药，突然撒向黑衣人，自己立刻屏住呼吸。果然不出3息时间，黑衣人就软倒在了地上。江大夫的迷药真好用，
看来以后还得再问他要点。叶影立刻把昏迷的黑衣人扔到了空间里，再把换洗室的血迹冲洗干净。刚走出来，就听到外面急促的脚步声响起。王妃娘娘，卑职奉命搜查盗贼，打扰了。哦，那你们搜吧，可别把我的房间搞乱了，不然我唯你是问。谢王妃娘娘。5个官兵一起把碧荷院里里外外都搜了一遍，在换洗室的后墙下发现了血迹。王妃娘娘，可有看到什么可疑之人入室？刚才是有听到什么声音，但后来就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有人，但我没看到。去后花园追。几个人又匆匆离去。叶影见他们走远，回到卧室。主人，床下箱子里被人放了东西。叶影心里咯噔一下，立刻蹲下身把床下的箱子拉出来，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果然多了个包裹。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看，叶影又听到了脚步声，没做多想，叶影把包裹往空间一丢，把箱子推了回去。叶影刚出屋就看到是秦墨瑶回来了。刚才有官兵来搜盗贼，有没有搜到？没有。董超这时匆匆跑来。莫王爷，真是对不起，暂时没有搜到盗贼，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打算再搜一次，还请担待。秦墨瑶眼睛眯了眯，看着董超不说话。这位大人，你搜，只要不破坏东西就行。秦墨瑶看着叶影，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叶影给他一个安心的眼神。官兵们又开始一轮搜查，但仍旧一无所获。董超接到各路下属来报，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时，那脸色越来越难看。对不起，莫王爷，打扰了，这是下官职责所在，下官这就回宫复命。董超见再搜查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只好收兵了。小影儿，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叶影不答，反而一挥手，一个黑衣人和一个包裹就落到了地上。秦墨瑶这才知道，原来叶影已经和盗贼遇上了。秦墨瑶上前查看黑衣人，伤得有点重，处于昏迷状态。他是我迷晕的，他说他会到这里来是官兵故意为之。还有那个包裹是刚才来搜查的人偷偷放的，里面是什么我还没有来得及看，你就回来了。秦墨瑶捡起地上的包裹，打开，一件明黄色的龙袍呈现在眼前。哦，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看来皇帝已经完全容不下秦墨瑶，连栽赃嫁祸这一招都用上了。现在不是安慰秦墨瑶的时候。地上的黑衣人再不治疗就要死翘翘了，叶影可是还等着他的报答呢。叶影走到门外，吩咐杨柳去把张瑞宇给叫来。不一会儿，张瑞宇就匆匆赶来。真是的，都一把年纪了，居然还去做盗贼。不过看着倒还是蛮帅气的，是个帅大叔。叶影和张瑞宇配合，将他身上的伤全部处理好，缝合、包扎、上药，最重的就是肚子上的那一件，几乎肠子都快要露出来了。好了，小雨，你去找2个小厮，把他抬到科院去。今晚你在那儿守着，他的伤比较重，可不能让他死了，我们还没有收转费呢。叶影在王府忙碌，秦墨瑶也安排人各处查看的时候，皇宫里的秦兰臣却是大发雷霆。董中尉，这么好的机会，你居然把差事给办砸了！秦兰臣抓起手边的一个镇纸，就朝董超扔过去。跪在地上的董超根本不敢躲，生生受了这一击。属下的的确确把那个包袱放在了莫王妃床下的箱子里，可是等属下再去搜查时就不见了，前后还不到1刻钟。董超旁边的汉子抬起头来，坚定地说道：“就是说，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就被人发现了，除了叶影，不会有第2个人。但是他能藏到哪里去，却让人搜不到呢？这一点所有人都想不通。”你们可有发现，当时莫王妃的院子周围有暗卫？有，但看我们一队官兵来时就躲了。而且莫王妃的卧室里，他们根本看不见。看来老八这个媳妇儿不简单，小小年纪医术就如此了得，他会发现就不足为奇了。秦兰臣也很懊恼，这个弟媳妇还是他亲自下旨赐的，可如今后悔也没用，这都让他躲过去了。退下吧，记得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是，属下明白。小影儿，我这个皇兄时时刻刻都想弄死我呀！要不我们也去把他给弄死？小影儿，那可是一国之君，这样的想法不可有。要是国君突然暴毙，会引起朝野动荡，对百姓不利。秦墨瑶还是心系百姓的，一旦秦兰臣突然暴毙，其他国家必然会趁隆盛国没有安定之前发起战争，抢夺城池，到时苦的还是百姓。就这么算了？那还能怎么办？秦墨瑶也很无奈。他的身份注定了和皇帝永远不可能和平相处，明明你又没心思去抢他那个位置，真是的，
他怎么就那么不放心呢？因为我有兵权。第二日，叶颖睡了个懒觉，快中午了才起床。昨天晚上两人聊了很久，几乎没怎么睡觉。吃过午饭，叶颖才悠哉的去客院看昨天晚上救的那个帅大叔。叶颖进屋，看到帅大叔居然是醒着的。小姑娘，没想到你就是莫王的那个小王妃。怎么，很奇怪吗？不奇怪，很高兴的认识你。叶颖没想到这么一个盗贼居然还挺健谈。说吧，昨天晚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听说皇帝得了一件宝物，就想去一睹为快，结果我还什么都没看到，就被巡逻的宫卫发现了，交上的手，寡不敌众。以前的皇宫可没这么多巡逻，昨晚上居然处处都有人。我逃跑的过程中，那些宫卫追着我跑了几条街，三面围堵，唯独莫王府的方向可以逃。后来的事你已经知道了。不是说你去偷了皇帝10颗夜明珠吗？不是。盗贼一口否定。叶颖也知道昨天晚上就是皇帝的一个计谋，只不过这个盗贼被皇帝利用了而已。来，本王妃亲自给你换药，你还记得你之前答应过我什么？果然如传言所说，是个财迷王妃。叶颖撩开盗贼的衣服，把他肚子上的箭伤纱布揭开，弯下腰，叶颖脖子里的空间吊坠就露了出来。盗贼看着这个吊坠，眼睛越来越亮。这个吊坠不正是他找了20多年的那个吊坠吗？居然今天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之所以会去皇宫，也是因为听说有宝物才去的，就是带着一种渺茫的希望，看看是不是他正寻找的东西。你这个吊坠哪里来的？我娘给我的。你娘？你娘的年龄你知道吗？当然知道了，我娘30岁。你问这么多做什么？叶颖奇怪地抬起头看了一眼盗贼，低下头继续扎针。你不好奇我的身份？当然不好奇，你现在是我砧板上的鱼肉，什么时候想问都可以。我是晴空楼的楼主。你是罗蒙？秦墨瑶的声音在背后响起。他下朝回来，刚到门口，正好听到这么一句：莫王爷，在下多谢你们夫妻2人的救命之恩。他很出名吗？晴空楼专门打听消息来卖，探子分布4国，是最大的情报组织，而且组织里还高手众多。原来你这么牛，可昨晚却被人追得无处可逃。马是前提啊。昨天晚上我也是估算失败，单枪匹马就去闯了皇宫，以前都没出过事，果然9组黑路必遇鬼，诚不欺我。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莫王爷，在下想在你王府先休养几天，麻烦你能否通知一下我的属下，作为报答，在下可以免费送你3个消息。这个诱惑比较大，晴空楼的消息一般都是比较准的，而且价格昂贵，尤其是一些机密的消息。没问题，小事一桩。秦墨瑶心里也有自己的打算，如果能够和晴空楼的楼主有交情，以后在很多事情上就方便多了。说办就办，秦墨瑶立刻当着罗蒙的面就让护卫找来韩萧安排下去。夜半时分，客院罗蒙的房间突然飘进来2个人。弟子拜见师傅。起来吧。这次您真是大爷了，昨晚您没回来，弟子和阿佑又去了皇宫一趟，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您的人影。这左右护法都是罗蒙捡的孤儿收为徒弟养大的，一个叫罗左，一个叫罗右。让你们担心了，放心，现在没事了。有件事要跟你们说。师傅，您说。我们一直在找的东西找到了。真的？罗左罗右2个自从跟着师傅起，师傅就一直在寻找一个吊坠，并让他们在4国各地寻找这个吊坠，也因此把晴空楼发展到了4国。师傅，在哪儿呢？可否给弟子看看？在莫王妃的脖子上。这么多年以来，我不曾告诉你们我的身份，如今吊坠已找到，我的使命也完成了。现在告诉你们也无妨，接下来的事情还需你们去完成。师傅您说，我们听着。我本是陈阳国国主的义子，在27年前，国主唯一的公主不幸走失，后来查到是被国主一个堂兄弟所害。那兄弟死前还是说出了公主并没有死，只是他让人带去遥远之处丢弃了，但却没说出丢在哪里。国主后来收养了我，并让我在4国查找公主下落。公主身上唯一的标识就是那块吊坠，我就凭着那吊坠的图案，一找就是22年。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竟已过去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师傅，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幼儿，你去把莫王妃母亲的情况查清楚。之前想着就是个通房丫鬟，也没查，这次务必要查得更详细。她应该就是公主，
只可惜人已亡故，不知义父义母知道后会多伤心。查好先给我看看，到时左儿你亲自去一趟陈阳国，拿着我的令牌可以见到国主，向他禀报此间情况。莫王妃就是国主的外孙女，应该不会错。这段时间我会想办法先住在莫王府，等着义父的安排。是。师父，要不要另外安排人保护莫王妃？不用，莫王爷不是吃素的，而且我有另外的打算。行了，你们走吧。罗总和罗佑的到来，秦墨瑶是知道的。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秦墨瑶并没有安排人偷听他们讲话。第二日，习武之人的身体素质都非常好，恢复起来特别快。我说罗楼主，现在你可以回去了，伤只要慢慢养着，自己就能好。本楼主感觉莫王府住着非常舒服，不想走了。不是吧？你想赖在莫王府不走？对。叶颖就想不明白了，这江湖上第一情报组织的最高领导，居然想和朝廷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莫王府牵连上，理由？在江湖上飘累了，想找个地方躲躲，而这里正合我意。哼，你就瞎扯吧。你不信？本楼主是真累了。如果你认我做义父，晴空楼就是你的，你就是名正言顺的少主，但你要给我养老。他的确是累了，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这晴空楼本就是为了找他母亲而建，如今正好交给他来继承。你不是开玩笑的吧？为什么是我呀？因为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这就是我的报答。叶颖还真有几分信了。晴空楼可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情报组织，以后他想知道什么不是很方便吗？你没有子女吗？要我给你养老？有，只是离得太远了，我也很久没回家了，孩子也许都快不认识我了。罗蒙惆怅地说，这些年来他一直忙着到处找人，的确亏待了自己的媳妇儿，在家陪他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可是当年如果没有义父义母相救，根本就没有他的活路，他必须报答义父义母的再造之恩。看来你这个人是为了事业不要家庭的人啊，是我也不养你。叶颖说话真是扎人心，罗蒙狠狠地瞪了叶颖一眼。晚上秦墨瑶从军营回来，晚饭的时候叶颖把今天罗蒙说的话告诉他。你觉得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呀？他真这样说了？秦墨瑶不敢相信，晴空楼的楼主居然这么轻易的就想把晴空楼交给叶颖，一个13岁的孩子，且两人才刚刚认识2天，换谁也不相信啊。没错，他就是这么说的。晴空楼的势力相当大，在4国都有他不少分部。几年前我就通过他们买过消息，的确比较准。你找他们买过什么消息？当年启越国为什么发起战争？什么原因？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不谈也罢。吃过饭，我去找罗蒙再谈谈。你先回房。饭后，秦墨瑶去了客院，罗蒙也刚刚吃完饭。罗楼主，伤可好些了？托莫王和莫王妃的福，死不了。面对秦墨瑶，罗蒙就严肃得多了。白天你和小颖儿说的事，你是当真的？罗蒙一听，自然知道是什么事儿。当真？为什么？小颖儿只是个孩子，难道说就因为她救了你？莫王爷，以后你会知道的。你只需要相信我绝不会害莫王妃。等时机到了，罗蒙自然会告诉你。果然，这中间有别的原因。如果让我知道你对小颖儿有别的不轨的图谋，我秦墨瑶就是倾尽全力也要杀了你。放心，以后我就住在你的莫王府，莫王妃上哪儿我就跟着上哪儿，给她做贴身保镖，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不用你给她做什么贴身保镖。秦墨瑶有些吃味地说，他的小颖儿连他都没有这样的待遇，一个半老头子天天跟在他身边像什么话呀？莫王爷，现在我可以兑现我的承诺，你想知道什么消息现在就可以问我。那就多谢罗楼主了。秦墨瑶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一步，心里在想他最想知道的消息。你可知我的脸究竟是如何被毁的？是皇后与皇帝合作完成的。皇后从你府里得到了你的头发，交给皇帝。皇帝私通启越国的圣女，做法给你下的降头。下降头要距离比较近，所以才有了3年前的那场战争。原来如此，皇兄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为了毁掉我，不惜牺牲百姓利益。秦浩然的腿，应该也是这场交易的牺牲品。夫妻俩真是狼狈为奸。我的母妃的死真的是因病而亡吗？这个问题，我想你自己都能想到吧？我要听你说。
先皇对你的宠爱程度已经让太子和其母妃感到莫大的威胁。太子的母妃就联合了几个妃子，许以一定的好处，就合作害了你的母妃，本想连你一起害的，可是你外出学艺没法下手。一个没有母妃的皇子，想要上位难如登天，况且已经册封了太子，这样一来，他们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只是没想到先皇因此悲伤过度，提前驾崩。如果他能多撑几年，等你成年，说不定这龙胜国之主还真有可能换人。听了罗蒙的话，秦墨瑶悲痛的差点落下泪来。还是自己害了母妃，如果自己是个公主，就不会有这么多事儿发生了。可这是哪几个妃子？这是第3个问题，你确定是要用在这个上面？这个问题其实根本不需要他回答，秦墨瑶也能想得到。看如今哪些人最得势就知道了。如果你想不到第3个问题要问什么，我可以主动告诉你一件事。什么事？你有一半东明国的血统。什么意思？你的母妃，不，或者说你的外祖母，曾是东明国逍遥王的小妾。逍遥王妃趁他不在时，把你外祖母卖到了龙胜国。当时你母妃只有3岁，自然一起卖了。你外祖母是在青楼把你母妃养到12岁，因你母妃长得非常漂亮，被官员看中，老鸨又把你母妃卖给了这个官员养作兽马。这个官员后来把你母妃孝敬给了皇帝，就是你父皇。这个消息险些让秦墨瑶站不住，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还有如此身世。深吸了好几口气，秦墨瑶才缓过劲儿来。你的意思是，我是东明国逍遥王的外孙？不一定，你外祖母是被当时东明国的皇后送给逍遥王的，而你外祖母是从皇宫里送出来的。后面的话罗蒙没有说，但秦墨瑶能想到，他的母妃因为貌美而被父皇宠冠后宫，可想他的外祖母也应该极其美丽。在皇宫里待过的女人又是如此美丽，哪个皇帝不收为己用啊？很有可能被东明国的皇后所不喜，所以悄悄使了手段送给了逍遥王。秦墨瑶走出了罗蒙休息的客院，如游魂一般回到了碧荷院。今晚罗蒙给的3个消息对他的冲击实在是太大了，他感觉自己的人生真的是失败，以后的路何去何从，他心里一片茫然。不，我还有小颖儿，我不能颓废。一旦莫王府倒了，小颖儿也将受到牵连。想到这儿，他又清醒了几分。秦墨瑶洗漱过后，轻手轻脚的上床，生怕把小颖儿吵醒。盖好被子，他又轻轻地把叶颖搂进怀里。小颖儿就是我的全部，为了她，我也会努力撑起莫王府，不让任何人欺负。次日，秦墨瑶休沐，叶颖很高兴，她越来越喜欢有秦墨瑶陪着的感觉，但她自己不自知。今天我们骑马出去玩，怎么样？好。秦墨瑶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她是越来越宠小颖儿了。吃过早饭，2个人各自选了一匹马，牵出马厩。等出了城门，叶颖马鞭轻扬，马儿快速地跑了起来，那种追风的感觉真的是畅快。一口气跑出50里地左右，叶颖才过了一把骑快马的瘾。秦墨瑶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看着小颖儿欢快的样子，她心里的阴霾也一扫而空，一切都没有眼前和未来重要。跑够了，2个人找了个草坪，让马儿吃草。2人席地而坐。昨晚你和罗楼主谈的怎么样？他想让你做义女的事是真的，小颖儿是怎么考虑的？这样的好事儿当然不会拒绝了，便宜不占白不占，不就是认个义父吗？他的年龄摆在那儿，认了也无所谓。这样的组织在手里，以后想知道什么不要太容易哦，而且还有那么多高手下属。2人玩到天快黑才回王府。秦墨瑶的心情也因一天的放松而恢复了平常，但想弄清楚自己的身世的想法怎么也压不下去。晚饭后，叶颖又带着他进了空间练功，一进来就看到动物们忙碌的景象，叶颖感觉自己天天都在过丰收节。秦墨瑶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已经驾轻就熟，到处看了一下庄稼的长势之后，也开始练功。1个时辰之后，2人都从练功中停下来，席地而坐。小颖儿，我打算去一趟东明国。发生什么事了？没有发生什么事，我想去追查我的身世。你的身世？你不是龙胜国的8皇子吗？秦墨瑶叹了口气，把昨日罗蒙告诉他的信息也告诉了叶颖。原来如此。小颖儿，和我一起去好不好？好呀，我还没有到处游玩过呢，正好趁此机会出去走走。
但你的王府你打算怎么安排啊？皇帝会放你远行吗？等我考虑考虑，再做打算。齐墨瑶也知道不可能说走就走，肯定要做好安排才行。这不是1天2天的事儿，而是多则半年，少则3个月。次日一早，齐墨瑶照常上朝，去军营处理军务。叶颖又来到客院找罗蒙唠嗑。叶颖发现这个帅大叔还挺健谈的。罗楼主，今天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下来走一走了？小丫头，昨天跟你说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也行啊，便宜你了，这就等于我给自己找了个长辈。但丑话说在前头，你不可以管东管西的。罗蒙听了叶颖的话，无奈地笑了笑，但也非常高兴，这样他就有正当理由一直留在他身边了。那我们今天就行认亲礼。你急什么呀？等你好了再说。叶颖撇撇嘴，这么想吃热豆腐，走，本王妃陪你到院子里走走，有利于你身体恢复。好，乖女儿，还不叫声义父来听听？干爹！叶颖也不扭捏，脆生生地叫了一声。叫完，叶颖还故意冲着罗蒙吐了吐舌头。调皮。叶颖扶着罗蒙在院子里散步。通过短短几天的接触，叶颖还蛮喜欢这个干爹的。干爹，前晚你告诉王爷的事儿，对他冲击很大，他打算去一趟东明国查询他的身世。在我意料之中。我想和他一起去，我还没有出过远门呢，正好游玩一番。你们都走了，这王府怎么办？皇帝可不一定会同意他离开这么久，所以要想个万全之策。干爹有什么好主意吗？这个要好好想想。晚上你让莫王来找我。晚上晚饭后，齐墨瑶果然来找罗蒙。他也想了一天，直接向皇帝说明要去东明国那是不可能的，这不是给他机会让他死在东明国吗？罗楼主来了，去拿棋盘，我们手谈一局。齐墨瑶让伺候的小厮去拿了一盘棋来，两人摆开阵势，边下棋边聊。你要去东明国的事，小颖儿告诉我了，早知道你要去，我就不应该告诉你。哎，失算。小颖儿和我一起去，你才有意见的吧？那是，他今天都叫我干爹了，他那个丞相爹等于没有，我这个干爹可就不要多操心啊。还把自己的位置摆得这么高，就是不知道小颖儿买不买他的账。如果你信得过我，我给你出个主意。什么主意？我假扮你，再找个和小颖儿身量差不多的小女孩假扮她，你们悄悄走。罗蒙说出了自己想了一下午的办法。齐墨瑶听了，定定地看着罗蒙。为什么是你自己来办？我另外找人也可以。我知道你不信任我，但我可以保证你离开时王府什么样，回来还什么样。以后我自然会告诉你我的身份，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我绝不会害小颖儿，你是小颖儿的夫君，我自然也不会害你，只会帮你。齐墨瑶定定地看着罗蒙，很久不说话，心里在思量他话里的意思。我是小颖儿的至亲，我只能告诉你这点。谢你。齐墨瑶终于吐出2个字，心里也惊了一下，他居然是小颖儿的至亲。但小颖儿的小姑娘你也不用去找，我自会安排。这几天你把军中的事情安排妥当即可，把你的几个副将找来，与我见上一面，沟通一下。谢罗楼主鼎力相助。要不你也随小颖儿叫我一声干爹？还是算了。好了，夜深了，好好休息，你还伤着。明日本王早些回来，让小颖儿行认亲礼。回到碧荷院，齐墨瑶把罗蒙说的办法告诉了叶颖，他也觉得此法甚好，悄悄潜入东明国才好办事。第2日，齐墨瑶果然提早回来，回来时还带了空中的4个副将，2个叶颖没见过，经齐墨瑶介绍，一个叫陈忠良，一个叫何汉明。齐墨瑶果然没有食言，在正院正堂请罗蒙上座，小颖儿跪拜行礼，正式的认罗蒙为义父。罗蒙当场就给了晴空楼的信物，封其为少主，并将此消息告知晴空楼所有下属，见信物如见本人。叶颖恭敬地接过，并郑重地叫了一声义父。叶颖心里也清楚晴空楼的少主意味着什么，所以罗蒙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是感激的。这报救命之恩的代价的确不小，所以这个义父他认得心甘情愿。第2日，府里就出现了一个小姑娘，身量和叶颖差不多。小颖儿，阿婷这几天你就带在身边，让她模仿你的言行举止。好的，干爹。既然要离开一段时间，需要准备的东西就多了，尤其是医馆那边。还好叶颖现在画出的小件东西基本上能够保持半年时间，想来半年之内他们肯定回来了。一切准备妥当，只等出发。
叫阿婷的小女孩学叶颖也学得有模有样。医馆那边需要的东西，叶颖也都准备好了，够他们用大半年的。叶颖正式告诉张瑞宇，她要出远门一趟，医馆就交由她暂时代管。师傅，你不要我了吗？谁说不要你了？我只是出门一趟，又不是不回来了。你好好的把医馆经营好，回来我给你发奖金。啊，这傻孩子这么没有安全感吗？那师傅什么时候回来？大概3个月吧，最迟不超过半年。师傅，路上小心，徒儿等你回来。看张瑞宇的表情，感觉像生离死别似的。从决定要去东明国那一天到现在，大约半个月时间了。这日，秦墨瑶终于准备好，告诉叶颖打算明日出发。王爷，你打算坐马车出城？除了马车，难道还有别的代步工具？王爷，你打算带多少人？我打算带韩萧和10个暗卫，加上我，一共12个人。王爷，我们可以从天上走，这样速度会更快。我现在画的雕可以保持10天左右不消失。叶颖把头伸到了秦墨瑶的耳边，悄悄说道。秦墨瑶也激动地看着叶颖，他怎么就没想到呢？他有个这么厉害的小妻子。小颖儿真是我的福星。秦墨瑶立刻伸手将叶颖抱进怀里。你打算什么时候摘下面具？秦墨瑶的脸基本上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果然如叶颖猜测的那般，帅得人神共愤，而且还不娘气，是叶颖喜欢的类型。等到合适的时节，我自然会摘下。小颖儿想看，当然随时都可以。这晚叶颖没再画牛，把精神力都用于画大雕。因为是大型动物，叶颖画了8幅，精神力就消耗一空。还好之前有画好的，放在书房里以备不时之需。做完这些，叶颖又到楼下调息修炼，直到精神力恢复如初，才出了空间洗漱休息。第2日，叶颖又让杨柳兄妹去采购了一番。要出远门，锅碗瓢盆、吃穿用度需要的东西都要多带些。画出来毕竟需要消耗精神力，还要时间，常用物品能买就买。到了晚上，秦墨瑶把所有人都带到了碧荷院后面的花园。罗蒙和阿婷也来了。让叶颖没想到的是，这2个居然一个是秦墨瑶，一个是他叶颖。叶颖感叹古人的易容术居然如此厉害。拜托了。放心吧，照顾好小颖儿。当着所有人的面，叶颖拿出一幅早就准备好的画。随着叶颖一声起，点点星光闪过，一只巨雕出现在众人眼前。除了秦墨瑶外，都震惊得无以复加。小颖儿，这……干爹，忘了告诉你，我是精神力修炼者，就和你们修习内功心法性质是一样的。我的精神力可以刻画各种事物，这个小乖乖就是我画出来的，一变为实体，它就是真实的了。只不过保持的时间不长，我现在的能力，它最多只能保持10天左右。叶颖一口气解释清楚，也让在场的下属们知道他叶颖的本事。叶颖扫视一周，果然个个神情激动，罗蒙也是激动不已。小颖儿居然有这等本事，真是太便宜秦墨瑶了。好，太好了！希望国主早点让小颖儿认祖归宗，我也能早点结束漂泊不定的生活。孩子他娘这些年也辛苦了，我是该好好陪陪他了。大家愣神之际，叶颖又拿出一幅画，如法炮制，又一只大雕出现，个个都双眼放光地看着叶颖。接二连三，最终一共14只大雕站在众人面前。小嫂子，以后我给你做下属啊。听了韩萧的话，叶颖白了他一眼，不理他。好了，废话不多说了，大家都上车吧。哦，不对，上雕吧。现在天黑，正好不引人注意，我们现在出发。上了高空就比较冷，如果你们谁穿的不够厚的，马上再去多穿一点衣服。大雕每次可以飞行1个时辰，1个时辰就要下来休息半个时辰。你们记住了，跟在我们后面，一定要坐稳了，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不论你有多高的轻功。是。秦墨瑶抱起叶颖，1个跃起就跃上了最大的那只雕背。韩萧见状也立刻施展轻功，挑了一只大雕上了他的背。相对比较困难的就属杨信和杨柳兄妹。柳儿，你可一定要抓牢了，千万别掉下来。二哥，你也一样。出发！叶颖一声命令，大雕一只只展翅冲向了天空。秦墨瑶用大掌把小颖儿裹得牢牢地按在怀里。只几息时间，大雕就冲出了老远。这样的速度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比马儿不知道快了多少倍，而且走的还是直线。风呼呼地从耳边刮过，这时护卫们才感觉到真正的冷。幸好王妃提醒他们多穿衣服。一路向北，万水千山尽在脚下，这种感觉真是太爽了。1个时辰过后，他们已经离开京城起码有300里地。叶颖指挥大雕往下降落，在一处山林里停了下来。他画出来的大雕和他都是心意相通的，
其实根本就不担心大家跟丢，一只只大雕纷纷落地。此处正是一个山坳里，相对比较宽阔。清点了一下人数，所有人都到齐。好了，大家赶紧生火，烤一烤。姑娘，杨柳疾步跑到叶影的身边，想要伺候。感觉怎么样？还好，刚开始有点心跳如雷，后来慢慢适应了，就不怕了。这是杨柳第一次见识到姑娘的这个本事，之前的医术就已经让她佩服得五体投地，没想到还有更让她崇拜的。很快，暗卫们就捡了柴火，一堆篝火就升了起来。大家席地围着篝火坐了一圈，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大雕们突然飞了起来，往林子里而去。喂，嫂子，他们怎么飞走了？他们饿了，要去找吃的。啊？他们还要吃东西？这不是画出来的吗？怎么还要吃东西？这超出了韩潇的想象。他们是真正的雕，自然要吃东西，且无肉不欢。叶影白了韩潇一眼，真的不想理这个白痴。当大雕们找到吃食，吃完以后休息了一会儿，叶影他们也都暖和了过来。小影儿，这次你坐我身后，抱紧我的腰。好，众人再次出发。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一次大家就轻松多了，心情也平复了。一个晚上如此反复休息了3次，天就蒙蒙亮了。叶影安排白天不飞行，大雕不可能连续这样飞行，那样会累死的。又选了一处茂密的森林降落，叶影让大雕们自行休息觅食，而他从空间里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帐篷、锅碗瓢盆等，准备生火做饭。如今叶影的一切特殊，大家已经见怪不怪。有了大雕的冲击，其他的已经根本不算什么。杨柳和暗卫们一起搭灶台、拾柴火，还有几个去附近打猎。没一会儿，果然拖回来几个野物，3只野鸡、1头梅花鹿，还有1只羊。这一顿早餐吃的真是丰富，吃不完的都包起来，等着下一顿吃。吃完早饭，所有人开始搭帐篷，准备休息。叶影自然和秦墨瑶一个帐篷，韩潇把暗卫分成了3个班次，轮流休息，每次留3个人值班。因为这里是森林，如果有猛兽袭击，那就不好了。第1日就这样平顺的过去，也没有遇到猛兽来袭击。等叶影他们睡醒后走出帐篷，10几只大雕团团围着他们的帐篷，也正在休息。秦墨瑶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地图查看，估计大雕的速度，大约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快要出龙胜国了。按这样的速度，他们最多3天就可以到达东明国的京城，如果是骑马，至少要1个月的时间。要是军队前进的速度也这么快，那该有多好。当天色渐渐擦黑，他们一行又开始了下一轮的飞行。这一晚因为起飞的比较早，前进的距离又更远了，天还没有亮，他们就停了下来。大雕已经飞得实在是太累了，不能再前进了。一行人并不知道他们究竟到了哪里，打算停留下来打听一下，再做打算，也让大雕们好好休息一下。韩潇派了叫暗3的暗卫出去打听一下，这里究竟是哪里。到了下午，暗3才回来，把打听来的信息报告给秦墨瑶。主子，这里离东明国都还有800里，离此大约还有50里的地方是一个叫京汉城的城池。好，去休息吧。是。今天晚上我们入城去找一找有没有晴空楼的分部。找晴空楼做什么？我们到了人家的地盘，又没有东明国国民的身份，我们如何行事啊？小影儿想得周到，我本打算在边关那里找人准备的。那就让大家先在这儿等1天，我们晚上进城。好。很快到了晚上，叶影和秦墨瑶坐上大雕向京汉城飞去。50里地，也就2刻钟就到了。他们找了一处偏僻的巷子下落，把大雕收进了空间。2人走出巷子，往热闹繁华的街道而去。随便拦了一个男子，问最热闹的青楼在哪里。晴空楼的情报大部分是靠青楼或者茶楼来收集，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青楼。罗蒙曾告诉叶影，带有梅花形状标识的产业就是晴空楼的产业。很快就问好了路，是一条叫花街的路。当2人来到这条街的时候，叶影真是大开眼界，两边楼上的姑娘们都在向楼下看着，大门口也有姑娘们站着在拉客，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声音娇媚动人。看到这样的场景，秦墨瑶不走了。怎么了？小影儿，我们还是先找家客栈住一晚，我来找你，在客栈等我。为什么？这里不适合女孩子来。好吧，那我们先去找一家客栈住一晚。叶影也不为难他，2人退出了花街，就近找了一间客栈住下。秦墨瑶安顿好了叶影，又来到了花街。秦墨瑶找到了地方，挺了挺胸，大跨步的走了进去，摆出一副高冷的姿态。自从进了东明国，秦墨瑶再也没有戴面具，
那张帅气的脸立刻吸引了堂里姑娘们的侧目，纷纷上前来搭讪。公子，好面生啊，是新来的吗？我可是这春香楼最漂亮的姑娘，让奴家伺候您可好？我才是这春香楼里最漂亮的姑娘，而且还比她年轻。公子，你别听她瞎说。喂，姑娘们，你们干啥呢？可别把客人给吓着了。秦墨瑶看到一个老鸨模样打扮的中年女人向她走来。公子可有相熟的姑娘？不知道妈妈怎么称呼？哎呦，公子还这么客气，叫我鲁妈妈即可。鲁妈妈，可否借一步说话？鲁妈妈看秦墨瑶的神情，眼睛眯了眯，思量了一下，笑道：随我来吧。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啊？秦墨瑶从怀里摸出一个信物，递到鲁妈妈面前，想看看她的反应。当鲁妈妈看到信物的时候，立刻站了起来。您是少主？鲁妈妈前天才刚接到飞鸽传书来的消息，晴空楼有了少主，是楼主新收的义女，只有13岁，而眼前之人明明是个男子，而且一看年纪也不对啊。不是，鲁妈妈，我是你们少主的夫君，一个女孩子不适合来这种地方，我把她安排在离此处不远的客栈。可是少主要找属下。是，有些事情他想问问你。可否明日白天属下再去见他？可以。秦墨瑶来去匆匆，回到客栈，叶影正等着他。找到了，叫春香楼，里面的老鸨正是这里的领头，此时他不方便过来，约好明日过来。看来干爹这个晴空楼真是发展的不错，处处都有啊。应该也就是一些大城市吧，小县城这种地方恐怕不会有。次日，鲁妈妈如约来到客栈。属下见过少主。鲁妈妈是吧？快起来，不必如此多礼。叶影笑着上前扶起，鲁妈妈顺势从地上起来，仔细打量了一下叶影，果然是一个还未成年的姑娘。昨日晚上因脱不开身，暂时未来拜见少主，还望见谅。无妨，你们身份特殊，不引起怀疑是应该的。不知少主找属下有何事？我们打算去东民国京都一趟，有些事情要办，想知道东民国京都如今的局势，不知鲁妈妈这里是否可以提供方便呢？具体的我们这里可能不会很详细，但京城还有我们的分部，去到那里可以知道更详细的信息。没关系，你把你知道的说一下就可以。是。接下来1个时辰，鲁妈妈就把自己所了解的都告诉了秦墨瑶和叶影。东民国皇帝东方朔如今有50有余，膝下有皇子5人，公主6人，大皇子、二皇子和三皇子目前正争储争得厉害，但老皇帝就是不立太子。大皇子是前皇后所出，但因为没有母亲撑腰，虽是嫡又是长，但力量稍显不足。其外加大舅舅也只是翰林院院士，没有很实质的权力，全靠他自己拉拢朝臣支持。二皇子母妃是洪大将军之妹，洪大将军几乎手握东民国1/3的兵权，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三皇子是现任皇后的儿子，皇后是老丞相袁绍兵的长女，在朝野上下有不少文官支持者。现在3个派系成鼎立之势，而东民国的公主，皇帝怕他们的驸马生出野心，都嫁得很普通。叶影听了，心里感慨万分。皇家哪里都一样，秦墨瑶就没什么感觉，因为她也是身在其中。谢谢你，鲁妈妈。你这里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暂时没有，谢少主关心。哦，另外还有一事儿，你有没有办法帮我们搞15个人的身份录影？我们此次来了15个人，2女13男。那就麻烦你了，我们天黑前走，可以吗？可以。接着叶影就把他们一行人的年龄说了一下。有了任务，鲁妈妈立刻离开去办。鲁妈妈果然办事麻利，天黑前就把身份录影送了来。秦墨瑶和叶影是某家镖局的兄妹，其他都是押镖的镖师和下人。这样的安排很合叶影的意，只是秦墨瑶有点小小的意见，怎么成兄妹了？到了晚上，叶影和秦墨瑶乘雕回到了山林里，与大家会合。姑娘，你可回来了？你们没遇到什么危险吧？没有，有些动物想靠近，看到大雕们在这里都不敢靠近，反而有些被我们杀了，烤着吃。奴婢还特意给您和王爷留了一点。好，先包起来，明早再吃。我们是吃过晚饭回来的。好了，收拾一下，我们继续赶路。又是一夜的飞行，越往北天气越冷，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东民国京城外的一座山上降落。又是安营扎寨、狩猎、做吃的，休息了4个时辰，大家才准备下山。
到了山下官道旁，趁前后无人之际，叶颖把放在空间里的马匹和马车都放了出来。叶颖和杨柳坐进马车，其他人继续骑马跟在两侧，一行15人打马前进，只用了半个时辰，就到了东民国京城上都城的城门口。排队入城，守城的士兵检查录影，发现一行人没有什么问题，很快就放了行。入了城，居然有很多小二模样的人在城门口等着。一看到有外地入城模样的人，就立刻上前搭讪。里边请。此时正好有一个看着20多岁的小伙子来到了叶颖他们这一行的面前。各位客官，你们是外地来的吧？小的是新月客栈的小二，如果你们还没有安排住宿，可以到我们新月客栈入住啊。我们客栈的房间干净整洁，厨师手艺高超，做出的饭菜味道绝佳。前面带路。好嘞，客官，请随小的来。叶颖没想到古人这么早就已经想出了这样的办法来拉客。跟着小二走了大约有2刻钟左右，来到了新月客栈，要了7间上房，大家痛快地洗了个澡。晚饭后，秦墨瑶把韩潇叫到房间里来商量事情，叶颖在旁边悠哉悠哉地喝茶。我们已经到了东民国的上都城，本王此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弄清楚我母妃的真正身份。小颖儿她干爹说，我外祖母是从逍遥王府出去的，那么我们的重点，就先调查逍遥王府的一应细末。是。明天我安排大家在城里各处打听，记住，不要让人察觉。是。今夜开始，大家恢复正常作息，不用想着赶路。叶颖美美的睡了一觉。第2日早饭之后，秦墨瑶和叶颖决定先逛逛这个东民国的上都城。杨信牵出马和马车，还向客栈掌柜的要了一个小二做向导。一路上，小二就向杨信介绍这里是什么地方，那里是什么地方。这个小二还算见识广博，那些高官府邸他都能分清楚。而叶颖和秦墨瑶就通过两边的窗户向外看。就这样在大街上晃悠了一天，叶颖也大概摸清了整个城市的布局。南城主要是皇宫和贵族，东城以官宦人家为主，西城是商贸中心，北城平民百姓居住占多数。杨柳，明天你和你哥出去打听一下，给我们租一个院子下来，地方呢尽量偏僻一些。是，姑娘。他们不可能天天住在客栈里，那种地方人来人往，也不方便行事。逛了一天，回到客栈，其他外出打探消息的也都回来了。只是第1天，大家的收获都不多。接下来几天，大家都以打探消息为主。叶颖和秦墨瑶也伪装了一下，去了春香楼，是在第2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去的，没有选在晚上去。青楼都是晚上营业，那时候去人多眼杂。在后门轻轻敲了敲。不知2位来这里做什么？我想找春香楼管事的，有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他。老汉在叶颖和秦墨瑶2人身上细细地看了一会儿。有什么消息可以告诉我，我可以转达。事关重大，只能和你们管事的说。那你们俩先在这等着，我去通传一声。至于管事的见不见你，就不是我能决定的了。老汉把门咣当一关，叶颖和秦墨瑶2个只好在外面等着。大约过了1刻钟，他们听到里面传来脚步声，接着门吱呀一声又开了。主子，就是这2个人找您。不知2位找我何事？请问这位小哥哥，你认识罗蒙吗？罗蒙这个名字一出来，叶颖明显看到红衣男子身上震了一下。2位，请随我来。叶颖和秦墨瑶跟着他来到一间貌似书房的房间，2个像打手模样的人站在门口，一边一个守着。叶颖和秦墨瑶2人不客气的各自坐下。不知2位是何人？叶颖见他认真的样子，看来不是自己想象的那种调儿型的人。在叶颖的心里，穿红衣的男子一般都是正邪难辨之人，或者有特殊癖好的男人。叶颖心里想着，从怀里摸出罗蒙给的信物。红衣男子接过信物一看，立刻起身站到叶颖面前，深施一礼道：罗东见过少主。你叫罗东，不会也是干爹的徒弟吧？正是。干爹还真会起名字，一个罗左，一个罗右，现在来个罗东，是不是还有罗西、罗北、罗南？少主，师父一共收了6个弟子，罗左、罗右常年跟在师父身边，而我们另外4个东南西北各管一个国的晴空楼。今日你们来的正好，我刚刚从外地回来。不错。师兄，我们此次来东民国，有些事儿可能要麻烦你帮帮忙。少主请吩咐。看来干爹的几个徒弟都很尊重他，对他收的义女也这样尊重。我们想了解逍遥王的一些消息。逍遥王？他都已经60多了，他是东民国先帝的兄弟，
当年先皇那一代争储之时，他不参与任何人的争斗，只过自己的闲云野鹤日子，所以他是从先皇那一代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兄弟。我们主要想了解他的妃子或者侍妾，他的女人就比较多了，这个我们还真没有做过了解，只对他的几个主要妃子有些信息，因为一些小人物不值得我们关注。如果想了解的话，我们在逍遥王府也有人，现在去打听也能打听到一些消息。在36年前，逍遥王的王妃卖过一个逍遥王的小妾，且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女儿，听说是当时的皇后从宫里送出来给逍遥王的，着重打听一下这个小妾的具体情况。好的，我尽快安排，最多5日应该就会有消息。逍遥王的王妃如今还健在，他身边的一些老人应该知道这些事情。那就多谢师兄了。不客气。我们会在这上都城待大约2个月，在这期间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成了人家的情，叶颖也不小气。另外还有一事儿，在这上都城里的达官显贵，看看谁家有重病患者，帮我留意一下。我是医者，如果我能够救几个达官显贵，给你做后台，你以后行事也方便很多。老人就算了，主要是一些中青年或者小辈，他们的父兄才真正对你有帮助。也不是叶颖不愿意救老人，而是老人根本承受不住手术，要是熬不住死在自己手里，那就得不偿失了。谢主子。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我们刚到，还没有正式的落脚地点，等我们租到房子再告诉你地方，到时候有什么消息就送过来。好，这守后门的陈伯是自己人。罗东这话的意思就是有事如果他不在，可以通过陈伯来联系。2个人回到客栈，杨柳和杨信也刚好回来。王爷，我们找到了一处住处，并且租了下来，在东城，是一个外放官员的宅邸，暂时没有人居住，想租出去我们就给租了下来。两边也是官员宅邸，我们打听过了，官职都不高。好，等大家回来了，我们就搬过去。我们要不要去拜访一下你的外甥？小雅有什么想法？鲁妈妈不是说她眼有疾吗？我去看看能不能给她治好了，说不定你这个外甥以后会有意想不到的作用。小雅别忘了，他可是和亲公主的儿子，一般这样的皇子是不可能上位的。有些事情不是绝对的，单看在什么情况下，做好准备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小雅说的是，那我们就去拜访一下我这个从没见过面的外甥。说做就做，2人稍作打扮就出门了。4人来到了四皇子东方明城的皇子府门前，门居然是关着的。杨信上前使劲拍门，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打开旁边的角门。请问你们找谁？我家姑娘是万金山天山童姥的弟子，医术了得，想来拜访四皇子，看能不能治好他的眼疾。杨信按叶颖教的自报家门。神经病！小厮看了一眼4人，来了这么一句，然后就要关门。杨信立刻撑住，不让他关。我说的可是真的，你就不为你主子想想，万一要是真能治好，被你这么一挡，几乎就没了。小厮被杨信的这句话说动了，如果自家主子的眼睛真的能好，主子的日子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清淡，毫无波澜。小厮说完这句，还是把门关上，跑进去了。2位主子，可能要稍等一会儿。4人等了大约有2刻钟左右，门才又再一次打开，还是刚才那个小厮。管家，请你们进去。4人随着小厮进了四皇子府大门，绕过影壁就是一个开阔的院子，两边树木遮阴，只是此时已是深秋，眼看就要到冬天了，几片树叶随风飘落，看着有几分萧条之感。来到外院正房大堂外，正有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男子在堂外等着，看到小厮领了4人进来，立刻上前问：请问哪位是神医弟子？我是。叶颖主动站了出来。管家愣了一下，这么小？请问姑娘如何称呼？叫我叶颖即可。姑娘叫咱家罗公公即可。不知姑娘对我们四皇子殿下的眼疾是否有所了解？前2日才刚到上都城，还没做了解，只是听说四皇子殿下有眼疾，所以想来看看。但我的医术我还是有信心的，我能剖腹取子，而孕妇还能活着。那随咱家来吧。罗公公也不废话，带着4人往内院而去。罗公公是哪里人啊？咱家是隆盛国人，你是随公主而来的随侍。是啊，这一来就是20多年过去了。4人在罗公公的带领下往后花园而去，还没有到，叶颖就听到阵阵琴音传来。当走到近前的时候，一个凉亭出现在眼前，一个长发飘飘的白衣公子正坐于亭中，抚着一架古琴。
声音悠远绵长，听不出喜怒，又如远山鸟鸣，时轻时缓，不由得让听者心情平静下来。几人不自觉的都停下了脚步，认真聆听琴音。大约半刻钟过后，琴音渐渐停息，叶影情不自禁地举起双手，鼓起掌来。听见掌声，庭中的人站了起来，半转过身，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殿下，有客来访。不知来客是何人？四皇子殿下，我是一名大夫，想来给你治治眼睛。姑娘可知在下的眼睛已经被无数医者看过，没有一个人能治的。别人不能治，不代表我也不能治。既然姑娘有如此自信，在下配合便是。东方明城还是无波无澜地说道。叶影听了他的话，带头走进了亭子。听到脚步声靠近，东方明城自然伸出手，做出了请的手势，让他们坐下。他也就在自己琴前的凳子上坐下。四皇子殿下，能否把你的演技同我讲一讲？在我6岁那年，我和几位皇兄及随侍在御花园里玩耍，不小心被某位随侍手里拿的枝条打到了双眼，后来眼睛就慢慢模糊，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我能否走近看看你的眼睛？可以。叶影在东方明城的面前站定，伸手掀起他的眼帘，仔细的查看。这是眼角膜脱落症，而且这么多年过去，早就坏死，需要用移植手术才可以治疗。四皇子殿下，你的眼睛我能治。啊，真的？叶影点头。哎呀，真是太好了，谢天谢地。四皇子殿下，你是如何考虑的？姑娘，有几分把握？东方明城心里也不是不激动，而是这么多年以来，他已经失望太多次了，其中也不乏有人说能给他治好的，而结果根本就没有。有8成把握。啊，不是10成把握。四皇子殿下，在花园里谈事情方便吗？关于如何治疗，我建议最好是我们好好谈一谈。治疗你的眼疾，并不是开点药吃一吃就可以的。管家带我们去琴房吧。一般人要私下谈事，都是去书房，而东方明城却是要带他们去他的琴房。这就是失明者的悲哀，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看书，哪来的书房？在罗公公的带领下，几人又转到了东方明城的琴房。一进去，叶影果然看到有好几把古琴，每一把看着都做工精致。几人坐定前，秦墨瑶把周围看了一遍，并冲着叶影点了点头，意思是周围没有其他人。明城，我是你小舅舅。秦墨瑶直截了当地说出了他和东方明城的关系。罗公公听了他的话，吃惊地看着秦墨瑶。东方明城的脸上也出现了震惊的表情。你母妃出嫁前，我还没有出生，但你应该知道我的名字，我是父皇最小的孩子。你是莫王小舅舅？正是。啊，外甥明城见过小舅舅。东方明城起身，正式向秦墨瑶见礼。本王来东明国是为了办一些私事。小舅舅放心，明城不会把你的行踪告知父皇的。秦墨瑶早就猜到东方明城不会透露他的行踪，这对东方明城没有好处。龙胜国有秦墨瑶在，才安定，他们母子也才安定。来给你治眼疾的是本王的王妃，你要叫小舅母。明城见过小舅母。不必多礼，现在咱们来说一说你的眼睛吧。对于你眼睛的治疗，我是通过手术治疗，也就是把别人的眼角膜割下来，装到你的眼睛上，等完全恢复以后，你就能看见了。所以你要想办法给我找到一个可以让我取眼角膜的人，不一定是活人，只要是将死之人，或者是必死之人，或者死后1个时辰之内的尸体也行。谢小舅母，此事我还需要和母妃商量。我和母妃一直过着偏安一隅的生活，没有什么人脉，所以还需得从长计议。东方明城说出了自己的难处，叶影听了也为他们母子的生活处境感到心疼。你能带我们去见见你母妃吗？带小舅母进去应该问题不大，但小舅舅你是成年男子，可能不太方便。那你就带小眼儿进去看看吧，代本王问候二皇姐。等明城和母妃联系好，再带小舅母去吧。今日我们就先告辞，对外你就说小眼儿是你的朋友。我们在京城待的这段时间，你可以帮小眼儿揽一些生意，这样也可以帮你建立一些人脉。你的眼睛好了以后，你也不要争，不要抢，还如现在一样过日子。你记住一句话，不争不抢才是真正的争抢。你只要尽到你对你父皇的孝心即可。谢小舅舅教诲，明城铭记于心。
秦墨瑶提出告辞，罗公公恭恭敬敬地把他们一行送出大门。门外依然是看不见一个行人，真可谓是门可罗雀。当叶影他们回到客栈的时候，其他人也都回来了。秦墨瑶吩咐大家立刻搬到杨姓租下的府邸去，这是一家3进的宅子，还算宽敞，住他们这些人足够了。只是在这异国他乡，他们不敢买下人来用，一切生活都要自己动手，所以这时杨柳就成了所有人的后勤服务人员。秦墨瑶又派杨信去了四皇子府，告诉他们现在居住的地方。如此等了3天，四皇子府传来消息，第2日可以进宫。次日一早，叶影在秦墨瑶的护送下来到四皇子府。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叶影扮成四皇子的小丫鬟，跟随他进宫。小舅母，真是对不住了。没关系，小事一桩。大约3刻钟左右，来到了东明国皇宫的宫门口。守宫门的护卫一看是四皇子殿下的马车，也不为难，稍作检查就放了行。大约又走了2刻钟，才来到秦雨嫣住的宫门前。一个中年宫女早已等在门口，一见阮教来了，屈膝一礼：“奴婢见过四皇子殿下，殿下晚安。”秦姑姑的身体可还好吗？殿下，奴婢一切都好，只是娘娘总是念着您，以后您要常进宫来看望她。她在这深宫也是日子难熬。叫秦姑姑的宫女惆怅地说着。这时，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子走了上来：“明成，你可算舍得来看望母妃了。”孩儿不孝，让母妃担心了。秦雨嫣上前扶起东方明城，牵着她的手上下打量一番。叶影看着秦雨嫣，40岁左右，神色虽有落寞之态，但精神尚好。母妃，这是叶影。秦雨嫣这时才把视线转到了叶影的身上。奴婢叶影见过燕妃娘娘，奴婢是四皇子殿下新收的伺候丫鬟。好。明成既特意介绍，必然这个姑娘有特殊的意义。几人进到内殿坐好，宫人上好茶就退了出去。母妃，今日孩儿进宫有事同您商量。什么事啊？叶影是我的小舅母，莫王小舅舅的王妃。什么？秦雨嫣吓了一跳，转头定定地看着叶影：“弟媳见过二皇姐。”你真的是莫弟的王妃？秦雨嫣虽然没有见过秦墨瑶，但这个弟弟的名气很大，她当然知道。对，莫王也来了，他现在就在四皇子府里等我。他怎么敢来？二皇姐放心，只要你们不说，就不会有危险。你们来东明国做什么？莫王来探寻自己的身世，他身上可能留有东明国皇室的血脉。如果二皇姐方便，也可以在宫里帮忙打听一下。能提供些线索吗？莫王的外祖母曾是东明国逍遥王的小妾，被逍遥王妃卖到了隆盛国。当时母妃已经3岁，他们母女被卖到青楼，在母妃12岁的时候被一个官员看中，买回去养着，后来孝敬给父皇。听说外祖母是从东明皇宫送出去给逍遥王的，是当时的皇后送的。母妃的出生和送去的时间不合适，所以怀疑外祖母可能在皇宫就已失身。原来如此，只是这么多年过去，先皇和先皇后都去了，那些伺候的老人不知道还在不在。本宫正好闲来无事，就打听一下吧，希望能帮到莫弟。只是他这一来实在是太冒险了。谢二皇姐，我们来了才知道明城外甥有眼疾，这么多年也为难二皇姐了，而我正好是一名大夫，我可以给他治。真的？听到叶影的话，秦雨嫣的眼睛都亮了。皇儿的眼疾是他一生的遗憾。真的，不过方法不知您是否接受。明成是因为眼睛受过伤，眼角膜早就脱落，才导致他失明。要想通过药物治好是不可能的，我只能从正常的人眼睛里取出眼角膜给明成换上，恢复以后就能重见光明。还有这样的治疗方法，从不曾听说过。皇儿，你可知道？孩儿也不曾听说，小舅母已给孩儿讲了，但眼角膜的获得有些麻烦，孩儿做不到从别人的身上取用。小舅母说可以从将死之人或者该死之人身上取，刚死1个时辰内的也可以。东方明城把叶影的要求又复述了一遍。秦雨嫣听了，站了起来，在店里来回踱步，思考了好一会儿，秦雨嫣才说道：“可否找你父皇来安排？你的眼睛治好，总要有个正当的理由。如果我们私下悄悄做了，你突然好了，没法向世人说清，而且于我们也不利。
毕竟母妃是和亲公主，一切都要看你父皇的决定。但你怎么说也是他的儿子，他不会不顾你的身体。那二皇姐就自己安排吧，我的身份是随便瞎编的，这里不会有人认识我。不过我想也不会有人去深究一个江湖小女子的出处。好，谢谢弟妹。可是本宫的身份特殊，连件像样的礼物都没有。当年嫁过来时带的那些，这些年为了我们母子的生活，都花得不剩什么了。皇儿又有眼疾，也没有经营一些开源的营生。秦雨嫣有些羞愧，她一个深宫里的女子，又没有娘家可倚仗，龙胜国又处于弱势。二皇姐，明成是莫王的亲外甥，咱不说这些。你刚才说的是，本宫会上心，一有消息就让皇儿传给你们。那就多谢二皇姐了。谢什么，这都是应该的。弟妹，皇儿，中午就留在宫里用饭吧。小舅母，你看可好？没问题，我可是很能吃的。二皇姐可要多准备一些。这才像个小姑娘。说说你是怎么嫁给莫帝的？我可是听说莫帝毁了容，而且你们两个的年龄差距也比较大吧？你应该没过15。叶颖性格本来就外向乐天，也没什么不能说的，就把她和秦墨瑶之间的事儿说了。听了之后，秦雨嫣发出长长的一声感叹：唉，生在皇家，真的有太多的不得已。本宫也不能说皇兄的不是，各有各的立场。在皇宫吃过午饭，叶颖和东方明城才出宫回四皇子府。秦墨瑶见二人回来，才放下心。毕竟小颖儿去的是别国的皇宫，就怕有个什么万一。两人告辞离去，回住处等消息。回去的路上，两人在马车里安静地坐着。秦墨瑶把叶颖抱在怀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两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秦墨瑶总喜欢把叶颖抱在怀里，而且次数多了，叶颖也习惯了。习惯这个东西真奇怪。二皇姐可好？放心，她过得虽然淡漠，但没有什么纷争。这还是因为明晨是个瞎的，又是异国公主的儿子，我估计想拉拢他们母子的人都没有。第二日，秦雨嫣梳妆打扮一番，趁东明国皇帝东方朔逛花园之际，上前拜见。臣妾拜见皇上。妍妃请起。谢皇上。既然来了，就陪朕逛逛这园子吧。是。秦雨嫣默默地落后半步，跟在东方朔身边。两个人漫步在花园里，周围时不时地传来两声鸟鸣，伺候的工人也离得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明成现在怎么样？他时常在府里抚琴打发时间，也没别的事。哎，他那眼疾，朕也没办法。皇上，昨日皇儿进宫来看望臣妾，他说他交了一个朋友，是个小姑娘，是什么万青山上的天山童姥的弟子，医术了得。这姑娘说她能治皇儿的眼疾。哦，皇儿的眼睛有望复明？是的，皇上。那就让这姑娘治治，治好了，朕重重有赏。皇上，这姑娘治疗的手法很特殊。哦，说来听听。据这姑娘说，皇儿的眼睛药石无医，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别人的眼睛换他的眼睛。什么？这姑娘还有这样的本事？这姑娘是这样说的，是真是假没有考证过，但既然她这样说，必然有一定的把握。你今日找朕所谓何事？臣妾想请皇上帮忙物色个人选。那姑娘说最好是从活体上取眼睛，将死之人或者该死之人，又或者死后不到1个时辰之内的尸体都可以，但这样的人臣妾办不到，所以特来求皇上。说到这里，秦雨嫣快走了2步，到了东方朔的面前，跪地磕头。起来吧，明成也是朕的皇儿，你心疼他，朕也一样心疼他。朕允了，给你安排个死囚，如果皇儿真的能重见光明，这死囚可以免死。东方朔亲自伸手把秦雨嫣扶了起来。不过这个治疗过程安排在皇宫，朕从来没见过可以换眼睛的，朕想亲眼瞧瞧。其实听了秦雨嫣的说辞，东方朔并没有相信人真的可以换眼睛，只是东方明成的眼睛已经没有希望，就死马当活马医，给他个机会也无妨。这是皇帝的威严不容置疑，秦雨嫣也没有办法，只好同意。秦雨嫣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陪皇帝逛完园子，就回了寝宫，立刻派人去给四皇子传消息。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叶颖这里。只是去皇宫做手术，秦墨瑶心里放心不下。没事的，我就是个江湖郎中，只要把四皇子殿下治好了，想来东明国的皇帝也不会为难我。他要是敢真的为难我，我就来个彻底消失，他想找都找不到。我陪你去。你这张脸会不会被认出来？我会易一下容。咦，你还会这个？我还以为只有干爹那样的人才会呢。小眼儿别忘了啊，我也是跟江湖人学过武艺的。也是，那就一起去。你和杨柳都给我打下手。你还没有见过我给人做手术吧？商量好以后，叶颖就把杨柳找来，两个人一起培训。杨柳做麻醉、擦汗，秦墨瑶负责递工具和搬动病人。经过演练，两个人都明白自己要做什么了。3日后的早上，四皇子府迎来皇帝亲自派的太监总管吴公公来接四皇子和神医一行入宫。秦墨瑶早就易好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方脸男子，负责给叶颖提药箱。东方明城带着叶颖他们3人进了皇宫，直接被安排在了太医院。当叶颖他们到的时候，东方素还没有到。稍稍等了1刻钟，东方素带着一群宫卫和工人也来到了太医院。所有人都跪地行礼，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叶颖他们几人也跪地行礼。那位是为四皇子医治的大夫？正是民女。你就是大夫？今年多大？回皇上，民女从小学医，今年13岁了。东方素见叶颖没有害怕，大大方方，倒是满意了几分。为皇儿医治，你有几成把握？有8成把握。东方素听了还算满意，8成把握已经算比较高了。那就开始吧。皇上，民女需要一间稍大的干净屋子，准备2张到我腰间的台子，能够躺病人的那种。台子周围再放上2、3张桌子，给我放工具，再有一个架子可以挂东西，然后周围点上多盏灯。陈院长，立刻去办。要求不高，很快就准备好了。皇上，为了防止病人感染，所以民女希望只您一个人进去观看为好。再加一个陈院长吧。行，但全程你们都不可以打扰民女，因为眼睛上的手术出不得半点差错，哪怕是民女的手稍稍一抖，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工作开始，叶颖让杨柳把临时准备的手术室做了一下消毒，让眼角膜捐献者躺在其中一张病床上。杨柳拿出早就准备好的麻醉剂，挂上给捐献者扎针吊上。因为采用的是全麻，没一会儿捐献者就昏睡了过去。叶颖从药箱里拿出扩眼器，将捐献者的眼睛撑开，再用取膜器轻轻按动，就完整的取下了一个圆形的眼角膜。叶颖又如法炮制，取下了另一只眼睛的眼角膜。取膜过程相对比较简单，倒是没有花多长时间就完成了。好了，这个捐献者可以弄出去了。秦墨瑶立刻上前拦腰，将昏睡过去的捐献者直接抱起，送出了手术室。而在旁边一直围观的东方朔和陈院长已经惊得说不出话来。四皇子殿下，现在该轮到你了，请躺到台上。大夫，我真的能重见光明吗？放心，你睡一觉起来，我就给你医治好了，但不是马上就能看见，至少需要10天左右时间才可以拆掉你眼睛上的纱布，然后就能慢慢看到了。要有耐心，不要着急，我会等你能看得见了再出宫。还没有说几句，麻药就起了效果，东方明城彻底的睡了过去。接下来才是重点，你们任何人都不可以发出半点声响。杨柳、阿莫，你们2个要紧密配合我。是。手术开始，叶颖让秦墨瑶从药箱里搬出一架医用显微镜，架到了东方明城的头上，先移到一旁。叶颖又用扩眼器将东方明城的眼睛扩大，先把东方明城眼里脱落不完整的眼角膜去掉，再非常仔细的把刚刚取下的捐献者的眼角膜慢慢的放到东方明城的眼睛里对应的位置。擦汗，杨柳立刻用早就准备好的帕子快速的把叶颖额头上的汗珠擦掉。针线，秦墨瑶立刻用镊子从一个杯子里夹起一根穿了线的细小的弯针递给叶颖，把显微镜的镜头对准他的眼睛。秦墨瑶立刻照办，叶颖用镊子夹着弯针，把头伸到显微镜的目镜处，通过显微镜看着眼角膜的接缝处，用针线开始仔细的缝合。那一针一线缝得非常仔细，整个过程都是通过2根镊子上下穿梭来完成。叶颖时不时的叫一声擦汗，这样的手术要非常仔细认真，在这样高度集中精神的情况下，很容易出汗，但绝对不可以滴到病人的眼里，不然将前功尽弃，一旦感染再也无救。
当第一只眼睛的手术做完时，叶颖抬起头，使劲地甩了甩头，扭了扭脖子，稍作休息，才开始第二只眼睛的手术。如法炮制，第二只眼睛的处理过程同第一只眼睛一样。手术做完之后，又在2只眼里滴了保养液，再裹上纱布和绷带，才算真正完成了整个治疗过程。当一切结束，几乎用掉了1个时辰。东方素和陈院长果然守信，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只认真地看着。而叶颖的整个手术过程简直叹为观止，尤其是陈院长，他作为一个医者，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治疗方法，更是没有见过。而东方素的眼神却是意味深长地看着叶颖。这样的江湖女子，不知能否为朝廷所用，或者给她个身份，嫁到皇家。好了，手术结束。阿莫，你力气大，把4皇子殿下搬出去吧。秦墨瑶上前把还没有清醒的东方明城抱起，把他送到他之前住过的宫里吧。出了手术室，门外居然等着很多人。一看到开门，秦雨嫣立刻走上前来。皇上，皇儿，无碍，先把他送到紫灵宫里休养。这时候2个太监抬来了担架，秦墨瑶把人放到了担架上，秦雨嫣领着人把东方明城送去了紫灵宫。东方素并没有走，反而看着叶颖，眼神深邃。姑娘叫什么名字？叶颖。你这一手医术真了不起。谢皇上夸奖，民女就只会手术，其他的一概不会。民女如果感染了风寒，都要另请大夫来看的。叶颖解释，她可不想被这东明国的皇帝给惦记。刚才的治疗过程叫手术？凡是要用到刀子的都叫手术。那还有什么病症可以用手术治疗的？比如谁家生了孩子是6个手指头，我可以给他切掉1个。6个手指可不是什么好事儿，这古人迷信，认为6个手指的人是不祥之人。谁家要是生了这样的孩子，一般都直接悄悄处理掉了，谁还把他养大呀？叶颖说出这话的时候，东方素心里就膈应得慌，原本想问的现在都不想问了。好了，叶颖姑娘，你这几日带着你的丫鬟去燕妃的宫里住吧。还有这位壮士，你就在4皇子的宫里先住下。谢皇上。东方素领着人走了，秦雨嫣留下的丫鬟主动上前。神医姑娘，燕妃娘娘命奴婢领您去嫣然宫。另一太监也上前行礼，准备领秦墨瑶去紫灵宫。先不去嫣然宫，我们也去紫灵宫。我要先观察一下4皇子殿下的具体情况，晚上再去吧。这时候想来秦雨嫣也不会回自己的宫里，一行人来到了紫灵宫。果然秦雨嫣还在此，一见叶颖过来，立刻上前拉着她的手说：辛苦你了，忙了一上午还没用午膳，本宫这就给你们安排。燕妃娘娘客气了。叶颖他们刚吃完饭，东方明城就醒了。秦雨嫣激动地上前拉着他的手问道：皇儿，感觉怎么样？母妃，我这是在哪儿？在你出宫前的紫灵宫。啊，母妃放心，就是感觉眼睛有点胀痛，其他都还好。东方明城说出此事的感觉。叶颖听到说话声也走了进来。醒了，胀痛是正常的，这几天你饮食一定要清淡，多喝水。你只是眼睛有伤，不影响你其他活动，可以到外面走走。谢谢大夫。见一切都正常，秦雨嫣才放下心来，然后稍作安排，就带着叶颖和杨柳回了嫣然宫。弟妹，刚才报名城出来的壮士就是莫迪，对不对？对呀。你们2个真是大胆呐！想不想相认？叶颖调皮地冲秦雨嫣眨眨眼。秦雨嫣摇摇头，一脸怅然。这是在宫里，处处都要防着，看看怎么找机会吧。没事，总能找到机会的。要不你给安排一个稍微偏一点的房间，晚上让他悄悄过来。秦雨嫣听了眼睛一亮，她怎么就忘了莫蒂可是武功高强，要躲着点来不是很容易吗？好。秦雨嫣果然给叶颖安排了一个后房作为这几天的休息室。到了晚上子时，所有人都睡着了，只有几个职业的宫女还在守着。秦墨瑶如约悄悄来到叶颖的房间。叶颖下午睡了一觉，此时还没有睡着，在等着他。2人又悄悄地出了房间。秦雨嫣早就把伺候的宫人打发出去等着了，此时正在寝房里来回徘徊。听到轻微的敲门声，立刻开门。二皇姐。莫迪。二皇姐，
这些年，你受苦了。当年父皇把我嫁到东明国，就注定了我的日子会是怎么样。不过这些年来，受苦倒是没有，只是太想亲人了。自从出嫁，就再也没有回过龙胜国。虽这期间，龙胜国来过使臣，但从没有一个皇家人来过。这就是和亲公主的悲哀，秦墨瑶也没有办法改变。说穿了，还是龙胜国不够强大。如果足够强大，哪里需要公主去和亲？二皇姐，以后有机会我就常来看你。莫弟，我听说你的脸被毁了，是不是弟妹给你治好的？小颖儿的本事可大了，能娶到她是我这一生最大的福气。秦墨瑶说着夸奖的话，眼神也不忘看了看叶颖。真是的，逮着机会就向她表白。叶颖摸了摸鼻子，把头转到一边，不想和秦墨瑶的眼神对上。二皇姐，明城复明有望，我建议你们还是要做一些准备，不能像以前那样过日子。有些事情不怕万一，就怕一万。那个位置虽然不会落到明城的头上，但有时天会有不测风云。你们最好建立一些自己的人脉和势力，以保万全。谢谢你，莫弟，还有弟妹。等明城好了之后，我们母子会考虑的。秦墨瑶的话，他听进去了，这是真正为他着想的弟弟。还有我身世的事情，还要拜托二皇姐帮忙查查。放心，我会尽力。我和明城虽偏安一隅，但一些工人还是成了我的情的。想来这些年你们手里也没什么钱财，回头我给明城送些去，你们看着花用，需要的地方不需要节省。通过这短短的见面，秦墨瑶对这个二皇姐的印象非常好，能帮一把是一把。听了秦墨瑶的话，秦雨嫣感动不已。谢谢莫弟，等明城好了，我们也考虑考虑做些营生，指望宫里那点份力，根本没办法有什么发展。时辰也差不多了，我就先走了。我们还会在宫里再待几天，直到明城眼睛能看见才会走。好，回去小心些。叶颖和秦墨瑶离开了秦雨嫣的寝室，但秦墨瑶并没有离开，而是和叶颖回到了她住的房间。一个闪身进了空间，此时离天亮还有1个半时辰，两人就在空间里休息。这还是他们2个成婚以来第一次在空间里休息。叶颖的私人闺房就是这么和人分享了。那柔软的现代版床铺，秦墨瑶躺上去就不想起来。她一个古人哪里睡过弹簧床垫？很快两人就入睡，直到杨柳在外面敲门才醒来。外面的声音只有叶颖能听到。天大亮了，快起来！叶颖使劲地推着秦墨瑶。我就不出去了，等你到了紫菱宫，再找个没人的角落把我弄出去，不就行了？看到小颖儿气急败坏的样子，秦墨瑶就知道她想什么，而且重要人物又不是她，也不会有太多人注意到她。叶颖只好自己先出去。姑娘，时辰差不多了，该去吃早饭了，燕妃娘娘正等着你呢。见叶颖开门，杨柳立刻禀报道。来到正厅，秦雨嫣立刻上前拉着叶颖的手，那亲热劲儿就跟见了自己闺女儿似的。小颖儿，来，本宫让御膳房多准备了一些吃食，看看喜不喜欢。如果有什么想吃的，也可以告诉本宫，本宫再让人准备。怎么个个都喜欢叫我小颖儿？不用了，谢谢娘娘，民女很好养的，有什么吃什么。接下来几天，叶颖过起了2点一线的生活，每天给东方明城换药，检查一下，一切都按预期在愈合。秦墨瑶每天晚上都悄悄来到叶颖的房间，一起进空间修炼睡觉。这几天叶颖修炼得很勤奋，隐隐有要突破的趋势。一晃10天过去，这日叶颖正式宣布可以拆下纱布，试着睁眼看东西。东方素也来到了紫菱宫，叶颖慢慢地揭开东方明城头上的纱布。你先不要睁眼，杨柳，你去把所有的帘子都拉上。工人们听到叶颖的话，哪里会让杨柳动手，立刻抢着把各处的帘子都拉上了，屋里立刻就暗了下来。现在你可以试着睁眼了。东方明城按叶颖说的，先动了动眼皮，再慢慢一点点睁开，但是他什么也看不见。你太久没有见光了，不能一下子就见强光，现在你先适应一下，然后我再慢慢拉开窗帘，让光进来。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杨柳，你先拉开一点点窗帘。是。杨柳走到一个较远的窗前，慢慢的拉开一点点。感觉怎么样？我面前有个影子，但不清楚。
再拉开一点。杨柳又拉开一点窗帘，此时屋里的光线和黄昏时差不多，影子更清晰了，能看到头的轮廓。杨柳又拉开了一点，光线更亮了。是个姑娘的影子。那不废话吗？我本来就是姑娘。等东方明城稍微适应了一下，叶影又让杨柳把整扇窗户的窗帘都拉开，眼前的人影更清晰了。你就是给我医治的小姑娘叶影，我看见了，我看见你了。东方明城把头向右转了转，看到了屋里更多的人。父皇。当他看到东方素时，一眼就认出了他。父皇，儿臣终于能看见您了。您怎么比以前老了这么多？你都10多年没见父皇了，父皇怎么能不老呀？东方明城又把眼神转了转，一个熟悉的身影进入他的眼帘时，他的心情更澎湃起伏。母妃。秦雨嫣连连应着，眼泪早已溢出了眼眶，手里的帕子不断地擦着。皇儿好了，你哭什么？臣妾只是高兴的。叶姑娘此次医治4皇子立了大功，朕重重有赏，回头朕让内务府送到嫣然宫。东方素高兴也不吝啬，没想到这个小姑娘果然有本事。民女谢皇上赏。接下来叶颖又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和平时的保养方法。4皇子既然已经能够看得见，那么叶颖就算是完成了治疗。第2天他们就带着皇帝的赏赐出了宫。很快4皇子殿下重见光明的消息传遍了京城上层世家和官家。回到租住的院子，韩萧和暗卫们早已等在家里。你们可终于回来了，怎么样？4皇子殿下的眼睛是不是已经好了？好了。小嫂子就是厉害，韩某佩服佩服。韩萧不忘拍叶颖的马屁。这些日子韩萧带着暗卫们到处打探消息，也小有收获。几人进到内堂坐下，相互交流了各自这几天的事情。王爷，经过我们这几天的打探，还有晴空楼送来的消息，大致情况已经基本了解。具体什么情况？当年您外祖母的确是被逍遥王妃给卖掉的，她是趁逍遥王出去游玩时找了个错处，就把他们母女2个一起卖给了人牙子，而且要求人牙子把他们母女卖得越远越好，所以才会流落到咱们龙胜国的。有没有打探到他为什么要卖掉他们？您的外祖母年轻时非常漂亮，让逍遥王妃异常嫉妒。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您的母妃应该不是逍遥王的孩子。从您外祖母到逍遥王府，再到生下孩子，只有7个月的时间。继续说。您的外祖母的确是先皇后送给逍遥王的，至于您外祖母当时怀的孩子是不是先皇的种，就不得而知了。我们还探到另外一个消息，您外祖母的身份，她是罪臣之女，被送到了教坊司，后来进宫演艺，然后没多久就被先皇后送给了逍遥王做妾。可有探到我外祖母当时的娘家背景？有，是当时东明国丞相的孙女，其实他们一家也是争储的牺牲品，站错了队。丞相和其大儿子斩首，其他男子15岁以上的被充军，15岁以下的全部被卖为奴，已婚女子被卖为婢，未婚的全部被冲入教坊司。可还有活着的？应该还有，不过还在打探之中。继续打探。是。又过了几天，东方明城派人来请叶颖和秦墨瑶过府。2人来到4皇子府，见他仍然在凉亭里弹琴，但脸上的神情再没有了之前的淡漠无波，有了不少的鲜活生气，琴音里也透着欢快。小舅舅，小舅母。哟，眼睛好了，精神气都不一样了哈。多谢小舅母，小舅母医术盖世无双啊。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叶颖傲娇的来了这么一句，把2个人都逗笑了。东方明城领着2人来到之前去过的琴房，并让管家守护好门户，不让任何人靠近。小舅舅，昨日我进宫拜见母妃，您拜托的事，她也探到了一些消息。哦，说说看。您的母妃的确是皇祖父的孩子。这消息可靠吗？当年先皇后宫有个宫女犯了错，被罚到浣衣局洗衣服，并终生不得出宫。母妃打听到她的存在，并把她要到自己的宫里，循循善诱，得到了一些消息。这个老嬷嬷当年是先皇后的贴身宫女，您外祖母被送出宫也是她参与其中的。您外祖母的颜色生得非常好，被皇祖父看中，在宫里宠幸了整整1个多月，被皇后所不喜，找了个由头送给了逍遥王。当时先皇后并不知她怀孕了，
如果知道，肯定不敢把他送出宫的。还有别的吗？暂时就得到这些消息。替我谢谢你，母妃。啊，小舅舅，这是应该的。经过几天的发酵，叶颖治好四皇子眼疾的事情传得人尽皆知。而此时，皇宫内御书房，东方朔的面前跪着一个老者。皇上，老臣的大孙子您也知道，15岁那年从马上摔下来，眼睛就再也看不见了。老臣也想请给四皇子殿下医治的大夫给看看，还望皇上应允。说完，欧坤明重重地磕了一个头。欧坤明本可以直接去四皇子府请叶颖，但他担心皇上对他有别的看法，又或者误会四皇子有结党营私之嫌，不敢直接去找四皇子，特意来求皇上做中间人。爱卿，起来吧，这事儿真远了。你去找明成，让他帮你。那姑娘好像听明成说是他朋友。谢皇上。得到了皇上的应允，欧坤明立刻出了皇宫。欧坤明回到家，立刻写了拜帖送到四皇子府。当东方明成收到欧坤明的拜帖时，淡淡的笑了。果不出他所料，小舅母可是和他讲了，在他没走之前，让他多利用他的医术，给他建些人脉。有亲人帮忙的感觉真是好。东方明成很快就回了帖子，让他们明天来。次日，欧坤明刚下早朝，立刻回家，带了他的孙儿欧坤鹏来到了四皇子府。此时的叶颖正坐在凉亭里，边嗑瓜子边听东方明成弹琴。当罗公公带着欧坤明祖孙俩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殿下，有客来访。下官欧坤明见过四皇子殿下。小子欧坤鹏见过四皇子殿下。祖孙俩同时见礼。叶颖看向祖孙俩，又是一个小帅哥。这欧坤鹏好像是说18岁，眼瞎了，真是可惜。免礼。老臣想麻烦小神医给我孙儿看看眼睛，还望四皇子殿下和小神医给个机会。失明的滋味，本皇子已经体会10多年了，其中的苦谁能理解？你的孙儿与本皇子是同病相怜，自然会尽力帮忙。昨日本皇子已同叶颖姑娘说了此事，所以此时他才会等在这里。谢四皇子殿下。这位就是叶颖姑娘吧？老夫诚意十足，来请姑娘为我孙儿诊治诊治。欧坤明说完，冲叶颖深鞠一躬，而他后面的欧坤鹏也跟着行了一礼。老大人不必多礼，作为医者，救死扶伤是职责。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大夫也是要吃饭的。我的医术可以说是在这上都城那是独一无二的，诊费可不少的。应该的，应该的。还请姑娘报个数，老夫这就回去准备。本姑娘曾救治的一例难产手术，2条人命，主家给了8万两银子。叶颖没有直接报数，而是说起另一个病例。欧坤明听了叶颖的话，心里也吃惊了一下下。钱不是问题，还请叶颖姑娘出手。那就说说您孙子怎么回事吧，我也不是万能的，要检查以后才能给你答复。3年前鹏儿15岁那年，和几个朋友骑马出去打猎，在追赶一群野猪时，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头上起了个包，然后就失明了。大夫开了活血化瘀的药，吃了很久都没用。欧坤明简单的说了一下失明的过程。叶颖听了也明白了，这是脑子里还有淤血没有散开，压迫了视神经。叫欧坤鹏是吧？你过来坐下，我摸一下。秦墨瑶听他说要摸一下，不高兴了。小颖儿，你要摸哪里？我来摸。你摸怎么行？我要感知一下具体的情况，用描述很难把握得准。我是大夫，这点你要记住，大夫眼里没有男女。叶颖才不惯他这坏毛病，以后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病人，难道他只能治女病人？秦墨瑶见叶颖毫不客气地对回来，他只好闭嘴不吭声。东方明成见秦墨瑶那憋屈的模样，忍不住心里偷笑。欧坤明牵着欧坤鹏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叶颖上前把他的头发解开。当时摔的包在哪个位置？欧坤鹏伸手在自己头上摸了摸，定位在后脑。就是这里。叶颖把手按在他指的位置，使劲地按了按。疼？是。老大人，您孙儿这是摔伤以后，脑子里的淤血没有完全化开，压迫了视神经，导致他失明。
那不知姑娘可能治疗？开颅手术，清理淤血。姑娘，这开颅，那人还能活吗？欧坤明说话都结巴了，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开了颅这人还能活着。欧坤鹏听了也是脑子发僵，当然能活了，只不过这个手术可比四皇子殿下的眼角膜移植手术复杂多了。真能活？你不信我？那你可以选择不做这个手术，你孙子就这样失明也无所谓，他也不会受其他影响，一样能活到老。老夫回家考虑考虑。欧坤明不可能现在就做出决定，他得回去和儿子儿媳妇商量一下，还要尊重孙子的意思。那你们回去考虑一下吧，我在这上都城待的时间不会太久。欧坤明爷孙俩回到府里，大儿子和大儿媳就找了过来。父亲，怎么样？老大，叶影姑娘说她能治，但是要开颅。什么？开颅？娘，叶姑娘说不会死人。父亲，那您是怎么考虑的？开颅可不是小事。所以为父当时没有一口同意，就是回来和你们商量商量。庞儿，你是怎么想的？爹，我想试试，如果我一辈子看不见，和个废人有什么区别？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还不如给自己一个机会。如果治好了，我就可以开始新的人生；如果治不好，大不了一死，就当世上少了个废物。鹏儿，你要是死了，你让娘可怎么活呀？莫氏一把抱住了欧坤鹏，哭了起来。每个孩子都是母亲心里的宝，不管他是好是歹，可怜天下父母心。娘，叶姑娘说不会死，大不了我还是继续瞎着。既然鹏儿有这样的决心，那就治吧。如果不给他机会，他就一点希望都没有；给了，也就没什么遗憾了。谢谢爹。第二日，欧坤家就把考虑的结果传给四皇子，但有个条件，欧坤明父子要进手术室看着。他们要看就看，只要不被吓到，影响自己手术，还可以让他们帮忙打一下手电筒，多2个人打灯也不错，看得更清楚。经过3天的准备，一切就绪。欧坤鹏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四皇子府，而叶颖要给欧坤鹏做开颅手术的消息也不知怎么地就传了出去。手术这一天，四皇子府门口围了很多人，都等着看最后的结果。你们可想好了？双方见面以后，叶颖再次确认。想好了。但丑话还是要说在前头，任何手术都不是100%成功，意外谁也保证不了，所以手术万一失败，你们也要有接受的心理准备。但我可以保证，人肯定是死不了。明白。还有，你们可考虑好了，真要进去看，那场面可是有些吓人的哦。如果在里面承受不住，吓晕了或者吓吐了，对我的手术造成了影响，你们可是要担责任的。欧坤明父子俩对视了一眼，他们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想到欧坤鹏是他们的嫡子嫡孙，无论如何也要监督整个过程。父亲，我要进去。进吧，我一把老骨头了，什么没见过，还能被吓着？我也进。好，那你们现在就在心里想一想，那些缺胳膊断腿的血淋淋的场面，先给自己做一个心理建设，别到时候给我添乱子，去了也搭把手，给我打灯。做这个手术算是中大型手术，需要的帮手比较多。叶颖连韩潇都带了进去，还有1个暗卫，也给他们做了简单的培训，但主要还是靠秦墨瑶和杨柳。杨柳，给他麻醉，用量比平时一般的用量多5%，这个手术用时大概要2个时辰。是，姑娘。等待麻药起效的时候，叶颖把所有的工具都拿出来，在旁边的桌上一一摆好，并检查排好顺序，再交代秦墨瑶哪一个如何递给他，2个人要如何默契的配合。时间差不多了，叶颖检查麻醉的效果，感觉差不多，手术正式开始。首先把欧坤鹏头上的头发全部剃掉，消毒，盖好防菌布，划线，确定手术位置。叶颖正式进入了工作状态，揭开头皮，电钻打孔，洗刀切割，取下头盖骨，露出了手术视窗，再认真的查看受创部位，找到压迫神经的血块，处理干净，并检查周围组织，发现没有问题再还原。整个过程，叶颖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一会儿一个命令发出：洗刀，2号镊子，擦汗，手电筒打近一点，查看病人血压，查看病人心跳。紧张、庄严、肃静的场景，每个人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只有叶颖发出命令的声音和工具碰撞的声音。
1个时辰过去，2个时辰过去，手术好最后的头皮，大家才深深的出了一口气。欧坤明父子俩还算给力，整个过程没有发出任何不适的声音。他们的心里是什么感觉，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好了，手术结束。随着叶颖的这一句总结，所有人都放松了身体。小神医辛苦了。整个过程他亲眼所见，才知道多么的复杂和凶险，也让他深深体会到叶颖这场手术的难度。这种神乎其技的医术，天下难找。病人还没有苏醒，手术室就当作病房来用，暂时不用搬动，留下杨柳在手术室里看护，其他人出去吃午饭。饭后，叶颖继续给欧坤鹏挂点滴用药，控制术后并发症，直到第2天早上，欧坤鹏才醒来。麻药早就过了，但是他因为手术而处于昏迷状态。当他慢慢的睁开眼时，居然真的能朦朦胧胧的看见光了，虽不清楚，但事物的大概轮廓已经能够判断。我能看见了。你现在应该看得不清楚，因为还没有那么快恢复，随着后期治疗，你会看得越来越清楚。谢谢大夫，谢谢大夫。欧坤鹏连连道谢，但声音还很虚弱，毕竟他经历了这么一场大手术。旁边的莫氏听到儿子说话，不断的抹眼泪。好好养着吧，起码3个月才能真正完全康复，毕竟动了头盖骨，就是骨缝愈合也要3个月的时间。是，一定听医嘱。叶颖的这台手术第2日，欧坤明就向东方朔详细描述了整个过程。皇上，这叶颖小神医真是人才呀。到了最后，欧坤明无不感叹地说道，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样的人才要是能够留在这上都城，自然最好了。这日，韩笑匆匆地来到四皇子府，找到秦墨瑶。师兄，关于你外祖母的亲人有消息了。真的？我们找了一些老人打听，当年的丞相府15岁以下男丁都被卖为奴，但丞相府有私下的人脉。当时有个官员曾得过丞相大人的救命之恩，为了报答他，就把嫡系的一个男孩买了下来，应该就是你外祖母的弟弟，当年只有12岁，后来带着出京为官，多年之后才回京，但这个官员已经死了，他的后人现在在工部任职，不过官职不高。如果没有意外发生，那么你舅老爷就还活着，今年应该51岁。把这家的底细再查清楚一些。2天后，这家的信息就查清楚了。家主姓洪，叫洪海涛，看来八字缺水，每个字都带水。目前在工部任员外郎，只是一般的小官家，在京城也不算世家大族。他家现在有个小孙子是兔唇，养在家里，很少让他出门。不知道这样的毛病小嫂子能不能治啊？如果能治，可以通过这个和他们扯上关系。一会儿问问小颖儿。到了晚上，秦墨瑶问了叶颖，这个可以治呀，不过要看严重到什么程度。如果特别严重的，缺失很大面积的也不容易治，如果只是一点点，问题不大，修补一下就可以了。韩潇探到我舅老爷的信息了。接着秦墨瑶就把得到的消息告诉叶颖。哦，原来如此，那你们联系一下，我给他看看。谢谢小颖儿。第2日，茶楼酒肆就讲起了叶颖这个小神医的事迹。身穿白大褂，手拿金刚刀，脸上不见一点怯色，大步跨。他是如何给四皇子殿下治眼睛的，又如何给户部尚书家的孙子治眼睛的？就见小神医刷刷刷，那几下说书先生的口才就如他亲眼所见似的。说到最后，说书先生又爆出大料，这小神医还可以治兔唇，而且古代很多人家结亲喜欢表兄表妹结为夫妻，这样出现畸形的可能性就大很多，兔唇就是其中之一。当这个消息传到洪家的时候，洪海涛的儿媳妇刘氏就坐不住了，亲自跑去找自己的公爹，让他出面来四皇子府求医。公爹，儿媳求您了，浩儿可是您亲孙子呀，您就上四皇子府去一趟吧。行了，起来吧，我会考虑考虑。只是咱们这样的门户，不知道皇子府的门能不能进。洪海涛很无奈，他的品阶只有5品，从来没有和皇子打过交道。不过为了孙子，这张老脸他也舍得。第2日下午，他让管家准备了一份薄礼，坐上马车往四皇子府而去。他的这一行动很快就传到了秦墨瑶的耳朵里。秦墨瑶让东方明城出面，之前探得的那些消息，东方明城自然也被告知。洪海涛来到四皇子府门前时，踌躇了好一会儿，才上前敲门。小厮问明来意之后，没有为难，直接领着他去找了管家。
罗公公，老夫想求见四皇子殿下，还望通融通融。洪大人不必多礼，咱们四皇子殿下是最和蔼可亲之人，这就带您去。罗公公早就得了四皇子的授意，就等着他上门呢。罗公公领着洪海涛进了正堂大厅，四皇子正坐在主位等他。下官见过四皇子殿下，四皇子殿下万安。哎，老大人请起。谢四皇子殿下。不知你找本皇子什么事？哎，下官家有个小孙子，今年18岁了，可是自从出生他就是兔唇。下官听说贵府上的神医可以治疗此症，下官特来求医，还望四皇子殿下给牵个线。洪海涛刚刚起来就跪下行礼，真是难为他一把老骨头了。哎，老大人快请起，看在你爱孙心切的份上，本皇子这就去问问看。不用问了，去把你孙子带来，我看看吧。还没等东方明城说话，叶颖就从后堂走了出来，大大方方地说：老夫谢过小神医。去吧，我在四皇子府等着。得了叶颖的准话，洪海涛喜笑颜开地回家，把自己的孙子带了来。同来的还有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叶颖查看了一下洪家孙子的情况，不算严重，只要稍作修补就可以，是一个较小的手术。你们打算现在治疗，还是明天再来治疗？洪家几人相互对视一眼，讨论了一下，最后决定现在就做。他们担心要是明天神医变卦了怎么办？该用的东西叶颖早就准备好。叶颖和杨柳带着洪家孙子进到手术室，做兔唇修补手术。而外面东方明城特意请洪海涛去他的琴房坐坐，让他的儿子和儿媳妇在外面等着就行。到了琴房坐定，洪海涛见还有一个陌生男子也在场，自然是秦墨瑶。洪老大人，有件事情想向您打听打听，但此事还请你不要外传。四皇子殿下，您问，下官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多年前先帝刚刚上位的那段时间，当时的丞相府赵家获罪，这件事你可还记得？记得。你父亲曾买过赵家的一个孩子，对不对？是。他如今在哪儿？还在我洪府，他就是我洪府的管家。听说还在洪府，秦墨瑶眼睛突然睁大，这就说明他还活着。可否让他来见见本皇子？这不知殿下找他何事？洪老大人放心，只是问他一些事情，本皇子并没有恶意。洪海涛出去让小厮回家，把赵管家叫来。大约等了半个时辰，洪府的管家赵志成就到了王府，直接被领进了琴房。秦墨瑶看到一个年约50的老人，精神尚好，生活的经历让他透着成熟稳重，沉静的面容透着风霜。小的赵志成见过四皇子殿下。免礼。洪老大人，本皇子想和赵管家单独聊聊。洪海涛很识趣的出去了。秦墨瑶上前一步：你叫赵志成？正是小的。赵子柔，你可认得？听到这个名字，赵志成立刻抬起头来，死死地盯着秦墨瑶。你是谁？赵志成反问。此时他的内心已经勾起了多年前的回忆。他的姐姐赵子柔自从被送去了教坊司，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突然听到有人提起姐姐的名字，怎能不让他诧异？我是他外孙。你，孩子，你真是赵子柔的外孙？赵志成的声音中还带着哭音问。秦墨瑶点点头。他如今可还好？他已经去世多年。孩子，快告诉我他是怎么去的。接下来秦墨瑶就把他外祖母的一生简单的说了一下，但并没有说出自己是什么身份。听完他的讲述，赵志成又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姐姐的命运比他苦了不知道多少倍，他被洪家买去之后，一直和洪家人生活在一起，反而没受什么苦。孩子，那你母亲呢？我母亲也去世了。可怜的孩子。那你父亲呢？我父亲也去了。秦墨瑶说到这里，感觉自己就是个孤儿。哎，你是个苦命的孩子。秦墨瑶命苦不苦，只有他自己知道，但他现在觉得不苦。他有小颖儿。邱老爷，赵家其他还有什么人吗？充军的都没了。赵家是文人之家，哪能适应最底层的兵丁生活，都死在刀剑之下了。
当年像我这样的赵家后辈早就四散，不知去向了。说到这里，赵志成又伤心地抹起了眼泪。秦墨瑶可以想象，像这样的罪臣或子孙，一般都会放到最前线，就是拿去做炮灰的，能活下来的几乎寥寥无几。你和你的家人可愿到四皇子府来，或者也可以跟我走。什么意思？我可以让你们一家脱离奴籍，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也可以给你的子孙后代一个前程。秦墨瑶确实想帮助他们，他的亲人的确不多，这也算是外家人吧，虽然隔得有点远了，但这对于一个从来没有过这样亲情的人来讲也是难得的。皇家的那些亲人，真正把自己当亲人的有几个？孩子，你能告诉我你的身份吗？周老爷，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但请您放心，给你们平安的生活，或者说相对富贵点的生活还是可以的，但你的后辈还是要自己努力，天下没有永远免费的午餐。让老朽考虑一下吧，回家和家人商量一下。还有洪家，洪家这么多年一直都很照顾我们。洪家的话，本皇子会和洪海涛谈，你们呀，只管考虑自己的想法即可。谢四皇子殿下。这边秦墨瑶认亲结束，那边叶颖的手术也做完了。对叶颖来说，这个修补手术是再小不过的手术，交代一下医嘱，就让他们回去了，让他们3天后再来复诊。由于说书先生的宣传，这些世家还真有人上四皇子府来求医的，都带了厚厚的礼上门。叶颖是来者不拒，但诊费不能少，只要他能治的，他都会接诊。3天后，洪海涛带着他的孙子上门来复诊，赵管家也跟着来了。拆开纱布，伤口愈合的还不错。叶颖又拿出2盒药膏交给病人，让他经常抹一抹，会减少愈后的伤疤和色素。洪海涛祖孙俩一再道谢，尤其是四皇子殿下告诉他不用给诊费，更是让洪海涛感动的老泪盈眶。他可是打听过，之前欧坤家孙子的开颅手术可是给了整整15万两银子。赵管家考虑的怎么样了？东方明城把赵志成叫到一边问：四皇子殿下，小的一把年纪了，也没几年活头了，就不跟着去了。但我的儿孙可否让我那外侄孙带走？赵志成也考虑了很久，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子子孙孙都是奴才下人，所以他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家人也赞同。如你所愿，以后有什么事你也可以来找本皇子。秦墨瑶也无所谓，只是来寻个根，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当天晚上，赵志成就把他的儿孙带到了四皇子府，一共4人。赵志成的儿子赵恩泽28岁，儿媳妇赵王氏，2个孙子，一个7岁的赵鹤福，一个5岁的赵鹤喜。第2日，秦墨瑶就找来2个暗卫送他们回龙胜国，给足了路费，早点上路。这几个人目前不可能得到秦墨瑶的信任，所以不能够到时候和他们一起走。消去他们奴籍的事儿，只能过后让东方明城帮忙了。这几日，叶颖连续治疗了几个人，他隐隐感觉有突破的趋势。这日大白天的就和秦墨瑶关在屋子里，进了空间。叶颖换了好几幅动物图以后，把所有的精神力都消耗一空，立刻下楼盘腿调息修炼。大约1个时辰之后，那种熟悉的感觉果然来临，丹田处前所未有的饱满，突然如潮水一般涌向全身。再次睁开眼，叶颖的眼睛都亮了几分，果然突破到了7级。叶颖尝到了救人的甜头，既能挣钱又能提高精神力，这叫双丰收。叶颖自是喜不自胜，于是立刻来到1楼正厅，来到小宝面前。恭喜主人突破7级，如今你画的牛等动物可以保持1年时间了，而且一次能画100头，加油哦，主人！再升1级，各种医疗器械就可以动手画了。4日，2个人相约去逛街，打算买些土特产带回去。他们要办的事情已经基本办完，没想到还不到1个月，他们预计的2-3个月时间，现在完全用不了那么久。叶颖和秦墨瑶正在尽兴的逛街时，城门外的官道上，几匹快马压着一辆马车，以拼了命的速度往城门口冲来。冲在最前面的侍卫边跑边喊：三皇子重伤，快让开！城门口的百姓听到他的喊声，立刻向两边让开。一行人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三皇子府，立刻一人去太医院请太医，一人立刻进皇宫禀报。三皇子可是皇后亲子啊！陈院长一接到消息，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三皇子府。一进房间，见到三皇子昏迷不醒，身上有几处刀伤已经被简单包扎过，最重要的是胸口中了一箭，箭尾已经斩断，箭头却还深深地插在胸口。
箭头为何没拔？试过想拔的，可是剑到此不敢拔呀，而且正中胸口，看那剑没入的深度，估计已经到心脏了，太凶险了。陈院长看后，大冬天的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没办法呀，这是胸口啊，一个不小心就是个死，这个责任他担不起。当看到三皇子的情况时，东方素也惊得身子晃了晃，皇后直接晕了过去，被身后的宫人扶住。陈爱卿可有办法医治？皇上，太凶险了，微臣没有把握呀。这是心脏位置，一旦拔出箭头，倒钩带起一片血肉，将血流不止，后果不堪设想。这时皇后被宫人掐了人中，也悠悠醒转，听到陈院长的后半句话，直接放声大哭起来。泽人，我的皇儿啊，你可不能丢下母后啊！皇上，您救救我们的孩儿，求求您了！皇后哭的是一塌糊涂，几乎再次晕厥过去。陈院长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可否请叶影姑娘一试？来人，传朕旨意，速去四皇子府，请叶影姑娘来三皇子府。叶姑娘，三皇子中箭，生命危在旦夕，还望姑娘即刻随小的去三皇子府急救啊！叶影听后和秦墨瑶对视一眼，叶影的眼里冒出的是，看又有前兆了，救人如救火，一刻也不能耽搁。叶影和秦墨瑶立刻下楼，上了马车，直奔三皇子府而去。我说王爷，这人我们可以不救的，东明国不就少一个皇子了吗？小影儿，这三皇子最好还是活着的好，这样他们的斗争才会继续。只剩下2个，东明国皇帝就会很快定下太子，他不敢再有闪失。也是，这样好戏才会越来越多。我估计三皇子受伤，也是他的其他兄弟干的，无缘无故的，谁敢谋杀一国皇子？那就更有意思了。我要是把他救活了，这谋杀者不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我是不是会遭恨呢？两人没聊几句就到了三皇子府，趁还没有下马车，叶影就从空间里把药箱拿了出来。叶影带着秦墨瑶、杨柳还有杨信匆匆往里赶。到了三皇子寝房外，所有人立刻让道。叶影上前经过一番检查，还好还有救，他要是再迟半个时辰来，绝对死翘翘。皇上必须手术取出箭头，目前三皇子殿下失血过多，还请把他的所有兄弟全部都叫来，我需要用他们的血。如果三皇子有表哥表弟也都叫来，要快。叶影向皇帝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是故意的，不知道哪个兄弟干的，他又用了三皇子兄弟的血把他救活。想想那种感觉，叶影心里就超爽，恶心到人的爽。皇帝的命令一下，另外几个皇子都不敢耽搁，果然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三皇子府，就连东方明城也来了。这期间，杨柳已经给三皇子做好了麻醉，叶影又让杨柳把几位皇子的血型都验了一遍，一个皇子的血型和三皇子一样，另外2个居然正好是 O 型血，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直接淘汰。手术正式开始，吊上血，等血液补充的差不多了，叶影拿起手术刀，一点点剥开了三皇子的皮肉，抽出箭头。还好，只差那么几毫米就碰到了心脏，真是万幸啊！手术过程又流了不少血，杨柳抽的3个人的血居然还有点不够。叶影让他出去看看有没有表兄弟来了，再抽一点血进来。当叶影处理好三皇子身上所有的伤口后，已经是1个半时辰过去了。叶姑娘，责人怎么样？皇上，民女这是在和阎王爷抢人，不过放心，民女居然抢赢了。听了叶影的话，东方素终于放下心来，而另外年长的2个皇子看着叶影的眼神就意味深长了。皇上，民女是大夫，治了人是要收诊费的，您看着给啊。东方素听了叶影的话，有些哭笑不得，这果然是个孩子，不知道自己救了三皇子殿下得了多大的功劳，却只看到钱。不会少你的。这时皇后袁可欣也反应过来，就要进去看东方泽人，被叶影给拦了下来。皇后娘娘，您现在还不能进去，三皇子现在还没有过危险期呢，万一被您给感染了，可就麻烦了。本宫进去看看，怎么就感染呢？你身上没有经过消毒，还有很多脏东西，就会让很虚弱的病人感染，一旦感染发炎就很难治疗了，说不定会危及生命哦。叶影只好再解释得更清楚，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懂。好了，听大夫的。人救回来了，东方素也就放下了心，现在才有心思查问事情缘由。把今日跟着责人的人都给朕带上来。不等人去找，6个护卫就自动跪到了东方素的面前。说，怎么回事？
回皇上，今日早上三皇子殿下带着我们20个护卫去北山狩猎，我们还没进入深山，就遇到了刺客。我们拼死护着三皇子殿下往回撤，可是敌人实力强大，我们大部分人都被拖住。三皇子殿下中了几箭，还被放了冷箭正中胸口。我们拼死护着殿下逃了出来，我们20个人死的就剩下我们6个。也许是猜到三皇子殿下凶多吉少，后来他们就没有再追赶，我们才赢得了机会把殿下带回府中。东方朔听了护卫的说辞，抬起头在几个皇子身上来回扫视，那无形的压力让他们不得不跪倒在地，但谁都没有说话。这种时候多说多错，几个皇子心里清楚，父皇这是怀疑他们干的。你们几个护主不利，拉下去，每人杖责30。东方朔的命令一出，就有宫卫上前拉着6个护卫下去行刑。东方朔又吩咐让人把金兆颖、霍华亭找来。微臣拜见皇上。霍华亭匆匆进来，跪倒在皇上面前。三皇子遇袭之事，想来你已经知道，即刻派人查个水落石出。是，微臣领命。霍华亭退下以后，东方朔才让跪在面前的几个儿子起来，各回各家去。果然自己老了，他们已经按耐不住了，一股酸涩涌上东方朔的心头。大皇子东方杨博回到府中，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把房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一遍，才卸下心头的火气。这样都不死，真是命大。这该死的叶影，这黑龙潭早不动手晚不动手，偏要挑着叶影还在京城的时候动手。这老三的命也真是够硬的，这么远的距离拉回来还活着，给了叶影救治的机会。最可恨的是还要用我的血来救他。想到这里，东方杨博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他在心里又咒骂了叶影一句。东方杨博在书房里整整待到天黑才开门出来，这期间谁都不敢打扰。来人，殿下，去把钟先生请来。钟先生是东方杨博的老师，跟在他身边多年，现在基本就是他的心腹军师。很快钟先生就来了，见礼后，东方杨博率先走在前面，两人一起去了一间密室，隔绝了一切被听到的可能。东方杨博才开口说：先生，对今日此事有何看法？殿下，一击不中，不可再行此招。皇上不是傻子，自然会想到各皇子身上。四皇子才刚刚复明，不会去怀疑。又是一国主公之子，五皇子才12岁，其母地位低下，也不会往他身上想。唯有您和二皇子，所以您现在一定要保持平常心态，切不可露了马脚。这些本皇子自是知道，希望这黑龙潭能把尾巴扫干净了。放心，他们都是老牌组织，而且也收了钱，没办好事，只有躲得远远的。那个叫叶影的大夫真是可恶，很想给他个教训。殿下，不可，此女是个人才，如果能拉入己方阵营，是个拉拢人的利器啊。哦，说说看。您看最近四皇子府因有这叶影姑娘在，去拜访的客人不知比以往多了多少，都是通过四皇子去求医的，哪个不卖四皇子的账？长此以往，四皇子的人脉很快就能超越所有皇子。谁家能保证自己一辈子不需要像叶影姑娘这样医术高明的大夫？也就是说，这个人不但不能得罪，还要想方设法的拉拢过来。而他一个姑娘家，最好的就是能给他一个好婆家。殿下说的没错。东方杨博陷入了沉思，在密室里来回徘徊许久。东方杨博停下脚步。先生，红儿今年已经15岁了，给她定个侧妃，你看怎么样？您说大皇孙和叶影姑娘？对，侧妃应该也够了，毕竟她只是个江湖女子。可以试试。同样的讨论在二皇子府也在进行。今天三皇子的事，老夫也听说了。外祖父，这事不是四儿干的，那就只可能是大皇兄干的。东方德雄稍显急切地说着。当他知道三皇帝重伤，差点不治的时候，他也吓了一跳。这种阴招他不屑于用，他一直奉行的是实力才是王道，而洪彪也是这样教育他的。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不大可能行得通。老夫猜也不是你干的，
不过重伤那个程度都被那个叶影的大夫救了回来，确实超出老夫的意料之外啊。是啊，孙二也没想到这小姑娘这么厉害。之前她治好了四皇帝的眼睛，还当是运气，没想到她后来又给户部尚书欧坤眠的孙子动了开颅手术，居然还成功了，让孙二不得不对她关注几分。果然医术了得。那你有什么打算？通过这件事情，接下来皇上肯定会对你和大皇子进行打压。父皇迟迟不立太子，皇家兄弟哪个不去争抢，就看谁笑到最后了。现在只能暂时收敛锋芒，安稳一段时间。而这个叶影姑娘，孙儿有些想法。外祖父您看，她确实是个人才，如果她继续为高官之家医治病人，人脉将不可限量。孙儿想，可否拉拢为己用？怎么拉拢？她一个不知来历的江湖女子。二舅家的小表弟今年也14岁了，可以给他定个亲。你是说，让你小表弟娶叶影姑娘？红标听了也不由得眼睛一亮，要是家里有这么一个医术了得的孙媳妇儿，对于他们这种武将之家，不是等于家里每个男人都多了几条命吗？外祖父意下如何？甚好，甚好。好了，就这么定了。我们爷孙俩也很久没喝过酒了，今天心情不错，去准备一些下酒的菜，咱们喝几杯。另一边，皇后袁可欣被叶影拦下，不让去见三皇子。等东方朔处理好事情，也就跟着摆驾回宫了。今天这件事情让他非常生气，同时也庆幸幸好京城来了一个叫叶影的小姑娘。这个姑娘是他的福星，这个福星可不能让她走了，得想办法把她留在自己能掌控的人身边。叫来伺候的宫女嬷嬷，写了一封信送回娘家。当他的父亲袁绍斌收到信以后，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就叫来二儿子袁世申商量。父亲，不知找孩儿何事？袁绍斌什么也没说，把袁可欣送来的信给他先看。袁世申认真的把信看后，面露喜色。父亲，孩儿赞成皇后大姐的意见。这个叶影姑娘这次救了三皇子，不但是皇家的恩人，也是我们袁家的恩人。只是不知她是否能看得上咱们家的义儿啊？等一下把她叫来，好好跟她说说，让她收收心。这样的姑娘，她要是能抓住了，是她这辈子的福气。袁绍斌也有些无奈，他这小孙子呀，被老太婆给宠坏了，不知上进。不过还好的是，没有学一些纨绔子弟吃喝嫖赌。父亲说的是。父子俩商量好，就给袁可欣回了消息，让他出面通过皇帝赐婚，而且也能够因此看到皇帝对三皇子的态度。殿下，您可算醒了。神智回笼，看到面前哭泣的妻子，他才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当时的场景再次浮现，不由得一身冷汗上来。那一剑直中胸口，他当时以为自己已经完了。我还活着，还活着，殿下。你要是有个好歹，你让我们娘俩怎么办呀？以后再不要去狩猎了。是谁救了本皇子？是父皇找了给四皇帝治眼的叶影姑娘，她此时还在府里。您不知道昨日你有多凶险。醒了。三皇子妃正说着，叶影的声音传来，他估算着三皇子也该醒了，就过来看看。叶姑娘，谢谢你救了本皇子。谢什么？我是大夫，治病救人可是要收诊费的。上次那个欧坤鹏可是给了我15万两银子呢。一定给。我告诉你啊，你身上现在可是流着4个人的血。东方泽人疑惑地看着叶影，你大皇兄、二皇兄还有4皇帝，我都抽了他们血输到你的身上，不然你早死了。听了叶影的话，东方泽人也笑了，和叶影的想法差不多，不过他的出发点可就不同了。他遇袭绝对和他的2个皇兄脱不了关系，现在又是用他们的血救了自己，想想就觉得爽。3天后，东方泽人过了危险期，叶影就告辞离开了，其他有太医可以继续。自己要办的事儿都差不多了，秦墨瑶和叶影计划准备回龙胜国。只是叶影这2天却收到了好几个请帖，首先就是皇后要在宫里办赏雪宴，庆祝三皇子节后痊愈。去就去吧，叶影还没有参加过宫宴呢。但秦墨瑶就没有资格了，她一直都是以叶影的兄长身份出现的，又是江湖平民，皇后的帖子里不可能有她，但她又不放心小影儿带着杨柳就去了。
叶颖只好带着他一起去，但他只能在空间里，遇到危险才让他出来帮忙。可是在空间里，秦墨瑶又听不到外面的情况，这个叶颖就没办法了。放心啦，谁敢欺负我？只有我欺负人的份儿。叶颖笑眯眯的安慰。只能这样了，秦墨瑶不得不接受。次日一早，皇后派了马车来四皇子府接人，杨柳扶着叶颖上车。姑娘，这宫里不会有什么危险吧？杨柳从来没有进过皇宫，心里有点虚。我们才立了大功，怎么会有危险？很快就进了东明国的皇宫，因为是以赏雪为由办的宫宴，自然是在御花园里设了一些适合在雪地里玩的游戏。叶颖一到，居然看到除了一些和她差不多的姑娘，还有一些差不多年纪的小子，都是10到15岁之间的。哼，这东明国还真开放，果然是北方，没有南方人讲究。不过男女倒是分开玩的，相隔至少100米开外了。最开始大家都玩得很斯文，滑滑雪，堆堆雪人，拉拉雪地舟。后来有人提议打雪仗，男女混合玩，分成2队。叶颖感觉自己和一群小屁孩玩，没兴趣。可是这时皇后来了，很慈爱地看着叶颖，让她也去玩，她来做裁判。叶颖不好服了她的好意，也下场了。只是在玩的时候，总有几个小子在她身边转，还帮她挡一些姑娘们朝自己扔来的雪球。当叶颖道谢的时候，他们就会自我介绍一句：我是大皇子府的东方弘毅，我是丞相府的袁隆义，我是洪大将军府的洪俊义。而一边看着的皇后却是一脸黑线，没想到那2家也打着同样的主意。想到这里，袁可欣再也没有心思看下去，让随侍的公公安排他们去吃个午饭，就让他们都出宫了。到了晚上，东方素来袁可欣的宫中，这2日为了安慰皇后娘娘，东方素都是到皇后宫中来歇息。皇上，这次凶险，幸好有叶颖姑娘在。是啊，所以朕给的诊费也不少啊。当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叶颖就直接开口要诊费，他这一国之君总不能小气了。谢皇上。这次责人的确是遭了大罪。皇上，臣妾有个想法。什么想法？这叶颖姑娘虽是来历不明，但医术堪称天下一绝。这样的人才，臣妾觉得应该留在咱们东明国。她毕竟是个女儿家，如果给她一个好的婆家，她自然就会把心思落在咱们东明。朕也正有此意。皇后有什么好的建议？臣妾娘家的2侄儿年岁相当，臣妾想求皇上给指个婚，您看可好？东方素听了袁可欣的话，没有立即做出回答，而是看着袁可欣，眼神微眯。皇上，此事朕心里自有思量。好了，你先休息吧，朕去御书房处理些事情。说完，东方素起身甩袖而去。袁可欣看着东方素离去的背影，心里忐忑不安。他一眼就看出皇上这是不高兴了。东方素心情沉闷地走到御书房门口。父皇，一声呼唤把东方素从情绪中拉了出来，抬头一看，居然是大皇子东方杨博。这么晚了，找朕何事？东方素带头跨步进了御书房，东方杨博紧随其后。父皇，孩儿听说这叶颖姑娘来路不明，孩儿怀疑她并不是东明国人，而她那手医术又的确不错，这样的人才应该留在咱们东明国的，所以孩儿想了个主意，恳请父皇将她赐婚给弘毅作为侧妃。听了他的话，东方素眼神冷了几分。哦，怎么是侧妃，不是正妃？这叶颖姑娘只是个江湖女子，教养上可能担不起主母的责任。你回去吧，朕心里有数。东方素挥了挥衣袖，打发人走。第2日下了早朝，洪大将军求见。微臣参见皇上。洪将军免礼。谢皇上。不知洪将军找朕有什么要事？皇上，老臣是个武将，受伤是常事。如今咱东明国来个叶颖姑娘，在外伤上很有一手，这是我们武将的福音啊！所以老臣恳请皇上为我家孙子洪俊凯赐婚叶颖姑娘，让我们洪家男儿多些活命的机会。洪将军，此事朕也为难，来求娶叶颖姑娘的人家太多了，朕要仔细思量思量。你们可有去征求过他本人的意见？东方素很无奈，面对这个跟了自己这么久的老将，也不能给脸色。老夫想着他一个姑娘家的，又没有长辈，又没有背景，如果能得到皇上赐婚，那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所以直接就来求皇上赐婚。洪将军，
你先回去吧，等朕考虑考虑。等红标走后，东方素的脸色立刻就黑了下来。一个个都想打叶影的主意，当朕是傻子吗？都想利用叶影拉拢人，好为自己建立人脉。看来几个皇儿真的是不太安分了。唉，老了。次日早朝，东方素分别下了3个皇子的面子，在每个阵营里找了几个官员发落。回到御书房，东方素又思量了很久，终于拿定主意，叫来总管太监吴公公伺候他写圣旨。写好以后，让吴公公带着几个宫卫亲自送到四皇子府宣旨。当罗公公得知有圣旨到时，立刻小跑去通知东方明城。东方明城换了身衣服才出来。吴公公，近来身子可好？托明王爷的福，还能再伺候皇上几年。不知父皇这次又是下的什么旨啊？好事儿，还请王爷让叶影姑娘也出来吧，圣旨啊与她有关。叶影和秦墨瑶准备离开的事儿也准备的差不多了，今日正好来和东方明城告别，并给他留一些钱，让他后续好经营自己的人脉。叶影听说圣旨还关于他，也是好奇，很快就出来了。秦墨瑶就在厅里没出来，他一个异国的王爷，可不想跪着东明国的皇帝。叶影就无所谓了，只要能得好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女子叶影，才貌双全，贤淑大方，温良敦厚，品性出众，朕对之甚悦。今明王东方明城宴集已遇，正适婚之时，此2人堪称天造地设。朕特赐婚与2人，则良辰吉日完婚，可等叶影姑娘及后圆房，钦此。吴公公尖利的嗓音不急不缓地宣着圣旨。跪在地上的东方明城听了那叫一个心惊胆战，而叶影听了那叫一个莫名其妙。躲在厅堂里的秦墨瑶听的那叫一个火冒三丈。秦墨瑶好不容易忍着等吴公公念完，直接就跳了出来。东明国的皇帝好大的能耐，居然给一个有夫之妇赐婚。这话是什么意思？这叶影姑娘已经嫁人了。这位壮士，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叶影是我的妻子，我是她夫君，就是这个意思。吴公公大吃一惊，没想到每天跟在叶影姑娘身后的这位壮士就是他的夫君。秦墨瑶直接走到吴公公面前，抬起一脚把他踹倒在地。跟来的几个宫卫见吴公公被踹，立即上前就要对秦墨瑶大打出手。结果8个人在秦墨瑶的手里，居然每个人只走了1个回合，就直接趴在了地上。可以想象秦墨瑶如今的武力值有多么强大。这8个人可都是宫卫啊，是经过千挑万选的人物。吴公公顾不了那么多，立刻爬起来，忍着被踹的疼痛，在8个宫卫的护送下，立刻回宫向皇帝禀报此事。小舅舅，你们现在就走，要快，不然就出不了城门了。好，那你多保重。小眼儿在房里给你留了30万两银子，好好生活，不要让你母妃受别人欺负。多谢小舅舅和小舅母，我一定照顾好母妃。东方明城也顾不上客气了，让他们立刻走为妙。秦墨瑶和叶影带上杨柳兄妹还有暗卫们立刻出发。我们不走南门，从北门出，给他们制造一些迷雾。好，都听小眼儿的。为了不给东方明城留下麻烦，他们选择先骑马出城，到了隐蔽的地方再消失不见。这样东方素派兵追也追不到人，就算过后拿东方明城出气，也只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不了了之。果然不出东方明城所料，当吴公公回到宫里，把事情一禀报，东方素立即做出决定，强抢，直接拿秦墨瑶做威胁，把叶影留在东明国。当官兵来到四皇子府的时候，被告知叶影因为圣旨的原因已经跑了，官兵立刻又掉头往城门口追去，结果自然是追不到的。而东方明城看时间差不多了，整理了一下衣服，坐上马车进宫向父皇请罪。此时的东方素正在御书房里徘徊，等着结果。皇上，明王殿下求见。让他进来。孩儿拜见父皇。这个叶影她嫁人了，你怎么从来没有提过？东方明城这时候来，纯粹就是个出气筒了。孩儿真的没想到您会突然下旨给我们赐婚，如果您提前给孩儿讲，孩儿一定就说明她已经嫁人了。她为什么这么小就嫁人了？这孩儿没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她是什么来历，你可清楚？
之前孩儿眼瞎，经常坐在院子里弹琴。夜影姑娘某天从孩儿府门前经过，听见孩儿的琴音就敲门进来，想听孩儿弹琴，就此认识的。至于他的来历，他说他是从万青山来的，他师父丢下他去云游了，走之前就把他许给了自己的武学弟子，就是经常跟在他身后的那名壮士，您也见过的。刚才吴公过来禀报的时候已经讲了，那个壮士武功非常了得，果然是江湖人士。那你可知道他说的万青山在哪里？好像就在我们东明国和陈阳国之间的那一片森林里，他们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所以才会进入我东明国后花钱买了路引。东方明城把早就编好的借口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尽可能地打消东方素的疑虑。又过了大约半个时辰，负责去追叶影他们的统领回来禀报，追出城大约5里地就不见了他们的踪影。气得东方素把玉案上的砚台直接扔到了地上，又把东方明城狠狠地骂了一通，才消了点火气，让他滚回去思过。而叶影一行出城5里以后，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如来时一般拿出几张早就准备好的画，引出10几只大雕，一人一鸟，很快冲上天空，不一会儿就飞进了附近的一个山林降下。此时的秦墨瑶还是一脸黑线，还在生气啊！居然敢打我妻子的主意，换哪个男人受得了？更何况小影儿可是我心头的宝。秦墨瑶没好气地说。听到秦墨瑶这话，叶影怎么感觉心里甜丝丝的呢？要不我们今晚去盗空他的国库，给你出气？秦墨瑶听了眼睛一亮，这主意甚合他意。秦墨瑶让大家在此等候并注意安全，然后和叶影2人乘上一只大雕，又往京城方向而去。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降下，现在时辰还早，两人先踩好点。国库是一个国家的重中之重，来回巡逻的士兵一波接一波，两个人一直等到快子夜的时候，这时是人最困的时候。秦墨瑶抱着叶影施展绝顶的轻功，在几个巡逻的士兵刚刚过去，趁下一队还没有来时的间隙，引到了一个角落处，又没有灯光，两个人又穿着黑衣，在不动的情况下还真难让人发现。叶影从空间拿出一支超大号的毛笔，就在墙上直接画了起来。只一会儿功夫，一扇门就出现在了墙上，叶影把门推开，两人一闪身就进去了。巡逻的士兵和看守都在国库的外面，而里面却是空无一人。叶影和秦墨瑶进来以后，里面黑漆漆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叶影又从空间里拿出早就画好的手电筒，当手电筒的灯光一照，哇，银灿灿的金子一架又一架，哇，好多银子！叶影惊呼出声，他空间里的那点银子和这个比起来，简直是少得不能再少。哈，王爷，快，你拿手电筒！看到叶影那兴奋的表情，秦墨瑶也跟着兴奋起来，接过叶影递过来的手电筒给他照明。叶影大开杀戒，大开精神力，烧，一架架银子直接从秦墨瑶的眼前消失不见。叶影的欢快的收声听着是如此的悦耳。大约1刻钟，叶影累得直接跌坐在地上，精神力不够用了。叶影大喘着粗气，秦墨瑶立刻上前扶着叶影。小影儿，要不就这样算了吧，可不能把你累坏了，为父会心疼的。等我歇会儿，走，去空间里再修炼一下。两人凭空消失，进到空间，叶影立刻盘膝而坐。大约半个时辰，精神力又满满当当的了。两人又出了空间，刚才我们收的都是银子，国库难道没有金子吗？我们找找。两个人就在国库里像逛图书馆似的逛了起来。果然，国库居然还有地下室，一个拐角处有个楼梯直通地下室。当金灿灿的黄金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叶影笑眯了眼，又是一阵收，直到消耗完所有的精神力，叶影才停下来。小影儿，就这样吧，我怕把你累坏了。我们差不多搬空了他一半的国库，也够解气了。行吧，咱们再修炼一小会儿，不然咱们连出都出不去了。两个人又回到了空间，修炼了一会儿，补充了一部分精神力，时间也差不多了，总不能等到天亮才出去啊，那不就暴露了。两人又来到刚刚进来的位置，秦墨瑶抱着叶影，又趁两队巡逻士兵交错之间，利用绝顶轻功一跃而起，以最快的速度消失不见。我刚才怎么感觉有风声啊？马上又要下大雪了，当然有风啊。我怎么感觉今年的雪比往年大呀？我也觉得，你说会不会有雪灾呢？来到一处偏僻的巷子，两个人才停下来。嘿，真刺激！小影儿，辛苦了。王爷，我想起来一件事，我们可是冲着逍遥王府来的，
好像没他什么事儿似的。要不趁着今晚去给逍遥王一个教训，比如也去逍遥王府里倒一圈。还是算了，两个快要入土的人也没必要了，都是上辈人的事了，而且累着我的小影儿，我可是会心疼的。那就算了，我们走吧。趁着天还没有亮，两个人又乘着雕回到了山上，与大家会合。一看到他们回来，杨柳立刻上前给叶影端了一碗热水。姑娘，快喝点热水，暖暖身子。这东明国的冬天真是太冷了。你怎么不睡觉啊？叶影接过水问了一句。您没回来，奴婢睡不着。杨柳露出一副傻傻的笑容，这姑娘也是个实心眼儿，不过叶影喜欢。此时天已经差不多快亮了，大家继续休息。第二天白天也不适合赶路，又是在山上待了一天。到了傍晚，叶影和秦墨瑶才从帐篷里出来，实际上是从空间里出来。现在大冬天的又下着雪，可比来时更加辛苦多了。而这一天的东明国京城简直是炸开了锅，国库被盗，这是何等的大事！城门紧闭，全城戒严，官兵挨家挨户的搜查，不管地上地下，无一死角遗漏。当东方素接到消息的那一刻，简直气得晕了过去。好不容易在陈院长的救治下醒了过来，直接捶胸顿足，一口老血直接喷在了龙床上。搜，使劲搜，务必要把被盗的银两找回来！东方素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嘶吼出来。京兆尹的人手全部出动，工位抽调30%，经济处全部出动，满城都是搜查的官兵。只是天都黑了，也没有搜出1两银子，反倒查出几处黑暗势力，直接给灭了。今天的东明国京城一定特别热闹。叶影笑眯眯地说道，那表情有点欠揍，没去看热闹，真是有些遗憾。秦墨瑶听了叶影的话，伸手在他头上摸了2下，也跟着笑了起来。自作自受。秦墨瑶悠悠地说，他要是不给他的小影儿赐婚，哪里招来这样的横祸？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一下出发吧。一人一雕坐稳，一飞冲天，乘风而去，如来时一样，飞飞停停了1个晚上。由于天气太过寒冷，飞行速度不是很快。天快要亮了，正准备降落的时候，叶影的脑海里传来小宝的声音：“主人，下面发生雪灾。”雪灾？叶影就有些纳闷了，发生雪灾和他有什么关系？主人，你如果去救灾民，对你有莫大的好处。别忘了你的精神力提升，救人也是主要贡献之一。这个诱惑有点大呀。叶影立刻拿定主意，反正也是要在此休息，就耽误1两天也无妨。大家下降以后，个个都冻得面红耳赤，都不用秦墨瑶吩咐，一个个的都积极的去拾柴生火取暖。王爷，下面有个村子遭了雪灾，我打算去救人。小影儿怎么突然有这样的想法了？对我有好处。这样一说，秦墨瑶立刻就明白了，大概和他的修炼有关。好，我们稍作休息，就下去救人。暗卫四处拾了柴火，很快就升起了火堆。叶影拿出锅碗瓢盆，杨柳立刻开始做饭。飞行了一夜，个个都饥肠辘辘。昨夜下了一场暴雪，农村的房屋大部分都不是很结实，被这大雪一压，垮塌就成了必然。叶影他们进到山下的村子时，听到处处都是哭声叫声。叶影吩咐杨信立刻去联系村子里的村长，并告诉村长他是大夫，赶紧把受伤的人都抬出来送到他这里来。叶影让暗卫们赶紧把帐篷支起来，凡是送来的伤者立刻抬进帐篷。这个村子叫周家村，是个大村，有500多人。昨晚一场大雪，几乎1半村民的屋子都被压塌了。村长叫周振兴，此时他正指挥着村里的壮丁各处挖人。大冬天的，急得他都快要冒汗了。动作快点，都给我快点！杨信打听着走过来的时候，就听到周振兴正指挥救人。周村长，我叫杨信，送我家姑娘回家过年，正好从这儿经过，见到村子里受了灾，而我家姑娘正好是大夫，让我来通知你，如果有人受伤，即刻抬到我家姑娘那里，她可以马上救治。杨信一口气把话说完，定定地看着周村长，等着他的回话。一个陌生人，周振兴不可能马上就信任。你家姑娘在哪儿？在村口，周村长可以随我去拜见我家姑娘。村长，这王老二的腿已经断掉了。村长，快叫人抬上跟我走。快抬着他到村口去。2个壮汉找来门板，立刻抬上王老二，跟着杨信匆匆往村口而去。周村长也紧随其后，他要去看个究竟。叶影早就准备好，看到抬了人来，立刻吩咐杨柳准备救治。很快，人被抬进了帐篷。叶影拿剪刀剪开他腿上的裤子，用手捏了捏，果然腿骨断了。叶影让伤者咬紧牙关，
摸着断裂的位置，然后使劲一抬。王老二发出一声惨叫，骨头归位。叶颖让韩潇找一些木条削平，绑住固定。周村长看见叶颖整个治疗过程有模有样，相信了他是一个大夫，然后转身跑进村子，组织壮丁继续救援。整个过程他连句话都没有机会和叶颖说。秦墨瑶让跟来的几个暗卫抽出5个去帮忙救援，其他几个帮助叶颖救治病人，他也参与其中。没一会儿就有伤者抬了过来，韩潇和几个暗卫帮着叶颖抬进抬出伤者，一些小伤杨柳就处理了，叶颖主要处理一些受伤严重的，有些甚至需要临时手术。秦墨瑶一直在旁边打下手。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伤者不断的送来，几个帐篷里全部安置了伤者。幸好叶颖修炼比较勤快，体质不错，不然昨天晚上就没有睡觉，一直忙到了快天黑，中途只抽了点时间吃饭。一共救治伤者68人，其中重伤22人。这次雪灾，这个村子受灾非常严重。快天黑的时候，周振兴才来到了叶颖这边。这一天他也是累得够呛，作为村长，这是他的责任。村里另外还有一个大夫，那里也收治了好些人，不然这次雪灾，村里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叶姑娘，在下十分感谢您伸出的援手。周村长直接跪下给叶颖磕头，这是一个好村长，他给叶颖的印象不错。哎，周村长不必多礼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身为医者，遇上了身把手是应该的。叶姑娘高义。行了，你也忙了一天了，我们这里不需要你管，我们能够自行处理，你赶紧忙你的去。天已经擦黑，救援也告一段落，能挖的都已经挖出来了，村里到处一片哭声。周振兴统计了一下，大约死了30多人，房屋倒塌，活着的人还没有地方住呢，只能安排到没有倒塌的房屋里挤一挤，先过了今晚再说。次日一早，叶颖还是早早的起床查看伤者的情况。见叶颖这么辛苦，秦墨瑶心疼的好想让他停下来，可是他只能默默的给他打下手。叶颖他们刚刚吃过早饭，周村长就来了，后面还跟着几个抬门板的壮汉，门板上各躺着一个人。叶姑娘，真是麻烦你了，这几个实在是伤得严重，现在高烧不退，村里的大夫实在是没办法了，您看看是否有办法救救他们吧。叶颖二话不说，立刻上前查看，果然3个都烧得很厉害，有一个已经昏迷了。杨柳，每个给他们打1针退烧针。是，姑娘。杨柳一个镖师家的女儿，被他训练成了一个合格的护士。接着，叶颖又开始展开了忙碌的治疗。一个是被砸了背部，断了肋骨，伤了肺部，估计胸腔已经有了积液。叶颖立刻插管引流，果然如他猜测，如果再迟半个时辰，这个人就死定了。第二个是砸到了胸腹，引起了内伤，叶颖不得不进行剖腹处理，果然肝脏都已经破裂，叶颖立刻进行清淤缝合。第3个是大腿粉碎性骨折，村里的大夫处理的不好，这又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当这3个伤者都处理好，叶颖已经整整忙了4个时辰，1天的时间也都过去了。这次叶颖真的是累得不行了。当一切处理好，叶颖瘫在凳子上，再也不想动了。秦墨瑶弯腰把他抱起，进了他们专属的帐篷。还有力气吗？带我进空间，你好好调息一下。还好，叶颖有气无力地说。等叶颖稍作休息，2个人进了空间，叶颖立刻盘腿调息，秦墨瑶也不打扰他，走到地里查看庄稼。空间的土地目前看上去大约有1/10被耕种了。看到这样的情景，秦墨瑶越来越心疼叶颖，这得何年何月才能种完呢？虽不用小颖儿亲自动手，但要画出那么多的动物，不知道需要消耗多少精神力。看完一圈后，秦墨瑶走到叶颖身旁，也盘腿调息练内功。叶颖每次调息也是一个恢复的过程。此时的叶颖正引导着精神力游走全身，总感觉有一层膜快要被他捅破了。他努力地冲，一冲再冲，突然那一层膜就像水波一样荡开，一股磅礴的力量冲进了他的丹田，差点让叶颖承受不住。叶颖立刻稳住心神，使劲儿地控制住血脉的涌动，慢慢一点一点引导，使这股气浪慢慢地散发在全身血脉之中。这一次调息修炼，叶颖整整花了5个时辰才完成，从来没有修炼过这么长时间。叶颖睁开眼睛的时候，双眼放光，精气神从未有过的好。恭喜主人突破到精神力8级。哈哈，果然救人能够加速精神力的突破，这一次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这才多久啊，居然就突破到了8级。叶颖心里笑开了花，这样的好处多来几次，叶颖也不怕，大不了就是累一点。这下那些医疗设备就可以化了，就是不知道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小颖儿，看你开心的样子，
是不是又晋级了？王爷，我居然突破到8级了，我前不久才突破到7级，没想到救人有这么大的好处，以后我还要多多救人，我是不是道德高尚？嘿。我的小影儿是天下最好的人。那我们出发吧，肚子饿坏了。叶影刚一说完，肚子就传来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秦墨瑶宠溺地把叶影搂进怀里，心里一片柔软。好。叶影一个意念闪过，两人同时出了空间。这时外面天已大亮，又是一个早晨的来临。叶影和秦墨瑶吃过早饭，叶影又去查看了一通伤员，一切正常。王爷，走，我们去村子里瞧瞧。好。秦墨瑶牵着叶影慢慢走在雪地里，往村子里而去。越往里走，心里越悲凉。老百姓在大灾面前真是苦不堪言，房屋倒塌的人家一家接一家，看到百姓脸上的悲痛之色，叶影心里也不太好受。周村长见到叶影和秦墨瑶过来，立刻上前问好。周村长不必客气。叶姑娘，这次真是多亏了有你们的到来，可如今咱们村这个样子，想给您做顿好吃的酬谢都办不到。不用客气，周村长，这次村民损失惨重吧？自从我有记忆起，就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大雪。咱们村这次真的是艰难了，这么多房屋要修，还有几十口人要下葬，经济损失不计其数啊。周振兴愁容满面，这个冬天还没有过去一半，这怎么熬啊？叶影和秦墨瑶在村子里逛了一圈，直到中午才回帐篷安置的地方。午饭后，叶影又查看了一下伤者的情况，基本都稳定，大部分都可以让家人接回去了。伤只要不发炎，一般主要靠自愈。只是整个村子受了灾，每个家庭的生活都陷入了困境，这些伤者有些都无处可去。秦墨瑶让暗卫们都进了村子，帮助村民们重建和修缮房屋。王爷，我有个想法。小影有什么想法？看着这些村民怪可怜的，我想给他们捐些粮食和银两，你看可否？小影就是心善，这样的灾难每年各国都有，不是雪灾就是雨灾，要么就是旱灾或者风灾。我救别国的百姓，你没有意见？百姓本无辜，战争都是掌权者的游戏。在几百年前，四国其实都是一国百姓，只是经过了一场战乱才分裂开来的。哦，还有这样的历史。叶影看的史书还没有看完，还不太了解这个大陆的历史。400多年前，整个大陆叫赤焰王朝，皇族姓严，这个王朝统治大陆整整700年。到了后期，朝廷越来越腐败，导致怨声载道，就有了几股势力奋起反抗，最终灭了赤焰王朝，大陆就此分为4国，直至如今。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小影儿这话真是精辟，没见到小影儿小小年纪看得如此通透。小影儿，我们整顿一下，明晚就出发吧。好，此地也不宜我们久留。到了晚上，叶影把自己和秦墨瑶休息的帐篷全部放满了粮食，起码有10吨，2个人就在空间里休息。这个村子大约500人左右，给这么多足够了，平均每个人都有20公斤粮食，够撑一段时间了。叶影又拿出一些银子来，一并放在帐篷里。叶影不可能给太多，这样就成了斗米仇了，只要能够让他们熬过这个困难时期即可。次日一早，天还是灰蒙蒙的，但雪停了。叶影让杨信去把周振兴找来。叶姑娘，周村长，这次雪灾，我看到村民们受了这么大的灾难，心里也很难过，但我能帮的也不多。在此，我准备了一些粮食和一些银两，算是捐给你们村子的，让大家能够熬过这个冬天。叶姑娘，使不得，使不得呀！你救治了我们这么多伤者，已经是莫大的恩情了，咋还能要你的粮食和银钱呢？没事的，我已经把东西运来了，你现在回去找村里的壮丁来拉回去，你来负责分配吧。我们打算今天就要走了，这些伤者情况已经稳定，你也找人把他们抬走吧。村里的大夫接下来应该知道怎么治疗，我就不久留了。叶姑娘要走了？周振兴听叶影说要走了，心里有种很舍不得的感觉。过年了，我也要赶回家过年呀。周振兴还是听话的回去找壮丁来，把东西带走。这些东西对于他们目前来讲，的确是非常需要。他只能心里默默地记下这个情。如果以后有机会，他一定会带着村民报答。当村民们来搬粮食的时候，看到那沉甸甸的一袋袋粮食，感动的个个都跪下来给叶影叩头致谢。粮食、银钱和伤者都被带走以后，叶影吩咐大家收拾收拾，准备上山，晚上出发。再不走，那些貂可就要消失了。他可是算好时间的，最多7天。
天色暗下来，所有人都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夜影一声命令，一只只雕冲向天空，如之前一样飞飞停停，终于在2日以后到达了龙胜国京城。大约凌晨卯时初，天还没有亮，一只只大雕在莫王府碧荷院的后院降下。罗蒙是整个王府功力最好的，一有什么动静他最先察觉。当第一只雕降下来的时候，他就听到了动静，立刻翻身下床，披了衣服就往声音来源处赶去。小影儿回来了。叶影被秦墨瑶抱着从雕背上下来，罗蒙很不客气地上前拉过叶影，抱进自己怀里。小影儿，干爹可想死你了，你这一走差不多2个月时间，你再不回来啊，衣服都怕撑不住了。干爹，你这么热情干嘛？没看到我夫君在场吗？还抱我抱得这么紧。是啊，听到这么回答，您老人家是不是很开心啊？回到家就是好啊，温馨的感觉溢上心头。见过少主。你是？属下罗佑。哦，二师兄。不敢当。好了，你们都冻坏了吧？现在天也快亮了，先去洗漱，休息休息。有什么等休息好了再说。叶影转身把大雕都收进了空间，他们的生命所剩不多了。看到叶影的这一手，罗蒙和罗佑又惊了一下，不过都没问。大家各自回住处。当叶影和秦墨瑶回到碧荷院，杨华氏听到动静，起来一看，是姑娘和王爷，还有他家闺女儿，高兴的差点落下泪来。杨婶，让人给我们准备热水吧，我们先沐浴，再吃早饭。杨柳，你也去洗漱休息一下，放你3天假。好，奴婢这就去准备热水。谢姑娘，奴婢还不累，就留下和我娘伺候姑娘歇息后，奴婢再去洗漱吧，还可以多和我娘亲近一会儿。如今在杨柳的心里，什么都没有比伺候好叶影重要。既然他都已经这样说了，叶影也无所谓。沐浴更衣吃饭，再躺上久别的床铺，叶影和秦墨瑶很快就入睡了，直到下午申时才起床。起了床，秦墨瑶自然去书房找罗蒙谈事，而叶影让杨信去把张瑞宇和杨成找来。当张瑞宇欢快地回到王府的时候，一刻也不耽搁，就冲进了碧荷院。师傅，你可回来了！你不知道，刚开始我以为假扮你的那个就是你，害得我巴拉巴拉的跟他讲了好多话。你走的时候都不跟我说一声，哼！离别总是很伤感，所以就没告诉你。好了，我走的这2个月，药铺里有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倒是没什么事发生，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只会阑尾手术和剖腹产，其他的没有你带着，徒儿不敢动手。一些受伤的外伤缝合倒是没问题，江大夫也教了我一些摸骨接骨的手艺，如果不是粉碎性骨折，接骨我也能上手了。不错，我给你留的资料都看好了吗？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有没有找尸体来解剖过？有。师傅，你是不知道，当我娘知道这事后，死命拦着不让我动手。有收获吗？收获可大了，什么时候再找一具尸体来解剖？上次那个是男尸，下次找个女尸。张瑞宇这张白纸真是荤素不忌啊！在张瑞宇滔滔不绝的话语中，叶影知道他们离开的2个月没发生什么意外事情。叶影也给张瑞宇讲了他出去这段时间做的几个手术，羡慕的张瑞宇恨不得当时自己就跟着去。师傅，以后你去哪儿，我也跟着去哪儿，可不能丢下我。你家人会同意你跟着我出远门吗？我是学本事，为什么不同意啊？好吧，只要你家人同意，我无所谓。没一会儿，杨成也来了。杨成的禀报就简单多了，主要是这2个月的账目和平时的经营状况，也没有遇到什么医闹。事情交流完，叶影就打发他们2个下去了。这时，杨柳带了个小姑娘进来。少主，阿婷，来，过来坐。叶影不在期间，阿婷扮演她坐镇王府，没发生什么事儿，看来她做得很好。谢少主。对了，当时比较匆忙，都还没有问你全名叫什么呀？回少主，属下叫罗运婷。你也是干爹捡来的孤儿吗？不是，属下是楼主花钱买来的。当时属下的爹想把属下卖到青楼，正好楼主碰到，就把属下给买了下来。唉，你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少主，属下有个请求。什么请求？少主，属下可不可以像杨柳姐姐一样跟着您，也给您打下手？没问题，我也正打算多培养几个副手呢。谢少主。罗云婷开心地跪在地上，给叶影磕了个头。明天开始你就先去驿馆学习一段时间，再回来跟我吧。而另一边，秦墨瑶和罗蒙也在相互交流着这2个月来的事情。你们此行可还顺利？还行，已经查清楚了本王的身世，的确如你猜测，本王是东明国先皇的外孙，
而本王的外祖母是当年丞相府的女儿，因站错了队而被抄家判罪，进了教坊司。你也不用纠结，那都是上辈人的事了，你还是照顾好你的眼前吧。这2个月劳烦罗楼主了，可有什么事发生？大事倒是没有，每天我也如你一样上早朝去军营处理军务，但最近你皇兄总是想看我的脸，被我用各种借口搪塞过去。为了不让他听出我的声音和你的不同，我还一直装嗓子不舒服，说自己嗓子受损了，是因为接受小影儿治疗吃药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件事，我收到从启越国传来的消息，南乐族的圣女在2个多月前突然暴毙，我怀疑和小影儿给你治疗有关。你的皇兄应该也得到了消息，不然最近不会老想看我的脸。哦，也就是说小影儿给我吃脸，那给我下降的圣女遭到了反噬暴毙。我们也只是猜测，但十有八九和你有关，因为这么多年没听说圣女下的降被人解过，小影儿居然会解降，她是怎么解的呢？还能让下降者反噬暴毙，这下就有意思了。这前任圣女可是老妖婆了，一生不知给多少人下过降，这突然一死也没做交接，也不知道那些被下了降的人会是什么反应。看来得和启越国的晴空楼传个消息，让他们留意一下。这种歪门邪道就不应该存于世，要是有机会，本王非灭了他们不可。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好了，我把最近经历的事儿都给你们仔细讲一下，别到时候你再和人交谈时穿帮了。接下来半个时辰，罗蒙把这2个月来接触的人说过的话都一一和秦墨瑶讲了一遍，这样也方便他接下来行事，免得到时候穿帮了。秦墨瑶降也解了，自己的身世也搞清楚了，他不打算再忍。这么多年来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如今他也是有家有室的人了，他总要给小影儿撑起一片天。次日一早，秦墨瑶穿上了自己的王爷蟒袍，骑上自己的专属高头大马，精神抖擞地去上早朝。今日他没有戴面具。早朝比较早，秦墨瑶带着2个护卫骑着马慢跑在去皇宫的街道上，时不时的遇到也去上朝的官员们。只是大冬天的比较冷，这些朝臣们大部分都是坐轿子去上早朝，那跟着的下人和轿夫们却都看到了一个一身玄色窄袖蟒袍，腰间朱红白玉腰带，上挂白玉玲珑腰佩，气质优雅气度逼人的年轻公子从身边跑过。这是谁呀？怎么从来没见过呢？看到秦墨瑶的下人们个个都疑惑，京城里都有些什么皇族和官员，这些下人心里门儿清。突然冒出这样一位风神俊朗的人物，还真是一时想不起来是谁。秦墨瑶一行骑马到宫门，一个利落的翻身下马，护卫接过缰绳，秦墨瑶大步地向上早朝的紫宸殿而去。守宫门的宫卫们居然看傻眼了，这是莫王爷。他们太久没有见秦墨瑶的尊容，一下子居然没反应过来，就这么傻傻地看着秦墨瑶下马进宫走远。秦墨瑶昂首挺胸地来到了紫宸殿外等候，已经有好些朝臣到了。当1个2个看到他愣住不说话，接着3个4个看向他，也忘了上前打招呼，最后所有人都看向他。紫宸殿外鸦雀无声。这是莫王爷。怎么都不认识本王了吗？徐老将军最先反应过来，走上前来向秦墨瑶拱了拱手。莫王爷早安，您的脸终于好了，真是太好了。前几天您还说正在治疗中，没想到这么快就好了，恭喜恭喜。秦浩然也上前来深施一礼。八皇叔，恭喜恭喜。太子秦弘浩也上前来笑道：八皇叔，恭喜，八皇婶医术真是了得。进殿吧，时辰差不多了。秦墨瑶不想多谈，在场的就属秦墨瑶身份地位最高，他带头自然就都跟着进了紫宸殿，依次站好。没一会儿，一声高喊：皇上驾到！所有朝臣立刻跪地叩拜，3呼万岁。秦兰臣在几个宫人的簇拥下，稳稳地走上殿，龙袍一撩，坐上了龙椅。众爱卿平身。所有人立刻从地上站起来。秦兰臣看到最前面的秦墨瑶时，眼睛猛地一眯，没想到这个穆夜影真的把他的脸给治好了，而且还导致南乐族圣女的暴毙。也不知道启越国有没有怀疑到龙圣国。谟帝终于舍得把面具取下来了，朕已经3年不见你的真容了，今日得见，真是可喜可贺。哈哈哈哈哈！谢皇上。再过几日就过年了，
到时候记得带上你的小媳妇到宫里来，一家人聚聚。以往你都以面容丑陋为由拒绝参加宫宴，现在既然已经痊愈，就不要再一个人过节了。是，谨遵皇命。有事启奏，无事退朝。太监总管何公公见两人说的差不多，适时的出声高喊道：“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就是朝政的讨论，各部都报了最近不好决策的事儿，大家一起讨论。秦墨瑶从来不参与一般朝政的讨论，每次都是站着听，除非皇帝开口问他，他才会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只有当有战事的时候，才有他的事儿。所有的事情都讨论的差不多。”秦兰臣随手拿出一封国书，朕昨日收到齐越国国主轩辕帝发来的国书，今年是他的50大寿，预备邀请4国派使臣前去祝贺。同时，齐越国南鄂族圣女在2个多月前突然暴毙，准备册封新的圣女。国主出面邀请4国使臣前去观礼。想来你们也知道，在齐越国圣女的地位仅次于皇帝，所以国主非常重视。各位爱卿，大家各抒己见，商量一下，派谁前往合适。龙胜国在4国中处于弱势，每回出使别国都是被羞辱的份儿，谁都不愿意去，有时候甚至把命都会丢在外面。为表我龙胜国对齐越国的尊重，微臣以为派太子殿下去最合适。而且此次是齐越国的2大盛会，更显我国的诚意。安远后欧阳晴立刻站出来反对：出使他国路途遥远，太子殿下从小不曾习武，一路上有山匪强盗，安全难以保证。且太子殿下是国之根本，怎可轻易处于危墙之下？那你说谁去更合适？大皇子殿下既然腿已痊愈，任使臣更为合适。他是陛下的长子，足够代表我龙胜国了。欧阳晴倒是不客气，直接推荐自己外甥的最大威胁秦浩然。徐老将军听后不干了，跳出来直接质问欧阳晴：太子殿下没有武艺，不能去。大皇子殿下就有武艺了，而且他才刚刚能走，你就让他出使他国，你这是什么居心？那你说谁去更合适？你去最合适。两人吹胡子瞪眼的相互看着对方。要不大皇子殿下和太子殿下一起去，相互还有个照应，下官愿意陪同。皇上，微臣提议莫王殿下出使齐越国。当穆森的话音一落，秦兰臣的眼睛一亮，正中下怀，但他生生的忍住悸动，声音平和的问道：末帝以为如何？谨遵皇上旨意。好，还是末帝最有担当，不愧为我龙胜国的战神。不过臣弟有个请求。什么请求？臣弟也是有家有室的人嘛，为了小颖儿，臣弟的安全自然也要顾及。3年前的那一场战事，臣弟杀了齐越国2员大将，以结下仇恨。此次前往，必然会遭到他们的刁难，说不定比2位皇侄去遇到的危险更多。所以臣弟打算带臣弟的20万军队前往2国交界的边城南陵城，如果臣弟一旦遇到危险，还能接应一二。这个决定可不能轻易下。秦兰臣陷入沉思，直接就在殿上徘徊了起来。大约半刻钟以后，秦兰臣猛地停下了脚步。朕准了。到底秦兰臣心里怎么想，只有他自己知道，必然是有了什么主意，不然轻易不会下这么大的决定。散朝之后，秦墨瑶回府换了一身衣服就去了军营。2个月不曾处理军务，他必须去看看，而且接下来就要带着军队出发，很多事情需要提前和4位副将商量商量。叶颖这一回到了府里，感觉整个身心都放松了下来，休息够了，吃过午饭才带着杨柳去大街上溜达溜达。结果罗蒙这个干爹居然也要同往，叶颖无所谓，还多一个人帮他拎东西。一上街就看到所有的铺子都异常的热闹，尤其是卖年货的，一家比一家客人多。哈，杨柳，走，我们也去买些年货。叶颖见什么都买一点。哎，这个布匹颜色真漂亮，杨柳，买上2匹，给你和你娘做身衣服。姑娘不要吗？本姑娘也要吧，那就多买2匹。可是谁做呢？奴婢的娘会做衣服。结果买了3匹布，让杨信抱去，先放到马车上，继续逛街。杨柳，这个小木偶好有意思啊，买一个给你小侄子送去。叶颖像个孩子似的，拿着一个小木偶玩耍了几下，也给买了下来。快过年了，这个是卖鞭炮的店吧？走，进去看看。叶颖带头进了一家卖鞭炮的铺子，店家一看来人，立刻上前。王妃娘娘，你亲自来买鞭炮啊？咦，你认识我？叶颖没想到逛街居然还有人认识他。
他可是很少出来逛街的。几个月前，小的闺女难产，正好是王妃您亲自给接生的，还给小的免了单。哦，是你啊，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儿。目前你的女婿对你闺女好不好？有王妃您的那句话，他现在对小的闺女可好了。这还差不多。他要是对你闺女儿不好，你就到王府来找本王妃，本王妃非收拾他不可。谢王妃照拂。您需要买点什么？你这有啥好东西啊？都给我介绍一下呗。接下来，店家就带着叶颖把店里的所有东西都介绍了一遍。只是叶颖听了，感觉东西都不咋样，心里就有了别的主意。不过还是多少买一点。结账的时候，店家死活不要，非说是送给叶颖的新年礼，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既然是人家的好意，叶颖也就领了，反正他也没买多少。又逛了一个时辰，两腿走得有些发软，几个人才打算回家。杨信和罗蒙两人手上身上都挂满了叶颖买的东西，看着就有些滑稽。几人回到王府，刘管家看到叶颖买了这么多年货回来，很高兴。王妃，这个灯笼小的把它真好，给您挂在碧荷院门口，看着也喜庆。王妃，这副对联寓意真不错，小的也找人给您贴在碧荷院门上。王妃，这个小木偶是给未来小世子买的吗？叶颖很想翻白眼，这刘管家每拿起一样东西都能找到理由和用处，真不愧是管家呀，他明明是随便买的好不好？刘管家，你看着办吧，小木偶是杨柳给他侄子买的，还未来小世子，他自己都还是孩子呢。晚上，秦墨瑶从军营回来，脸上面无表情。王爷，您回来了，再过7日就过年了，咱们府里今年怎么安排？之前的3年，因为秦墨瑶毁容，都是闭门不出，冷冷清清，也没有人上门拜访。今年办得热闹些，多买些鞭炮回来，再准备些年礼，往几个长辈府里送一些，并告诉他们，年后本王会带王妃一一上门拜年。好嘞，丞相府要送吗？秦墨瑶听了，看向叶颖，这事儿啊，还得是由叶颖拿主意比较好。送吧，丞相府的老夫人还不错。刘管家，你的事儿说完了吗？说完了就安排晚饭吧。这就上。晚饭以后，秦墨瑶把叶颖送到了碧荷院，因他还有事儿需要去书房处理，所以叶颖只好一个人进空间修炼。自从叶颖的精神力升到了8级，他还没有用过，今天晚上打算试试。叶颖来到小宝面前，点开了医用设备的图案。叶颖先选了一个彩色 B 超机，选好，叶颖立刻上2楼，研墨铺纸，全神贯注地画了起来。大约半个时辰，叶颖终于画好一台 B 超机。没想到这么消耗精神力，差不多消耗掉他1半的精神力。叶颖又来到小宝面前，翻到柴油发电机那一页，认真地记下了每一个细节。再次来到2楼，开始画发电机，这个难度更大。叶颖整整画了快1个时辰才画好，精神力被消耗一空。这还只是一个小型家用的，叶颖累得几乎是扶着墙走下2楼。等到他又修炼恢复到饱满状态，已经不知道过去多久了。出了空间，秦墨瑶已经躺在床上等着他。今天怎么用了这么久？秦墨瑶担忧地看着叶颖，我升到8级还没有试过作画呢，今晚试了一下，没想到医疗设备这么能消耗，所以就出来迟了。要不我们搬到主院居住吧，我们可以离得近些。今晚这样的等待让为父心里空落落的。秦墨瑶看他委屈的小模样，把叶颖逗乐了，心血来潮，直接双手捧着他的头，在他额头上狠狠地亲了一口。就依你。秦墨瑶石化了，他的小颖儿亲他了。过了好一会儿，秦墨瑶才消化掉这个亲亲。小颖儿，你亲我了？我。秦墨瑶好想亲回去，但怕吓着小颖儿，说话都结巴了。你想都别想。叶颖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丢下这句话，叶颖立刻钻进被窝，把自己从头到脚裹了个严实。又过了几日，正式迎来了除夕之日，宫里的宴会安排在中午，这还比较人性化，晚上就让大家各回各家团聚去了。一大早，叶颖就起来梳妆打扮。刘管家前几天就给叶颖送了1箱子的衣物首饰来，想来也是秦墨瑶安排的。过年了，叶颖在杨华氏和杨柳的服侍下穿得比较喜庆，还施了淡淡的胭脂。哇，王妃好漂亮！就你嘴甜。叶颖走出房间，迎上了秦墨瑶时，秦墨瑶的眼睛陡然一亮。小颖儿今天真漂亮。虽然还梳着姑娘的发饰，但戴了发髻，插了步摇，化了淡妆，整个人的精气神完全两样。一双大眼闪着笑意，巴掌大的小脸，粉嫩粉嫩的。2个人上了马车，直往皇宫而去。宴会在中和殿举行，
以家庭为单位入座。秦兰臣带着皇后和几个妃子到来，在一番新年贺词之后，宴会正式开始。舞台上歌舞升平，丝竹之声不绝于耳。秦墨瑶对这些不感兴趣，叶颖却看得津津有味，边看边吃。宴会风平浪静的过去，叶颖还有一些失望，怎么这么平静呢？一般宫宴不是要搞些事情出来的吗？我还想大展身手，大杀四方呢，结果没给我表现的机会。回到王府时辰还早，叶颖又回到卧室，进了空间修炼一番之后，上2楼画了足够的烟花出来。这可是他早就想好要准备的，反正留存的时间不长，也花不了多少精神力。过年嘛，就要有过年的气氛，只有鞭炮没有烟花，那怎么成？天慢慢的黑下来了，处处都能听到鞭炮的声响，估计是各家的孩子在玩耍。叶颖也让杨柳和杨杏搬一些鞭炮出来，先放一轮，热闹热闹。刘管家看到这么活跃的王妃，老怀大慰，王府有了王妃，都热闹了不少，一扫3年来的阴霾。一通鞭炮响过，刘管家通知除夕宴准备好了。饭桌上，秦墨瑶和罗蒙喝起了小酒。面对一桌子美食，叶颖只顾自己吃，2个男人的视线时不时地在他身上扫过。秦墨瑶的脸上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没一会儿，叶颖就放下了筷子。我要去放烟花了，你们慢慢吃。叶颖噔噔噔的就跑了出去，留下2个男人继续喝小酒。叶颖指挥杨柳搬了一大箱烟花到院子里，又让杨杏架了一个桌台。叶颖亲自抱了1箱烟花放到台子上，用香火慢慢靠近引线，1吸2吸3吸，突然一束火光直冲云霄，然后在半空中猛然炸开。那灿烂的烟花美轮美奂，一朵接着一朵。半空中的声响惊到了周围居住的人们，都纷纷跑出院子看空中的美丽景象。哇，好漂亮啊！莫王府的烟花到最后惊动了整个京城，所有的百姓都看向天空。这一生他们都没有见过这样的盛况，就连皇宫里的皇帝、皇后和一众妃子也站到了高处，看向莫王府的方向。这莫王哪里来的这种东西？居然不知道进贡一些到皇宫。秦兰臣喃喃自语。喝小酒的2个男人早已离开了饭桌，站到了院门口，看着欢快的叶颖上蹿下跳。哈哈，干爹，你要不要来试试？好啊。莫王府的烟花燃放整整持续了1个时辰，叶颖真正是过了一把瘾。京城的百姓们也大饱眼福了一回。次日一早，大年初1，一般不走亲戚，在百姓之家就是一些小孩串门讨喜，但莫王府这样的门第不可能有小孩来串门讨喜，所以叶颖和秦墨瑶大年初1就在家里腻歪了1天，但也有很大的收获。叶颖在空间里连换了2个仪器，1台血检仪，1台发电机，多备一些，有备无患。第2日正月初2是所有出嫁女回娘家的日子，想到穆老夫人，叶颖还是决定回一趟娘家。当王府的马车停在丞相府门前时，守门的2个小厮吓了一跳，立刻开门迎接。另外1个迅速跑进府里禀报老爷。当穆森得知莫王亲自带着王妃回娘家时，心里真是五味杂陈。这个逆女搞得自己妻离女散，他还要笑脸相迎。下官拜见王爷王妃。丞相大人，新年好。啊，都好都好。王爷王妃请进。王妃说想回来看看老夫人，就带我们去老夫人院子里即可，也不用准备饭食，我们还要去看望岳母大人。听了秦墨瑶的话，穆森的笑容僵在脸上，但很快又掩饰了过去。没叫自己岳父大人，却称呼一个通房丫头岳母大人，这是诚心气他呢。穆森找来一个老嬷嬷，带着叶颖和秦墨瑶去老夫人院子，他就不讨这个嫌了。大姐姐、大姐夫，新年好！嗨，崇礼，几月不见，长高了不少。叶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礼物，递给穆崇礼，是一套上等的文房4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大姐姐，小弟陪你们去祖母院子，她应该正等着呢。几人来到穆老夫人的院子，月如早就等在院门口。奴婢拜见王爷王妃。哎，起来吧，祖母可在？老夫人早就等着你们呢，请进吧。几人进了厅堂，穆老夫人立刻起身叫给叶颖和秦墨瑶见礼，被叶颖一把扶住。祖母不必如此，我们是晚辈。颖儿长大了，比出嫁前长高了不少。来来，都坐下。你能回来看看我这个老婆子，祖母很欣慰。祖母待颖儿的好，颖儿都记着。祖孙俩聊起了家常，叶颖让杨柳把带来的礼物给穆老夫人送上，叶颖还给穆老夫人检查了一下身体，
祖母，以后饭后要去院子里转转，少吃油腻的东西，多吃清淡的蔬菜瓜果。我这里有一种药，每天早晚1片，坚持吃。没有了，您让人到王府里找我拿。年纪大了的人，基本上10有8九都有高血压，穆老夫人也不例外。叶颖就给她备了降压片。在相府大约待了半个时辰，叶颖和秦墨瑶就告辞离去了。此时还不到中午，他们立刻又出城，往叶颖以前居住的乡下而去。午饭都是在马车上用了些点心。前几天才下过雪，路滑不好走，马车不能赶得太快，直到天黑之前才到达。就近找了个客栈住下，还好这个小镇的客栈没有因为过年而关门，不然叶颖只能带着秦墨瑶去他以前住过的庄子上借宿了。次日一早，秦墨瑶和叶颖带着祭拜的物品来到了穆叶颖娘亲香玉的坟墓前。一座崭新的石碑立于坟前，看来之前交代村长做的事儿他有认真做。只是让叶颖惊讶的是，坟前居然摆了好些祭品，还有燃尽的香烛纸钱的灰烬，明显有人来祭拜过。秦墨瑶也很疑惑，从摆放的祭品可以看出来人非常用心，准备的东西很齐全，甚至比秦墨瑶和叶颖准备的还要丰富。王爷，你说会不会是丞相府？也有可能，但不能确定。从这祭品的规格来讲，丞相派人来的可能性不大。穆森这人什么德行，我还是很清楚的，除非是穆老夫人派人来。其实我并不希望是他们来，我想我娘不大喜欢看到他们那一家子。回到王府，刚进门，刘管家就迎上前来禀报道：王爷王妃，府里来客人了。谁来了？是罗先生带来的，是一位夫人，年纪大约50左右。哦，罗蒙带来的？什么时候带来的？昨日天黑就到了，您不在府上，小的就安排他们住下了。知道了，你去忙吧。再说罗蒙这边，初一早上天刚亮，他就带着罗佑打马出城，跑出600里地，接到一辆马车。当看到跟在马车旁的罗左时，罗蒙立刻跳下马背，跑上前跪在马车前，一拜到底，高声喊道：罗蒙拜见义母。听到声音，马车帘子被一只纤纤玉手轻轻地撩开，一个20岁左右的姑娘下了马车，就转身扶下一位年约50左右的贵妇，容貌姣好，可见年轻时的美丽，脸上薄施脂粉，妆容服饰虽然普通，但一身的高贵气质显而易见。蒙子，起来吧，地上凉，你也不年轻了，以后都不用行跪拜之礼。谢义母，孩儿只是太久没见义母了，哪能不行跪拜之礼？来，随本宫上马车，咱娘俩好好唠唠嗑。义母，这么远，您咋亲自来了？不亲自来确认，本宫这心里怎么放得下？义母一路辛苦了。蒙子，玉儿真的死了？贵夫人问道，眼含哀戚。尽管罗佐已经告诉他们夫妻这里的情况，但他还想再确认一次。义母，都怪孩儿找到的太迟了。这都是命啊，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贵夫人刘子言叹了口气，她的女儿陈阳国最尊贵的公主莫寒月，3岁被她的二堂叔莫思安骗走丢弃，只为了让他们夫妻好过继他的儿子到西夏，以后好继承皇位。在我们都不抱有任何希望的时候，你又传来了他消息。义母，义妹的坟离此不远，要不我们先祭拜一下吧。好，你来安排。次日一早，罗蒙带着准备好的各种祭品和刘子言一起去了香玉的坟前。看着碑上那陌生的名字，刘子言不由得悲从中来，就想到罗佐汇报他的一生，更是泣不成声。身娇玉贵的公主却沦落到给人做通房丫头，最终却以死来护自己的女儿。越想，刘子燕哭得越伤心。义母，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义妹还给您留下了孙女儿，需要您照顾。本宫当年还是太年轻了，想着我们陈阳国是一夫一妻，没有那么多阴私事情，可谁知人心不足啊。义母，去到莫王府还远着呢，咱们走啊。一路上孩儿给你讲讲小影儿的趣事。罗蒙尽可能地转移刘子言的思绪。到了天黑时，终于赶到了莫王府，结果得知莫王今夜不回，带着小影儿去祭拜他的岳母去了。2队人马在半路上错过了。秦墨瑶和叶影回到院子洗漱一番，刚收拾妥当，罗蒙就带着刘子言来主院了。莫王爷，小影儿，我带了客人来拜见。
叶颖看到罗蒙身后跟着一个妆容雅致、面目慈和的老夫人，说老有点过了，看着面容也就40多岁。这位是我的义母，小颖儿，你要叫祖母。叶颖见过祖母，叶颖倒是大大方方上前见礼，微笑叫人。哎，好，好。刘子言立刻上前，一把拉起半蹲着的叶颖。刘子言仔仔细细地打量叶颖，不放过面容上的任何一点一滴。像，真的像。蒙子，这就是我的乖孙。刘子言控制不住眼泪掉了下来，一把将叶颖搂进了怀里，压抑的哭声传进了叶颖的耳朵里。祖母，您别哭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刘子言才控制住自己的激动，放开叶颖。颖儿，我是你的祖母，亲祖母呀，你的娘亲是我的亲生女儿啊。我是您女儿的女儿，那不是叫外祖母吗？您是怎么知道的？叶颖觉得奇怪，莫名其妙就有一个来认亲的，还是她的祖母。祖母这一辈子就生了你母亲一个女儿，如果她一直长在我身边，是不会把她嫁出去的，所以你要管我叫祖母。原来如此，照上门女婿生的孩子是要管女方家的父母为祖父母的。那您是如何确定我是您的孙女儿的？凭你脖子上的吊坠和你的长相。叶颖一听才想起来，当时罗蒙问他吊坠是哪里来的，原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发现了。都坐下说话吧，别站着。秦墨瑶突然出声打断，刘子言才把目光移向了秦墨瑶，长得倒是不错。你就是龙胜国的莫王爷秦墨瑶，我的孙女婿。对着秦墨瑶，刘子言的说话态度就变了，那种久居高位的气势自然而然的就表露出来。秦墨瑶一下子就察觉出来，看来这位老夫人的身份不简单呐。正是在下。接下来就打扰了。不客气，您是小颖儿的长辈，就是本王的长辈。时辰不早了，先吃晚饭吧，吃完了再好好聊聊。天大地大，吃饭最大，叶颖早就饿了。来，颖儿啊，这个好吃，酥脆可口。哎，颖儿，这个也好吃，香软滑呢。哎呀，颖儿啊，这个更好吃，酸甜开胃。每夹一道菜，刘子言都能讲出好吃的点来。王府的厨子要是在场，肯定感动得落下泪来。整个晚饭过程，他一筷子菜都没有夹过，就吃得很饱了。秦墨瑶感觉有些失落，不过多了个人宠小颖儿，他又觉得无所谓了。饭后，刘子言拉着叶颖舍不得放手，还有好多话要问的表情，是个人都看得出来。叶颖只好让秦墨瑶去书房忙他自己的，他再多陪陪祖母聊聊天。颖儿，你知道吗？我们整整找了27年，可是昨日见到你娘时，却已是一抔黄土。祖母，对不起，娘亲是为我而死，是我的错。叶颖不知道怎么安慰才好，她毕竟不是原主，只能认个错来安慰。这怎么能怪你啊？哪个做母亲的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入火坑，或者去送命？他选择这样做，是他能尽的最大能力了。他的身份限制了他的能力。要不去把丞相夫人和他女儿给做了？叶颖压低声音悄悄说道。刘子言听了叶颖的话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他说的丞相夫人和他女儿是谁？可不就是造成自己女儿上吊自尽的罪魁祸首吗？其实有时候人活着比死了更痛苦，尤其像他那样的人，曾经高高在上，突然失去所有，那才是最痛苦的。哈，没想到祖母和我的想法一样。所以我把他们娘俩搞得被送到乡下做乡巴佬去了。颖儿做得好，祖母就喜欢你这性子。你娘的性子有你一半刚强，也不至于死。唉，算了，事已至此，不说了。颖儿啊，能把你脖子上的吊坠给祖母看看吗？叶颖伸手把脖子上的项链解开，拿下吊坠递给刘子言。当刘子言接过吊坠，看到这再熟悉不过的东西时，眼泪不自觉地又落了下来。就是他，没错。我做姑娘时，有一次去庙里上香，是庙里的主持大师特意送给我的，说是可以保我一世平安，而且要求我以后要传承下去，只传女不传男。我一直带着这个吊坠，
直到你母亲出生2周岁，才解下戴到她脖子上，希望能保你母亲也一世平安。谁知却没有作用。不过也因为这个吊坠而找到了你，也起了一点作用。说完，刘子言又把吊坠递还给了叶影。继续带着吧，就当是个念想，这也算是你母亲留给你的。叶影到此时才知道这个吊坠的来历，看来当时穿越的时候，果然落到了不同的时空，以传承的方式又回到了自己手里。祖母，就您一个人来吗？祖父呢？他比较忙，走不开身，所以祖母就先来了。他在家等着祖母接颖儿回去。咱们家在哪儿啊？叶颖又问，没有接要不要跟他去陈阳国的话题。咱们家呀，在陈阳国。陈阳国？我听一个老嬷嬷说，陈阳国是一夫一妻制的，是不是真的？是呀，祖母只生了你娘一个孩子，你祖父也没有另娶。城阳国的所有百姓必须得遵照这个制度，哪怕是皇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制度呢？在100多年前，皇室争储异常激烈，最终结果那一代所有的皇子全都死了。接着几个王爷又为了抢皇位，相互大打出手，死了不少后辈。这时一位公主站出来，直接镇压了下去，自己登基为皇。是她制定了这个政策，全国所有臣民都必须遵照，从皇室开始。从此皇储之争再没有像以前一样，都比较平顺，因为都是一个娘生的。唉，只可惜就是如此，也少不了一些阴私事情。那我娘怎么会走丢到龙胜国的呢？唉，祖母体质有些偏寒，嫁给你祖父后4年才怀上你娘，生你娘时又伤了身子，大夫说以后想再怀孕就难了。你祖父有个堂兄弟就起了歹心，想办法把你娘骗去丢了。他的目的就是想我们把他家的儿子过继到你祖父名下，就能继承我们家的一切了。真是财帛动人心啊！颖儿啊，能找到你真是万幸，以后祖母就跟你生活，可好？刘子言语气带着一丝丝恳求的意味。看到刘子言这样，叶颖怎么可能说出拒绝的话呀？自此，刘子言就成了叶颖的大跟班。不过被人宠着的感觉真不错。新年一天天就这样过去了。这些天，刘子言最开心了，抢着照顾叶颖的生活日常，把杨华氏的活都抢得快差不多了。只要他开心，叶颖也不管。他能理解祖母那种失而复得的心情，把对他娘的所有感情全部投入到他身上了。正月16，皇帝恢复早朝，秦墨瑶又开始早早起床的日子。早朝过后，秦兰臣把秦墨瑶叫到了御书房。秦兰臣请秦墨瑶坐下，和公公上好茶，退了出去。莫弟，齐越国国主4月出发50大寿，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从咱们京城到齐越国京城，慢行大约需要2个月时间。正月已过一半，是该准备起来了。下月初就出发。你打算带哪些官员同往？全听皇兄安排。秦墨瑶不接他的话，皇帝想让谁去就让谁去，秦墨瑶无所谓。既然上次礼部侍郎张志强提出愿意同往，那你就带上他吧，让他在礼部选几个官员一起去。是。臣弟还想带着一人同行。谁？臣弟的王妃叶颖。你带她干什么？把她放在京城，臣弟怕她一个孩子被人欺负，带在身边，臣弟才能放心。想带就带吧。带走了更好，留在京城里，等着他把所有权臣家都治一遍，到时候满朝文武都向着他，还有自己什么事儿啊？两人又说了一些关于和齐越国边防的事儿，秦墨瑶才出宫。秦墨瑶今日不打算去军营，回到主院，看到刘子言正拿着一块布在叶颖身上比来比去，没想到这老夫人针线活真不错，在短短时间里就给叶颖做了2身冬衣。王爷，今天回来的这么早？秦墨瑶微笑着牵起叶颖的手。小颖儿，我有事和你商量，咱们去书房吧。什么事？不能就在这儿说吗？祖母也一起来吧。3人来到书房坐定。小颖儿，再过3个月就是齐越国国主的50大寿，齐越国发来国书，
邀请各国派使臣出席。还有启越国上一任南乐族圣女2个多月前突然暴毙，新的圣女册封大典也是同期举行。秦墨瑶在家很少和叶颖谈正事，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说起来。该不会是你皇兄派你去的吧？小颖儿就是聪明，一猜就对。那你告诉我的意思是？小颖儿，陪我一起去，好不好？你皇兄会答应吗？他答应了。哦，那就去吧，钱当旅游。还有那什么南乐族的圣女突然暴毙，不会是我干的吧？嘿嘿嘿嘿。小颖儿就是能耐，只有8、9失了。颖儿，祖母陪你一起去。祖母，路途很遥远，您身体受得了吗？放心，祖母身体好着呢。没事，祖母我会照顾好。叶颖冲秦墨瑶眨了几下眼，秦墨瑶明白了叶颖的意思。从这半个月来的相处，两人都感觉到了刘子言对叶颖的真心。叶颖的秘密让他知道和共享也问题不大，而且那个地方还是面前的老夫人给的。小颖儿，为了咱们的安全，我打算带上我的20万大军去龙胜国与启越国交界的边城南陵城。别告诉我你的这个要求你皇兄也答应了。秦墨瑶点点头，他一定有阴谋。我提出来其实就是一种试探，结果他真答应了，所以有阴谋也是在我的意料之中。那你是怎么想的？我打算把王府的所有东西和人全部带走，这京城或许我们再也回不来了。我赞成。叶颖表明自己的态度，老是时不时受那个皇帝的鸟气，他看着就不爽。走了好，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第2日开始，秦墨瑶就忙了起来。叶颖也来找张瑞宇和江大夫商量，这一去不知道要多久才会回来，或者能不能回来都两说，得听听他们俩的意见。江大夫，我和王爷要出使启越国，这医馆我可能就没法照看了，而莫王爷的军医也要跟着走，医馆就你一个大夫，你看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哎，你这个小没良心的，你对我很多承诺都没有办到。王爷治脸的事儿，你说了要让我看的，怎么没让我看呢？你说每次做手术都会带着我，结果呢，你教会了个小雨，就当起了甩手掌柜。对不起啊，江大夫，是我食言了。给王爷治脸的事儿，我当时给王爷提了，他说怕吓着你，就没让你来。为了给你补偿，要不这个惠民医馆我算给你了。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江大夫压低声音悄悄地问道。江还是老的辣，不然叶颖不会说要把医馆送给他。江大夫，你也不要想太多，说说你的决定吧。我就留下来跟你守着医馆吧，手术室里的那些东西我也用不着，你就拿走吧，我就老老实实的按我以前的方式看病。江大夫做出了决定，他家离京城也不远，如果要是跟着莫王走远了，想回家就难了，毕竟他也年纪不小了。好，谢谢江大夫，我给你留下了10万两银子做周转，这几天你另外再找人管理医馆，杨红一家我也会带走。行吧。小雨，你爹这次也在出使的名单里，我希望你也跟着我去，你回去和家人商量一下，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也不勉强。师傅，说好的，你上哪儿都带着我，我家里就是不同意，我也要去。行吧，那你回去先收拾一下，到时候先跟在你爹后面。打发走了江大夫和张瑞宇，叶颖又让杨柳去把他爹找来。这一家人叶颖自己买的，打算也一并带走。听说叶颖找他，杨红一得到消息，立刻就赶了回来。杨叔，坐下吧，我有事情和你商量。姑娘请吩咐。我和王爷要出使启越国，我打算把你们一家都带到南陵城去，你看是否愿意？如果你们一家不愿意去，我可以放你们自由，这段时间你们的表现都非常好，给你们这个恩典也无妨。姑娘，您上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只要我们还有用。好，既然做了决定，我就把接下来的工作给你们安排一下。姑娘请吩咐。我把杨柳带在身边伺候，其他人你组织一下，带着前往边城南陵城，去了以后买个房子先住下，等我从启越国回来就来找你。你们去的路上要带上一家人，就是刚进府的赵恩泽一家。是。那就去准备吧，早些出发。而另一边，杨子言也找来罗蒙商量事情。蒙子，本宫打算跟着颖儿，但你义父本宫也不放心，所以你也不用在这守着本宫，你回晨阳国吧，去帮帮你义父。还有你媳妇，你大概也2年没见她了，也该回去看看了。义母，您，算了，既然您已决定，孩儿照办就是，孩儿把罗佐和罗佑给你留下。不用，
你带在身边给你帮把手，本宫有人用，不是还有颖儿夫妻俩吗？好吧，那义母一定要保重。晚上，罗蒙找到叶颖，向她告别。小颖儿，干爹想回去看看你干娘了，特来向你告别。另外，干爹还想向你讨要一样东西。什么东西？上次你们去东明国的坐骑，可不可以也给我一只？这么久都没有见你着急回去见干娘，现在怎么突然这么着急？其实这么多年，干爹在外奔波，就是为了寻找你娘。现在终于找到了，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所以也该回去陪陪你干娘了。你一定要照顾好你祖母，要是她有什么闪失，我会唯你是问。听了罗蒙的话，叶颖深受感动，没想到古人这么重诺，这么执着。看在你这么多年辛苦的份上，我送你3只。那就多谢小颖儿了。自己的秘密他也知道，所以当着罗蒙的面，叶颖就从空间拿出了3幅画。干爹，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只需要在大雕的右眼上滴上1滴你的血，它就会出来，且听你的指挥。但你记住啊，每只雕的寿命只有7日，7日后它就会消失不见了。变现以后，它就是真实的，是要吃东西的，它喜欢吃肉。这些日子，齐莫瑶忙的是脚不沾地。这日，郊外军营，齐莫瑶把4个副将都叫到了营帐里商量要事。王爷，您究竟是怎么打算的？朱广良最先开口问。这么多年来，你们跟随本王出生入死，本王很感激。本王与皇上之间的矛盾，不和你们说也知道。此次本王提出要带大军前往，他居然答应了，这就意味着他又要有阴招对付本王，所以本王不打算继续过这样的日子。此事，咱们前往南陵城，很可能再也回不来。本王建议你们，还有你们的下属将领，有家眷的都提前让他们前往南陵城，本王会给你们所有人安家费。王爷，何焕明唤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浓浓的鼻音。他们4个对齐莫瑶的感情也如手足兄弟，自己的手足兄弟过着这样的日子，他们也心疼。不多说了，以后会有我们快活日子过的，只是要经过一番奋斗。是。家眷分批行动，不要集中一起，免得引起怀疑。只要在我们回龙胜国之前到南陵城即可。安排好了行军之事，齐莫瑶打马回府。晚上，齐莫瑶又找来韩萧商量。师兄，坐吧。此次出使启越国，可能会是本王摆脱皇军的一个机会，所以本王让你来，就是商量一下，接下来我们怎么安排。那你是怎么打算的？我们本不是江湖人，罗刹组织这几年除了训练暗卫和护卫，作用也不大，就不用把精力放在江湖上了，直接就作为暗卫营吧，转移到南陵城。以后我们就以南陵城为基地。可是，就那一个城，怎么供应得了我们的军需啊？放心，钱粮不是问题，本王心里有数。你只需按本王说的去办。你们先出发，给本王留下10个暗卫即可。好吧，听你的。希望你的选择是对的。2个人从小一起长大，看到齐莫瑶一次次被他的皇兄算计暗杀，这日子也是过够了。打发走了韩萧，齐莫瑶又找了刘管家，2个人又讨论了一下王府产业如何转移的问题。您就别操心了，王府产业的事，小的会处理好。等您从启越国回来，小的一定在南陵城重新给您准备一个王府。谢谢您，刘管家。齐莫瑶真诚的道谢。刘管家可是个人才，当年就管着父皇的私产，父皇去后就跟了自己。大军开拔，粮草先行。秦岚城还算大方，给了半年的粮草，其实也就刚够出使启越国来回的时间吃。齐莫瑶的军队在几个副将的带领下提前出发了。2月2，龙抬头，春季来临，万物复苏，折龙开始行动。这日也正好一出行，出使启越国的使团在齐莫瑶的带领下出发了。秦岚臣亲自在宫外送行，一路上走走停停，遇到合适的地方还停下来游玩一番。这是叶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坐马车出远门。此次的出行，他才真正认认真真的看着古代的山山水水，没有现代的污染，没有高楼大厦，处处都能看到山林田野。大半个月以后，这日他们来到离边城大约有400里地的南郡城，这里是靠南最大的城市了。因为离启越国比较近，商贸往来的客商也多。到了驿站安顿好，离天黑还早，叶颖就提议去逛逛，在外面吃晚饭。这些天天天坐马车也坐累了，齐莫瑶看到叶颖都有些憔悴的脸，有些心疼，于是齐莫瑶通知大家自便，在此休整3天再出发。齐莫瑶带着叶颖和刘子言出门逛街，这里的风土人情和京城还真的是有些区别，人们的服饰就不同。
在叶颖的眼里，有点像壮族人的服饰，不管男女都以墨色为主色。此时天色已近黄昏，还没怎么逛，叶颖就喊肚子饿了。几人找了一家看着不算小的饭店进去，没想到客人还挺多。小二一见来客了，立刻上前招呼：“坐在大堂给我们安排个靠边的位置。”刚一坐下，就听到隔壁桌一个大汉说道：“你们知道吗？不知怎么回事，3个月前七月国的京城高门中出现了几个莫名其妙得了风症的，各家都在寻求名医，报酬高达30万两银子。”我也听说了，一个是国舅爷，一个是镇南大将军，还有一个好像是太后娘家的大侄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大概是亏心事做多了吧，这些高门大户阴司事多得很。晴儿，不要瞎说。是爹爹。叶颖和秦墨瑶对视了一眼，两人越来越有默契，对方心里想什么一看就能明白，又有钱挣了。几个人吃罢饭，听了一些八卦，走出饭店继续逛街。叶颖见什么都新鲜，居然看到有捏泥人的，这个在现代社会可是很少见了，绝对的手艺人。叶颖拉着秦墨瑶来到捏泥人的摊位前：“老板，你能照我的样子捏一个泥人吗？”“当然没问题，姑娘叫小的泥人张即可。”“泥人张？不会吧？难道他死后也穿越了？还是巧合？”“泥人张，捏一对我们2个的人像。”“好嘞，这就给2位捏，请稍等。”泥人张一声吆喝，就开始捏起来了。只见他手指翻飞，一会儿换一种颜色，一会儿拿个小刀背2下，很快2个人的轮廓就出来了。然后就是细修，泥人张不时地看看叶颖和秦墨瑶一眼，就在2人的注视下，一点一点的，小叶颖和秦墨瑶栩栩如生地呈现在2人眼前。哈，太神奇了，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泥人张，再给我祖母也捏一个。颖儿，祖母都一大把年纪了，就不用了。你们年轻人玩玩也就罢了。什么一大把年纪了？祖母还这么年轻？我告诉别人说您是我娘亲都有人信呢。泥人张又花了2刻钟时间就捏好了。此时天色已晚，叶颖一行结束了逛街，回到驿站。次日，叶颖和秦墨瑶带着罗运婷找到了南郡城的春香楼。3人来到春香楼后门，罗运婷上前敲门。过了几息时间，就有人开门了，是个老妪。“你们找谁呀？”“婆婆，我们找秦姨。”罗运婷答道，并递上了一个腰牌。老妪一看就明白罗运婷的身份，立刻带着几个人进了内院，叫来一个小丫鬟去通知罗运婷叫秦姨的。没一会儿，就见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子扭着腰肢推门进来。“哟，这不是阿婷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不是在京城跟着少主的吗？”“秦姨，这就是少主。”女子笑着的脸立刻就严肃了起来，上前一步跪在地上，向叶颖深深的叩拜一礼。“属下何倩晴，见过少主。”“秦姨，快免礼。”叶颖快步上前，亲手扶起了何倩晴。“谢少主。”“秦姨，我们从南郡城路过，特意来看看你。”“多谢少主关心。这里离南郡城较近，如果南郡城有什么重要的消息，接下来几个月尽量往南郡城送。”“少主，南郡城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事？”“暂时还未可知，但很有可能。总之你们注意京城的动向，并保持与京城的晴空楼联系。”“是，谢少主提醒。”“你这里目前经营的可还好？”“目前倒是没什么大的问题，就是客人嫌我们的节目太少了。”“这个好办，我给你出几个主意。”接下来叶颖就讲了一些吸引人的节目，让他试试，听得何倩晴眼睛越来越亮。休息了2日，使团继续前行。3日后到达了南郡城，莫王的20万军队已经提前到达。此时在城门口迎接使团的知府大人万思聪正等在城门口，朱广良陪同在侧。4年前那场与启越国的战争，秦墨瑶与万思聪结下了友谊，如果没有秦墨瑶死守城池，他可能已经死在这南陵城了。看到使团走近，万思聪立刻上前：“下官万思聪拜见莫王爷，王爷万安。”听到声音，秦墨瑶立刻从马车里出来，亲自上前扶起了万思聪。“思聪，你我2人之间不必如此啊！王爷一路辛苦了，下官在府里备好了酒菜等着您来。4年不见，咱们今晚可要畅饮一番呢。”“好。”到了知府府，万思聪让夫人带叶颖去内院，他则带着秦墨瑶和朱广良去书房。到了书房，私下2人就如朋友相处了。“王爷，您的脸好了，思聪真的很欣慰。”“是王妃给本王治好的。”想到叶颖，秦墨瑶脸上不自觉地露出笑容。
皇上呀，还算是做了件好事。他大概气死了。王爷，接下来您有什么打算？我看您都把军队带来了。思聪，你可愿跟随本王？万思聪听了秦墨瑶的话，愣了一下，两息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跪在秦墨瑶的面前。属下愿追随王爷，鞍前马后，万死不辞。他的命几乎算是王爷救的，而且秦墨瑶的能力他非常认可，比当今皇帝不知道强了多少。好。秦墨瑶起身，亲自将他扶起。本王的皇兄一直想着法子的想弄死我，这窝囊日子本王早就过够了。此次本王把军队拉到南陵城，就是想以此地为基地，建立本王自己的王国。王爷，这南陵城的地理位置可不是太好。万思聪有些担忧，南陵城南面是启越国，另外3面都是隆盛国的城池，隔一个城池又是东明国，再过去就是一大片森林，可以说这南陵城几乎算是4国的正中间了。要是2国联合对南陵城进行夹击攻打，那他们没有一点胜算。放心，本王自有计较。秦墨瑶非常肯定，小颖儿可是告诉过他，他能画出一种超级厉害的武器，在这个世界所向披靡。如果他想建立自己的王国，轻而易举。好，有王爷这句话，属下就放心了。你老家还有什么亲人？趁这段时间，让他们全部迁到南陵城，别让你以后有牵挂。是，谢王爷关心。那属下接下来要怎么做？目前还没什么需要特别去做的，你还像以前一样做好你平时的正事。在我没有回隆盛国之前，皇兄还不会对我做什么，他还等着我完成出使的使命。朱副将，士兵的训练不可怠慢，本王估计等本王回转，就有可能有战事发生，但也不能给士兵们制造恐慌气氛，多找行控楼在南陵城的分部了解京城的情况，在本王不在的期间，要懂得随机应变。是，属下遵命。而另一边，叶颖和刘子言被万思聪的妻子万无事领着往内院而去。叶颖听到一个小女孩咯咯咯的笑声，定睛一看，原来是2个4、5岁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女孩正在玩耍，其中一个正在荡秋千，一个中年嬷嬷正在推着她玩。哇，小嫂子，你居然生了一对双胞胎！叶颖兴奋地说道，对可爱的孩子谁见了都会喜欢。几个人缓步来到2个小姑娘面前。月儿、菊儿，来，见过王妃娘娘。 2个小孩很懂礼貌的甜甜叫人。叶颖拿出2个小物件送给2个孩子做见面礼。周嬷嬷，菊儿今天有没有喊肚子疼啊？有，不过2小姐还能出来玩耍。叶颖听了2人的对话，出声问道：“怎么啦，小嫂子？”哎，我晓得这个，1个月前被大夫诊出了肠痈，现在靠药物控制住，还没有恶化。但是我这当娘的心时刻提心吊胆，要是哪天恶化了，可如何是好啊？肠痈啊，可以治疗的。我听人说，在京城有个叫惠民医馆的，能够彻底治疗肠痈。前2日我才和他爹商量，要不我带着孩子进京一趟。小嫂子，你不用去京城，惠民医馆就是我开的，现在去了也没用，医馆我已经关门了。啊？能治肠痈的就是我还带了个徒弟，他也能治，目前就在医馆里。真的？太好了，求王妃娘娘救救小女吧！万无事说着就直接跪倒在了地上。哎，快起来，小嫂子，这不是举手之劳吗？大家就在院子里坐下聊天，陪着2个孩子玩耍。晚上，万思聪回到卧房，万无事服侍他更衣洗漱。老爷，今日王妃娘娘给妾身说了个事儿。什么事？京城的惠民医馆就是王妃娘娘开的，菊儿的病，王妃娘娘可以治。真的？王妃娘娘亲口说的。太好了，王爷夫妻俩是我们家的福星啊。有个事儿要跟你说一下，我打算以后都追随王爷左右，所以你也尽量和王妃娘娘处好关系。妾身知道。次日一早，秦墨瑶去军营有事儿，叶颖就让杨柳去把张瑞宇给叫来，再让万无事按他的要求准备一个房间。叶颖带着张瑞宇和杨柳进了临时准备的手术室。小菊儿是不是娘亲最乖的宝贝啊？王妃姐姐怎么知道的？当然是你娘亲告诉我的呀。为了让菊儿以后肚子不疼了，所以姐姐帮你把疼的地方给去掉，好不好？好。那杨柳姐姐给你打个针，你就感觉不到疼，好不好？好。真乖。叶颖冲杨柳使了个眼色，杨柳就给小菊儿扎了针，手术很顺利。当万思从下衙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躺在床上的小女儿居然在喝粥了。多谢王妃相救。
万大人，你不必客气，我们明天就要走了。接下来的医治我已经交代给了万夫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只要保持伤口干净不发炎，很快就能痊愈，而且以后都不会再得这个病。晚上，叶颖来到刘子言的房间。颖儿，有什么事吗？祖母，我和王爷打算提前去启月国，您是跟着使团慢慢走，还是想跟着我走？昨夜叶颖就和秦墨瑶商量好了，提前去启月国悄悄地赚一笔钱，而且还能提前把启月国京城的局势给弄清楚。你这是什么话？当然跟着我的颖儿了。干爹有没有跟你说过我有一项特殊的本事？你干爹只说你是个大夫，其他没有多说。他主要是向祖母汇报了你娘的一生。看来干爹的嘴还是比较严实的。祖母，我是个精神力修炼者，而且我有一个特殊的修炼地方。我们此次去启月国，为了保证您的安全，我想把您放在我修炼的地方，跟着我们一起走。叶颖想到了刘子言肯定不同意和使团一起走，但是又怕他一把年纪了，不敢做雕，万一没有控制好摔下去，那可就悔之晚矣。哦，精神力修炼者，没听说过。咱们先不讨论这个，以后您就会慢慢知道的。现在我带您去我修炼的地方。好。祖母，闭上眼睛。叶颖牵起了刘子言的手，一个意念闪过，两个人就消失在原地。当刘子言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了好多牛、大猩猩和猴子，而且他们居然在种地。刘子言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转头看向叶颖，寻求他的解答。这就是我平时修炼的地方，也可以称之为随身空间，只有我带着您才能进来。此次前去启月国，您就在这里面待着，等我们到了，我再让您出来，这样您就会非常安全，也不必受路途的辛苦。好好好，这些动物都是我画出来的，我需要它们不断的种植土地，我才能不断的修炼精神力。走，我带您去看看我是怎么做的。说着，叶颖就拉着刘子言上2楼书房。叶颖连画了3张图，都是牛、大猩猩和猴子，然后两个人下到1楼。随着叶颖的一声起，一只动物就出现在叶颖和刘子言的眼前。哇，太神奇了！颖儿啊，你真是太能干了。接下来，叶颖就带着刘子言把空间的每一个地方参观了一遍。其实主要就是那栋小楼，其他的全是土地。没想到刘子言对健身房特别感兴趣。大约1个时辰之后，两个人才出了空间。张大人，有个事情，本王想跟你商量一下。王爷，有事您吩咐，别这么客气。本王打算先行一步，你带着使团队伍慢慢继续前进。本王会找人假扮本王在队伍里，等你们到了，本王自会来和你们会合。你无需担心，本王先去，还能先摸清楚启月国京城的一些情况，更利于我们行事，免得被人卖了，还帮着人数钱。行吧，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你儿子是小颖儿的徒弟，你问问他要不要跟我们先走，还是跟着你走。秦墨瑶之所以提这句，也是想多个人帮叶颖。自从秦墨瑶给叶颖打了几次下手，才体会到一场手术下来是多么累人。他肯定愿意跟着王妃走。知子莫若父，他家那小子自从跟了叶颖，成天嘴上挂着的都是我师父我师父。那你让他收拾一下行李，今晚子时出发。深夜子时，叶颖和秦墨瑶领着杨柳、张瑞宇还有5个暗卫以及韩嫣，悄悄来到了白天暗卫们打探好的一处荒废的院子。秦墨瑶仔细观察了周围，确定没有人。师父，我们要怎么走呀？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可不要害怕哦。还有，记住要保密。我可是堂堂男子汉，怎么会害怕？这群人里就属你最弱了，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男子汉？见秦墨瑶确认周围的环境，叶颖从空间里拿出几张纸来。随着叶颖的一声起，一只巨大的雕出现在众人面前。见过的已不再惊奇，而张瑞宇直接惊呼出声：“你给我闭嘴！”张瑞宇立刻伸出手捂住自己的嘴。叶颖继续让一张张纸上的大雕变现，一共9只大雕，都把衣服穿严实了，每人1只雕，快上！几个暗卫还是上次跟着过去东明国的，已经驾轻就熟。韩嫣也是武功高手，见别人都上了，他也学着暗卫上了1只雕背。只有张瑞宇还傻愣愣地站在那儿。小雨，怕吗？叶颖走到张瑞宇的身边，拍了他一下。师父，我们是不是把雕当马骑啊？对，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雕可是走天上，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啊，我还从来没骑过雕呢。一定要坐稳了。是师父。秦墨瑶抱起叶颖，脚尖一点就上了最大的那只雕背。
出发！叶影一声命令，一只大雕展翅冲向了高空。张瑞宇差点又想尖叫，他生生忍住了，趴在雕背上，根本不敢动弹。喜悦国的京城在南方，一群大雕往南而飞。如此，叶影他们一行飞行了2个晚上，就到了喜悦国京城附近的一座山头。有了第一次的经验，这次秦墨瑶给每个人都准备好了露营。大家在山上休息了一整天，第2日早上才下山。叶影放出了马匹和马车，叶影和杨柳进了马车，其他人骑马跟在旁边。师傅，这些东西你都藏哪儿了？张瑞宇傻乎乎地问道。一路上他都非常好奇，想问，可是一直不敢问，现在终于是压不住了。不该问的别问。秦墨瑶冷声说。张瑞宇只好乖乖闭嘴，把好奇心压下。一行人的身份是以某家少爷小姐到京城探亲，其他的都是府里的丫鬟家丁。很快通过了城门口的检查，进了启悦国的京城。秦墨瑶安排大家先找家客栈住下，叶隐又派杨柳和韩嫣出去买一些当地的服饰回来。等买了服饰，韩嫣居然见到自己的老夫人，就在叶影的房里坐着喝茶，吃了一惊。难怪小主子要他给老夫人也买2套衣服，但他什么也没问。老夫人，奴婢给您买了2套衣服，奴婢伺候您换上。几个女人换上了当地人的服饰，到镜前照了照，感觉还特别漂亮，尤其头上的银饰，走起路来都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祖母喜不喜欢这样的服饰？偶尔换换风格也不错。时间还早，秦墨瑶和叶影打算带着大家逛逛街。一行6人开始了第一次逛启悦国京城的街，商品琳琅满目，很多都是叶影没见过的，尤其那些首饰很有特色。叶影买了一对带小铃铛的手链，当场就戴上了。花钱模式开启，一路逛一路买，叶影几乎给每个人都买了东西。当他们逛到一个医馆门口的时候，里面传来大声的吵闹声和哭声。怎么回事？师傅，走，我们进去看看。走吧。叶影率先走了进去。好奇是人的本性，而且还是医馆，这不就是和他是本行吗？你们医馆必须想办法治好我爹，不然我们几个兄弟非砸了你这明和堂不可。吴镖头，您爹这是恶化了，谁也没办法呀。医馆掌柜的苦口婆心的劝着。我爹上个月还好好的，自从你们换了药方，我爹才恶化的，你们要负全责。地上担架上躺着一个50岁左右的老者，此时正痛苦的在呻吟。当家的，你可不能死啊！你可是说好了要等我先死的，你要是死了，儿子媳妇要是不孝顺，我可怎么办呢？叶影听着这哭词儿，怎么觉得很想笑呢？吴镖头，何大夫就是发现你爹有恶化的趋势才换的药方。掌柜的伸手在额头上抹了一把，3月天他都急出汗来了，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那是你的一面之词，是不是真的？你拿出证据来啊！吴三爷，你又不是大夫，这个把脉的事情怎么拿得出来证据吗？掌柜的都快急死了，这武凌风养了这么几个不讲道理的儿子，他真是没办法。他们又是开镖局的，个个武艺高强，想砸他的店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儿。你们再这样吵下去，老人家都快要痛晕过去了。众人回头，只见堂前站了一个14岁左右的姑娘。过了3息，武镖头才反应过来小姑娘话里的意思，立刻低头看自己老爹，额头满是汗珠，呻吟的声音已经越来越弱了。爹，你可不能死呀！咱们好不容易才过上好日子。当家的，你可不能抛下我呀！村马上就要给您生孙子了，你不看看吗？各种呼唤不绝于耳，这老人家居然生了5个儿子，一溜圈围着叫爹。张瑞宇上前问：掌柜的，这老人家得了什么病啊？是肠痈，已经恶化了。我们这小店的大夫真是没办法呀。肠痈啊，我师傅能治。你师傅在哪儿？快请他来，时间可耽搁不得了，老人家已经快不行了。掌柜的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急切地说道：这就是我师傅。姑娘是大夫。掌柜的吃惊地看着叶影，叶影点头：太好了，姑娘，老朽可否请您出手帮忙救救这位老人家？姑娘，您真的能治我爹？如果您能治好我爹，我愿奉上我武家1半家资。武镖头听到他们的对话，立刻上前说道：这样的孝子真是不多见呢，居然舍得拿出1半家资。看在你这么孝顺的份上，本姑娘就帮你看看，不过诊费可是不能少的。叶影走上前，蹲下身，仔细检查老人家的状况。老人家，我按一下，你告诉我哪里的痛感最疼。经过一番检查，叶影站起身说道：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能给治好。
真的？太好了，谢谢大夫。叶勇立刻让掌柜的去准备一间空的房间，里面放几张台。掌柜的也知道紧急，立刻安排人把后院的一间厢房整理出来。叶勇带着杨柳和张瑞宇进了房间，把需要的东西提前拿出来摆好，然后才让老人家进来躺在台上。秦墨瑶也进来帮忙打灯。这个手术对他们来讲已经驾轻就熟，4个人默契配合。只是这个老人家的确比较严重，已经穿孔，污染了肠道外壁。叶勇花了点时间来清理腹腔，整个手术过程花了大约1个时辰。当门打开，几个孝子立刻围了过来。大夫，我爹咋样了？没事了，养养就好。他现在还没有醒，等他醒了就在这医馆先住2天，观察观察。我让我徒弟在这守2天，放心吧。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吴镖头连连抱拳行礼，老掌柜也上前道谢。谢谢姑娘伸出援手。不用谢，凑巧路过了，都是同行，自然能帮就帮一把。不知姑娘你们是从哪里来？听你们说话口音，不是这京城人是吧？我们是外地来旅游的。哦，对了，老掌柜，有没有出租房屋的信息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短时间不会走，想找个房子租住一段时间。叶颖心里想了一下，正好通过这个老掌柜把他的医术宣传出去，让他知道自己在哪里，以后找自己也方便。姑娘真是巧了，老朽的一个朋友正好有一套房出租，他们一家搬去了外地，托我给他照看一下。不知姑娘要住多少人？我们一共有11个人，不知能否住下？没问题，要不老朽这就带你们去看看，离这儿也不远，大约2刻钟就可以到。叶颖转头看向秦墨瑶，征求他的意见。秦墨瑶一抱拳，那就麻烦掌柜了。大夫，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看他们要走，吴镖头立刻插话请求道：什么事？大夫，我娘子总是右上腹疼痛，治疗1年多了，大夫总以肝胆湿热症开药，但总不见效果，想麻烦您给看看，在下感激不尽。你明天把人带过来，我看看再说。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叶颖他们一行在老掌柜的带领下来到一座院子门前，老掌柜掏出钥匙打开院门。这是一座2进的院子，青砖绿瓦，不过看上去年代有些久远。掌柜的，您贵姓啊？姑娘，老朽免贵姓庞，叫庞万德，不知姑娘和这位壮士怎么称呼？你叫我们莫公子、莫姑娘即可。庞掌柜，你这房打算怎么租啊？不知你们打算住多久？3个月吧。叶颖大概算了一下，估计3个月应该差不多了。给50两银子即可。好，那就多谢庞掌柜了。最近你的医馆里有什么病人医治不了的，都可以来找我，也可以对外宣传你店里来了一位神医。谢姑娘相助。好了，庞掌柜，你安排人帮忙打扫一下吧，我们明日就搬过来。秦墨瑶见2人要谈的事情谈得差不多了，便提出告辞。本打算来逛个街的，结果救了个人，还租了一套房。晚上，叶颖带着秦墨瑶又进空间幻化修炼。前段时间叶颖的勤奋让他隐隐有突破的趋势，今日他又救了人，结果果然如他所料，经过2个时辰的修炼就突破到了9级。主人，恭喜突破到9级，又有新功能上线。突然小宝的机械音传入了叶颖的脑海里，小宝的机械音听的次数多了，叶颖也觉得越来越悦耳了。叶颖立刻跑进1楼客厅，轻点电视屏幕，一个灰色的按钮果然变成了实体。蔬菜种植技术。小宝，你不是说空间里不能种蔬菜的吗？叶颖觉得很奇怪，这么久以来一直只能种那5种粮食，怎么突然就可以种蔬菜了？那时候只能种粮食，现在你的等级提升了，出现别的功能不是很正常吗？次日一早，叶颖他们一行就搬到了昨日租下的小院里。叶颖、秦墨瑶和刘子言住2进，张瑞宇和暗卫们住1进。叶颖还让张瑞宇把1进院子的一间房整理出来，作为最近接待病人的地方，也就是手术室。叶颖还把收到空间里的仪器都拿了出来。当时江大夫说他留着没用，叶颖只好都收起来。此时正好自己可以用上。叶颖他们刚整理好，武镖头就带着他的媳妇儿找上门来。女子大约26、7岁的样子。小嫂子怎么称呼？奴家柯香蕊。小嫂子，你跟我到这间房，我给你检查检查。叶颖领着柯香蕊进了手术室，乖乖听叶颖的指挥，躺到了床上。叶颖让他撩起上衣，涂抹上医用耦合剂。叶颖用 B 超机的探头在他的上半身各个部位扫描了一遍，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原来他是胆结石，而且很严重，已经引起了胆囊发炎、胆管发炎。小嫂子，你这个位置是不是经常绞痛？
每次大约持续2刻钟左右。是的，姑娘，疼起来啊，真的想死的心都有。小嫂子，你这个病症叫胆结石。姑娘，什么是胆结石？奴家从来没听说过。柯香蕊理好衣服，起身，抬起头看着叶颖问：“人的5脏6腑有一个器官叫胆囊，这个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里面长了石头。古时候好像真的没有胆结石这种说法。”什么？柯香蕊被吓到了，身体里居然会长石头，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是真的，走吧，出去找你的夫君，咱们一起商量商量怎么治疗。2个人出了手术室，吴镖头正在外面焦急地等待。我媳妇咋样了，大夫？吴镖头，您媳妇的病我是查出来了，但是治疗方法我得和你商量一下，看你们是否能够接受。大夫，您说。你媳妇儿是因为胆囊里面长了石头，已经很严重了，要想彻底的治疗，只有把胆囊割掉。大夫，他胆囊里长了石头，人的胆囊怎么能割掉的？没错，的确是长了石头，起码有我们人手的拇指那么大，已经引起了胆囊发炎和胆管发炎，如果不割掉，它可能有生命危险，且非常痛苦。你们放心，胆囊切除并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饮食上注意清淡一些，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大夫，容我们商量商量。没问题。夫妻俩就到旁边悄悄商量了起来。媳妇儿，你是咋考虑的？夫君，如果真如大夫所说，我还是想治。夫君，我想多陪你些时间。那潸然欲泣的模样真是惹人怜爱。他们夫妻感情很好，而且还有2个孩子了。大夫，我们商量好了，治。行，那你们明天来吧，我们才刚收拾一下屋子，等我们准备一下。等他们走后，张瑞宇挪到了叶颖旁边。师傅，人的胆囊真的能割掉？能，只要饮食清淡一些，就和正常人一样。师傅，我什么时候才能把你会的都学到手啊？你小子挺贪心呐，你师傅会的，这辈子你都学不完。齐墨瑶冷不防来了一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也站在了他们的旁边。啊，那我就跟着师傅一辈子。这句话一出，让齐墨瑶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他对叶颖收了这么个男徒弟本来就有点意见，这下倒好了，要跟着他一辈子。看到齐墨瑶的表情，叶颖大笑出声。次日一早，吴镖头带着他媳妇如约而至，还是叶颖带着杨柳和张瑞宇完成整台手术。当患者做好麻醉以后，在肚脐下切开一条3厘米长的口子，插入腹腔镜镜头，在胸口和右侧再各切开1厘米左右的口子，插入辅助切割的工具和钳子。叶颖边教学边手术，张瑞宇真是天才，一讲他就明白，还能配合叶颖操作。张瑞宇整个过程都兴奋不已，居然可以通过镜子把胸腔内的情况反映到屏幕上，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他从未见过的。他觉得自家师傅真是一个宝藏。整个过程大约花了1个半时辰。当一个完整的胆囊切除，从肚脐下的口子拉出时，杨柳惊得嘴巴都合不拢了。手术结束以后，杨柳把一切收拾妥当，3个人才打开门出去。吴镖头立刻上前：“大夫，怎么样？”手术很成功，这就是从你媳妇肚子里取出来的胆囊。取出的胆囊正静静地躺在杨柳端着的托盘里。当着吴镖头的面，叶颖用剪刀剪开，露出里面2颗胆结石。果然如他之前在 B 超下看到的，拇指大小。大夫，您真是神医呀！吴某在此多谢神医出手相救。吴镖头真诚的道谢。这时候他才为前天自己到医馆去吵闹而感到羞愧。3天后，柯香蕊就能够下地走路了。宁堂来了一位神医，这个消息如春风吹过的野草，很快就在京城里流转开来。尤其是在说书先生的嘴里，叶颖切除一个妇人的胆囊，并当着夫人夫君的面从胆囊里取出2颗石头的事儿，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一些高官勋贵之家的下人也从市井中听到了这个消息。启越国皇后娘娘的娘家令家，本是她的弟弟令陈兴当家做主，可惜3个多月前突然像是得了失心疯似的，丧失了理智。当令家大公子的小厮从市井中听到神医的消息以后，立刻回家告诉了大公子。大公子，咱们也去请神医来给老爷治治吧。走，本公子亲自去请神医。经过一番思考，令子轩做了决定。这几个月他本想接过父亲的担子，可惜他资历不够，族里的一些长辈没有一个愿意听他的。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懂什么？这是他最近听的最多的话。叶颖他们租住的小院今天来了一位客人，
说是客人也谈不上，是秦控楼在启月国的掌权者罗南。杨柳把人领进客厅，罗南一见到刘子言，直接就跪下，行叩拜大礼。属下拜见老夫人，老夫人安康。快起来，快起来！几年不见，你小子已经脱了稚气，像个堂堂男子汉了。当罗南抬起头看向叶颖时，就向他鞠了一躬。属下见过少主。叶颖这才仔细打量他，年岁20的样子，长着一张娃娃脸，难怪祖母说他稚气脱了些。他实际年龄已经26、7了。是不是韩嫣告诉你老身在这里的？是。罗南老实回答，还用眼角余光瞄了韩嫣一眼。这次我就把韩嫣留下吧，你们也该成亲了，都老大不小了。老夫人，谢老夫人。罗南开心的道谢。既然来了，就向你们少主说说这启月国京城的形势吧。是。接下来大约花了1个时辰，罗南把启月国的京城局势大致的说了一遍。启月国以皇帝为尊，其次居然是南乐族的圣女，然后才是各皇子。当然朝政的管理自然由皇帝和大臣，圣女一般是不参与朝政的，但她的地位就是超然。为什么会如此呢？只有每任皇帝在继位前才会被告知，如此已经延续了100年。启月国的大臣都非常齐心，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几乎没有人敢反对。而且很奇怪的是，所有人都很听皇帝的话。但有一件奇怪的事儿，直到如今他都没有查明白。3个多月前，南乐族的圣女突然暴毙，京里的好些大臣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状况，有些得了疯症，有些得了傻症，还有2个直接暴毙，而且都是朝中的重臣。听完他的讲述，叶颖和秦墨瑶相互对视了2眼，看来叶颖给秦墨瑶解将害了不少人。正在这时，一个暗卫来报，门外有人求医，自报是国舅爷的儿子令子轩。罗南不方便见此人，悄悄躲到了内堂藏好。在下令子轩，这厢有礼，请问哪位是神医？我就是。家父有急，在下想请神医过府一治，如能治好，定有重金酬谢。令子轩又是拱手一礼，态度很端正。来时他就打听过了，神医就是一个小姑娘，是否如外界传言所说，许诺30万两银子？如若神医能救治好家父，30万两银子，一分不少。好，本姑娘别的不爱，就爱银子，随你走一趟吧。叶颖和秦墨瑶带着杨柳、张瑞宇来到了令府，令子轩直接把他们带到了令晨星的院子。还没进院子，就听到里面大声的叫喊声，也不成句，只是啊啊啊的叫，显然很是痛苦。打开院门，一行人走了进去。叶颖只见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在院子里四处乱窜，时不时的这儿捶捶那儿打打，真如一个疯人一样。阿莫，去点了他的穴道。秦墨瑶听了，一个闪身上前就点住了那个人的穴道。叶颖这才上前仔细观察，他的眼神游移不定，瞳孔涣散，没有焦距。叶颖再伸手摸了他的脉搏，心跳过快，且时常没有规律。果然如自己所猜测，这也是个被下了降头的主，下降者已经死了，失去了控制，导致他得了疯症。这下在令晨星身上的是控制人心神的降，比下在秦墨瑶身上的更加歹毒。说穿了，他就是别人手上的木偶，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令公子，你父亲的病症我能治，但是你能做你们家的主吗？真的？太好了，我这就去同我祖母和母亲说。令子轩说完就一溜烟跑了，也不管丢下客人是多么没礼貌的行为，果然还是不够成熟。没一会儿，叶颖就看到一位老妇人杵着拐杖匆匆地往这边赶来，后面跟着一个40岁左右的妇人，时不时地扶她一把。神医，神医！人还未到，老妇人就已经激动地喊上了：“您真的能救我儿？”叶颖看着老妇人的激动的神情，连连点了几下头，给了她肯定的答复。太好了，太好了，苍天有眼，阿弥陀佛。老夫人，你先别激动，在这里说话方便吗？神医，随老婆子到南河院去。老夫人亲自拉着叶颖的手，又匆匆地走了，留下秦墨瑶和令子轩在这儿，你看我，我看你。叶颖和令老夫人到了南河院，令老夫人把所有伺候的下人都撵了出去。神医，你说吧。老夫人，您先做好心理准备，我爸说了您会承受不住。叶颖先给他打预防针，他可不想一会儿吓着老人家。老夫人，令大人是被人下了降头。叶颖见令老夫人做好了心理建设，直截了当地说道。什么？令老夫人作为启月国的人，而且还是皇后娘娘的母亲，自然知道下降是什么意思，但一直以来她都没见过哪一个被人下降，
而且还听说圣女下降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够完成，主要是皇帝用来对付其他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用来对付自己人的。和圣女接触的一般都是皇帝以及他的族人，外人从来接触不到。叶颖不说话，一直等着令老夫人接受这个信息。过了大约1盏茶的时间，令老夫人才再次开口问道：神医，你真的能治吗？能。听说京城里有好几个大人和令大人是一样的病症，我怀疑都是被下了降的。好得很，天杀的狗皇帝，老身还把自己最心疼的大女儿嫁给了他，他就是这样对我们令家的，难道我们还不够忠心吗？母亲冷静下来，令老夫人才问：神医啊，当如何治疗啊？你们家有密室吗？或者地下室？有。还要找2个你信得过的壮丁，使劲的拉住令大人。如果没有，我可以代劳。还是麻烦神医比较好。令老夫人现在谁都信不过，叶颖既然能治，自然他的人更能保守秘密。既然决定治疗，那就事不宜迟，就今天吧。老身可否在场？令老夫人，解降的过程比较恐怖，您是否能够承受得住惊吓？老身活了一大把年纪，什么事情没遇到过？没见过，难道还怕了不成？如此，那就一起吧。很快，在令老夫人的带领下，齐莫瑶和暗一2人驾着令晨星到了一个地下室。叶颖让杨柳和张瑞宇也跟了进去。叶颖提着一个药箱，把需要的东西都提前放到了药箱里。他不可能当着令老夫人的面直接从空间里拿东西。杨柳、研墨、小雨，拿剪刀把令大人的上衣全部剪掉。阿莫、暗一，你们2个一定要抓牢令大人的2只胳膊，让他不得动弹。暗三，你抱住令大人的2条腿，无论如何都不能松手。叶颖一一交代清楚。杨柳很快抹好了墨。杨柳、小雨，等会儿如果你们害怕，就把眼睛闭上，把耳朵塞住。令老夫人，当你也承受不住的时候，也如此。好。叶颖端起砚台，拿起毛笔，蘸了点墨，开始在令大人的身上做起画来。当叶颖的毛笔落在令大人身上的时候，他就开始发出凄厉的惨叫声。他现在神志不清，不可能像秦墨瑶能够自己控制一些，他是有什么反应直接表现出来。听到令晨星撕心裂肺的惨叫，令老夫人不住的抹眼泪。给秦墨瑶解降时，叶颖的精神力才到6级，而现在他已经修炼到了9级，画起来更加得心应手，速度也快了很多。只用了1刻钟，他就在令晨星的胸前和后背各画了1个钟馗。好了，杨柳，你也去帮忙抱住他的腿，别让他动弹。杨柳立刻上前蹲下身，抱住了令晨星的另一条腿。张瑞宇就是一个娇惯着长大的孩子，根本没有力气，就不使唤他了。叶颖又蘸了点墨在胸前的钟馗右眼上轻轻点了一下，然后厉喝一声出来。2个钟馗眼睛眨了眨，突然从令晨星的身上跳了出来，哇哇叫着，开始从他身上抓出如同鬼魅一样的东西，塞进嘴里，搅吧搅吧2下吞下肚。所有在场的人见到这一幕都吓得惊呆了，还好每个人都没有忘记自己手上的工作，死死抓住了令晨星，没让他动。给秦墨瑶解降时，他只顾着忍受痛苦，没有看得太真切。这是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见到真实的钟馗是如何驱鬼降邪的。持续了大约1刻钟，2个钟馗才停止了咀嚼的声音，然后慢慢消失不见了。又过了一会儿，母亲，晨星啊，我的儿，你受苦了。令老夫人果然见过世面，没有被吓得晕厥。我儿啊，你可知道你怎么了？母亲，以前不知，现在知道了。3个多月的痛苦折磨得他人不人鬼不鬼。在10多年前，他记得自己曾经有一次在宫里过了一夜，是皇帝与他秉烛夜谈，后来他就昏睡了过去。自此他就成了皇帝的忠实拥护者，很多时候他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和皇帝的情分特别深，没想到这是皇帝使的控制人心的手段。令大人，我建议你还是先别好，等其他人都来找我治疗了以后你再好吧。至于你们要如何行事，也等我把钱赚到手再说。其实叶颖说这话有2层意思，你们被人这样耍得团团转，最好是联合一下。其他人如果没有他的治疗，想好没门，所以令晨星就是一个牵线的人。令晨星自然听明白了他的意思。多谢大夫，珍妃，我令家1分不少。在令府用了午饭以后，回到租住的小院。小颖儿，今日我才真正了解到当时你给我解降时的场景，小颖儿真是了不起。说着，秦墨瑶一个公主抱把叶颖抱在怀里，
并迈步往里走。喂，快放我下来！大庭广众的，羞死了！叶颖挣扎着要下来，秦墨瑶抱得更紧了，就是不松手，直到进了厅堂才把他放下来。晚饭后，颖儿啊，陪祖母到院子里走走，消消食。是祖母。秦墨瑶今天的举动，叶颖早就猜到，肯定会引得祖母说教。不过还是乖乖的跟刘子言到院子里散步。颖儿啊，今年你已经14岁了，之前也没个长辈照看，苦了你了。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了你，有些事我这个做祖母的就要多操些心。祖母，你放心，我能照顾好自己。你还小，有些事你还不懂，你现在还没来癸水，有些事还不能做，你可知道？刘子言停下脚步，看着叶颖的眼睛问：祖母，颖儿心里有数，我们什么也没做，就只是睡觉而已。听了这话，刘子言稍稍放了些心，他私下还得找秦墨瑶再说道说道，这种事最关键还在于男人的自控力。你是大夫，不用祖母多说，你心里应该有数。谢祖母关心，有人爱就是好。听了叶颖的话，刘子言怜爱地摸了摸她的头，有这样一个长辈在身边，感觉真心不错。在刘子言的心里，叶颖就是他的亲孙女儿。尽管叶颖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亲孙女儿早就已经死了，但这话他不可能告诉刘子言，所以这份情他叶颖代受了。令晨星解了降，休息了一下午，精神就恢复了。次日晚上，令晨星在令子轩的带领下，悄悄来到了叶颖他们租住的小院。见到他们来，叶颖并不吃惊，请到厅堂坐定。令大人，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叶大夫，有些事想和你商量商量，不知可否行个方便？令大人请放心，这是我的祖母，这是我的夫君，这是我的徒弟。杨柳，你和韩嫣先出去吧。叶大夫，我之所以得了风症，不用多做解释，你应该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他是天子，我们做臣子的只能任他拿捏，总不能让我做乱臣贼子。而剩余的那些阴暗手段就不应该存在，这种歪门邪道的东西早就该消失了。所以我想请叶大夫帮忙配合一下我的计划。如何配合？叶颖也很好奇，这一下午过去，这令大人都想了些什么？今天叶大夫提醒我不要那么快好，所以我就想其他人是否也不要那么快好。我应该是你第一个病人，或许还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如果你公开一家接一家的去治疗，自然会引起某些人的注意。所以我想可否等我一家家联系好，咱们私底下治疗，这样也能保证叶大夫的安全。如果你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有可能会被灭口。就这么定了。听了令晨星的话，秦墨瑶开口一锤定音。叶颖看了秦墨瑶一眼，也认同，跟着点了点头。多谢。既如此，那我就等着令大人的通知就行。令晨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告辞离去。王爷，他这是什么意思呀？难道他还能组织人把皇帝给反了不成？小颖儿，在外人面前你叫我阿莫，私底下老叫我王爷，咱们可不可以把这称呼给改改？以后就叫我阿莫，好不好？好吧，那就叫你阿莫，还挺亲切的。颖儿，祖母猜他可能要对圣女不利。刘子言出声解答了叶颖的问题，秦墨瑶也点头赞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那不是也替你报了仇？对。那咱们这算不算借刀杀人？而且还要收他们一大笔钱，想想真是爽。次日，令晨星继续在家装疯扮傻。到了晚上，装扮一番，悄悄来到镇南大将军司徒磊的府中。自从司徒磊疯癫之后，司徒家做主的就变成了他儿子司徒震。不知阁下是哪位？司徒小将军，可否借一步说话？司徒震挥了挥手，伺候在书房的2个小厮自觉地退出了房门，并随手关上。司徒震武艺高强，并不怕此人会有什么不利于他的行为。令晨星见下人都出去了，主动把帷帽摘了下来。令大人！司徒震惊呼出声。司徒震可是清楚得很，令晨星和他父亲是一样的，得了失心疯，怎么可能好好的来到他的书房？贤侄，您不是和我爹一样吗？是，昨日本官还活在痛苦之中。令大人，这是怎么回事？本官、你爹、太后娘家的钱志远，还有2个内阁学士，我们都是被人下了降头。3个多月前，南洛族上一任圣女突然暴毙，失去了控制，才导致我们失风的失风，痴呆的痴呆。
什么？司徒震吃惊的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心中的怒火喷涌而出。太欺负人了，太欺负人了！他不傻，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一家祖祖辈辈为皇家卖命，居然是别人的狗。如果没有发现，他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他爹。司徒震在书房里来回踱步，大约一盏茶的功夫，他才慢慢的消化掉令晨星说出的这个消息。令伯父，您是怎么治好的？今晚本官来就是要告诉你，治愈有望，但本官希望你不要声张，私下悄悄治好。咱们一家一家的去联系，我们联合一起。皇上，我们不能把他如何？难道一个南乐族，我们还没有能力吗？皇上对付别国的人也就罢了，居然连我们如此忠心的朝臣也这般对待，你叫我们如何能忍？令伯父说的对，没有人愿意这般没有自我的活一辈子。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尽快安排给你爹治疗。因为怕大夫被有心人惦记，所以我们不能暴露大夫。你找一间密室，不能传出声音。明晚我就把大夫带来。好，多谢令伯父。次日晚上，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之时，令晨星亲自带着马车来接叶影。秦墨瑶给自己易了容。啊，你怎么易容了？难道这里有人认识你？你别忘了，镇南大将军和我交过手，几年前的战事，我杀了他手下2员大将。哦，差点把这茬给忘了。叶影和秦墨瑶还有2个暗卫跟着令晨星到了镇南大将军府，从侧门悄悄而入。司徒震早就等在这里。令伯父有劳了，不知哪位是大夫？这位是叶影叶大夫。居然是个姑娘，让他吃了一惊。不过他什么也没说，继续领着大家进了一间密室。司徒震率先进去，令晨星接着，然后是秦墨瑶牵着叶影下了石梯，才到了一个地下室。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2个壮汉按住一个40多岁的中年汉子，只着了中衣，形容有些憔悴，嘴里还时不时地发出啊啊的叫声。此人正是司徒磊大将军。大将军，我带人来救你了，很快你就能摆脱痛苦了。令晨星语带伤感，司徒震也连叫了几声爹爹，引来的是司徒磊恶狠狠的瞪视。司徒磊毕竟是武将，想要控制他，自然比控制令晨星这种文臣要难得多，估计降头下的要重很多。有了这样的认知，叶影心里也有数了。废话不多说，爱一、爱二，上前帮忙控制住大将军。阿莫，给我磨磨。司徒小将军，把你爹的上衣脱了。几个人行动起来。秦墨瑶打开药箱，取出砚台，开始研磨。而脱了自己老爹上衣的司徒震看不明白，治病怎么是让人磨磨？难道是要写药方？磨好墨，秦墨瑶亲自端着走到了司徒磊旁边。叶影如法炮制，蘸了点墨，开始在司徒磊的胸前画了起来。一下笔，叶影就感觉司徒磊身上的酱下得真不轻。这次叶影灌注了所有的精神力，才能穿透他的身体，希望他能撑得住。小将军，快帮忙压住你爹，别让他动。令晨星见司徒震傻愣愣的不知道干什么，而大将军挣扎的越来越厉害，那种痛苦过来人的令晨星太了解了。可是看大将军的样子，比他当时还要痛苦。在5个武力值不弱的大男人控制下，司徒磊才动弹不了，让叶影顺利的画完前面的图，再转到后面，又画了将近1刻钟才画好。小燕儿，可还能坚持？最后一笔了。叶影说话都开始喘气了。叶影在钟馗的右眼上点上最后一笔，喝道：“出来！”2个钟馗一跃而出，比之前在令晨星身上出来的大了无几倍。在一阵哇哇大叫声中，2个钟馗开始干活，那咀嚼的声音听得人浑身汗毛直竖，而3个没见过的男人直接被吓傻了。还好秦墨瑶适时的出声提醒他们不可松手。持续了整整1刻钟才结束，2个钟馗居然还打了个饱嗝，才慢慢消失不见。而司徒磊已软成一滩烂泥。突然他猛地推开所有人，盘腿坐于地上，开始调息。没一会儿，他头顶开始冒出了热气。只有秦墨瑶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令晨星没有武功，自然没有体会。大家都不敢出声，等着他运功。大约半个时辰，才见司徒磊睁开了眼睛。爹爹！大将军。司徒磊笑过之后，在所有人身上扫了一圈，最后将目光定在了叶影身上。此时叶影正靠着秦墨瑶休息，这次居然用光了他所有的精神力。多谢姑娘相救。你可知你比令大人严重多了，我几乎耗光了所有体力。多谢姑娘。刚才的治疗过程他亲眼所见，才明白这不是简单的治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更是没见过。看到叶影虚弱的样子，他也知道给他爹解降可是消耗巨大呀。给我找间房，我需要调息，
你们要谈什么自行去吧。走，出去再说。司徒磊带头出去了，秦墨瑶一把抱起叶影，紧跟其后。走出密室，司徒震亲自带着秦墨瑶来到一间客房安置，关了房门，两人就消失不见了。而另一边，司徒磊、司徒震和令晨星来到大将军的书房，几人密谈了一夜。第二日天还没有亮，秦墨瑶就带着叶影离开了，只是走时给门口守着的小厮留了一句：记得让你主子结账。然后施展轻功，抱着叶影走了。可是叶大夫家？正是。在下司徒震来结账的。没想到是司徒震亲自来送钱。当一箱箱银子展现在叶影面前的时候，他笑得见牙不见眼，居然整整50万两银子。大将军府真有钱，之前还想着亏了，现在觉得不亏了。小将军，那就多谢了。啊，是在下该谢。接下来半个月，叶影时不时的被令晨星或者司徒震接走，一家接一家的来。这日终于没人来接他了，估计令晨星和司徒磊知道的人家都被他治完了。叶影和秦墨瑶把房门一关，进了空间，感觉好久没好好修炼，净忙着挣钱了。还是老习惯，先把自己的精神力用空，画了几幅动物图变现，帮着他耕地种粮，然后在小楼前盘腿调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叶影感觉今天的状况与以往都不同，精神力流动的速度特别快，犹如飞驰的列车。随着飞驰，精神力越来越饱满，然后如盛开的花朵，一点点绽放，照耀他的全身。突然感觉像爆炸了一样，砰的一声，精神力一下子暴涨。恭喜主人，精神力到达10级。但是一切并没有停止，精神力还在运转，不断的扩大膨胀。而此时空间里因为种植而产生的绿意和生命气息扑面而来，融入叶影的身体里，转化为精神力。叶影努力控制着体内精神力的变化和走向。半个时辰过去，又是一次绽放，精神力散入叶影的四肢百骸，再慢慢的汇拢到丹田。恭喜主人，精神力达到11级。主人，有新功能出现。叶影兴奋极了，一次突破2级，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这好处也太大了吧！哈，还有新功能出现。平复好体内的精神力，叶影立刻起身来到1楼小宝面前，轻点电视屏幕，果然有一个灰色的按钮变成了亮色。啊，这是什么玩意儿？叶影立刻点开查看，居然是各种车的图形，摩托车、汽车、工程车，连军用车都有。再往后翻，还有直升机。哇，真是好东西！主人，你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又是一种诱惑。你的精神力需升到12级才可以画。小宝的机械音再次响起，又把叶影给气到了。主人，你现在画的动物可以保持的时间更久了，至少能保持5年时间。当你升到12级后，就可以画出正常寿命的动物了。这个信息又把叶影给安慰到了，想到就做。叶影立刻上2楼开始画起了动物。秦墨瑶一直没有打扰叶影，但一直都关注着他。见他进了书房，也跟着进来。恭喜小影儿，又有了新的进步。我这次的进步可大了，居然一次提高了2级。这样的好事儿，要是天天有，那该多好。贪心，什么事都要循序渐进，不然基础不牢。说笑而已嘛，哪有那么多的好事嘛？现在每天收获的粮食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叶影也没有想好这些粮食到底用来干什么。叶影又让一部分动物参与蔬菜的种植，看着绿油油的蔬菜也是一种享受。一片碧绿的蔬菜田，真是美不胜收。2个人出了空间，居然天都快黑了。杨柳早就在外面等着了，见2个主子出来，立刻摆上晚饭。影儿啊，今天怎么这么久才出来啊？祖母遇到好事了。刘子言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也不多问。叶影他们一行来到启越国京城燕都，已经20多日了，使团应该也快要到了。距离启越国国主大寿4月初8还有20来日。这2日没事做，叶影又拉着秦墨瑶去逛街，逛累了就找了一家茶楼坐下来喝茶聊天。听说东明国这次派来的使臣是东明四皇子带队。我还听说这东明国的四皇子以前是个瞎的，不知道遇到了哪路神医，居然给他治好了。唉，我岳母家也有一个孩子，天生就是瞎的，要是也能遇到这个神医就好了。这东明国的四皇子还是咱们启越国6公主的表哥呢。可惜啊，这诗妃娘娘居然在3个多月前突然就傻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叶影和秦墨瑶听着周围人们的议论，
叶颖便悄声问道：“这是妃娘娘是不是就是你的四皇姐？”我估计她也被人下了降头，如今痴傻了，六公主又嫁人了，也不知道她现在什么情况。那要不要去给她治疗？再稍微等等，等那几个有了行动之后再说。燕都城表面一派风光，而黑夜下的阴暗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日晚上，令晨星又悄悄地来到叶颖他们租住的小院。令大人，是不是又有什么好事啊？叶神医，我等受圣女下降之苦，这样的耻辱怎能忍下？有些东西已经没必要存在于世了，你说是不是？经过这段时间的交往，令晨星已经对叶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那令大人的意思是，此次前来还想再请叶神医助我们一臂之力，事后必有重谢。什么意思啊？这南乐族一向神秘莫测，这圣女是如何修得一身本事会给人下降，我们也不得而知。而叶神医，你的钟馗是他的克星，我们打算灭了南乐族，让圣女这套歪门邪道从此世间消失，还望叶神医鼎力相助，并保守秘密。听了他的话，叶颖和秦墨瑶对视了一眼。令晨星的目的他们心知肚明，就是想让叶颖帮助他们抵挡一些阴邪之物。令大人，让我考虑考虑，明天再给你答复。令晨星走后，三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刘子言率先打破沉默：“颖儿，此事会不会有危险？要不找罗南来问问？”行，我们对南乐族也是一无所知。韩言很快找来罗南。罗南对南乐族了解的也不是很多，但他还是把自己知道的都告诉了叶颖。南乐族很神秘，人口不多，最多1000人左右，就住在城南的一座山上，叫启富山。他们每一代圣女都从自己族里挑选，并由上一代圣女进行培养。一旦被选为圣女，终身不嫁，一心为族里办事。至于她的那些本事是如何习得，没人知道，这就是她神秘之处。听说南乐族除了圣女之外，还有4大族老，他们掌控着南乐族所有人的命运。但据罗南分析，其实他们主要是依附于启越国的皇帝而生存。罗南走后，几个人又陷入了沉默。要不今晚我们去一探究竟？叶颖提议。南乐族勾起了叶颖的好奇之心，总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小颖儿，阿莫，你就不想报仇吗？那今晚我们去探一下南乐族的虚实吧。子夜时分，一只大雕从小院展翅飞出了燕都城，往南面而去。在黑暗中，他们绕着整座祈福山飞了一圈，看不出什么，他们只好选了一个隐蔽的位置，悄悄降落。秦墨瑶背着叶颖施展轻功，逐渐地靠近南乐族聚居地。一片寂静，居然没有巡逻，看来他们生活得很安逸嘛，已经忘了什么是居安思危了。确实，秦墨瑶带着叶颖把所有地方都逛了一遍，足足花了1个时辰。南乐族呈圆形状居住，中央大殿建筑恢宏，想来就是4大族老和圣女居住的地方。秦墨瑶带着叶颖晃到正中央的一处高台时，借着背光的角落停了下来。一靠近这里，叶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但他又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直觉告诉他，这个高台下面一定有文章。整体看来，南乐族谈不上守卫森严，可以说基本没有守卫，大概是他们在启越国崇高的地位，导致没有人敢对他们不利。久而久之，他们就过起了安逸的生活。秦墨瑶和叶颖今晚只是来探探地形，看看大概情况，而且只有他们2个人，不宜多做什么。当他们逛完一圈，就准备下山回去。经过中央大殿西北角的一个房间时，秦墨瑶听到里面有说话声，立刻停了下来，一跃上了屋顶，轻轻掀起一片瓦，向下看去。洪长老，你说元圣女什么时候才能出关呢？这眼看就要到继任大典了。老夫也不知道啊，上任圣女死得实在太突然，都没有个交代和传承，导致元儿全靠自己琢磨。上一任圣女突然暴毙，给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多年，圣女所下的降头也从来没有被人解过，直到如今，他们都没有查清楚究竟是谁的降被解了。看来今晚我们又是白等了。元儿说闭关1个月，今日已经是1个月04天了，咱们也在这等了4个晚上了，也没见他出来。希望元儿能把那些鬼魅都炼化。如果上任圣女没死，有人在旁指导，说不定他早就出关了。不说了，就怕皇上问起，咱们没法交代呀。
秦墨瑶和叶影在房顶听了一会儿，也大致明白了这两个老者怎么没睡觉的原因了。原来是在等着圣女出关，看来得通知令晨星他们动作快点，趁圣女没有出关之前行动。秦墨瑶带着叶影很快撤出了南乐族。当他们回到租住的小院时，天已经蒙蒙亮了。事情紧急，秦墨瑶立刻叫来了一个暗卫，写了一封信，让他亲自交到令晨星的手里。令晨星收到秦墨瑶的信以后，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刻把消息传给了司徒磊。当天晚上，10几家的家主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聚集商量，每家都把自己的势力带出来，决定后天晚上围攻南乐族，杀他个片甲不留，一个活口都不能留。而叶影这边睡醒之后吃过饭，就又进了空间。叶影猜测大殿中央那个大理石台下应该就是圣女闭关的地方，自己的直觉他一向信任，那种阴森恐怖的感觉，叶影此时想起来还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叶影想了想，动笔开始画起了画。秦墨瑶走近一看，原来是钟馗。小影儿，你的钟馗画在纸上也行吗？在人身上画是因为那些阴邪之物，在内人身上，如果在空中的就不需要了。小影儿就是能干。那是，你娶到我是不是感觉赚大发了？对，感觉比娶到一座金山银山赚的还多。小影儿在我心里是无价之宝。秦墨瑶眼神深邃地看着叶影，叶影与他的视线对上，怎么感觉如此火热呢？他有些招架不住，赶紧移开视线，继续画自己的钟馗。唉，身板太小了。4日晚上夜半时分，南城外祈福山下，约有800人聚集于此，都是叶影救过的那些人家的暗卫、家丁、护卫之类的，个个都有一定的武力值。最强实力自然是司徒磊带来的人，而且他们父子齐上阵，此次行动也是由他们父子带队，所有人都听从他的命令。叶影和易容后的秦墨瑶来时，司徒磊已经做好了部署，800多人的队伍悄悄往山上靠近，慢慢分散开来，呈包围之势，往南乐族的聚居地围拢而来。开始只是暗杀，大家都没有弄出太大的动静，各自找各自的目标，3、5人一组，这是司徒磊提前给他们分配好的方式。当几声惨叫声传来，惊醒了整个南乐族的族人，他们慌了，大喊大叫声此起彼伏。有敌来犯，快启动雷霆柱！秦墨瑶从众多声音中听到了一个老者洪亮的声音大喊，叶影也同样听到了。突然从4个角传来巨石倒塌的声音，4声过后，空气中突然弥漫起烟雾，烟雾慢慢的聚集，形成了一个个鬼魅似的东西，直接往来犯者的身上钻去。叶影明显的看到被钻了东西进去的人突然就不再杀戮，反而一个个傻傻的转起了圈圈。果然他们有自己保命的东西。叶影立刻从空间拿出自己画的钟馗，一个个放出来。钟馗一现身，看到那些诡秘的东西，立刻就兴奋起来，直接飘过去，伸手就抓，抓住了就往嘴里塞。幸好叶影画的钟馗足够多，慢慢的那些鬼魅似的东西都被钟馗们一个一个的吃掉了，包括那些钻进人体的也都被拉出来，搅吧搅吧吞掉了。直到1个时辰之后，这场屠宰式的杀戮才慢慢的结束。整个过程，叶影和秦墨瑶只是看着，不曾杀过一个人。但他们俩并没有静静的停着看，而是在各个建筑里到处乱窜，尤其是几个宏伟的大殿里。叶影见到好东西就往空间里收，银子更是不会放过。用叶影的话来说，这叫跟在后面捡漏。司徒磊清点现场，居然没有发现圣女。这时叶影和秦墨瑶收拾完东西以后也走了过来，问怎么回事儿。得知没有发现圣女的时候，叶影和秦墨瑶心里就有数了，她应该还在闭关呢，没出来。在哪里闭关？我猜测应该就在那个台子下面。司徒磊父子俩看向那个大理石台，可是没有看出来什么。秦墨瑶和叶影也上前查看，也看不出来什么，每个石板都严丝合缝。司徒将军，我们也没看出什么来，要不等天亮吧，还是先打扫现场。只好如此了，司徒磊吩咐下去，先把尸体都拖到后山去掩埋，等天亮以后，几个人又围着大理石台仔细的查看，还是看不出来哪里可以进去。我们是不是找错方向了？很有可能。我们去几个大殿里再找找看。几人又分开，在周围几个大殿里仔细查找。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司徒震发现了一个异常之处。在正北的大殿里供奉着一个3人高的女神像，是南乐族第1任圣女。在神像的背后有一个圆形的凸起，他按了一下，
神像居然整体向右移动，一个向下的通道出现在眼前。司徒磊带头，秦墨瑶牵着叶影走在中间，司徒正走在最后。几个人的脚步声在通道里回响，一种恐怖的氛围在几人身边蔓延开来。叶影越来越感觉阴森恐怖，不自觉地往秦墨瑶身边靠了靠。怎么了？总感觉有鬼似的，好像这几个男人感觉不到似的。难道因为我是女人的原因吗？靠近秦墨瑶，叶影感觉稍微舒服一点了。我背着你吧。秦墨瑶说着就蹲下了身，叶影也不客气，直接爬到了他的背上。几个人继续往前走，在秦墨瑶的背上，叶影感觉没那么恐怖了。大约走了1刻钟，一个大约200平米的圆形空间出现在几人眼前。正中间，一个高1米的大理石白玉台，一个白衣女子正盘腿坐在台上，年纪大约20岁左右，脸色在灯光的照耀下略显苍白，嘴唇发紫，肉眼可见一股乌黑的气息从4个柱子里引出，往女子身上流窜而去。那股乌黑的气息给叶莹的感觉特别不舒服。主人，那些玉柱里全部锁的是阴魂，圣女就是通过吸收这些阴魂来提升自己的下降能力。她快要大功告成了。小宝的声音突然在叶莹的脑海里响起，叶莹二话不说，直接从空间里拿出2副钟馗吐来，立刻将其变现，2只超大型的钟馗扑向那黑暗的雾气，开始一顿猛吃。这一操作惊醒了正在修炼的圣女。什么人，居然敢打断本圣修炼？圣女猛地睁开眼睛，当见到有人的时候，圣女怒目圆瞪：你们究竟是什么人？难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来要你命的人。司徒大将军，你怎么会在这里？你居然清醒了！哼，南乐族圣女作恶多端，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司徒磊话音一落，举剑就向圣女杀去。圣女见势不妙，一个弹跳飘上半空，躲过了致命的一剑。没想到圣女还有这样的本事，叶莹以为她只是个柔弱的女子。一股黑气从圣女的掌心拍出，直冲司徒磊的胸口。司徒磊不察，直接中招，然后跌落地下，人突然就像个傻子似的傻笑起来。啊，快把他拉过来！司徒真立刻上前把他爹拉了过来。叶影又祭出一个钟馗，以最快的速度将司徒磊身上的邪物吃掉。圣女见状大吃一惊，然后毫不客气，一股股黑气从她的掌心排出。阿莫，快把他们2个拍晕！叶影的话音刚落，秦墨瑶2股真气发出，2位司徒将军直接晕倒在地。叶影一声收，2个人就突然消失不见了。叶影以最快的速度祭出5个钟馗，然后带着秦墨瑶一闪身，也消失在了原地。幸好叶影动作快，不然他们2个也会被阴邪之物侵入身体。要是叶影真被那邪物侵入身体，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叶影和秦墨瑶躲在空间里，轻易不敢出去。叶影张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每隔1刻钟，叶影就变现1个钟馗甩出空间。叶影一共换了35个钟馗，直到全部甩出空间，又等了1刻钟，叶影才带着秦墨瑶出了空间。几10个钟馗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显得特别拥挤，他们还在不停地干活，只是那些阴邪之物已几乎没有了，就连4个玉柱里的阴魂也都不见了。而圣女如一滩烂泥似的躺在地上，蜷缩成一团，一动不动。叶影又把司徒磊父子放了出来，秦墨瑶上前踢了2脚，2个人才悠悠转醒。直到所有的阴邪之物都被钟馗捉完吃掉，他们才慢慢的消失不见了。这时，司徒磊父子才终于回过神来。小神一爷，今次真是太谢谢你了，要不是有你，我们此次必定失败呀。 4个人来到圣女面前，她已经完全没有力气，连坐起来都困难。司徒大将军，你们这么做，不怕皇上怪罪吗？哼，自身都难保了，还管别人？整个南乐族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活口了。什么？你们好大的胆子！ 你们南乐族与皇帝狼狈为奸，祸害了多少人，早就该死了。你们靠做下阴损之事，享受了多少代的荣华富贵，现在你们是遭了天谴。司徒磊说着，举起了长剑，一剑刺穿了圣女的胸膛。整个南乐族一夜之间无一活口，从此世上再无南乐族和圣女。 一切也算是尘埃落定，4个人从黑暗的通道回到了地面。没想到外面的天又黑了，司徒正把圣女的尸体也搬了出来，拖到后山和其他的族人一起掩埋了。等
等一切善后都做好以后，司徒大将军，你带着大家先撤吧，我和阿莫再处理后续。好，多谢两位。等他们走后，秦墨瑶和叶影又把南乐族仔细逛了一遍，凡是看得上眼的东西全部都收入了空间。然后叶影和秦墨瑶又回到了空间调戏。休息了一会儿，叶影又上2楼拿出画笔画了一样东西，一画就是几10个。小影儿，这是什么？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天快要亮了，我们快点出去干活。2个人出了空间，叶影又拿出事先画好的一张大雕图，变现之后2个人骑上雕一飞冲天。叶影指挥着大雕围绕着南乐族的建筑慢慢飞行。叶影拿出刚才画好的图，手在图上一抓，一个炸弹出现在叶影的手里，然后往下一丢，一声巨响传来，接着就是浓烟滚滚，火光出。这是什么鬼东西啊？这么大的威力！叶影可没工夫理会秦墨瑶的惊讶，每隔一段距离，叶影就扔下一颗炸弹，直到把大约50个炸弹全部扔完，南乐族所在的起伏山顶几乎被夷为平地。叶影驾着雕扬长而去。次日一早，当金兆尹、程鹤元得到消息后，立刻派人去查看。其实昨晚睡得迷迷糊糊间，他也听到了爆炸的声音，只是没有引起他的重视。1个时辰之后，去查看的人回来禀报所看到的一切，把程鹤元吓得直接跌坐在地上。好不容易缓过神来，立刻整理了一下衣冠，进宫禀报皇上。启越国的皇帝轩辕清印听了程鹤元的禀报之后，还不敢相信，又派了自己身边的大太监亲自去现场再看看。皇上啊，完了，南乐族完了，什么都没有了，全部是一片废墟，无一处房屋是完好的，人也全部死了，都埋在后山，连圣女也在其中。而轩辕清印听了赵公公的禀报，久久无法回神。突然他身子一晃，2眼一翻，直直地倒了下去。皇上，快来人呐！皇上晕倒了！今天的茶楼真热闹，各种议论声此起彼伏。张瑞宇扶着刘子言找了个雅间坐下，没一会儿，隔壁也坐了一桌客人。小二，来2壶雀折。昨晚上的爆炸声真是吓人，离着咱们京城7、8里地都把我给吵醒了。是啊，我也是。京兆尹程大人一早就派人去查探了，听说是咱们启越国的南乐族在一夜之间被灭门，将近1000族人呐，而且所居住的山头也被炸了个粉碎。听说大总管去刨出来的尸体里，连圣女也在其中。议论声一句接一句的传了过来，听得张瑞宇和刘子言啧啧称奇。我师傅可真厉害呀！以后陈阳国有了影儿，看谁敢作妖。大约过了1刻钟，雅间另一面又来了一桌客人，看他们的打扮，好像是一群国子监的学生。存在了100年的南乐族，就此消失在世间了。说句实话，直到如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南乐族的圣女在咱们启越国的地位如此崇高。是啊，我也不明白，居然她的死能把皇上给气得晕厥过去，这都多长时间了，听说还没有被救醒呢。这皇上要是一直不醒，这可咋办呢？而且马上就要万寿节了，听说另外3国的使臣马上就要到了。别操那么多心了，咱又不是朝中大臣，不是还有皇太后、皇后吗？后宫呀，又乱不了。张瑞宇和刘子言听了一上午的八卦，茶也喝了几壶，花生瓜子吃了一肚子，正准备要走，茶楼外面忽然一队官兵急匆匆地跑过去。张瑞宇一眼就认出了带队的还是个太监。师祖母，您说他们这是干嘛呀？会不会皇帝治不好了，跑来找师傅吧？刘子言听了张瑞宇的瞎扯，心里咯噔了一下，还真说不准。之前颖儿为了打响自己的名声，找说书先生满大街的宣传，说不定真的让皇宫里的皇太后知道了。走，咱们快回去。发生什么事情了吗？你这张乌鸦嘴，说不定啊，真让你给说中了。好，那快走。果然被张瑞宇的乌鸦嘴说中了。他们刚到家，刚才从茶楼下经过的那队官兵正在小院里站着。奉太后懿旨，传叶颖大夫进宫为皇上诊治。而此时叶颖和秦墨瑶还在卧室里睡得正香呢。杨柳听到声音，立刻从2进院出来，一出来就听到太监这样的高喊：我家姑娘昨晚给人诊治，累着了，还在休息，没起床，只能麻烦公公稍等等。
你可知咱家是谁？太后娘娘身边的大总管，尔等小民居然敢藐视太后，还不快去叫他起来跟咱家走！暗一早就进去禀报秦墨瑶，秦墨瑶看着叶颖的睡颜，怎么舍得叫醒他呀？但又怕杨柳一人应付不了，只得下床出来，然后就听到了这么嚣张的声音。好大的威风！你这是来请人的态度？你是什么人？你们要请的大夫的夫君。太后看得起你们，是你们的荣幸，还不快把人叫出来跟咱家走？皇上可等不起。回去换个会说话的来。秦墨瑶懒得理他，留下这句话，转身就要进去。大总管见此情形，平时被人捧惯了的人，怎么可能受得了一个平民百姓如此怠慢？强行带走！跟着来的官兵一拥而上，就要进去绑人，结果5个暗卫一排站着，挡住了他们要冲进内院的路。很快两方就交上了手，30个官兵在5个经过超强训练的暗卫面前，还不到1刻钟，全部趴下。大总管被气得不轻，可是没办法呀，只好带着人回去复命了。再说皇宫里，你们都好了？回太后娘娘，我们都好了。太好了，今是皇上突发疾病，如今都大半天了，还没有醒。太医们什么办法都用了，可是没有用。各位爱卿，快帮想想办法呀！姑母别急，我们来就是看看能不能帮上忙的。刚才柳院长给哀家推荐了一位京里最近出现的神医，你们可有听说呀？姑母，我们几人正是被这位高明的大夫治好的，只是他愿不愿意来宫里给皇上诊治就不好说了。我们可都是花了巨资才请动他的。什么意思？难道他还能抗旨不成？这位大夫本事非同一般，如果不是他心甘情愿，很难让他出手。他是什么来历，我们都打听不到。他们正说着话，大总管匆匆跑了进来。太后娘娘，那大夫就是个刁民呐，连您的懿旨都不遵，还把奴才带去的宫位全部都给打了。娘娘，您不知道那大夫的几个护卫武功了得，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说不定啊是别国的奸细，打着神医的名号到处招摇撞骗呢。你休得胡说，是不是你态度傲慢？听了令晨星的问话，大总管眼神闪烁，这一看谁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狗奴才，拉下去打20大板！此时皇后娘娘也从悲痛中缓过劲儿来，走到自己兄弟面前。兄弟，那神医真能治好皇上吗？这个不好说，毕竟他人都没来，也没诊过，但他医术的确了得。母后，要不让几位大人亲自去请如何？几位大人，那就请你们去走一趟，就说如果能治好皇上，哀家重重有赏。太后娘娘，这血性中风要想完全治好，恐怕有一定的难度。如果一定要治好才有赏，估计神医可能不会来。太后活了几十年，自然也知道这血性中风能救醒救活的几乎没有。只要他能让皇上醒来，哀家就有重赏。谢太后娘娘，我等这就去。4位大人退出了皇帝的寝宫，看到几位皇子也等在外面，打了声招呼就出宫去了。出了皇宫，坐上马车往叶颖租住的小院而来。而轩辕清应的几个长娘皇子看到几位大人出宫，心里就有了别的想法。当几位大人来到小院的时候，叶颖才刚刚睡醒。几位大人找我有事吗？叶颖睡得太沉，大总管过来的事儿，秦墨瑶没有告诉他。叶神医，皇上今日早上得知圣女一族一夜之间被灭族，急火攻心晕了过去，直到如今都没醒。太医想了各种办法也无用，太后娘娘派我等来请姑娘进宫给皇上诊治。是不是中风了？被气晕过去的，十有八九是脑溢血。这启越国的皇帝都50岁了，说不定有高血压。这一激动可不就是脑子出血了吗？这下好玩了，还有10天不到就万寿节了，而这主角这时候却病倒了，还是人事不知的那种。神医果然医术高明，一猜就中啊。那你们是希望我救还是不救呢？几个人听了叶颖的问话，相互看了一眼。不知神医能否把皇上治的和原来一样啊？那要看他的病情严重程度，
如果很严重，最多也就是让他清醒。但中风的症状，比如说偏瘫、说不出话、写不了字，这些并发症是一定会存在的。如果是轻微的，基本上能够恢复到健康状态。听了叶颖的解释，几人心里也有数了。那还是麻烦神医进宫一趟吧，只要能让皇上醒过来，太后娘娘就有重赏。想好了，4人又私下交流了一番，给出了肯定的答复。既如此，那本姑娘就进宫一趟看看吧。我还没有挣过太后娘娘的钱呢。我跟你去。你当然得去了，我还要人打下手的。杨柳、小雨，准备，咱们要有活干了。是，姑娘。杨柳说着就跑去提叶颖的药箱。师傅，是不是又能学到新东西了？张瑞宇关心的是能不能学到东西，至于是给谁看病，他才不管。刘子言得知叶颖要进启越国的皇宫，立刻从后院匆匆出来。颖儿啊，把寒烟带着，也给你打个下手。祖母，不用了，寒烟要照顾您的。祖母就在家待着，哪儿都不去，带上她，祖母才放心。那好吧。踏好马车，秦墨瑶让暗衣驾车，很快出发往皇宫而去。只是才刚刚走出小院1刻钟的路程，就遇到了情况。突然暗衣把马缰一拉，主子有杀气。暗衣的话音刚落，突然前后就涌出来几10个黑衣人，个个蒙面，手持大刀长剑。有刺客！后面给几位大人驾车的车夫也喊出了声。司徒磊和秦墨瑶立刻跳下了马车。上！黑衣头领一声令下，一个个举着大刀，毫不客气的就杀了过来。主要目标就是叶颖所在的这辆马车。看来启越国的皇子也不安分啊！皇权之争在哪里都一样。叶颖撩开窗帘向外观望，战斗力最强的自然是秦墨瑶和司徒磊，还有暗衣。没想到寒烟的武功也不弱，刺客人手较多，一时半会儿还真解决不了，而且他们的身手也不弱。几位大人的暗卫很快就见了伤。秦墨瑶从其中一个刺客的手中夺过一把剑，上下翻飞，渐渐命中敌人的要害。太帅了！叶颖看得津津有味。杨柳始终守在他身边，手握一把匕首，紧紧地盯着马车门。突然，一声女子的闷哼传来。叶颖看到寒烟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腹部，他受伤了。看到自己人受伤了，叶颖就有些忍不住了。他正想从空间里拿一幅画帮忙，还没有动手，他就看到寒烟拿出一个口哨，往嘴里使劲地吹了几声。没一会儿，就有10几个黑衣人施展轻功飞驰而来。这一下，大家的压力倍减。很快，蒙面的黑衣人全部倒地不起。只是大家还没有缓口气，又有一批黑衣人杀过来。这一次人手更多。妈的，这些个龟孙子！司徒磊大骂出口。他也不小心中了一箭，只是伤在后肩，算小伤。己方的人已经在不断的倒下，再继续下去，最终只会剩下秦墨瑶一人。叶颖自然不能让这样的情况出现，形势所迫，逼得他这只小猫咪不得不发老虎威了。叶颖从空间拿出一幅画，出来！一只黑豹从叶颖的马车里一跃而出，然后是一只又一只，一出马车就往蒙面的黑衣人扑了过去。紧接着又是一群猛虎从马车里跃出，狮子、豹子和黑衣人战成一团，形势很快逆转，惨叫声不绝于耳。只1刻钟左右，所有黑衣人全部倒地。看到满地的尸体，叶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唉，要怪就怪你们主子吧。”叶颖指挥狮子和豹子一个个进入马车，收进空间。此地离他们租住的小院还不是很远。秦墨瑶让暗衣立刻调转码头，把己方所有的伤者先带回去处理。只是很可惜，还是有2个已经咽气了。这笔账叶颖一定要问皇家讨回来。怎么去请个人花这么长的时间？太后娘娘，不是下官等人办事不力，而是在半路上遇到了伏杀，刺客多达100人左右。太后听了也是一愣，很快她就想明白是怎么回事。看来一个个翅膀都硬了。此时不是追究这些的时候，还是治好皇上要紧。神医呢？见过太后娘娘。你就是神医，原来还是个姑娘。去看看皇上是否能诊治，如若你能让皇上醒来，哀家重重有赏。叶颖也不扭捏，来就是看病的，直接上前查看皇上的情况。翻开他的眼皮，瞳孔还没有涣散，呼吸还算均匀，在没有氧气供应的情况下还活着，说明不是特别严重，应该还有救。但想要恢复到原样几乎是不可能。至于脑子里的淤血到底有多少，这个需要打个 CT 才能看清楚。哎呀，我怎么没想过画个 CT 机出来呢？
看来今天晚上就需要把这事儿给搞定了。现在我的精神力已经达到了11级，想来应该不会太难。太后娘娘，皇上还有救，但想要完全恢复到原来的健康状态是不可能的。民女只能保证让皇上清醒过来，至于会有什么后遗症，现在还说不准。太后听了皱了皱眉，但是她也知道血性中风能够清醒的几乎寥寥。那还请大夫开药吧。太后娘娘，皇后娘娘，民女的治疗方法很特殊。皇上之所以中风，是因为他的脑子里出血压迫了神经。想来大家都知道，人的大脑是控制整个人身体的，所以他才会昏迷不醒。想要救治皇上，必须做开颅手术，也就是把皇上的脑袋打开，清理淤血，然后再还原。而叶颖的话音刚落，一道不和谐的声音就传了进来。好大的胆子，居然连皇上的脑袋都敢说开颅，你有几个脑袋够砍的？随着声音走进来一个约27、8岁的男子，但其穿着应该是位皇子，人倒是长得人模狗样，面如冠玉。见过皇祖母，见过母后。太后冷冷地看着他，谁一来的路上遇到刺杀，傻子都知道是谁干的。他这样一说，太后反而不质问叶颖的医术了。你可做过这样的手术？做过一粒眼瞎的，是个因摔伤而引起颅内出血，压迫视神经引起失明的小子。如果皇上不做这个手术，将会如何？做过一粒眼瞎的，是个因摔伤而引起颅内出血，压迫视神经引起失明的小子。如果皇上不做这个手术，将会如何？照现在这样的情形，最多只能活15天。几位爱卿，你们意下如何？臣认为就让叶颖神医试试吧，试了就有机会，不试就只有一个结果。黄云鹤带头说道。另外几个也点头认同。而刚才进来的大皇子听叶颖说，如果不治，只有15天可活，也就不出声了。唉，已经没有选择了，那就治吧。太后娘娘，您可想好了？治吧。太后娘娘一锤定音。好，民女需要做一番准备，明日上午开始。今晚就先在宫里歇息一晚，皇后给他们安排住宿。皇后安排的住所是把男女分开的，只是到了晚上，秦墨瑶又悄悄地溜进了叶颖住的宫殿里。两个人立刻进了空间。叶颖铺开宣纸，开始画 CT 机，这可是个大家伙。发电机早就已经在空间里放着了，正是在龙胜国医馆里的那一台。叶颖把一切需要的东西都画好，精神力被消耗一空，精神力被用到枯竭的感觉真是不爽。可是没办法，他只能老老实实一直修炼下去，希望某一天能够达到无限容量。又是一通修炼，直到精神饱满，精神力充沛，两个人才又出了空间休息。此时都快要子时了，两个人稍作洗漱就上床休息。秦墨瑶习惯性的把叶颖搂进自己怀里。小颖儿，你有几分把握？秦墨瑶还是很担心，毕竟启月国的皇帝已经50岁了，不比小年轻恢复得快。今天晚上我画的仪器叫做 CT 机，它能够全方位的反映大脑里的真实情况，只要找到病灶的位置，下刀就准，问题不会太大，让他清醒还是可以的。但是其他的病症可能会存在，能不能说话都是个问题。小颖儿就是能耐，为夫感觉好惭愧，帮不上你什么忙。秦墨瑶又把叶颖搂紧了几分，下巴在她的头上蹭了又蹭。小颖儿的小身板越来越成熟，女人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每晚这么抱着睡觉，让秦墨瑶已经越来越压不住自己的蠢蠢欲动。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熬多久。次日一早，秦墨瑶提前离开，叶颖起床，在杨柳的服侍下穿戴整齐，吃了早饭就去了皇帝的寝殿。没想到她是最迟来的，紫霄殿外已经等了一大群人。叶颖姑娘，还请尽力，只要皇上能醒，哀家一定重赏。太后娘娘，请放心，民女自当尽力，民女可不想砸了自己的招牌。叶颖带着秦墨瑶、张瑞宇、杨柳直接进了紫霄殿，把里面伺候的工人全部撵了出去，都是自己人。叶颖就不避讳了，直接就在大殿里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全部一一变现，有 CT 机、发电机、手术床、手术过程中的各种监测仪器、无影灯，配备几乎和现代的手术室差别不是太大了。看得张瑞宇目瞪口呆，师傅果然是个宝库。各种仪器接好试过之后，手术准备开始。
首先是把轩辕青印挪到 CT 机上，启动仪器。轩辕青印随着仪器的转动，进了机器内部测试部位，开启检验操作。轩辕青印大脑里的情况就在电脑屏幕上呈现出来。哇，师傅这么清楚！叶隐又给几个人解释了一通 CT 机利用 X 射线成像原理，至于他们听不听得懂，那就是他们的事儿了。做好了检查，确定了大脑溢血的位置，手术正式开始，麻醉、剃头、划线，确定手术位置，铺好灭菌布，都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将有1个半时辰都不得出现任何状况。准备好了，开始。4个人配合默契地开始了工作。这是张瑞宇第一次参与开颅手术，看得异常认真。只见叶颖用手术刀在划线的位置揭开头皮，然后再用电钻打孔，洗刀切割头盖骨，再轻轻剥离。人的脑髓已经呈现在眼前，需要在里面找到溢血的位置，用纱布轻轻吸掉溢出的血，还要缝制血管。从刚才 CT 呈现的图片看，溢血的位置在脑髓下1厘米左右，这更是考验叶颖的功夫。这绝对是个细活，而且非常考眼力。叶颖的各种命令不断的发出，查看血压、报心跳、供应氧气、洗刀、镊子、纱布、针线等等。一台手术，4个人配合得非常完美。最后头皮缝合，手术才算完成。师傅，我太崇拜你了，什么时候我也能学到你这样的本事？努力吧，年轻人。门终于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缓缓打开。太后立刻第一个上前，看着叶颖问：“怎么样啊，叶姑娘？”看着太后关切的眼神，叶颖也有些感慨。不管地位多么高贵，作为一个母亲，孩子始终在她心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太后娘娘，手术很成功，只等皇上醒来，但估计可能需要1到2天时间，皇上需要时间恢复。哦，那就好，那就好。叶颖他们4人被太后留在了宫中，皇上没有醒，怎么可能让他们走？果然，如叶颖所估计的，2天后的下午，轩辕青印悠悠转醒。当太后听到了禀报，皇上醒了，匆匆来到紫霄殿皇上的寝宫。皇儿，皇儿！太后连叫2声，再也说不出别的，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不过她毕竟年纪大了，经历的事儿多，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皇儿，这次真的是太凶险了，你可知道你已经昏迷了4天，是母后在民间请的神医才把你救醒过来的。你现在呀，什么也不要想，养好身体最重要。朝中之事，哀家已替你安排好，让几位内阁大臣先处理着。轩辕青印听自己的母后讲了半天，他很想开口应一声，可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发不出声音。皇上，您现在还不能开口说话，需得养一段时间，您是中风。叶颖见轩辕青印努力想要说话的样子，适时插话解释。轩辕青印已经醒来，虽然还不能开口说话，但叶颖也算实现了自己的承诺，让皇上清醒了过来。太后果然如约赏赐了叶颖很多宝贝，价值起码超过30万两银子，把叶颖心里给美的呀。回到了自己的家，感觉就是不一样，最起码心是自由的，哪怕是租住的院子。所以叶颖美美的睡了一觉。次日一早，叶颖起床，看到家里居然来了一个人，韩潇。小嫂子，好久不见啊！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我给王爷带些消息。什么消息？已经禀报给王爷了。小颖儿，使团已经在2日前进京了，咱们也该归队了。哦，那行吧。什么时候归队？今晚吧。他们不可能这样大摇大摆的进使馆，毕竟使馆里已经有了2个龙胜国的莫王爷和莫王妃。主子，暗九现身行礼。秦墨瑶培养出来的暗卫警觉性还行。一路可还顺利？很顺利，中途与东明国的使臣相遇，一起进京的2位主子的身份被东明国的明王发现了。知道了。暗五住哪间？暗五正是假扮秦墨瑶的暗卫。属下带您去。秦墨瑶带着叶颖跟着暗九来到了主院一间房门前，暗九轻轻叩了叩门，门很快开了。主子，主子终于回来了。他这些天假扮主子可是很累的，不是人累，是心累。毕竟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学好武艺，忠于主子，演戏真没学过。秦墨瑶和叶颖很快就换好了衣服，重新入睡。次日一早，叶颖主动和秦墨瑶去找东方明城。哈，大万
先生，好久不见呐！一听叶颖说话，东方明城就猜到这才是正主。小舅母、小舅舅，外甥这厢有礼了。最近可还好？谢小舅舅关心，一切都好。小舅舅、小舅母，谢谢你们给我留下一笔钱来，我已经让管家开始张罗做些营生，还小所成呢。走，咱们上街找个地方坐坐。今日啊，外甥请客，任小舅母吃什么点什么。好啊好啊，我最喜欢美食了。很快几人相约就出了使馆，找到一家很有特色的饭店。叶颖果然毫不客气，把店里所有的招牌菜都点了个遍。你那几个皇兄可还安分？自从三皇兄被刺杀一事后，父皇大发雷霆，最近一直在打压他们3个人的势力。这也在意料之中。不过最近父皇去母妃宫里的次数增加了，他大概也知道自己老了，快要驾驭不住儿子们了，可他又不想消权，所以只好把你也扶起来，增加一股势力，免得他们3个无法无天。我和母妃也是这样想的，不过也无所谓了，我本就没有心思去争也无用。这样就好，与你们母子才是最好的。我们一来就听说这启龙城出了一个神医，是不是小舅母啊？那当然了，我们提前来了启龙城，赚了好大一笔。小舅舅，您能娶到小舅母，不知道您修了多少世的福呀。要是我也能遇到像小舅母这样的女孩子，该有多好。不过也就只是想想罢了，这样的女子世间难寻啊。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次齐越国皇帝病重，南乐族又被一夜之间灭门，也不知道这万寿节他们要怎么过。活该，都是他们咎由自取。你小舅舅之前毁容的事儿你知道吧？那就是前任圣女干的。你小舅舅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对齐越国的圣女恨之入骨呢。怎么回事？齐越国的圣女有一项特殊的本领，叫做下降，她能控制人心，也就是把一个人变成自己的傀儡，这只是其中一项。而你小舅舅只是下的毁容降，他还有没有别的本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居然还有这样的事？说不定东明国也有人着了齐越国圣女的毒手，他就是齐越国皇帝手里的一把利剑和王牌。在齐越国后宫里，你的4姨母如今还傻着呢。你的意思是他也被圣女下了降？秦墨瑶和叶颖同时点头。那可否医治？他们召见各国使臣的时候再说吧。如今齐越国的朝堂还一团乱呢。时间过得很快，这日终于到了齐越国皇帝轩辕清应的50大寿。轩辕清应已经清醒了5天，勉强能说几个字，但咬字并不清楚。此次万寿节由太后娘娘亲自主持，秦墨瑶和叶颖盛装出席。秦墨瑶穿上了她王爷蟒袍，叶颖也穿了王妃正装。随着太监一声高喊：“龙圣国使臣到！”秦墨瑶和叶颖并肩而入，张赤强3人紧随其后。齐越国皇帝轩辕清应正半坐在一个躺椅上，面容严肃，神情冷峻，但叶颖一看就看到他扶在躺椅旁的手正时不时的在抖动。叶颖猜测他应该已经中风瘫痪了。随着秦墨瑶和叶颖缓缓走近，进入所有齐越国大臣们的视线里，所有人都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们夫妻俩。你是龙圣国的秦墨瑶，而你是龙圣国墨王的王妃。司徒大将军你好啊！在殿上的凡是被叶颖医治过的官员都震惊地看着他们，真是没想到啊，救了他们的居然是龙圣国墨王的王妃。太后和皇后也是震惊地看着他们夫妻缓缓走近。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半躺在软椅上的轩辕清应也死死地盯着他们夫妻俩。他虽然说不出话来，但心里已经什么都明白了。龙圣国秦墨瑶携妻前来祝齐越国陛下万寿无疆，齐越国千秋万代。龙圣国礼部侍郎张志强祝齐越国陛下万寿无疆，圣体康泰，国运昌盛。我龙圣国陛下派臣下送来贺礼，试验王朝纳兰将军纳兰红用过的宝剑苍兰剑。龙圣国陛下有心了。太后轻轻一挥手，2个太监上前接过礼物，请入座吧。秦墨瑶领着龙圣国的使臣找到专为他们安排的位置坐下。
秦墨瑶和叶颖的亮相，整个大殿里的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龙胜国一向处于弱势，每次这样的国与国之间使臣的相聚时刻，都是被人鄙夷和讽刺的。而这一次，再也没有人敢出这个头。太后娘娘让皇后娘娘代表皇帝说了几句场面话，就开始宴会，自然是一番歌舞升平、祝贺声、杯盘交错声。大皇子和二皇子两人的眼神恶狠狠地盯着秦墨瑶和叶颖看了很久，可是却没有一点办法。由于轩辕青印还在病中，也不能说话，连站立都困难，所以这次的宴会很平静。只是当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年轻贵妇突然跪到太后娘娘的面前。皇祖母，孙女有个不情之请。此人正是轩辕青印的六公主，龙胜国和亲公主秦时雨的女儿轩辕晴。何事？孙女想恳请小舅母帮孙女母妃治病，还望祖母准许。此事你应该去求你小舅母，而不是来找哀家。谢皇祖母。轩辕晴恭敬了又是一磕头，才站起来，缓步走到了秦墨瑶和叶颖的面前。小舅舅、小舅母，外甥女轩辕晴这厢有礼。你就是四皇姐的女儿？是的，小舅舅。你母妃的事，本王听说了。小舅母，外甥女恳请您出手，救救我母妃。轩辕晴说着，直接跪了下去，眼泪也流了出来。那是他的母妃，他们相依为命多年，直到前年他出嫁，留下母妃一人在宫中。哎，快起来，快起来，何须下跪？我答应你就是了。谢小舅母。择日不如撞日，趁现在宴会还没有结束，你现在就带我去你母妃宫里吧。叶颖也很干脆，以后要进宫也不太方便，而且万寿节过后他们也该离开了。听了叶颖的话，轩辕晴很高兴，立刻向太后禀报一声，就带着叶颖离开了。轩辕晴带着叶颖来到秦时雨住的宫殿明和宫。当叶颖看到秦时雨的时候，他正傻傻的在花园里捉蝴蝶，如孩童一般。把他带到寝宫里去吧。女人的意志力比较薄弱，而且秦时雨又不是习武之人，下的降头比较轻。秦时雨被两个宫女带进了寝宫。你们弄些布条把他绑在床上。当两个宫女把秦时雨绑好后，他还在床上傻笑，以为这是好玩的事情。小舅母，不是诊脉开药吗？你母妃这病无需开药。好了，我现在就开始给她治疗，你们都出去吧，我怕吓着你们，而且尽量离此远一些。叶颖这是第一次在启月国的皇宫解降，她不希望有些事情传出去。叶颖脱去秦时雨的上衣，拿出毛笔，就在他的胸前开始作画。没画几笔，就传出了秦时雨痛苦的哭叫声。现在叶颖的精神力足够强大，还不到半刻钟就画好了钟馗。由于秦时雨的降下的不是太重，1个钟馗足够了。大约1刻钟以后，钟馗就吃掉了秦时雨身上的所有阴邪之物，然后消失不见。但秦时雨已经晕厥了过去。又等了大约1刻钟，等秦时雨恢复的差不多了，叶颖才在他的人中使劲的掐了几下。秦时雨悠悠转醒。你是谁？你还记得你是谁吗？本宫是启月国的侍妃娘娘。稍微冷静了一下，秦时雨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且还回忆起了这4个多月来的呆傻。我是你的弟妹，龙胜国莫王的王妃。什么？你怎么会在这里？其他你就不要管了。你可知道你这几个月为什么会吃傻？不知。因为你被轩辕青印下了降头。什么意思？启月国的圣女会下降，专为皇帝服务，而你很不幸，正好也被他下了降。我之所以告诉你，就是要让你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此事就不要告诉你女儿了，免得让她担心。她是一个孝顺的好孩子，是她求我来帮你治疗的。看着叶颖，突然她放声大哭。她回想起了几个被她使计害得落胎的宫妃，也回忆起了轩辕青印对她的嘴脸。最开始她还保有自己的本心，不知道从哪天起就只是听皇帝的命令行事，让她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多事都不是出自她的本意，可是只要皇上一句话，她就会照办。此时她内心充满了愧疚，可是已经坐下，无法挽回。叶颖等她哭够了，顺便出去把轩辕晴叫了过来。母妃。这一声温柔的呼唤，才让秦时雨慢慢止住哭声。晴儿，好了，你们聊吧，我也该回宴席上了。小舅母，晴儿送您回去再回来。等叶颖回到秦墨瑶身边的时候，宴会已经接近尾声了。这是轩辕青印自登基以来最冷清的一次过寿，而且还是50大寿，真是一个大大的笑话。但他改变不了现实。第2日，
中午，秦墨瑶和叶颖收到了司徒大将军的请帖，请他们夫妻晚上去他家赴宴。啊，他这是什么意思呀？请别国的王爷就不怕轩辕青印说他通敌吗？去了就知道了。到了傍晚，秦墨瑶和叶颖如约来到司徒大将军府，这是他们第2次来，第1次自然是悄悄来的。莫王爷，莫王妃，真是见面不识君是谁呀？司徒大将军，走，进府，咱们好好痛饮一番。司徒磊和秦墨瑶之间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气概。司徒磊早就让儿媳妇准备好了，就等他们来。分2桌，一桌男人，一桌女人，中间用屏风隔了一下。莫王爷，来，先干一杯。哎，莫王爷，幸好你们来了，不然老夫一辈子都生活在无知里，一直被人操控着。4年前你杀了我2员大将，老夫总想着有机会一定要报仇，谁能想到咱们今天能心平气和地坐一桌喝酒呢？是啊，真是世事无常。那2年2国的战事，其实是2个君主达成了某种协议，本王那皇兄就是为了把我给毁了。至于给启越国什么好处，直到现在本王也没弄清楚。哎，谁让你那么优秀呢？你要是平庸一点，做个闲散王爷，你那皇兄哪能天天惦记你？不说这些，喝酒。咱这也算不打不相识。这次你家小王妃帮了老夫大忙，大恩不言谢。这次莫王妃救了不少人，接下来启越国将会如何，还是个未知数。不过老夫想啊，再和龙胜国为敌的可能性比较小，至少这次成了王妃情的人就不会答应。至于以后启越国与龙胜国如何相交，本王不管。咱们今天这顿酒也不白喝，我秦墨瑶只交你司徒大将军这个朋友。男人那桌聊国家大事的话题占主要，女人这一桌自然是女人家的话题。莫王妃，来尝尝这油炸果子，味道酥脆可口。燕燕不客气地夹起来放进嘴里，享受的表情看得让人很舒服。很好吃，甜而不腻。一顿饭吃得宾主尽欢，也交流了感情。让秦墨瑶没想到的是，就是这一顿饭为他以后的事业起了很大的帮助。这一日，秦墨瑶和叶颖准备启程回龙胜国，来送行的人就多了。叶颖来启越国一趟，居然结下了这么多人缘，就连庞掌柜、五镖头、柯香水都来了。叶颖心里充满了自豪感。这一趟启越国之行，再没有受别人刁难，一切都是顺风顺水。最大的赢家自然是叶颖。队伍顺顺利利地出了京城，把马车帘子一拉，叶颖带着秦墨瑶和刘子言就进了空间。一到空间，刘子言就跑去健身房玩各种器械去了，这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而秦墨瑶却拉着叶颖有话要说。小颖儿，以后我的亲人只有你了。发生什么事了？一直不曾告诉你，韩萧此次来向我禀报，京城有异动，向南郡城派了兵。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皇兄不就是不想你回去吗？那个位置他喜欢，就给他个安心。咱们就在南陵城，一天到晚看他脸色过日子，换谁也不高兴。委屈我的小颖儿了。没事，出来了也好，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小颖儿，你是我的妻，永远都是，此生绝不负你。这深情的表白让叶颖心头轻轻颤动了一下。自从跟秦墨瑶在一起，他的表现让他很满意，至少他从来没有招惹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在身边。叶颖在心里计算着还差多久满15岁，老早他就想把秦墨瑶吃了，可惜他的小身板，只能默默叹气了。如此行走了1个半月，终于到达了龙胜国的南陵城。还是万思聪等在南门口迎接，刘管家也在，杨红也在，自然也少不了秦墨瑶的4大副将。看到熟悉的人，叶颖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王爷王妃一路辛苦了。王爷王妃，小的准备了新的王府。秦墨瑶也很激动，率先下车和几个人打招呼。一行又一起来到了刘管家准备的新王府。到了府门前，3个烫金大字映入众人的眼睑：莫王府。刘管家动作挺快的嘛。王妃谬赞。到了王府，归家的感觉更浓了。尽管不是之前熟悉的环境，但味道是一样的。当一切都安顿好，也吃了午饭，秦墨瑶带着他的下属们去书房议事，而叶颖把刘子言送到刘管家特意给安排的香兰院以后，就回了主院，美美的睡起了午觉。而书房里几人面色都有些凝重。王爷，皇上已经派了重兵守在南郡城，
是谁带兵？是守北华城的钟老将军。这钟老将军钟山河一直是守在与东民国交接的北华城，没想到居然把他给调过来了，就不怕东民国也起了野心？那他有没有对你们不利？目前还没有，但进出城的百姓都查得很严，来往商旅查得更严。多年前，四国君主有一个和平约定，商贸往来不可限制，互通物资方可让百姓平安。只要不是规定的几种关键物资，都可以四国贸易往来。王爷，皇上还给您来了一道圣旨，让属下代接的，等您出使回来就交给您。哦，都说什么了？皇上说现在无战事，您在京中也无事，让您从此就在南岭城守护南疆国门，且再不给军需，让您自行解决，一生无诏，不得回京。万思聪把内容大致一说，秦墨瑶就冷笑出声，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就这么一个城，20万大军，不给粮草，相邻的南郡城又派了钟老将军来守着，这就是在等着他撑不住，让他的军队慢慢的成为一盘散沙。没了军队的秦墨瑶就是一只没牙的老虎。事已至此，多说无用，咱们还是说说眼下吧。陈副将，你主要管着军需，现在有什么问题？粮草最多还能撑1个月，这南方天气还算暖和，冬衣还可以用去年的，但饷银就发不出来了。思聪，这南陵城1年的税银大概有多少？最多150万两，咱们这个府城人口不算多，才50多万人口，包括了村镇。如果不是因为是边境城市，有着商贸税收，还会更少。王爷，这些银两最多只能抽1/3用于军需，城市运作也是要花大钱的，50万两只够2个月的军需啊。一说到军需，每个人都犯了愁，一个个都面露苦涩。秦墨瑶在每个人脸上扫过，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本王要吃一段时间的软饭了。王爷什么意思？陈仲良没听明白，最先反应过来问。秦墨瑶眼含笑意，本王的王妃可以说是4国首富都不为过。什么？几个人都震惊地看着秦墨瑶。王妃手里至少有这个数的银子。500万两。秦墨瑶摇了摇头。5000万。我的个乖乖！朱广良倒吸一口凉气，其他人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王妃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呢？这下几个人相互你看我，我看你，更加震惊了。那可是国库啊，他怎么办到的？其他的你们也不用多问，知道就好。这事儿一定要保密。在场的都是自己人，秦墨瑶才说出来。接下来他们又商量了一些事情，然后才散去，个个都喜笑颜开，走出了书房。叶颖这厢睡了午觉起来，打算参观一下这个新的王府。姚华氏早已在旁候着。姑娘，奴婢当家的找您有事儿。带他进来。叶颖只能暂时歇了去逛园子的心思，听听杨红有什么要说的。姑娘，杨叔不必多礼。姑娘此行启越国可还顺利？一切顺利，你这边什么情况？姑娘，我们一路南下来到南陵城，找了个小院住下，然后小的又买了2个铺子给装修好了，正是仿照京城的医馆装修的。小的想着医馆是姑娘喜爱的，就没和您商量就办了。姑娘啥时候空，小的带您去看看。可以啊，杨叔，你都知道本姑娘喜欢什么了，不错不错，走，咱们现在就去看看。姑娘，您回来了。叶颖在店里走了一圈，果然和京城的惠民医馆差不多。有了铺面，咱们的医馆又可以开起来了。有进货的渠道吗？有，这里从启越国过来的药材很多，比京城的药商还要多，而且还便宜些。当秦墨瑶从书房出来，回到主院，居然得知叶颖出去了，立刻叫来管家问，得知杨红居然在这段时间里买了个铺子，装修成了药铺。问好了地址，秦墨瑶骑了马就追了过去。叶颖刚从药铺里出来，就见到秦墨瑶正好下马。阿莫，你怎么来了？来接你。秦墨瑶笑着上前牵起叶颖的手。听了秦墨瑶的话，叶颖感觉心里甜甜的，两人相处久了，已经非常默契了。叶颖也不坐马车了，秦墨瑶抱起她一个跃起上了马背。小颖儿，坐好，为父带你看看南陵城的风景。落日霞光，一对璧人骑于马上，慢慢行走在街道上，引得路人驻足向他们投来羡慕的目光。回到王府，正好是晚饭时间。刘管家见2位主子回来，立刻安排晚饭。3个人的晚饭吃得非常温馨。刘子言对秦墨瑶越来越满意。首先，他从来没有招惹别的女人到王府里来，这一点是他最满意的。其次是他一直都非常宠他的乖孙。再一次，对他这个老人家也非常的尊重。
他观察平时叶影与秦墨瑶的相处，他也看明白，叶影已经把秦墨瑶放进了心里。今夜叶影不想修炼，最近在马车里很勤奋，秦墨瑶习惯性的把叶影搂进了怀里。小影儿，以后为夫要靠你养活了。哼哼，你秦墨瑶是我的，你的财物也就是我的，你的军队也是我的，以后你的一切都是我的，但我的还是我的。我的所有都是小影儿的，以后我都养着你了。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目前还没有，只能等机会。我猜在东明国知道我脱离了皇兄，多半会有所动作。啊，东明国还有钱打仗？东明国是4国中最强的，我们偷他国库，并不能伤他根本。国库的银子是流动的，每天都在进出。一个国家强不强，关键还要看民富不富。而且国库被盗，更有可能去抢别人的来弥补，抢到的城池还会交税，这也是为什么要抢占别人城池的原因。哦，原来如此，有什么需要你跟我说就行，但前提条件要说好了，你永远是我的，是我一个人的。你要是哪天脏了身子，我一脚把你给踢了，不对，是一枪把你给毙了。秦墨瑶把叶影搂得更紧了，忍不住在他额头留下一吻，但不敢再继续，怕自己忍不住。小影儿还是太小了，我永远是小影儿一个人的，小影儿也是我秦墨瑶一个人的。好啊，那咱们可是说定了。两个人甜蜜的相拥而眠，只是睡到后半夜，叶影感觉肚子很不舒服，肚子总是隐隐作痛，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秦墨瑶也被他吵醒了。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我肚子疼。什么？这么久以来从来没有听叶影说她哪里不舒服过，这猛地一听把秦墨瑶吓了一跳。是不是吃坏肚子了？不是很疼，就是隐隐的疼，让人很不舒服，还有点发胀。哪个位置？这里。叶影把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突然她灵机一动，眼睛猛地睁大。小腹胀痛，难道是我的亲戚要来了吗？怎么了？阿莫，我大姨妈要来了。叶影可怜兮兮地看着秦墨瑶，秦墨瑶也一脸懵地看着他，他没听明白呀，不是在说肚子痛吗？怎么又说到他大姨妈要来了？叶影哪里有什么大姨妈呀，就是女人的鬼水来了，这一来就要跟着一辈子，每月都要造访一次，所以俗称大姨妈，这不就成了亲戚了吗？一辈子都摆脱不掉的亲戚。秦墨瑶这回是听懂了，慢慢的他脸上浮起了笑意。小影儿终于长大了。秦墨瑶那灿烂的笑容看得叶影想揍他一拳。秦墨瑶是真开心，等了这么久的花终于开始开花了。叶影现在还只是腹痛，并没有真正的来，但8、9不离10，两人又重新躺下。秦墨瑶把手放在叶影的腹部，轻轻地帮她揉搓，并加了一点内功真气。叶影果然感觉舒服多了，又沉沉地睡过去。次日一早，秦墨瑶没有离开，而是等着叶影醒来。小影儿醒了，感觉怎么样？还疼吗？没什么感觉。叶影掀开被子准备下床，这一动，下身感觉一阵洪流涌来。叶影突然顿住了身子，快去把杨柳找来。姑娘，怎么了？杨柳匆匆进来问道，后面还跟着他娘。你们平时来月事是怎么处理的？姑娘长大了。真是的，来个月事1个2个都说我长大了。我们就是做个布袋，里面装些烧柴火的灰，绑在腰上，用了就倒掉，洗了再用。杨柳倒是很大方，幸好秦墨瑶不在场，知道他们要说女人的私密事，没跟进来。啊，这么麻烦？现在各种品牌的卫生巾多好用啊。你们出去吧，我知道了。叶影立刻赶人，她要准备化些出来。等杨柳母女俩一走，叶影也不进空间，立刻到桌上用手蘸了点茶水，就开始画起来。没办法，急用。为了方便使用，她还画了个小内内，只需保持几天时间，画起来很容易。变现以后，叶影立刻冲进了换洗室，把自己收拾妥当才出来。自此，叶影就算进入了少女时代，已不再是小孩了。回到南陵城第3日，张志强来向秦墨瑶告辞，他不可能留在南陵城，他是要回京复命的。这次跟着秦墨瑶出使，他也长了不少见识。莫王爷，下官就此告辞，小儿还望多多照拂。张志强心里想明白了，他们家3代单传，小雨根本就不是做官的料，跟着莫王妃学习医术也是好的，就让他跟在王妃身边。路上小心，本王就不送了。你家小子很得王妃看重，你无需担心。此时的张瑞宇正在叶影的新惠民医馆里忙前忙后，这个铺子比京城的大多了，都大后院，
有4个诊室，1个手术室，5个病房，位置也好，一定能生意红火。张公子，你说咱们要不要请2个大夫来坐堂啊？罗韵婷最喜欢跟着张瑞宇，只要叶颖没有什么活安排他，就不自觉地找张瑞宇。很多时候都是张瑞宇在教他叶颖教过的东西。当然要了，我还没出师呢，不可能让我坐诊吧？要不我们写张招贤纸贴在门口？不回去问问王妃吗？不用问了，肯定要招，不然谁来看病开方啊？师傅只会手术，其他的都不会。何大夫，您今年高寿啊？此时叶颖面前是个老者，胡子已经花白了。老夫今年70有2。何大夫，这么大年纪，您家的儿孙还让您出来干活呀？哎，老夫干了一辈子大夫，居然没个传承。家里的儿孙居然没一个愿意学老夫这一身本事的。听说你这医馆不管老幼都招，老夫就想来看看能不能物色个年轻的徒弟。听了何大夫这话，叶颖眼前一亮，这不正合他意吗？何大夫，您看我做您徒弟可还行？叶颖故意问，看他愿不愿意教女徒弟。如果只传男不传女，他也不愿意要。这种人一般思想比较固化，不懂变通。那得看你有没有资质。如果姑娘你一身块朽木，老夫也不愿意浪费时间在你身上。老夫可没多少时间可活了。何大夫说话倒是很不客气，但叶颖喜欢，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何大夫祖上也是大夫吗？叶颖好像记得，古时候学手艺都是传承的。姑娘说对了，老夫的爷爷是宫里的御医，后来告老还乡，就把手艺交给了老夫。听了何大夫的话，叶颖把张瑞宇和罗韵婷叫进来。何大夫，您看这2个给您做徒弟如何？这个刚接触医学1年不到，这个才接触医学3个月，这是我想重点培养的苗子，还望何大夫多多指教。如果您能教好了，我给您100两月银都没有问题。看着面前2个金童玉女一般的人物，何大夫眼前一亮，而且还这么小，正适合培养。接着何大夫就考教2个人一些问题，感觉很不错。最满意的就是张瑞宇，那颗想学医的心最打动何大夫。何大夫就此留下。面试结束，又来2个年约25的，很有意思。这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一个叫郭山药，一个叫郭冬青，都是以中药取名，果然是家学渊源。从名字开始，经过一番准备，南陵城的惠民医馆正式开业。叶颖让杨成请来武士队，热热闹闹的闹了一场，还放了1颗钟的鞭炮。当张瑞宇把蒙在匾额上的红布一揭开，惠民医馆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映入人们的视野。咱们惠民医馆今天正式开业，我们医馆的东家就是莫王爷的王妃，我师傅，他能救治很多目前无人能治的病症，如恶化后的肠痈、难产的妇人，可以剖腹取子、母子平安、中风开颅、胆囊取食。我作为莫王妃的大弟子，这些我也可以治了。而我们惠民医馆就是为了惠民，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各位父老乡亲，如有需要，可来我们医馆。啊，孕妇剖腹真不会死？真不会，我们在京城不知给多少例难产的妇人接生过了，现在都活得好好的。我亲姐姐就是其中一例，我亲自伺候我姐姐过完伤口恢复期的。我姐姐可是郑国公家的媳妇儿，不信你可以找一些南来北往的商人，到过京城的打听打听，我有没有说谎。听了张瑞宇的解释，妇人直接蹲在地上大哭起来。嘿嘿，大婶子，你这是咋了？我们今天医馆开业可是喜庆的事，你咋在这哭上了？这算咋回事啊？大兄弟呀，你们怎么不早点开这个医馆呢？我女儿前天就是因为难产死了，我可怜的女儿啊！大婶子，这只能节哀，天时不对啊，以后再不会了。只要送来的及时，我们都能救回来的。在对面茶楼里看着这一切的秦墨瑶和叶颖，对张瑞宇真是刮目相看。这一通宣传，医馆生意不火才怪。不知不觉几个月过去了，叶颖的精神力已经修炼到了14级，所化的动物在空间里可以永久存在，当然寿命到了还是会死的，就如人7老8十自然就要寿终正寝。叶颖长长的出了口气，经过1年多的努力，空间的土地终于种完了，仓库也用完了3楼1间房的小仓阁。这日晚上，叶颖带着秦墨瑶进到空间，一眼望去直接傻眼了。啊，怎么又多出好些没种的土地？这才刚刚把之前的种完呢。小宝，怎么回事？
主人，根据小宝对天象的探查，未来这片大陆会有不可抗的天灾。你作为拥有此空间的主人，有义务尽你所能去拯救万民。小宝的机械音让叶颖有一种想揍人的冲动。什么意思啊？他说未来有天灾，要我还要多多种粮。主人，好好干活，会有一个特大的奖励等着你。什么奖励？暂时保密。叶颖很想给小宝一巴掌，没办法，叶颖又被诱惑到了，只好又拿起画笔开始画起动物来。叶颖忙碌着，而秦墨瑶却陷入了沉思。不可抗的天灾，乱世出英雄，自古如此。看来我要提前做好准备，只是不知是什么天灾。出了空间，两个人洗漱完躺好，秦墨瑶还在思考中。怎么啦？叶颖见秦墨瑶神游天外的样子，不由得问道：小颖儿，你说会是什么天灾呢？不外乎水灾、旱灾、地震、瘟疫、虫灾。小颖儿，我有个计划。啊？什么计划？乱世出英豪。小颖儿，我来做这个英豪。有了权力才能护得住人，才能不受别人的气，才能不看别人脸色过日子，有志气。小颖儿，你有看过我们这片大陆的舆图吗？没有啊，问这个干嘛？秦墨瑶忍不住直接下床去书房把舆图拿了过来，摊在桌上，让小颖儿过来看。这还是叶颖第一次看这片大陆的地图，还算清晰。没想到古人的智慧已经这么高了。在秦墨瑶的解说下，叶颖一点一点地看过去，看到龙胜国的地理位置，真是尴尬呀。北边是东明国，南边是启越国，西边是陈阳国，而龙胜国却有一个像如意的手柄，直接往中间一插，和几个国家都交界。而陈阳国和东明国之间居然有那么大一片森林，面积几乎超过了龙胜国。这片森林不知道里面有什么情况。这片森林有人进去过吗？不知道，森林里大概野兽多吧，也不适合人类居住。抽个时间咱们去探探。小颖儿的意思是，你看啊，龙胜国中间这个插入腹地的这些土地，不是和启越国交接，就是和东明国交接，要么就是和陈阳国交接。如果我们把与东明国交接的这两个城池占领，过去就是森林，咱们就以森林为后备。当天灾一来，我们就大量的吸收难民，装不下就往森林里转移。有人有土地才能成一国，说不定到时候各国都要求着你，寻求你的庇护。这个计划应该可行。当叶颖每天都在任劳任怨的画图修炼时，东明国的朝堂上吵翻了天。红标首先出列。皇上，这么好的机会，咱们怎么也要拿下他几个城池，说不定还能灭了龙胜国，壮大我东明国的版图，从而进一步还能吞下启越国，再然后就是陈阳国，恢复几百年前赤焰王朝的辉煌。只是这军需从何而来呀？这个好办，可以以战养战。龙胜国可是物产丰富，只需前期需要，只要占领2-3个城池，就差不多够军需了。红标这话说的大家都眼前一亮，基本没什么悬念，大多数人都赞成出兵，少部分文官想劝的话都不好说出口了。而东方明城只能够眼观鼻，鼻观心，他人微言轻，阻止不了。东方素本就想出兵，更是顺应了大家的赞同，最终决定由洪家大孙子洪俊凯带兵，二皇子东方德雄随行做副帅。这个消息对秦语嫣来讲那就是晴天霹雳。皇兄糊涂啊，莫迪是龙胜国国泰民安的保障，他怎么就只看到眼前呢？秦语嫣在宫里哭了一场，又去找东方素求情，结果连面都见不到。这就是弱肉强食的最佳体现。她一个和亲的公主，真的无法改变男人的决定。秦语嫣被软禁了，只许四皇子每隔半个月来探望一次。皇儿，你有没有办法写信给你小舅舅？不用我们写信，他肯定能得到消息。只是大舅舅，唉。经过几天的准备，秦墨瑶和叶颖准备一探大森林。那片森林靠近各国都有不同的名字，龙胜国叫落霞山，东明国叫万寿山，陈阳国叫东陵山。我决定以后就叫万顷山。好，咱们以后就叫他万顷山。小颖儿不是早就自诩自己是万顷山上天山童姥的徒弟吗？听了秦墨瑶的话，叶颖笑开了花，瞎掰的一句话，没想到秦墨瑶一直记着，
月黑风高的夜晚，10几只大雕在莫王府腾空而起，往西北方向而去。路途并不是很远，1个晚上就到了森林的边缘。大家休息了一下，喂好了雕，安营扎寨，美美的睡了一觉。到中午的时候，大家才醒来。准备好了吗？我们上天俯瞰整座森林。一只只大雕再次起飞，在森林的上空不断的展翅高飞。这还是他们第一次白天坐雕在空中飞行，这视觉效果太刺激了。继续往前，有山谷，有湖泊，还有河流。飞飞停停了3次，他们居然看到了一片平原。最让人惊讶的是，居然有人类在活动。夜影让大雕低空飞行，这下子看得更清楚了。果然有人，他们正在田间地头劳作，有房屋，还有炊烟，好一派世外桃源的景象。当地上的人们看到天上飞行的大鸟时，都吓坏了。有猛禽来袭！有猛禽来袭！夜影他们选了一处平地降落，让大雕飞到附近的林子里去，自己觅食。秦墨瑶带着夜影走在阡陌之间，地里的庄稼长势喜人。一些还没有来得及跑远的人们，看到从雕背上下来一群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停下了脚步。你们是什么人啊？老人家，你们怎么会在这森林深处？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已经好几百年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如果不说，我们可要动手了。老人家，别激动，我们是从森林外面来的。我们一直以为这片森林不会有人居住，只是想来探一探而已。没想到看到这里居然有一片平原，还有人居住，所以就好奇下来看看。你们就是骑着刚才那些大雕进来的？是的，老人家，你们怎么会生活在这里啊？既然你们没有恶意，那就进村里坐下再说吧。老人家不答，反而请他们往里去。一行人跟着老者来到了村子里。老汉，我叫周家耀，是咱们这个村子的村长。你们是从外面来的，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外面目前有4个国家，700年前是赤焰王朝，一场乱战过后分裂成4国，分别是东明国、龙胜国、启越国和陈阳国。接下来2刻钟，秦墨瑶把外面的大致情况简单的说了一遍。周家耀听了，长吁短叹了几声。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据祖先们流传下来的传言和一些记载，说是在700年前，我们都是赤焰王朝的子民，但因天下大乱，当时的一位将军见敌不过，就带着满城的百姓往森林里逃，一路逃，一路损失人口，直到了这个地方，只剩下区区不到5万人，就此在这里落地生根，直到如今。700年过去，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越来越少，如今只剩下区区不到1万人。周村长说起过去，也是怅然若泣。秦墨瑶和叶影也听明白了，他们就是那时在这里安家以后，再也没有出去过。周村长，村里是不是有很多不正常的孩子出生，比如痴呆、畸形？你怎么知道？周村长，我是一名大夫，自然能猜到这种情况。你们应该缺医少药，孩子的存活本来就不易，加上你们整体人口少，近亲结婚自然就多，近亲结婚就容易产生畸形、痴呆，流产也多，久而久之，你们的人口自然就越来越少。如果长此下去，你们将会走向灭亡的。姑娘，这可如何是好呀？既然我们找到了这里，妈妈就带你们出去，或者让人进来，大家生活在一起，互通有无，人口一多，婚嫁范围就广，能人意识也多，你们可以学习的东西自然也就多了。周村长听了叶影的提议，犹豫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从来就没有出去过，对于外界完全不知。一旦出去或者让人进来，他们的生活还能保持原状吗？周村长，先不说这些，可否带我们参观一下你们村子？行，带你们看看吧。叶影提出走进村民家里去看看，结果每家用的都是用石头凿出来的锅，或者烧制出来的陶罐，也就是当时的5万人里没有会冶炼技术的人才，所以连个铁器都没有。这和原始社会有什么区别？看到孩童们用稀奇的眼神看着他们，叶影突然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尽管是世外桃源，没有纷争，可是他们个个都懵懂无知，和外面的世界完全脱节。周村长，村子里有学堂吗？有是有，但是都快没有孩子上学了，咱们生活这儿学来也没什么用。
也就是还是有人识字的，还好没有落后到真正的原始社会，把文字延续下来了。逛了一圈，叶颖基本已经看明白，这就是个半原始社会的人类聚居地，有一定的文明，但条件所限，又退回到了原始社会。周村长，这次我们来是无意中闯入你们的生活，看到你们目前生活的状态，我建议要不你派2个人这次跟我们出去，让他们去见识一下外面，然后再回来，你再做决定。这个主意可行。这日晚上，叶颖被周村长他们安排到各家借住，而叶颖和秦墨瑶正好安排在周村长家里住。当晚饭端上桌的时候，叶颖夹起一筷子菜放进嘴里，居然有盐味。周村长，你们的盐是从哪里来的？叶颖想着他们在这深山里应该没有盐才对。离咱们村子大概50里地，有一块地方的石头带盐味儿，我们就把那个地方保护起来，供我们所有人盐的需求。次日一早，叶颖和秦墨瑶又在村子里到处逛了逛，这里真的是非常祥和，叶颖都有些不忍心破坏他们的生活。只是当看到1个2个畸形的孩子、呆傻的孩子，还有很多成年人也如此，他又觉得他们要是走向灭亡，实在是太可惜了。阿莫，你是怎么想的？这里真是个好地方，从我们来时看到路上的庄稼，就知道这里土地肥沃。这一块平原幅员辽阔，从我们落地的地方到进来这里，我们才飞了3个时辰，应该路程也不是很远。我们坐上大雕，再往远处飞一飞，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地形。秦墨瑶想多了解这片森林，才能做决定。在这个桃源村待了2天，秦墨瑶提出还要再往远处去看看，让周村长先挑好人选，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带走。叶颖召回大雕们，所有的人都上了雕背，冲向了天空，看得村民们目瞪口呆，恍然以为2个人是神仙。回到王府已经是2日后，秦墨瑶把2个带出来的青年交给刘管家安排，让他安排个人给他们带路，以后就在南陵城逛逛，他们想学什么也可以安排。当张瑞宇知道叶颖回来的时候，立刻跑来吵了好一阵。师傅，你太不地道了，说好你去哪里都要带着我的，结果你把我丢下，自己去快活。如果下次你再丢下我，我就寸步不离的跟着你。看着这像没断奶的孩子，叶颖很无语。好，答应你，这总行了吧？叶颖投降，打发走了张瑞宇。王府居然有客人来找叶颖。当叶颖来到前厅，见是一位30岁左右的男子，看穿着打扮像酒楼茶馆的掌柜。属下岳飞翔见过少主。叶颖还没有说话，秦墨瑶就进来了。见过莫王爷。岳飞翔又是一礼，听他刚才自称属下，那就是晴空楼的人。请坐。是来找我的，你来做什么呀？我们是夫妻，一起见客很正常。秦墨瑶本来是打算去一趟军营的，听说有人找叶颖，而且刘管家还不认识，他自然也好奇，就过来看看。岳飞翔是吧？你是做什么营生的？属下在南岭城管理一家酒楼，叫做客似云来。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少主，东明国罗东传来消息，东明国出兵了，准备攻打龙胜国北华城。动作倒是挺快。谢谢你来告诉我这个。叶颖知道这一定是干爹交代下来的。知道谁是主帅吗？红标的孙子洪俊凯，二皇子的外家大表兄。听了这个消息，秦墨瑶一时陷入沉思。以后有什么重要的消息就送来给我吧，我们短时间不会离开南陵城，你要保持与其他地方的晴空楼联系。叶颖出声打破沉默，他也想了解各路消息，有晴空楼就是方便很多。没办法，谁让他的夫君是秦墨瑶呢？不得帮着点吗？送走了岳飞翔，秦墨瑶立刻让人通知下属开会。要不小颖儿也一起来吧。这还是秦墨瑶第一次让叶颖参与到他的正事里面。秦墨瑶这个表现让叶颖非常满意，说明他没把自己当做普通的内宅女人看待，而是把自己放在与他平等的地位来尊重。秦墨瑶和叶颖来到书房，其他人还没有到。小颖儿，安稳的日子可能没剩多少了，接下来为父陪你的日子可能不会太多，为父要尽我所能给小颖儿撑起一片天。秦墨瑶把叶颖搂在怀里，轻声地说。叶颖又被感动到了，这个男人时时刻刻把她放在心里。男人去征服天下，女人征服自己的男人，所以以后你征服的天下也是我的。好，以后为父负责征服天下，小颖儿负责征服为父。秦墨瑶的心更踏实了，小颖儿愿意征服他，就说明自己在他心里的地位已经一天比一天高。两人在书房里说笑着，等人的时间过得很快。
大约半个时辰以后，秦墨瑶的4个副将，还有万思聪，就连赵恩泽也来了。表叔，现在学得怎么样？谢王爷丈夫。自从到了莫王府，他从来没有懈怠，一直跟着先生认真努力的学习。思聪，咱们接下来将有很多事情，最近一段时间就让表叔跟在你身边，跟你学习一段时间，让他接手你的知府工作。放手后，你跟在我身边，可行？没问题。表叔在工作之余，学习也不能耽误，还要继续。未来，你的舞台会更大。秦墨瑶画出了一个大大的饼，就连其他几个人听了也是群情激动。紧接着，秦墨瑶爆出了重磅消息：东明国准备对龙胜国北华城开战。王爷，北华城的守将只是钟老将军手下的一个副将，不知道能力如何呀？不管他能力如何，这一场仗他想赢很难。龙胜国没了我们王爷，有几个武将拿得出手？好了，咱们不说这些，我们先讨论一下接下来如何安排。咱们南陵城到北华城大概600里地，中间只隔了一个城市南岳城。北华城的副将如果请求支援，一定是向钟老将军这里求援。如果钟老将军去支援北华城，我们就直接拿下南郡城；如果钟老将军不去，我们就直接拿下南岳城，再从东明国手里抢下北华城。我们的版图扩大，思聪，你就马上接手政务，稳定民心，做好善后工作。以后我们每拿下一个城池，你就接手一个城池，所以你后面要笼络一些文人为我们所用。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考虑在南陵城组织一次小范围的考试，选拔一些人进入府衙，作为储备人才。属下领命。城里的百姓都是我龙胜国的百姓，我们每到一处都不要伤害百姓。所以各位将军，一定要约束好自己的兵将。是。咱们的骑兵不多，主要是马匹太少了。东明国的马匹很少能被我们引进来，他们控制的实在是太严了。这个问题好解决，交给我。一直不曾出声的叶影突然说道：小影儿，为父怕累着你。没事儿，就当练功了。他现在画的动物基本可以永久保持了，给军队画些马出来，不用花钱，正好解决军需的问题。多谢王妃鼎力相助。既如此，广良，每天都要派出探子，随时了解南郡城和北华城的情况。是。好了，咱们随时准备着，机会一来，随时准备出发。散会以后，秦墨瑶牵起叶影的手回到主院，天已经黑了，刘子言已经等着他们夫妻俩。祖母，王府里的丫鬟用着还顺手？还不错，阿莫就不要操心这些了。三人一起吃过晚饭，刘子言又拉着叶影要去院子里散步，秦墨瑶只好去书房继续忙着。刘子言来到了叶影身边，已经大半年，也不见他提祖父。叶影有时候会想，祖母是不是被祖父给抛弃了，或者他把祖父抛弃了？这么久了都不见到有人来过问，祖父是不是也太放心了点？叶影不知道的是，刘子言几乎每隔3天就会写一封信回去给老头子，讲述他们的影儿如何如何。祖母，有个事情我想跟您说一说。影儿，有啥事啊？有个老神仙告诉我，未来整片大陆将有不可抗的大天灾，天灾是世上最残酷的，谁也抵抗不了。想到那样的场景，叶影也不免有些伤感。08年的那场大地震，通过电视他还历历在目。什么？影儿，你这消息可靠吗？是哪个老神仙告诉你的？是小宝告诉我的。小宝？刘子言愣了一下，才想起来小宝是谁。他的话可信？十有八九是真的。这个是高科技产品，就像天气预报，准确率还是很高的。是什么天灾？小宝没说，他现在还探查不到。两个人默默地散着步，气氛显得非常凝重。这个消息他一定要写信告诉老头子。叶影就显得没有那么心情沉重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车到山前必有路。从这天起，叶影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空间里修炼。通过叶影的不断努力，短短半个月时间，他画了差不多1万匹强壮的高头大马。而叶影的精神力因为他的勤奋又提高了1级，达到了15级。那些大型的机械叶影还没有动手画过，之前只画了一个最小的摩托车，在空间里玩了一下。这日他想试试画个大家伙能消耗他多少精神力。来到小宝面前，点开屏幕，翻到一个大卡车图，哈哈，就他了。练练手，记下每个细节，铺开宣纸，蘸墨开画，整整1个时辰才画好，精神力居然还没有用完。到了15级就是不一样，画了这么大个家伙还没有枯竭。再次铺开宣纸，又画了几大桶柴油，
叶颖带着刘子言出了空间，跑到书房找到秦墨瑶。阿莫，我又画了个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啊？带我去你的教场，需要宽阔的地方才能展示。于是让刘管家安排马车，而叶颖回房换了一身裤装服饰。刘子言也被叶颖要求换一身轻便的衣服。杨杏赶着马车出了南城门，大约又行了半个时辰才到。秦墨瑶率先下车，再亲手扶着叶颖下了马车，然后又扶下刘子言。朱广良得到消息，立刻从营帐里赶了过来。属下参见将军。在军营里，秦墨瑶的属下称呼他就不是王爷，而是将军。免礼。将军怎么这个时候来了，还带着王妃？时辰差不多了，可以开饭了。让大家都收了吧，王妃需要用教场。是。叶颖来到点将台下，展开手里的一张纸，随着叶颖的一声起，一阵亮光闪过，一个超大的家伙出现在几人面前。叶颖又拿出了一幅画，又是一声起，几大桶柴油出现在叶颖的面前。叶颖指挥杨杏把几大桶油灌进了油箱里，灌好了油，叶颖打开车门，邀请刘子言和秦墨瑶上车。驾驶室除了司机，另外还可以坐2个人。其他跟来的护卫和朱广良让他们站到了车厢里，叶颖坐到了驾驶室，踩住刹车点火，一阵马达的哒哒声传来，这个声音是如此的亲切。挂档，踩油门，扶稳方向盘，大卡车启动了，往前慢慢的行驶。后面车厢里传来了几声惊叫，大概是被惯性甩得在车厢里没站稳。那种熟悉的感觉很快就回来了。叶颖开着大卡车在教场里转起了圈圈，速度越来越快，最后还玩起了杂技。车厢里的几个人被甩来甩去，几乎就没有站稳过。几个大汉傻了吧唧的，不知道扶着栏杆，任由身子在车厢里晃来滚去。而驾驶室里的秦墨瑶和刘子言，因为是坐着好了很多，但也被晃得有些招架不住。颖儿啊，慢点儿！听到刘子言的声音，叶颖才从兴奋中回过神来，一个急刹车，差点没把刘子言和秦墨瑶给甩得撞到挡风玻璃上。而车厢里的几个人就更别说了，直接趴在了车厢里。车厢里的几个护卫和杨杏一见车停了，立刻爬起来，一跃跳下车厢，然后跑到一边。这到底是啥玩意儿？祖母，您没事吧？这时叶颖才后悔，刚才只顾自己嗨了，都忘了祖母一把年纪，受不受得了。小颖儿，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军用大卡车，一次可以拉几10吨的货物，车厢里可以站100-200个人。小颖儿，可以教我操作吗？当然可以啊。接下来1个下午，叶颖就在教场里教秦墨瑶如何驾驶大卡车。没想到男人对开车居然有天生的敏锐，还不到1个下午，秦墨瑶就学会了在教场里开着转圈圈。秦墨瑶让朱广良叫了一些士兵，全部站到了车厢里，果然能装下200人左右，一个挨一个的挤着。那些上了车的士兵们一脸的懵，但叶颖提醒他们，相互一定要扶稳站好，可别摔下来。秦墨瑶开着车在教场里转了3圈，不过车速不快，那些士兵体会了一把坐车的瘾，这回不像叶颖开的那一次，没有被甩得东倒西歪。下了车，个个都围着大卡车看稀奇。这绝对是个好东西啊！要是军营里有这样的车，步兵哪用走路或者跑步去战场啊？是啊，保持了体力上了战场，和休养生息过后的战斗力不是一样的吗？王妃，属下也想学怎么驾驶这个大家伙，行吗？朱广良已经忍了1下午了，终于看到秦墨瑶过完瘾，才找到机会提要求。爱车是男人的通病，行啊，让你们王爷教你。有了这个大家伙，秦墨瑶连续3天都去军营，见他们这么喜欢，叶颖又连续画了3辆，他感觉越画越轻松。4辆大卡车停成一排，看着就壮观。秦墨瑶让10个人学会开车，几个副将第1个报名，半个月就都会操作了。接下来就没叶颖什么事儿了，他只需要保证他们的柴油供给就可以了。秦墨瑶非常感动，心里也在默默地数着小颖儿还有多久到15岁。离过年还有1个多月，也就是还有大约4个月，小颖儿就及笄了。我日盼夜盼，终于快要到了。这日，沈长清派去北华城的探子骑着快马回来了。这时，秦墨瑶正召集4名副将，在讨论过年之前的安排。将军，东民国已经对北华城开战了，来势凶猛。他们带了40万大军，是东民国洪老将军的大孙子洪俊凯做主帅，东民国2皇子东风德雄做副帅。哦，下去休息吧。这个消息他们早就猜到，也不震惊。既然东民国已经开战，现在
咱们就看钟老将军怎么应对。是。几个副将早就知道接下来的计划，都不慌不忙，就等着事情的发展。秦墨瑶忙着选拔人才的时候，南郡城的钟老将军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留在北华城的副将冯全昨日向他发来了求救信。钟山河在自己的营帐里来回踱步，拿不定主意。他要是走了，莫王爷趁机拿下南郡城，他将如何向皇帝交代？如果他不去北华城救援，那么北华城必定拖不过半个月就会落入东民国的手里。来人，把孔副将找来。经过一番思考，钟山河终于下定了决心。很快，孔副将就来到了主帐。孔副将，北华城现在危在旦夕，本将军打算去救援，这南郡城就交到你手里，你可要守好了。钟山河最终拿定了主意，如果南郡城落入了莫王爷的手里，至少还是龙胜国的；而北华城落入东民国的手里，那就是别国的了。大将军，本将左右为难啊。本将知道这事儿难为你，但本将也没别人可以托付，只有你了，尽力吧。是。趁着天黑，钟老将军就带了5万人匆匆往北华城而去，给孔副将留下了15万人。而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秦墨瑶的手里。小颖儿，钟老将军带着5万士兵去了北华城。秦墨瑶从内心来讲，他希望钟老将军不要去救援，这样他就只需从东民国手里抢城池即可，而不是从龙胜国抢城池。一旦开战，他杀的是自己国家的士兵，这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是不是不忍心？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儿。小颖儿，可以把牺牲降到最低吗？看着秦墨瑶纠结的样子，叶莹也不知道怎么说。那你是什么想法？擒贼先擒王，一个军队如果没有了首领，就会是一盘散沙，自然就不攻自破。那你想我怎么帮你呢？你以前用过的暗器，可否借我用一下？哦，暗器呀！说到暗器，叶颖就想笑。他第一次使用手枪，帮忙解决了10几个刺客，他就是用暗器来搪塞秦墨瑶的。没问题，给你一个，我再教你怎么使用。叶颖打算给他一个狙击步枪，射程可以达到800米，绝对能满足他的要求。当天晚上，叶颖带着秦墨瑶进了空间，当着他的面就画了一款巴雷特狙击步枪，就在空间里教他练习打靶。秦墨瑶是一名军人，除了武功高强，他还是射箭高手，对于看靶很有一套，所以学起来相当快，让叶颖刮目相看。这都不用教了，直接毕业，只要告诉他如何操作枪支就行了。而当钟老将军收到这一消息时，直接一口老血吐了出来，而他才刚刚到达北华城，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死守北华城，不然他只有以死谢罪了。大将军，东民国又组织攻城了。钟山河一口气还没有叹完，就有士兵匆匆来报。钟山河立刻穿上铠甲，爬上城楼，举目望去，城外黑压压的东民国士兵整齐排列，洪俊凯驱马上前站定，离城门大约400米左右。钟老将军久仰大名，今日得见，名不虚传呐。哼，践踏别国土地，你这讲的哪门子理？老将军自古以来弱肉强食，何况700年前咱们本是一国，我皇有雄心壮志，想恢复当年的荣耀，我们做臣子的自当辅佐其完成大业。哼，欺凌弱小，小人也。多说无益。钟老将军，你手下可有出战的将军？如果没有，本将可就不客气了。将军，末将愿出城一战。一个叫赵云峰的副将见洪俊凯那嚣张的气焰，来了火气，想去会会。云峰，你可想好了？想好了。好，一切小心，见势不妙，立刻认输回城。城门打开，一队500人的队伍冲出城门。龙胜国赵云峰愿来挑战。东民国军中也走出一名将领，满脸络腮胡，看不出样貌。报上名来，本将几下不死无名之辈。切，本大爷关山虎是也。吃我一击！赵云峰不给对方反应的时间，对方话音一落就祭出一击，直冲对方面门。关山虎也不是吃素的，迅速横枪一挡，很快两人就站到一起。关山虎块头很大，2只胳膊力大无穷，而赵云峰动作灵敏，只是赵云峰坚持不了多久，体力是硬伤。果然还不到50个回合，赵云峰就被打下马。跟去的士兵见势不妙，立刻上前拉了赵云峰就退回城。守门的士兵就以最快的速度关了城门。
东明国的战鼓声响起，士兵们驾着云梯如潮水一般涌向了北华城墙。中山和亲自在城楼指挥战斗，箭雨不断地向东明国士兵射去，可是也挡不住他们人多将多，武器也充足。攻上城的东明国士兵越来越多，龙胜国士兵死伤也越来越多。中山和见大势已去，只得放弃北华城，带着剩余的将士撤出北华城，往东面的北境城而去。当这一消息传到秦墨瑶的手里时，他正在收编南郡城投降的士兵。秦墨瑶的兵一下子变成了29万。秦墨瑶得知中山和退守北境城以后，也没有多大反应。他估计东明国起码会连攻3个城池下来，才会停顿下来过年，只是苦了百姓。但按他的计划，现在还不是出手的好时机。当秦兰臣收到中山和的奏折时，在早朝大殿上发了一通脾气，可惜没用。各位爱卿，难道就这么看着我龙胜国的土地落入他国？皇上，要不给莫王爷去道圣旨，让他出兵救援？莫爱卿，你难道不知道他趁钟老将军一走就动手拿下南郡城吗？如今南郡城已经被他接手了。皇上，当初就该让莫王爷回来。哼，回来好抢我的位置吗？好不容易找个理由让他困在南郡城，结果他还是不甘寂寞。当初就不应该答应父皇给他什么兵权，留下这么大的祸患。徐老将军，京城的20万大军，你带走15万去支援钟老将军，你再通知徐凯威把与陈阳国边境处的守军调回10万。朕估计陈阳国不会乘人之危出兵。臣遵旨。王爷，属下听说东明国已经拿下了龙胜国3个城池了。今日咱们集中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工作。目前东明国已经拿下了龙胜国的北华城、北晋城和南华城，我们不可再容忍他们继续往腹地而去，必须拦住他们的脚步，不然我们到时候就很难从他们手里拿回来。北华城与南陵城之间隔着南越城，他们不攻打守备最薄弱的南越城，而是往东而去，这就是在避开本王。以为皇兄把本王锁在这小小的南陵城，本王就会不闻不问。本王作为龙胜国的王爷，也是秦家子孙，怎可容他人践踏龙胜国的土地？所以从今日开始，我秦墨瑶不再忍气吞声，而你们是我秦墨瑶的属下，也是我秦墨瑶的兄弟，未来还望各位鼎力相助。我等为王爷马首是瞻。好，我们就从东明国手里抢回我龙胜国的土地，抢回来就是本王的。王爷，几时开拔？3回后你就开始安排，首先拿下南越城。南越城只有日常的守军，也就1万人，基本没什么悬念。如果能劝降，尽量不要动武，毕竟是我龙胜国的兵。是。晚上，叶颖带着秦墨瑶进了空间，开始修炼和练功。结束以后，两人躺在草坪上休息。小颖儿，在家等我，还是跟我一起？那你是希望我跟着你，还是希望我在家里等你啊？当然希望小颖儿天天和我在一起，离了你，我吃饭都不香。可是我又担心战场瞬息万变，万一有什么危险，我顾及不到你怎么办？你有没有觉得我们2个都成了连体婴儿了？自从我嫁给你，咱们基本就没有分开过。小颖儿，你可愿随夫君上战场？阿莫，其实我并不喜欢战争，一将功成万骨枯，不知要死多少人。可是历史的发展，朝代的进步，都是由一场又一场的战争推动着前进的。但为了一定时期的安定繁荣，战争是无可避免的。我一个小女子改变不了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在后面默默支持你，跟着你上战场其实也没关系，大不了遇到危险的时候，我往空间里一躲。听了叶颖的话，秦墨瑶一个翻身坐起，把头悬在叶颖的头顶，眼神紧紧地锁住他的双眼。秦墨瑶的眼神炽热而浓烈，情意如火山似的喷发出来。秦墨瑶再也忍不住，猛地低下头，双唇擒住了叶颖的朱唇。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亲密的接触，尽管天天躺在一张床上，但仅限于相拥而眠。秦墨瑶感觉自己的心都要飞起来，从来没有过的甜蜜和酥麻遍袭她的全身。叶颖也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干柴遇到烈火，真是一发不可收拾。小颖儿，颖儿，颖儿，还有4个月，我才及笄。我等。秦墨瑶还在回味着刚才的缠绵，突然他一把推开叶颖，猛跑几步，一个猛子扎进了空间里的那条河里。叶颖大笑出声，他可是大夫，什么不知道啊？
刚才秦墨瑶紧紧拥住他的时候，他就明显感觉到秦墨瑶某个地方的变化。次日，秦墨瑶去了军营。东民国号称有40万大军，秦墨瑶打算带上20万将士，留下9万守南陵城。叶颖也收拾了行李，准备跟着秦墨瑶出征。刘子言很不赞同。颖儿，男人打仗，我们女人等着结果就好，跟着去战场，那血腥的场面并不美好，祖母怕你吓着。祖母放心，我又不上一线，我去帮士兵们处理伤口就行，祖母就留在南陵城吧。这是什么话？颖儿去哪儿，祖母就去哪儿，大不了祖母待在你那个地方不出来，但你每天必须进来看看祖母。哎，好吧，祖父知不知道您这么粘人啊？祖母才不粘你祖父，祖母只粘颖儿。师父，你打算把我丢下吗？祖孙俩正说着话呢，张瑞宇咋咋呼呼地跑了进来。你也想去战场吗？说好的，师父去哪儿我就跟去哪儿，你怎么能把我丢下呢？哼，师父太不地道了。那快去收拾行李吧。还有啊，医馆里那2兄弟能撑起来吗？去问问何大夫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走，你的学习不能耽误。好嘞，我这就去安排。南岳城距离南陵城大约400里地，队伍行走了3天到达。安营扎寨，准备次日向南岳城守备递战书。只是让秦墨瑶没想到的是，次日一早，南岳城城门大开，南岳城守备严大山和知府吕子乔一起出城来求见莫王爷。下官拜见莫王爷，王爷千岁千岁千岁。起来吧。王爷，南岳城您不用攻，我们开门迎接您的到来。识时务者为俊杰，子乔，你很识时务吗？万大人，咱们都是龙胜国的子民，这东民国一打进来，北华城的百姓几乎都逃到了咱们南岳城，城里的百姓天天都盼着莫王爷的到来，我这是顺应民心啊。能为百姓着想，你还有可取之处。谢王爷夸奖。莫王爷，您能来是南岳城所有百姓的福音呢。城里百姓现在如何？目前勉强还能维持生计，但毕竟逃过来的人口比较多，粮食可能支撑不了多久。严大山是吧？你手下的兵用于巡防和安抚百姓，告诉他们，本王很快就会夺回他们的家园，让百姓们跟随在本王身后，准备回北华城。是，下官领命。于子乔，日常事务照常，维护百姓安宁。有不明白的可向万大人请教。有一点你务必记住，以后所有政事无需再向京城汇报，你可明白？吕子乔听了秦墨瑶的话，一时还没反应过来，傻愣愣地站着。吕大人，王爷的意思是，你今天开了城门迎王爷入城，就是从此以王爷为主，而不是京城的皇帝，可懂吗？万大人，这……子乔，你可要想明白了，王爷被皇上放逐到南陵城，长期对王爷打压刺杀，巴不得王爷死。王爷已经一退再退，如今已无需再退。你看王爷才刚刚被放逐到南陵城，东民国一得到消息就对龙胜国大打出手。龙胜国没有了莫王爷，就是这样的下场，良禽择木而栖。王爷的能耐远远在皇上之上。你可知东民国为何没对南陵城下手？就是因为南陵城有王爷在。如果王爷退回去不管，东民国立刻就会调转枪头攻下南岳城。吕子乔和严大山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皇上和莫王爷之间的矛盾，他们自然知道一些，但没想到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经过一番挣扎和思考，两人不约而同的又一次跪到地上。下官愿意追随王爷左右。不管是形势所迫，还是识时务，至少此次这两人已经表明了态度，秦墨瑶也不会计较那么多。既然南岳城没什么障碍，军队再次启程，向北华城开进。莫王爷，你不在南陵城待着，上这儿来讨辱吗？我龙胜国的土地，不容他人践踏。秦墨瑶夹杂着内里的声音，洪亮而绵长的传出老远。怎么，龙胜国的皇帝容不下你，想从我东民国手里抢吗？就不劳阁下费心了。从东民国手中抢又如何？尔等不也是如此吗？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本将军到领教领教你龙胜国秦墨瑶的真正本事。表兄，一切小心。东方德雄提醒。放心，你注意观察，如若我有败象，你即刻出城相迎。城门打开，洪俊凯领着500轻骑出了城门，走到两军相距200米处站定。莫王爷，久仰大名，你要亲自上场？
目前你还不配让本王亲自出手，先让本王的副手试试你的身手，看你有没有资格和本王对视。秦墨瑶的话音一落，站在他旁边的韩潇手持一柄长剑，双腿金甲马肚，来到了洪俊凯的面前。在下韩潇，来讨教洪将军几招。你娘没给你饭吃吗？还真让你说中了，我娘生下我就去了，所以一直就没给我饭吃。哼，吃我一刀！刀尖相撞，火花四溅，发出耀眼的光芒和刺耳的声音。韩潇居然能够抵挡他一刀，这让洪俊凯有些惊讶。还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他得小心应付这个叫韩潇的小将。洪俊凯继续主动出击，一招拦腰斩袭向韩潇，韩潇往后一仰，轻松躲过这一斩。原来是个女人投胎的。见韩潇如此轻松就躲过了自己这一斩，洪俊凯出声骂道。两招落空，洪俊凯有些挂不住，就继续主动出击。两人你来我往，一个躲一个攻，20余招过后，韩潇基本摸透了他的招式。现在该轮到他攻击了。当洪俊凯再次当头劈下一刀的时候，韩潇右手持剑格挡，另一只手却多出了一把匕首，直接抵在了对方的胸口心脏位置，且已经穿透了盔甲，入肉2分。洪将军承让了。韩潇潇洒一笑，后面立刻就上来几个兵士，把洪俊凯五花大绑。洪俊凯带出的500兵士想上前救人，立刻就被墨军挡住。将军在对方手里还受了伤，他们不敢莽撞，只能退回城里。本以为的一场恶战还不到2刻钟就结束了。秦墨瑶让兵士们就地扎营，围而不攻。城里还有龙胜国没有逃走的百姓，以防他们丧心病狂拿百姓出气。趁乱，秦墨瑶和叶影划开主帐一角，进了东方德雄的营帐。他也被混乱吵醒，正要出去看个究竟，没想到背后有破空声袭来，不能动了。叶影一个收子出口，人就消失在眼前。两人又趁乱离开，真是来无影去无踪。次日，叶影和秦墨瑶睡饱起来，来到绑着东方德雄和洪俊凯的营帐，还没进帐呢，就听到东方德雄的骂声：“秦墨瑶，你个小人！有本事在战场上一决高下，有这么阴损的招，让人瞧不起你，还战无不胜的莫王爷呢，就是个小人！”两人撩开门帘进去，当东方德雄见到叶影时，眼睛都快凸出来了。你是叶影大夫？好久不见，二皇子殿下。不对，你现在已经被封了王，叫什么来着？德王，对吧？名气不是太大，差点就忘了。没想到你才见过我一面就记住我了，真是好荣幸。你究竟是什么人？怎么会在这儿？阿莫，他想知道我是谁，要不要告诉他？他是本王明媒正娶的王妃。秦墨瑶想起那时东方素的赐婚就来气。你是秦墨瑶？王爷，怎么不一鼓作气拿下北华城呢？不急，拿回来容易，但要尽可能保证百姓安全。我们暂不宜攻城。还是私送动本王。刚才你们也看到了，城楼上那是东明国的二皇子东方德雄，他没有洪俊凯那么鲁莽。我们派兵先把另2个城收回来，再和他较量。主力部队在此，而且现在有洪俊凯在手，想到东方德雄也不敢轻举妄动。北京城已到手，秦墨瑶就打算进行下一步计划了。是夜子时末，叶影和秦墨瑶骑着一只大雕，悄悄地飞上了北华城上空。两人降下之后，秦墨瑶躲避着巡逻的士兵，慢慢地向东方德雄的营帐靠近。此时正是人最困乏的时候，又加上秦墨瑶轻功了得，来去自如，没用多长时间就找到了东方德雄的主帐，但并没有靠近，而是选了另一个营帐，放了一把火。当火势起来，自然引得一场混乱。正是本王，你想怎样？这还用问？你们想要霸占我龙胜国领土时，有没有问过本王的意见？你们在欺凌我龙胜国百姓时，有没有问过本王的意见？现在，你问本王想怎样，本王就让你看看，本王是如何做的。秦墨瑶和叶影来炫耀了一番，把东方德雄给气了一通，心里舒爽了不少。第2日，秦墨瑶让人押着东方德雄和洪俊凯来到了北华城城门口，一直找不到东方德雄的几个将军立刻跑上城楼，远远的看到阵前2个被五花大绑的人，这不正是他们的主帅和副帅吗？上面的人听着，你们的主帅洪俊凯和二皇子东方德雄都在我们手上，你们立刻开城门投降，不然就杀了他们。
城楼上的几个将军听了，怎么也想不明白，主帅不敌被抓，大家都看到了，可是二皇子殿下怎么也被抓了？难道龙胜国的人有来无影去无踪的功夫吗？打开城门吧！城楼上的几个将军听了东方德雄的话，只得打开城门，放下武器投降。这是他们打的最憋屈的仗了。秦墨瑶等人入城，很快接手了北华城的政务，并安抚民心，处理好北华城的事务。秦墨瑶让人通知朱广良，并告知北华城的情况，让他可以向南华城进攻了。东明国将士听好，你们的主帅洪俊凯和二皇子东方德雄已经被我们莫王爷俘虏，如果你们打开城门投降，缴械不杀。随着他们的喊声，一支利箭带着一封信射向了城楼。守城的将军举下信展开看时，大吃一惊，果然是他们皇子殿下的笔迹和印信。很快南华城就传来了好消息，东明国的将士开城投降。至此龙胜国被东明国占领的城池全部被秦墨瑶抢回。此时徐老将军才刚刚带着京城的15万将士赶到，可是已经迟了。徐老将军的到来让秦墨瑶小小的吃惊了一下，此人还算正直，看在秦浩然的面子上，秦墨瑶自然给他几分面子。下官见过莫王爷，莫王爷安康。徐老将军，好久不见，这么远来找本王，所谓何事啊？王爷，下官从京城出发后，中途收到皇上派人快马送来的圣旨，让下官带来给您。秦墨瑶伸手接过，打开来快速浏览了一遍，大意就是让他回京。以前的事儿是他做皇兄的部队，希望他既往不咎，以后他们兄弟相互扶持，共同护卫龙胜国百姓。徐老将军，你回去告诉金兰臣，我秦墨瑶不是3岁小孩，已经受够了他的猜疑、自杀，把本王当枪使，想着法子的让本王死。他所做的一切，才导致了今日的结果。对于他的位置，本王本没有兴趣，是他一步步将本王推到今日的地步。本王刚刚从东明国手里抢回的3座城池，是本王凭本事抢回来的，与他秦兰臣无关。当然，也请他放心，我秦墨瑶就到此为止，以后桥归桥，路归路。徐老将军听了，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莫王爷，老夫也不多劝，只尽自己的本分。浩然这孩子很尊重您，如果某一天他遇到难处，还望您能伸把手。你也不用想太多，未来会如何，谁也说不准。秦墨瑶想到夜影空间里小宝说的会有大灾难，在那种时候能活着就是万幸。东明国皇帝东方朔刚收到东方德雄送来的加急奏折，没2天又收到他被秦墨瑶俘虏的消息，气得差点晕过去。该死的秦墨瑶，秦兰臣都如此对他，他还帮他。皇上，现在怎么办？洪老将军急切地问。他的孙子也被俘了，二皇子可能不会死，他的孙子可就难说了。怎么办？朕怎么知道？给秦墨瑶发函，看他什么态度再说。而秦墨瑶也遇到了难题，东明国40万大军的士兵目前还有38万，这么多人怎么安排？每天都要吃要喝，还要安排人看守。这日天快黑了，秦墨瑶才回到住处，北华城的知府府。此时被秦墨瑶征用为自己的临时住处，改为了莫王府。饭桌上，秦墨瑶都没怎么说话，眉头深锁。阿莫，怎么了？小颖儿，你说这几10万的俘虏怎么处理好呢？我在想，要不直接找东明国谈条件，让东方朔给钱赎人，咱们养着消耗也太大了。你打算放了他们？别呀，这么多劳动力不用白不用，你把森林里的桃源村给忘了？我们可以修路直通里面，就用这些人，我们只需给那些兵吃的就行，粮食我们又不缺。小颖儿真聪明，可是还得安排人看守，30多万人可不是小数目，我们自己才30万士兵。这个呀，雇些民兵吧，从各处临时招些民兵，不是从东明国的士兵手里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吗？发给民兵，再给他们一些工钱，一个人几百文一月都是有人干的。然后我还可以弄一些猛兽出来帮着看守，这样就解决问题了。小颖儿想得真周到，可以给为父当军师。哼，那是也不看看我是谁。饭后秦墨瑶也没有空陪夜影，又去了书房，把万思聪找来商量事情。万思聪听了秦墨瑶的话，也大加赞赏。次日，万思聪就发了公告，此时已经是冬天了，很多壮劳力都没事儿干，得了消息来报名的人接二连三，不出3天就招了8000人。
秦墨瑶安排了几个参将，临时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训练几天就能胜任了。问题解决，秦墨瑶腾出手来，就要进行下一步计划，不是只抢回东瀛国的城池就算完事了，以齐人之道还治齐人之身。整顿好了军队，秦墨瑶就准备往东瀛国边境赤月城进发。小颖儿，在家等我，我会想你。城里的事务你也看着些，万思聪我要带走，另选了知府刘元康负责城州事务。此人还算忠厚，如果他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我让他来找你。咱们夫妻一体，以后为夫什么事你都参与，咱们共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园，可好？好，那你也要注意安全，不能受伤，不能瘦了。我另外给你准备了好东西。叶颖拿出一幅画，秦墨瑶一看，正是当时叶颖炸齐越国南乐族居住的祈福山的那个东西。小颖儿，这个东西的好处你也知道的，但不要乱用，毕竟它不属于这个时代。这东西只要受到撞击就能爆炸，所以你要小心。我现在把它变现，你带上，希望你能早些回来。谢谢小颖儿。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啊！秦墨瑶情不自禁地把叶颖拥进怀里，紧紧地抱着，然后低下了头，深深地吻上那10颗都在消响的红唇，久久不能自拔。秦墨瑶留下各城的守卫以后，匆匆地回了北华城。叶颖来到城门口迎接秦墨瑶，一队快马匆匆奔来。看到那一身风霜的秦墨瑶，让叶颖有些心疼。当叶颖的身影出现在秦墨瑶的眼里时，立刻跳下马，几个大跨步来到叶颖面前，把叶颖一下子抱起来，在空中旋转。阿莫，辛苦了。两人手牵手走在回府的路上，聊着天，结着彼此的相思之苦。阿莫，你瘦了。为了能够早日归家，秦墨瑶战事打得非常紧迫，几乎没有停歇。小颖儿，心疼夫君了吗？心疼了呢，以后多吃点。叶颖说的无比温柔，甜到了秦墨瑶的心里。回到府里，刘管家早就准备好了饭食，此时正好是快吃晚饭的时间。杨柳为两人准备好碗筷，默默地退了下去，就连刘子言也没来打扰，给小两口独处的空间。两人时不时地相互对望一眼，叶颖时不时地给秦墨瑶夹菜，温情脉脉在两人之间流淌，有一种久别胜新婚的感觉。秦墨瑶实在忍不住，一把将叶颖抱到怀里，亲手夹了菜喂到她嘴里。这顿饭只把菜吃凉透了。马上快过年了，北华城的百姓们都知道现在是莫王爷守护着，都开开心心地准备着年货。战争带来的阴影在新年的氛围里慢慢淡化。小颖儿，我们今天去逛街吧。秦墨瑶终于在后天就过年时停下了忙碌，提出要带叶颖去逛街。好啊！叶颖欢快地答应。两人很久没有一起逛街了，说走就走。几人上了街，就如脱缰的野马，尤其张瑞宇和罗运婷。叶颖也好不到哪里去，但秦墨瑶始终牵着她的手。当到了一个首饰店，秦墨瑶让老板把她店里最好的都拿出来。秦墨瑶主动拿起一样样在叶颖的头上比划，感觉好看的就留下一份来，然后又带着一群人去了一家服装成衣店。店家一看来人，立刻上前：“小的拜见王爷王妃。”带我们看看你店里的女子服饰。请随小的上2楼。上了2楼，居然挂了满满一屋的各色当下时装。哇，老板，你哪来这么多款式啊？看看喜欢哪些，只要你看上的，我们都买。祖母也尽情挑。叶颖自然不会客气，他们又不差钱。最终，老板的眼都笑眯了，一半的服饰都被他们这群人抱走了。除夕夜如期而至，秦墨瑶、叶颖、刘子言、韩潇、张瑞宇5个人一起吃年夜饭。饭后，叶颖让杨柳把她早就准备好的烟花爆出来，吱一声，如利箭一般的火光冲向了天空。砰一声，在天空中一朵灿烂的烟花绽放。这一夜，北华城的百姓们大饱眼福，王府里的烟花一直放个不停，各种颜色，五彩斑斓，他们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个新年扫去了人们心里的阴霾和战争后留下的恐惧。过了正月，万思聪终于从南疆城回到北华城，秦墨瑶才感觉轻松一点，一切慢慢步入正轨，秦墨瑶就闲了下来，每天只需处理一些万思聪拿不定主意的事物就行了。2月初1，还有8天就是叶颖的15岁生日，秦墨瑶想着，脸上不自觉就带上3分笑。此时他正在院子里练早功，突然一只大雕从天而降，落在王府的院子里，
听到声音，秦墨瑶施展轻功来到近前。罗楼主怎么来了？莫王爷，快带我找义母和小影儿，有急事。秦墨瑶见他的模样，知道事情紧急，立刻带他入了主院。而听到雕叫的夜影，也立刻从床上起来，因为他一时没想起来还有谁会有雕。刚走到客厅门口，刘子言也正好到了。两人一进客厅，罗蒙直接跪在刘子言的面前。义母，义父他遭人暗算，如今昏迷不醒，所有太医都试过了，都救不醒。我没办法，只好来找您和小影儿。你说什么？小影儿，干爹没用，救不了你祖父，干爹只好来求你。我把3只雕都用了，累死了2只，第3只不敢再累死，中途休息了3次，花了1天时间才到这里。莫王爷，事出突然，还望担待。刘子言终于缓过神来，又看向罗蒙。你走了，皇宫里谁在主事？孩儿让罗左罗右紧闭宫门，还调了明阳城里所有晴空楼的人员在皇宫周围守着，宫里还有2间宫卫。祖母，您是陈阳国的皇后。是，阿莫。颖儿一直没告诉你，是想让你少操些心，快快乐乐的长大。祖母本想等你及笄后就告诉你的，谁知你祖父却出事了，你的及笄礼都还没办。祖母，你早该告诉我的。小影儿，事不宜迟，咱们尽快出发。杨柳，去把小雨叫来，何大夫也请过来，做好准备。阿莫，你能走得开吗？什么时候走？我马上去安排事务。2个时辰后，我需要准备一样东西。祖母，有什么要收拾的，马上准备。说完，叶影就回了卧室。一个意念后，人已在空间，进了1楼，来到小宝面前，点开屏幕，翻到直升机的页面。叶影快速选定了一款 K32型直升机，可以载16人。看好结构图，上2楼铺开宣纸，一笔一画的开始画起来。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终于画好。离他说的2个时辰还有1个小时。叶影又画了2挺机关枪。有人暗算祖父还是皇帝，那自然是为了皇权之争，不给那些人一些教训，震慑不了他们。虽然祖父还没有见过面，但从祖母对他的好，就值得他为他付出。他叶影想护着的人，谁敢伤害？叶影动作飞快，笔走游龙，很快1箱子弹还有直升机需要的燃油都跃然纸上。需要的东西画好之后，叶影出了空间。秦墨瑶早就等在外面。我可以带走16个人，包含我在内，你看你需要带哪些人？现在叫来，马上走。秦墨瑶算了一下，又去叫了7个暗卫，让他们简单收拾了2件衣服。叶影带着所有人来到前院最空旷的地方，大约400平米，没有任何遮挡物。叶影拿出一幅巨大的画，在地上展开，起，一阵强烈的光芒闪过，一只庞然大物出现在众人面前。不过大家见识过大卡车，也没有被惊到，但罗蒙却是第一次见。小影儿，这是什么怪物？可以带我们去陈阳国的东西。罗蒙更加好奇了，这个东西居然能带他们去陈阳国。他一直以为叶影躲在屋里画大雕，结果却是这么个大家伙。小影儿，这东西能快得过大雕吗？比大雕快多了，而且不用休息，可以一直飞。好了，大家上去吧，一人坐1个座位。都坐好了吗？我们准备出发了。准备好了。启动，飞机进入自检，一切正常。慢慢拉开油门，螺旋桨旋转起来，慢慢提升总距操纵感。直升机逐渐离开了地面，前世开直升机的感觉很快回到了叶影的意识里。1000米、2000米、3000米，飞机越飞越高。叶影控制着飞机不断地向前飞行，速度越来越快。小影儿，这速度果然比大雕快多了。这机器叫什么呀？这叫直升机。干爹，北华城到陈阳国京城大约有多少里地？大约有2000多里地吧。那你看好方向，我只能控制个大概方向。叶影操纵着直升机，双眼紧紧地盯着前方，控制着飞机的高度和速度。因为赶时间，叶影不敢怠慢。小影儿，我感觉快要到了，前面那座山特别像京城外的祁连山，这速度真快啊！咱们飞了最多2个时辰，现在天都还没黑。我们在哪里降落？直接进宫，在太和殿前的广场降落。叶影驾着直升机，在罗蒙的指引下，慢慢地降低高度，靠近陈阳国的京城明阳城。当到了皇宫上空，叶影没有立刻降落，而是绕着皇宫低空飞行了一圈。而皇宫大门处正有一大群兵士拿着刀剑，正在向里闯，人手还不少。他娘的，真是等不及了吗？当罗蒙看到宫门口的情况时，大骂出声。罗蒙不知道的是，他走后的这2天，宫门天天上演全武行，
观察好了皇宫的情况，叶颖看好一处空旷之处，慢慢压下总距操纵杆，飞机稳稳地停在了太和殿外的广场上。宫卫们立刻手持武器，把飞机包围了起来。可是当看到里面的罗蒙和刘子言时，又立刻收起了武器。恭迎皇后娘娘回宫，参见蒙王爷。叶颖打开机门，第一个跳下去，接着是秦墨瑶，然后是罗蒙。罗蒙刚一落地，宫卫头领立刻上前：“王爷，您可算回来了！”那表情都激动得快哭了。这时，刘子言也在杨柳的搀扶下下了飞机。末将参候皇后娘娘。起来吧，皇上还活着吗？活着，太医们一步不敢离，随时注意着皇上的情况。宫门外是谁的人？是嬴王爷的人。祖母，那些人我可以杀吗？可以。好，小雨，你带何大夫先去看看祖父的情况。何大夫，就麻烦您老了。祖母，您先带他们去，外面那些人我和阿莫去解决。阿莫，干爹，走，咱们打怪兽去。小颖儿，怎么打？罗蒙看着跟着的几个人，就他们几个人能打得过宫外的几千人吗？跟着就是了。你护着皇后去皇上那里。秦墨瑶和叶颖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几个拿东西的暗卫。罗蒙见叶颖头也不回地往宫门方向去，也只好跟上。到了宫门口，叶颖让暗卫们把东西放下，然后蹲下身把东西拿出来，装上子弹。叶颖一拿出来，秦墨瑶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了。之前叶颖给他一款狙击枪，他用过，知道它的威力，但这回的和那个不一样。阿莫，这个怎么用？我教你。叶颖拿起一挺演示给秦墨瑶看。秦墨瑶有之前的基础，一学就会。夫妻俩一人一挺，拿好。干爹，让人打开宫门。这，小颖儿，外面可是至少有3000人啊！不用怕，宫门就那么大，3000人不可能一起挤进来。门一打开，让其他人立刻撤开。我要大开杀戒了。好吧，干爹信你。罗蒙亲自走到宫门，让宫卫们撤到两旁，然后再叫2个力气最大的把宫门的门栓一抽，立刻推到两侧。当宫门没有了阻挡，外面的士兵一拥就推开了门，然后手举武器，一窝蜂的往里挤。阿莫，开始！叶颖一声命令，抬起手中的机关枪。机关枪的无差别扫射在古代的皇宫里响起，那些最先冲进宫门的士兵们接二连三的惨叫着倒下。只剩不到1分钟时间，宫门就倒下一片，直接挡住了去路。后面的士兵见势不妙，立刻停下前进。但叶颖可不会停，端着枪一路向外走，边走边扣动扳机。子弹没了就换弹夹，扛着箱子的暗一就跟在2人后面。这是什么玩意儿？杀伤力这么厉害？等他回过神来，叶颖和秦墨瑶踩着尸山已经到了宫门外。看震慑的差不多，叶颖停下扣动扳机的手。还有人要来送死吗？这时士兵们让开了一条通道，一个身穿蟒纹金色长袍的男子走上前来。你们是什么人？要你命的人。秦墨瑶带着内里的声音传了出去，让对方的身子都晃了一下。这时罗蒙终于反应过来。嬴王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罗蒙，皇上昏迷不醒，而国不可一日无君。本王作为陈阳国的王爷，有责任为皇兄分忧。你为何把宫门关上，不让我等入内？而且皇上生死不知，这个责任你可担待得起？嬴王说，你心里打的什么主意，我清楚得很。你多次向父皇提出让他过继你的儿子到西夏，你不就是想要这陈阳国的江山吗？父皇这次昏迷不醒，我怀疑就是你干的。胡说八道！你可有证据？哼，迟早会让我查出证据。你可知我身边这位是谁？莫千影双眼死死地盯着叶颖看，如果眼神能杀人，叶颖不知死了多少遍。她就是莫寒月公主的女儿莫叶颖。你如何证明她就是我陈阳国国主的孙女？哼，这就不劳嬴王叔操心了。我可是找了整整20多年。你可知这段时间母后为什么不在宫里？因为她一直在和叶颖公主在一起。哼，你还想进宫看皇上吗？莫千影在叶颖和秦墨瑶手里端着的机关枪上来回扫了2眼，衣袖一甩，带着人走了。小颖儿，幸亏有你，父皇膝下无子，导致皇室宗亲个个都蠢蠢欲动，以致嬴王爷最甚。他是父皇的堂兄弟，也就是他和皇帝是同一个祖父的孙子，血缘相对最近。他早就计划着想把他儿子过继到父皇名下，好顺利继承皇位。如今父皇年纪大了，他就按捺不住了，想来个釜底抽薪。我怀疑父皇昏迷不醒，十有8九就是他做的，只是我急着救父皇，还没腾出时间来查。去见见我那个从未谋面的祖父。
叶颖把枪往肩上一扛，转身往里走去，其他人立刻跟上。小颖儿，你这是什么武器？怎么这么厉害？借给干爹玩玩怎么样？叶颖转头看了罗蒙一眼，不理他，继续往前走。哎，小颖儿，你倒是答应啊！叶颖停下脚步，干爹，这可不是玩具，不能给你玩。我只要震慑到那些牛鬼蛇神，就会收起来，不再使用。这个还不适合出现呢。说着，叶颖一丢，枪不见了。走吧，干爹，带路。罗蒙只好收起自己的好奇心，带着叶颖和秦墨瑶来到陈阳国皇帝的寝宫。罗蒙带着两人进了殿内。叶颖看到床上躺着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盖着厚厚的锦被，头发已经花白，人瘦的虽没有到皮包骨头的程度，但也没差多少了。何大夫，祖父他怎么样？王妃，皇上这是中毒，而且是很罕见的毒。我在一本古籍上看到过，这毒太歹毒了。能解吗？老夫无能为力，这毒应该早就绝迹了，怎么还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几百年前赤焰王朝时期的毒，而且是宫廷秘药。这古代的各种毒，叶颖是真没办法。如果什么蛇毒之类的，他还可以弄一个抗蛇毒血清出来。下官也听说过，下官的祖上一直是医者，家里留有一些古籍，不妨让下官回去找找。听了何大夫的话，宫里的一个太医也想起了这事儿，主动说道：陆爱卿，那就快回去找，把书全部都搬到宫里，大家一起找。是。骆太医立刻在宫卫的护送下出宫了，有护卫的帮忙，骆太医回来的倒是快，不到1个半时辰就来了。宫卫的动作很快，直接把他家的书全搬进了宫里，所有太医一起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还真找到了一丝蛛丝马迹。在一本发黄的古籍上，有一段文字，有简短的相关描述。翻到的太医念出来，叶颖有的没听懂，什么意思？师傅，就是要全身换血，而且最后还要用至亲之人的血。叶颖听了，心反而放到肚子里，这个他能办到。事不宜迟，叶颖立刻做出安排。干爹，把宫卫全部集中到外面。杨柳，测一下祖父的血型，还有我的，凡是和祖父血型一样的，全部挑出来。是。工作很快展开，张瑞宇和罗运婷也参与其中。首先验了陈阳国皇帝莫千奇的血型，然后是叶颖。还好，叶颖的血型是 O 型，不管莫千奇是哪种血型都可以输。莫千奇是 B 型血，当第一个 B 型血的宫卫验出以后，叶颖就开始抽他的血。为了能够快速进血，叶颖在莫千奇的脖子处扎了个深静脉，再从手腕和脚腕处放血，各种实时的检测仪器一一准备好，心跳、血压、氧气供应、血氧指数监测，一切有条不紊的进行。夜已深了，大家都没有睡觉，还在等着那血液一滴滴的进进出出。小颖儿，你休息一下吧，为夫会看着，接下来还要用你的血，你不休息好怎么顶得住啊？颖儿，这么多人守着，也不差你一个。好吧，我就在旁边软榻上躺一会儿。叶颖也知道接下来他要有饱满的精神才能应付。时间一点点过去，直到第二天天亮，流出的血起码有10几升，被查出来是 B 型血的宫卫几乎都被抽了一遍。何大夫估算着应该差不多了。叶颖让杨柳给莫千奇把腿上和手腕上的血止住，然后再让杨柳抽了自己600cc 的血。叶颖感觉头有些眩晕，但他坚强地忍着。刘子言让人弄了2大碗糖水给叶颖喝下，感觉舒服了很多。当叶颖的血挂上，一滴滴流进莫千奇的身体，他的脸色慢慢开始变得红润。叶颖也很惊奇，世上居然有这样的毒，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他这个从科技发达的后世来者，居然都想不明白。真是天下事无奇不有。时间慢慢的流逝，叶颖的600cc 血也慢慢的滴完，但人并没有醒，各项指标反应倒是都正常。何大夫上前把了脉，感觉一切正常。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恢复吧，大家耐心等等。又过了2天，莫千奇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悠悠转醒。当他眨了几下眼，看到自己周围站了好些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当他目光定在叶颖脸上时，眼睛猛地睁大。月月，皇上，你终于醒了。这不是月月，这是颖儿。祖父。叶颖立刻上前握住莫千奇的一只手，轻轻叫道：你是颖儿，朕的乖孙。
莫千祈的眼睛在叶颖的脸上来回看着，像，真像啊！皇上，是颖儿救了你，如果没有颖儿，你这次就去了。接着，刘子言就把整个治疗过程简短的说了一遍。颖儿，朕的乖孙，快扶朕起来，朕要好好看看你。祖父，这是秦墨瑶，您的孙女婿。莫千祈这才把目光移向了旁边站着的高大身影。晚辈秦墨瑶，见过祖父。这是在博好感呢。是个懂事的。起来吧。莫千祈从刘子言不断的来信中早就了解此人，目前看来还算满意。祖父，您刚刚醒来，多休息，以后咱们多的是时间说话。皇上醒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京城，同时一道圣旨宣告天下，就让整个京城沸腾了。皇上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孙女儿，当年走丢的莫寒月公主的女儿。为此，莫氏皇族宗亲里2个年迈的老王爷进宫求证。2个老者来到麒麟宫求见皇上。此时的莫千祈还有些虚弱。二叔、三叔，你说找回了月丫头的女儿，可否属实？二叔，朕是随便乱认孙女的人吗？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朕怎么会圣旨宣告天下？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她就是月丫头的女儿？朕之所以能够醒来，全靠颖儿。朕是中了赤焰王朝留下来的一种皇室秘毒，需要全身换血，最后还需用至亲之人的血来作为引子才能解毒。就是用颖儿的血解的毒，如果不是至亲，如何能解朕身上的奇毒啊？这就是铁一般的证据。莫千祈说的振振有词，2位老王爷无话可说，只能灰溜溜的走了。这些皇室宗亲哪个没打着想把自己孩子过继到皇上名下的主意？皇室后继有人已经成了铁一般的事实，想打主意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从眼前流逝。陈阳国史上出现过女皇，他们没有借口说女子不可以登基为帝，叶颖就此成了陈阳国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老头子，还有3天就是颖儿的集结礼了，咱们得给她好好过。这2天我已经在着手准备了。你怎么不早说？一定要大办。扶朕出去走走，朕早点恢复身体。颖儿及笄那天，朕要大摆宴席。请正兵冠首，为将击者礼庄。刘子言的嫂子陈芝莲上前轻轻取下叶颖的头冠，拿起梳子开始给叶颖梳成年女子的发饰。请正兵为将击者加冠基。执酒祭亲，加见令方，拜受祭之，以定耳降。承天之休，受考不忘。请击者祖母向击者示训词。事亲以孝，阶下以慈，和柔正顺，恭俭谦仪，不义不骄，勿剥勿欺，古训世事，尔其守之。仪式结束，当何娟宣布礼成之后，莫千祈让大总管当众宣读了一道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之女莫寒月29年前走失，一直不曾寻回，今终于寻得，只是人已殒。留下一女莫叶颖，现已回到朕身边，承欢膝下。此乃陈阳国之大幸。此女才貌双全，德才兼备，有勇有谋，特封为皇太孙。今有龙胜国秦墨瑶已与太孙结为连理，经朕考核，人品贵重，文武双全，2人堪为良配，特封为皇太孙夫。钦此。到了晚上，叶颖和秦墨瑶被刘子言派来的宫女带到了一个新的宫殿——颖瑶宫。叶颖一看就知道是以他们俩的名字命名的，祖母真是有心了。叶颖和秦墨瑶手牵手进了颖瑶宫，刚一进门，入眼一片红。再往里进入卧室，一对更大的龙凤喜烛正在燃烧着，桌上铺的也是红布，合卺酒已经放好，2个杯子也并排放于壶两侧。
小颖儿，今夜是我们洞房花烛夜，为夫等这天等得太久了。秦墨瑶牵着叶颖的手来到桌前，让她坐好，拿起酒壶，为两个人各倒了一杯酒。小颖儿，喝下这杯酒，祝我们白头到老，永结同心。秦墨瑶端起另一杯酒，坐到叶颖面前，抬起她的头，那灼灼的目光烫得叶颖心也跟着燃烧。两只手挽在一起，喝下那杯寓意着永结同好的酒。不用多余的语言，两人已经相处多日，也共枕多日。直到日上三竿，叶颖才睁开迷蒙的双眼，一睁眼就看到旁边熟睡的容颜。真帅！叶颖伸手在那张帅气的脸上捏了一把，突然被一只大手捉住，一双星眸猛地睁开，小手被塞进嘴里，轻轻地咬了一下。干嘛咬我的手啊？饿了吗？回答他的是唇在小手上轻轻的啄吻，麻麻的，痒痒的。叶颖忍不住抽回自己的手，换来的是秦墨瑶直接吻上他的唇。又是一阵缠绵后，两人才起床。等到两人来到刘子言的凤仪宫时，都下午未时末了。看到两人，刘子言很高兴，这时候来才是正常的，说明两夫妻感情恩爱，才会耳鬓厮磨到现在。而此时的御书房里，莫千琪正听着罗蒙的禀报。莫千琪的毒解了，罗蒙才有时间开始调查他此次中毒事件。罗蒙把平时伺候皇帝的所有宫人都严审了一遍，下毒的是个宫女。通过审问与他比较亲近的宫女得知，他家郡王与那宫女有私情。父皇，迎老王爷罪不可恕。兵权让他的野心膨胀了。这莫千莹是他皇祖父最疼爱的四儿子的孩子，但因不是长子，就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但却给他留了兵权，掌管着陈阳国10万兵力。那接下来怎么办？咱们的证据还不够足。证据不足，那就给他制造证据。听了莫千琪的话，罗蒙眼睛一亮，这个好办，让小颖儿夫妻出面，轻而易举。好了，你回去把你媳妇和孩子都带进宫来，今晚呢，咱们家宴。是，父皇。叶颖和秦墨瑶在刘子言的宫里正式的向他磕头敬茶。三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已经1年多了，彼此已经很熟悉，所以相处起来非常自然。颖儿，祖母有话要交代你。虽然你已经及笄，但身体还没有完全长开，最好迟一些再要孩子，对你的身体才有好处。祖母，如果不是你们早已成亲，我是不会这么早把颖儿嫁出去的。女子身体完全长成，最少要18岁，颖儿现在才刚刚及笄，如果怀孕，身子还没有长全，容易难产，孩子也不够健康。没想到祖母懂得真多，其实女人最佳的生育年龄是20到25岁。你知道就好。祖母放心，我心里有数的。我可疼我闺女了。这时门口又进来两人，正是莫千琪和罗蒙。皇爷爷，欣欣好久没见您了，欣欣可想你了。皇爷爷呀，也想欣欣了。大家相互见礼，叶颖也给罗蒙的儿子罗元浩发了礼物，搞得小年轻很不好意思，自己是兄长，收妹妹的礼物。秦墨瑶彻底被边缘化，叶颖只好主动把他拉过来，给干娘母子3人介绍。时间差不多了，工人摆上晚饭，都是一家人，也没那么多讲究。尤其陈阳国是一夫一妻，不存在小妾、庶子庶女之类的，所以家庭氛围很浓，哪怕是皇室也如此。这一点很得叶颖的心，可以说很得天下所有女子的心。朕能逃过这一劫，真是多亏了我们家的颖儿。来，咱们不分尊卑，不分长幼，今晚呢，痛快的饮几杯。莫千琪今天很高兴，这样的团圆饭是20多年来第一次。虽然自己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但给她留下一个这么优秀的孙女儿，也老怀大慰。阿莫，颖儿，接下来你们是怎么打算的？我皇室莫家可就这么一个孙女，未来陈阳国可是要交到颖儿手里的。祖父，我和颖儿是夫妻，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陈阳国是颖儿的责任，那就是我秦墨瑶的责任。等哪天您累了想休息，我和颖儿自然会替你分忧。陈阳国未来会交到我们的孩子手上。您现在身体已经康复，还能再撑些时候
而我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所以暂时还得劳烦祖父。但我们一定经常回来看望祖父和祖母。秦墨瑶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没想到自己娶的媳妇儿最终会成为一国之君，这样优秀的妻子，他感觉好有压力。但小颖儿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心里，他会陪着他走完人生之路。莫千奇点点头，是个有担当的。而此时的营王府里，莫千莹、莫景瑜还有莫景深父子三人在书房里商量着如何进行下一步。父皇，这莫夜影到底是不是我们皇家的血脉？如果不是莫千奇的嫡亲血脉就好了，他中的那毒根本就解不了。莫千莹也很气愤，这样的死局都能让他反转。父王，那毒咱们家哪来的？不该知道的别问。老大，那死了的宫女，你可有给他留下更多的把柄？目前罗蒙只得到了莫景瑜和那宫女有私情，但下毒之事不能说是他指使的，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下，皇上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没有。父王，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皇太孙女上位吗？你们也仔细想想，接下来怎么办？父王，要不我们直接反了？咱们有10万军队，而宫卫只有2000，京畿营的苗将军可是咱们的人，皇上只有御林军可用，才2万人。苗将军现在还是不是我们的人，已经不好说了。之前是因为皇上没有继承人，他不得不选择一方来靠，而我们的胜算最大。现在有了皇太孙女，他是什么想法就不得而知了。那还有什么办法？咱们的暗卫营有800人，要不晚上悄悄杀进宫，把那一家3口直接解决了。宫卫不可能2000人同时在职，用些迷药就能解决一大半。你们可别忘了，还有一个罗蒙呢。他手里掌握着一个晴空楼，里面也是高手如云。最近那些人一直在皇宫附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就这么算了。皇上中毒的事，他肯定是锁定我们做的，迟早他会想办法对付我们。前些日子我们在宫门闹了好几出，我们虽是打着关心的旗号，但他不是傻子，怎么可能不知道我们的目的？这几日他忙着给太孙女办吉吉，没空对付我们，我想他很快就会有所行动。父王，所以我们不能拖太久啊。这太女才刚刚回朝，还没有建立她的人脉，没有笼络她的人心，所以我们可以联合另外几位王叔，让他们也参与进来，给他们足够的好处。虽然历史上有女皇，但没有几个大老爷们愿意在女人手下讨生活，他们一定会同意的。申儿说的对，那就分头行动。你们几位王叔手下肯定会有一些人手的，联合在一起，力量不小。事不宜迟，就这么办。莫千莹也清楚，软的不行只能来硬的，明的不行只能来暗的。只是有些事情计划赶不上变化。当天晚上夜深人静时，2个黑影在房顶上起起落落，其实是3个黑影，还有一个在背上，不是别人，正是秦墨瑶背着夜影，后面跟着罗蒙。这莫王爷的轻功怎么这么厉害，而且还背着个人？看来我真的是老了，不如年轻人。罗蒙不知道的是，秦墨瑶时常在夜影的空间里练功，那进步速度哪里是他能赶得上的？本来罗蒙是来带路的，结果却老是在后面。秦墨瑶走走停停，等着罗蒙。前面那个府邸就是营王叔的府邸。到了目的地附近，罗蒙停下，指着一个占地不小的建筑群说：“行了，你去准备包围此府的事儿吧，其他的交给我们。”一个纵身，秦墨瑶就背着夜影消失在黑夜里。罗蒙只好离开，去调派御林军。秦墨瑶的轻功几乎是来无影去无踪，根据罗蒙给的方位，很快就找到了莫千莹的书房。2个人进了书房，夜影从空间里把早就准备好的东西拿出来，放进去，又还原。出了书房，2人又来到主院。夜影拿了一根竹管，往主卧里吹了些迷药。过了一会儿，2个人大摇大摆地进了里面。营王爷2夫妻睡得死死的。秦墨瑶上前一把扯下莫千莹脖子上的东西，立刻带着夜影离开。他可不想小影儿看到别的男人睡在床上的样子。罗蒙带着8000御林军打着火把，大张旗鼓地把营王府包围。御林军统领鲁智权上前使劲拍门：“开门，快开门！”王府的门打开。哟，这不是鲁统领吗？深更半夜的怎么来我们营王府了？宫里玉玺失窃，宫卫一直追踪到此，发现进了营王府后不见了，所以皇上命我等前来协助抓捕。什么？护卫听后吃了一惊，
这可不是小事儿，但他不可能就此让人进府搜查。等着，我先禀报主子。护卫统领让人守好大门，亲自往主院跑去。当莫千莹听到护卫统领的禀报，心里也吓了一跳，但不敢耽搁，立刻起身穿上衣服。这时2个郡王也被吵闹声惊醒，醒来往大门口赶。莫千莹来到王府大门，鲁智权原话又说了一遍。莫千莹不是傻的，一听就知道皇上行动了，把卧室里里外外都找了一遍也没有，一屁股坐到地上。完了，皇上有备而来，怎么会给我调兵的机会？大意了，太大意了。而就在此时，鲁智权搜查到书房，莫景瑜亲自跟着。当鲁智权看到一个暗格时，要求莫景瑜打开，莫景瑜也没有反对，因为他知道里面只是放了些文书。而当一个锦盒出现在他眼前时，他惊呆了。但鲁智权可不给他反应的机会，一把将锦盒搬了下来，直接当着他的面打开。玉玺就在里面静静地放着，下面还压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龙袍。哼，真是反了天了！鲁智权二话不说，一挥手，几个兵士立刻上前把莫景瑜牢牢地控制住，然后立刻出去安排兵士把王府所有人都抓了，不管是下人还是主子，反抗者格杀勿论。一夜之间，迎王府全家下狱。莫千骑，你个卑鄙小人，还是一国之君，居然用栽赃嫁祸的招数，难怪你会断子绝孙。可是不管他怎么骂，也没人理他，守卫只是静静地站着把守。一家人一起吃过午饭，莫千骑领着叶颖、秦墨瑶、罗蒙来到牢里，远远的就听到莫千莹的大骂声。慢慢走近，当一行人的身影出现在莫千莹眼前时，莫千骑，你下作，你卑鄙！你就这么想要朕这个位子吗？不惜给朕下毒？有能者去治！你一辈子就知道找你的女儿，有什么功劳，有什么资格居皇位？你看看你这些年，你做了什么伟大的事业，充其量就是守城。可惜，你的父王不是皇帝，你没有资格，这就是朕的优势。而你的所作所为就是大逆不道，就是造反，所以你也没什么好怨的，成王败寇。你是如何把东西放到本王府上的？还有本王的虎符呢？直到现在，莫千莹也没想明白他是如何做到的，还有他的虎符。这个多亏月儿给朕生了个好孙女，咱们陈阳国未来的女皇，以后陈阳国有了她，必将迎来繁荣昌盛。一说到他的孙女儿，他就感到无比自豪，这样优秀的孩子是他孙女儿。皇祖父可不能把阿嬷的功劳安在我头上。孙女婿也不错。你就不怕陈阳国的江山落到秦墨瑶的头上？他可是龙胜国的莫王爷，那天陈阳国的江山改姓了秦，你如何向老祖宗交代？这个就用不着你操心了，你呀，还是等着上路吧。你要杀本王？你在决定要朕命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失败的后果。莫千骑也不想多说废话，留下这句话，带着人转身离去。他就是来看莫千莹落魄下场的，顺便气气他。今日一大早，叶颖和秦墨瑶被工人叫醒，梳妆打扮，准备上早朝。这还是叶颖第一次上朝，他还从来没有见识过朝堂是什么样。2个人快速来到凤仪宫门口等着。莫千骑出来，看到门口站着精神饱满的夫妻俩，无比欣慰。皇祖父，早上好啊！皇祖父早安。 3人同时上了御辇，往太和殿而去。皇上驾到！皇太孙驾到！皇太孙夫驾到！随着太监的高喊，3人稳稳地走上高台，享受朝臣的3跪9拜。平身。这时，大家才真正的看到叶颖和秦墨瑶，2人分别站在莫千骑两侧，如卫士一般。皇上，营王一家所犯之事，当如何处理？莫千云出列问道。莫千骑没有回答，而是转头看向叶颖，意思很明显，让他来回答。虽有见过，但不知道这位怎么称呼。这是你云七爷爷。莫千骑同一个爷爷这一代有10个男丁，莫千云排行第7。云七爷爷，孙侄女儿有个问题，如果有人要杀您，而且已经行动，您会如何？这个问题很尖锐，但却很好回答。谁都知道肯定会反抗反杀，但这莫千云大概受他老爹所托，
想求情却迟迟不作答。怎么，云栖爷爷很难回答吗？别告诉姑你想替嬴老王爷一家求情。叶颖面色一冷，气场就变了，那种杀伐果断的气质犹如实质，把在场之人都惊到了。姑的做事风格从来都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所以对于一个要杀我的人，我自然也杀之。叶颖的每个字都掷地有声，直击人心。一时间朝堂上鸦雀无声，还有一些想出面求情的都不敢出列了。过了一阵沉默期，丞相汪正义出列提出异议。皇上，太孙女就这么轻易招了太孙夫，而且还是别国的王爷，是不是有些不妥？秦墨瑶看有人对自己不满，直接上前一步。我秦墨瑶与莫叶颖感情深厚，我们只是夫妻，与其他无关。当然，太孙以后的责任，本王会与他一起承担。我们夫妻一体，荣辱与共。既然我禅阳国有了继承者，这是国之大幸。那么请问太孙殿下，您可有治国之能？这是内阁高阁老。高阁老，姑前天才及笄，皇祖父才51，你担心什么？姑有大把的时间学习。如果朽木不可雕，当如何？那你想如何？当殿考核。考核可以，但丑话说在前头，姑没有读过什么书，只是认得些字。如果你要考姑的学识，不好意思，不会，以后再学也来得及，但其他随你考。好，老臣就不考学识。各位同僚，皇太孙既已应下，那就都参与，什么问题都可问问。国库无银当如何？户部尚书还真不客气，一来就这么大个问题。国库无银，问题是多方面的，最关键还是民不富，民富则国强，所以当权者需要想办法让民富。叶颖侃侃而谈，怎么说也是后世来的，上下5000年的文化还是知道一些的。那如何让民富呢？要致富啊，那方法可就多了。皇太孙可否举例一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劳动人民的智慧。姑给你们说个事儿，姑回来的那天是从天而降，你们当中有人看到，而姑所乘的飞行器叫直升飞机，现在就在太和殿外的广场上。在你们看来，此物应是天上有，你们一辈子都没有见过吧？而姑是哪里来的呢？姑是一个精神力修炼者，你们当中有人修习内功心法，而姑修习的精神力性质和内功心法差不多。姑可以用精神力勾画出各种东西，而这些东西的来源是因为姑做了一个梦，梦里是一个科技相当发达的世界。姑给你们简单描述一下，看看人家的经济、文化和发展水平。接下来，叶颖把后世的一些科技、文化、经济做了简单的描述，听得在场之人个个都目瞪口呆，包括齐墨瑶在内。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世界，你们所瞧不起的商人，却是推动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者；而你们瞧不起的有一技之长的工匠和发明创造者，正是推动了整个社会科技发展的动力。在那个梦里，士农工商早就改变了顺序，人们的生活才会如此富足。姑所驾驶的那个直升机就是最直接的例子，从北华城到明阳城2000多里，只用了短短2个时辰。而如果我们的物资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你们可想过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多么迅速？朝臣们都陷入沉思，这太超出他们的认知了。你们可知那个世界的粮食产量达到了多少？小麦亩产1000斤，水稻亩产1000斤，我们能实现吗？我肯定的告诉你们，能。只要我们有人去研究、去试验，当我们的粮食也极大丰富，还有人吃不饱吗？咱们再说文化，文化除了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就没有别的了吗？你们可知，知识无穷无尽，除了你们学过的那些，还有高深的算术、物理、化学，这些有人去研究吗？而知识才是推动整个社会发展的源泉。姑知道，要想达到那样的高度，可能需要几百上千年的发展，但我们可以从现在就开始做，慢慢积累，一天一变，总有到达的一天。叶颖的这番话对他们的冲击太大，静，非常的静，大气都没有人喘一口，都在深思。一个掌声突然响起，唤回了大家的意识，是莫千奇，然后是2个、3个，掌声此起彼伏。突然，汪正义跪倒在地。禅阳国鸿福齐天，得此皇太孙，皇太孙千岁千岁千千岁。别的朝臣见此，紧随其后，纷纷跪地3呼。众卿平身，姑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因为一场梦，见识广博了一些而已。尊殿下，
刚才您说的知识我们如何学？这都没见识过，您能举些例子吗？叶影来到问话者的面前，温和地问他：你扔个东西到天上，它会怎么样？当然是掉下来啊。但你可知它为什么会掉下来？不知道，人人看到的都是这样的现象。有谁知道吗？叶影转身问所有人，眼睛在每个人身上扫过，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自己知道。因为我们站着的地面有引力，它能把离地近的东西都牢牢地引到地上，当足够高，离开了它的引力范围，扔上去的东西就再也掉不下来了。而外面那个直升机就是通过克服这种引力才能上天。鸟之所以能飞在天上，也是一样的道理。恍然大悟的声音从各个朝臣的嘴里发出，连莫千奇也是如是，而秦墨瑶却是双眼星星地看着在下面走来走去的叶影。如此光彩照人的小影儿是他的妻，与有容焉之感溢满他的心田。皇太孙殿下，那我们当如何做？首先从娃娃抓起，教育最重要，当然不是只为考科举而读书，能学的东西很多。当人有了知识，就会思考，就会去创造，科技就会进步。不是说少年强则国强吗？你们说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先懂得去改造工具，还是一个有想法有文化基础的人先懂得去改造工具？大家都点头说肯定是有知识的人最先想着去改造工具啊。然后工部里的人才应该是最多的，多挖掘，多鼓励，让创新者得到奖励，有能力的工匠动力就足了。在民间也可以设置奖励机制，鼓励有技艺的劳动者发明创造，说不定哪天你们都不用坐马车了，用机器来替代。那皇太孙殿下，下官工部尚书蒋永兴，那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您刚才说的都是一个长期工程。要致富，先修路啊！你安排把各处官道修得畅通无阻，马儿跑起来不就快了？想运送物资不也快了？突然，外面一声高喊打断了所有人的思路。报！随着声音，人也匆匆地跑进了大殿，是个宫卫。何事？启禀皇上，刚才城门守卫传来消息，营王爷的兵造反了，此刻正往北城门而来。什么？难道他们就不怕朕现在就杀了那一家吗？话音刚落，罗蒙也跑了进来。皇上，营王说的军队有人造反，大约有5万人左右，带军的是严武审的大侄子黄成。本部想株连9族，他倒是自己撞上来，大概就是怕您株连9族，才先下手为强，打算搏一搏。营王说的军队一共10万，有2个副将，这黄成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只能发动5万人，另一个叫祝清华的没参与。没有虎符也能调军，看来这莫千营很用心地在经营自己的军队，为上位做足了准备。城里只有2万御林军，兵力有些悬殊，事出突然，现在出城调兵已经来不及了。没想到他们的胆子这么大。柯将军，去将京畿营的兵带来。可是皇上，京畿营离此有80里地，恐怕来不及呀。没事，你先带来，从南门出去，要快。御林军还能顶一阵，给你争取时间。是，臣领命。皇祖父，想不想来一次空中之旅？叶影突然出声问。莫千奇疑惑地看着叶影，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殿外的直升机你还没有坐过呢，孙女带您去坐一回。好好好。叶影带着莫千奇上了飞机，秦墨瑶紧随其后。叶影又挑了3个武将上了直升机，罗蒙自然不会把自己落下。叶影坐到了驾驶位，启动，控制油门，旋翼转动，轻轻抬起总距操纵杆，直升机慢慢地离开了地面，带着机上的一群好奇宝宝们往北城门而去。影儿，这是你用精神力画出来的？是的，皇祖父，目前整个天下都没有人能做出来，所以你也别想。叶影一下子就能猜到他的心思，这东西谁不想要啊？被打击到的莫千奇只好收起心思，专心看外面的景色。很快就到了北城门，果然黑压压的军队在城门外集中，正在准备攻城。阿莫，把我刚才准备的大喇叭的线头插好。给叶影打下手的次数多了，秦墨瑶一听就明白什么意思。来到北城门，营王爷军队前的上空，飞机悬空不动，没有主帅，士兵们突然停止前进。下面的参将还想继续的，秦墨瑶看准就是一枪，领头的没几下就被干掉的差不多了。而莫千奇的喊话并没有停止。见此情景，
一些士兵们开始放下武器。一旦有人开了头，如骨牌反应似的，越来越多的士兵放下武器，然后有人带头调转回去，紧跟着越来越多的士兵离开了北城门，往他们来时的方向而去。一场如笑话似的攻城就这么结束了。叶颖把飞机停到了地面，罗蒙第一个跳下去。父皇，孩儿去把那些军队整顿一下。去吧，拿上虎符。另外，飞机上的几个将军见一场战斗这么简单就解决了，看叶颖夫妻俩的眼神就有些莫名的光芒。叶颖的炸弹还一个都没有用上呢。颖儿，咱们去一趟牢里吧。皇祖父，您是一国之君，应该威信更大，您就拿着这个话筒向下面喊话，您想说什么都可以。叶颖把直升机的高度控制在弓箭射程之外，秦墨瑶把喇叭拿到机门口，用手按住。下面的将士们，朕是皇帝莫千奇，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造反，是诛九的大罪。如果你们此时放下武器，回转军营，朕既往不咎。莫千奇连续不断的喊话，下面的军心眼见着涣散。皇城急了，立刻命令开始攻城，反正都是个死，他今天拼了。秦墨瑶见此情景，让一个将军过来压住喇叭，拿起一挺机关枪，看准皇城的位置，瞄准，扣动扳机。接连不断的枪声在耳边响起，枪的射程可比箭的射程远。皇城突然从马上倒了下去，当场死亡。午饭后，叶颖陪着莫千奇又再次来到关押嬴王爷一家的牢房，只是再看莫千莹，再没有昨天的精气神。营弟，朕来送你们一家上路。莫千奇闭了闭眼，悲痛的心情无比沉重。莫千莹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你可否给小弟留个后？皇上，侄儿不想死，求求您饶了侄儿吧。这时莫景山爬了过来，哭求道：他才23岁，还有大好的年华，父亲想皇位落到他们这一脉，可是也轮不到他来继承。如果就此死了，他死得冤啊！可惜你投错胎了。不，我不想死，皇上饶了我，我愿意做个平民，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小儿子那垂死挣扎的模样，莫千莹看着心酸不已，但是他知道皇上不会给自己留后患，换做他也会斩草除根。给你留个后吧，你的孙女小琴可以不死，但只能是庶民，她能不能活下来，就看她自己了。莫千奇还是做不到赶尽杀绝，他手一挥，后面跟着的太监端着托盘上前，托盘上放着几杯酒。为了让你们没有痛苦，所以朕准备了好酒送你们。但大家心知肚明，那所谓的好酒是什么东西。莫千莹知道斗不过，主动端起酒杯，一口饮尽，只几息时间就七窍流血而死。接下来是嬴王妃。弟妹，你也不要怪朕，你的娘家本可以无事，但你的大侄儿今早带着5万人造反，已被当场诛杀。嬴王妃只是愣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端起酒一饮而尽。其他不愿意喝的被人强行灌了下去。自此朝堂一片清明，皇室有了继承人，有不轨之心的人早就收起一切心思，尤其在见识过叶颖和秦墨瑶的能力之后，更是不敢有半点不臣之心。这日晚饭桌上，叶颖说出他们最不愿意听的话，但现实已经决定他们迟早要离开。颖儿，留你也留不住，但你要常回来看看我们2个老的。祖父今年51了，最多给你撑个10年，在10年之后，你们必须要接手陈阳国的政务。好，祖父一定要保重身体，一有什么立刻通知孙女儿。我给干爹留下了10张大雕图，有事你就使唤他。好。颖儿，祖母还跟你去。祖母，你怎么能丢下祖父一个人呢？他需要您的照顾。您看，您一不在，他就招人暗算了。叶颖这次不打算带着祖母，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他要是走了，祖父得多寂寞呀。可是祖母舍不得你。祖父需要您，您先在宫里陪陪祖父，等8月中秋的时候，我再回来带您一起去。您已经离家1年多了，这回来才2个多月，您又走了，就不怕祖父有疑心吗？说什么瞎话呢？好了，老婆子，
你就别去打扰他们小夫妻了。就如颖儿所说，等仲秋他回来再一起去，到时朕和你一起去。现在朝堂才刚刚肃清，还离不得他。颖儿，你那直升机能不能留在陈阳国呀？祖父，这个留下你也没用，目前只有我能驾驶，而且需要用到的燃油也只有我有。要不孙女带您逛逛，来个空中一日游。好。这日晚上，叶颖和齐墨瑶早早的回房。叶颖需要准备化明日要用的燃油，还要化各种药品和器材。随着打坐时间的增加，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丹田里汹涌澎湃，往四肢百骸涌去。当潮水退去之后，叶颖的精神力成功突破到了16级，但他明显感觉还没有停止。难道又要突破2级不成？叶颖立刻稳住心神，控制住丹田的涌动，让精神力慢慢的渗透到全身各处经脉。果然，当一切归于宁静之后，叶颖又成功突破1级，达到17级。这就有点奇怪了，叶颖想不明白，最近他修炼的可并不勤快。恭喜主人连破2级，又有新功能出现。叶颖猛地睁开眼睛，立刻爬起来，跑到1楼小宝的面前，点开屏幕，果然有一个灰色的按钮可以点开了，家禽家畜饲养法，这什么玩意儿？叶颖立刻点开查看，是鸡鸭鹅猪牛羊的养殖方法。小宝，这是什么意思呀？你所刻画的动物是没有繁殖能力的，现在空间可以饲养动物，可以从外面收集一些动物圈养在空间里，它们就有繁殖能力。这下叶颖听明白了，就说呢，他画出来的动物都没有给他添些小幼崽，原来是没有繁殖能力，一直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只知道一有空就画。可是他养那么多动物来干什么呀？他又吃不了那么多肉。可以养一些，我们的士兵还有那38万东明国的士兵，一个月根本就难得吃2次肉。小宝不是说未来有天灾吗？到时候这也是一种物资供应啊。那好吧，抽时间买一些放在空间里，圈个地方，让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吧，反正空间这么大呢。哦，对了，小宝，这次我怎么能一次升2级啊？30多万东明国大军全吃的是你提供的粮食，这可是很庞大的数据了。最近你救治了不少人，也是你的功劳。哦，原来是这样。对了，之前不是说有奖励等着我吗？怎么我没看到啊？主人，还没到时候，你还要不断的修炼哦，不能偷懒。这话一出，叶颖气到了，这不是勾人心痒痒吗？他也懒得跟他一个机器人计较。2人出了空间，已是深夜。次日早朝过后，叶颖把直升机加满油，莫千奇和刘子言相约来到飞机前，准备空中一日游。皇祖父，直升机可以坐16人，您看还想带谁都可以叫来。莫千奇立刻让还没有走远的朝臣们回来，挑了几个人上直升机。皇祖父，想去哪儿？咱们可以走多远？直升机的速度是每小时大概250公里左右。叶颖说完发现不对，外祖父不知道这个说法，就是每个时辰大约可以飞1000里地。这么快？莫千奇被惊得不知道怎么形容他此时的心情。各位大人，直升机可是高科技产品，我们人类是可以创造出来的，所以发明创造是多么重要，这就要有人去研究去学习，终有一天能实现的。颖儿，既然这么快，那就绕陈阳国飞一圈吧。咱们陈阳国一共6个州府，23个大城，县城小镇无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最远距离也就2000多里地，总人口大概3000万，国土不算辽阔。好的，今天正好是大晴天，万里无云，正适合这样的观光之旅。张大人快看，前面是祁连山。这才1刻钟就到了。这是远看，要到上空还有一段时间。果然站得高，看得远啊！飞行不停，惊叫不断。哇，前面那是金陵城吧？我还是几年前去了，这就到了。看，前面那座山上还有积雪呢。山高1尺，土冷3寸，所以一山有3季就是这个原因。那不是未央河吗？在天上看，居然能看到全貌，感觉好长一条。各种感叹和议论就此展开。这一日，叶颖带着1机人从明阳城太和殿出发，先向南飞，再改变方向，向东，再向北，最后向西。
直到天黑才又回到了太和殿前广场降落。这一日的空中游让各位大人大开眼界，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日他们能一日就看尽祖国的大好河山。叶颖开了一天飞机也很累，大家也不多耽搁，道谢告辞离去。他们虽然没有驾驶飞机，但是一天都处于兴奋状态，也很累了。次日早朝，朝会上，昨天去旅游的人都大讲特讲他们的所见所闻，搞得所有人都向往不已，也让他们陷入了沉思，他们的格局也因此提高了不少。叶颖终于睡到自然醒，长长的伸了一个懒腰，才把眼睛睁开。秦墨瑶正微笑地看着他，一把拉下他的头，在他的唇上狠狠地啄了一口。一睁眼就见到一个大帅哥，那是多养眼的事儿啊！秦墨瑶享受地荡开了一抹笑。睡醒了？肚子饿不饿？我让人给你温着，随时等着你醒来。秦墨瑶温柔的嗓音听得叶颖浑身一酥，一个翻身坐起，向侧一扑，把秦墨瑶压在枕头上。哼，本女王要起床了，还不来伺候？遵命，我的女皇。两个人在床上笑闹了一会儿，才起来洗漱。饭后，两个人来到了凤仪宫。祖母，叶颖欢快地跑进殿，先给刘子言一个大大的拥抱。怎么不多睡会儿啊？昨日就你一人驾驶，多累呀！阿莫，你也要学会，不能总累着颖儿。祖母，我正有此打算。秦墨瑶通过昨天一天的观察，也基本看明白了，等会儿就想试试。几人坐下聊天。颖儿，是不是打算要走了？刘子言很不想谈起这个话题，但现实摆在面前，总要面对。祖母，对不起啊，不过我一定常回来看您和祖父。现在咱有直升机，几个时辰就能回来，不用太伤感。离别总是伤感的，哪怕知道你能很快回来。孩子有孩子们的事情，你就不要给颖儿添负担了。这时候门口响起齐墨谦的声音，他下了朝就去御书房处理奏折，估摸着颖儿该醒了，就过来看看。祖父一看到莫千奇，叶颖一跑一跳的就到了他身边。颖儿，昨日真是不虚此行啊。呵呵，那是，不是说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吗？颖儿说得很对，以后陈阳国交到你手里，祖父很放心呐。祖父，我们打算后天离开。走吧，你的事啊，蒙小子都告诉朕了，你也不容易。你那皇兄心眼实在太小，没遇到大事他还能守城，一出大事他是没有魄力能压住的。如果真遇到了，你也不用顾忌太多，按你的心意做事。如果需要陈阳国帮忙，尽管开口。如果你能接手龙胜国，以后可以合二为一嘛。谢祖父教诲，莫瑶记下了。秦墨瑶真心道谢，他能感觉到莫千奇对他的爱护之意，这样的皇室亲情太难得，他很珍惜。聊了一会儿，秦墨瑶提出让叶颖现在就教他驾驶直升机。好吧，不过不要在皇宫里，到处都是建筑，不太安全。去我的私人领地，那里也很广，随便你飞。祖父，我带你去个地方。叶颖想到祖父还没有去过他的空间呢，不知道祖母有没有告诉他。你祖父还不知道，祖母没告诉他。看到眼前的景象，一片开阔的土地，种满了各种庄稼，还有那么多的动物都在忙着种地收粮食。颖儿，这是什么地方？祖父，这是我的私人空间，我平时修炼都在这里，祖母也最喜欢这里了，每次进来都不想出去。老婆子，你居然都没跟我说一声。你又没问。莫千奇瞪了刘子言一眼，他什么都不知道，怎么问？祖母，你带祖父参观一下吧，他想知道什么您都跟他解释清楚。我带阿莫去练习开飞机。打发走了老两口，这才拉着秦墨瑶上了直升机，但秦墨瑶却没有急着学习。小颖儿，为父有事想问你。什么事儿啊？你问吧。小颖儿，昨天在直升机上你给各位大人讲的那些知识，你是从哪里得知的？据我所知，13岁前你一直生活在乡下，到了王府才找我教你识字。我知道你识的字，只是所识的字和我所识的字不一样，以为你有什么奇遇，但那些知识我就从来没听过。就算你有奇遇，也不至于超出所有人的认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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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昨日起，秦墨瑶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所看的书也不少，
也没讲过小颖儿所提到的那些知识。听了齐墨瑶的问题，叶颖也严肃了脸色，眼神放空。时间过得真快，那个世界的一切因为有空间的存在，并没有淡忘。此时他想起了自己前世的父母，齐墨瑶一谈起，他突然好想他们。小颖儿，齐墨瑶定定地看着他，见他久久不说话，难道我问了不该问的问题吗？可是我很想走入他的心里。阿莫，我是一缕幽魂，你怕吗？齐墨瑶听了这话，吓了一跳，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小颖儿，是我不好，问了不该问的。齐墨瑶一把将他搂进怀里，双臂都在颤抖。如果不愿意说就不说了，以后我也不问了，只要知道你是我的妻就好。没事儿，既然我们说好了要相守一生，告诉你也无妨，只要你对我一如既往。我发誓，我齐墨瑶一辈子只认你是我的妻，只对你一个人好，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让你幸福。听了他的话，叶颖很感动，她真的嫁对了人。这么久的相处，她也早就把他放入心里。阿莫，真正的穆叶颖已经死了，而我叫叶颖，应该是从1000多年后的后世来的。我也死了，但我的魂却穿越了1000年，进入了穆叶颖的身体，一来就嫁给你，后面的你都知道了。什么？你是怎么死的？我在开直升机出任务的时候，有人提前在我的直升机上面放了炸弹，突然爆炸，我连渣都没有剩下，什么感觉都没有，太突然，时间太短了。叶颖回忆起死前的一刹那，还真没什么感觉，只一瞬就晕了，醒来就在这具身体里。原来如此，难怪小颖儿你和别的女子不一样，太特别了。也就是说，你平时画出来的各种用品，都是你那个时代已经有了的？没错，我们那个时代的科技相当发达，就是这个空间也是科学家们研究发明的，特意给我配的，但具体怎么做出来的我还真不知道。我和别人的区别就是，我是一名精神类修炼者，被国家挑选培养，做一些不能公开的机密事情。表面上我是一名医生，实际就是一名杀手。我死前用猛兽杀了好几个大人物，我估计就是有人怕了，联合起来把我给反杀了。小颖儿，我保证以后都不会有危险发生在你身上，有事我来处理。没事儿，你觉得在这个落后的古代会有人是我的对手吗？也是，想到小颖儿的手段，齐墨瑶感觉自己很没用，很多时候他都要仰仗她。好了，以后再慢慢聊，现在你还是先把这个直升机的驾驶技术学到手吧。好。叶颖开始给他讲每一个仪表盘是起什么作用，如何启动通电、加油门，如何控制高低、前进、转向、速度。叶颖讲得很认真，齐墨瑶听得更认真。齐墨瑶把刚才叶颖讲的在脑海里认真地回忆了一遍，深吸一口气，启动自检，慢慢地提升总局操纵感。直升机渐渐地离开了地面，再调节周期变距感，直升机向前飞去，2个脚踏板，再试一试，改变了方向。哇，阿莫，你是怪才驾驶员，第一次就飞得这么好。是小颖儿教得好，而且我看你开了好几次，昨天看了1天。得到叶颖的夸奖，齐墨瑶不自觉荡开了笑容，自豪感油然而生。直升机在他的手里开得更快了，前进、后退、左转、右转、上升、下降，他各种动作都练习了几个来回。齐墨瑶越练越兴奋，男人的天性就喜欢马、车、飞机，速度能给人最大的快感和刺激。两人练得忘乎所以，直到肚子唱起了空城计才下来。而刘子阳和莫千奇还在健身房里嗨玩呢，比秦墨瑶还要兴奋。颖儿，能不能弄些健身器材给祖父，在宫里准备一套啊？当看到叶颖出现在房门口的时候，莫千奇很不客气地提要求。没问题。还是颖儿孝顺。几个人出了空间，结果外面天都黑了。次日一早，叶颖他们准备走了。这时候有工人来报，刘子言娘家大哥大嫂求见。刘子阳和娘家关系不错，他们也很守本分。两人来到了凤仪宫，身后跟着他们的3孙女儿柳嫣然，相互见礼。这3人叶颖都见过，吉吉礼上和后来的宫宴都有接触。皇上、皇后，真是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嫣然在家吵了好几天，让我们来求求皇太孙殿下，他想学医，想拜皇太孙殿下为师。殿下，嫣然诚心想学医，自见您给人治病，嫣然就想也能像您一样，能救死扶伤。
每天在家绣花读书，等着嫁人，人生太无趣，也毫无意义。嫣然想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学业很苦的，你可坚持得下来？嫣然一定能坚持。你有这样的决心，那就跟我走吧。短时间内就见不到你爹娘了，可又舍不得。等我学好手艺，就会回来孝敬父母。如此，那就赶紧回去收拾行李吧。再过1个时辰，我们就走。直升机上只有1个位置，所以只能你一个人，不可以带丫鬟。如果她能一个人独立生活，说明不是娇养的小姐。叶颖可不想带个娇小姐。3人来去匆匆，来时的原班人马又聚拢在一起，又留下刘子言和罗蒙。莫千奇还给叶颖准备了一个老师，是翰林院的一个老翰林，叫贺子章，此次也一并带上。听说他是20年前的状元郎，因不喜官场纠葛，后来被莫千奇安排在翰林院编书。离别的那一刻，刘子言还是流下了眼泪。颖儿啊，可说好了，8月15一定要回来看望祖父祖母。我保证回来。叶颖上前轻轻地抱了抱刘子言。直升机启动，慢慢升上了天空，逐渐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里，翻过千山万水，在2个多时辰以后到达了北华城上空。当韩潇听到空中的哒哒声，立刻从书房里跑了出来，仰头向上看，直升机稳稳地停在院子里。叶颖打开机门，第一个跳下飞机。你们终于舍得回来了，这一走就是2个多月。辛苦你了。知道我辛苦就好。就这几个字，韩潇就被安慰到了。王妃，小的久不见您，怪想的。刘管家，我们离开了也才2个多月而已。哎，您不知道，府上没有您和张少爷，就冷清的不见人声。好啦，以后我们一般不出去那么久。我带回来一个姑娘，叫柳嫣然，是我祖母娘家表姐，给安排一个院子吧。我祖父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先生，叫贺子章贺先生，也安排一下吧。然后再给我准备一间客室，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回来，秦墨瑶就被他的下属拉走了，叶颖只好自己一个人回主院。王爷，您不在的这段时间，下官又组织了一次考试，挑选了一些人才，都放到几个城里任职了，每个城基本都能正常运作，百姓生活问题不大。只是从东民国归过来的3个城，百姓们还不太适应，有一些反抗情绪。是不是有人在民间挑拨？没有细查，最近都忙着整体运作，还没腾出手来。王爷，那30几万东民国俘虏情绪也有点不稳，出现过几次暴动，做活也都慢了下来。他们是想回家呀。长期这样也不是个办法，迟早得让他们回去。不过不是现在，以后把生活给他们开好点，再出些优惠政策，给他们希望。比如做了多少贡献就可以回家，你拟个章程出来。这个主意好，让他们看到希望就有动力了。东民国那边什么情况？秦墨瑶突然想起东方德雄和洪俊凯还在牢房里关着呢。洪彪一直没有退去，找沈将军要人，但一直以王爷没下决定为由，拒绝了好几次。他提出要亲自来见您，但因您不在没应。我估计他最近又回来要人了。韩潇真庆幸他们有王妃这样的外挂，提供的炸弹把东民国士兵吓得不敢进攻。好了，还有事吗？没啥大事，小事慢慢再说。王爷这次去陈阳国可还顺利？秦墨瑶在2个中心的属下脸上看了几眼，没说话。你倒是说呀！本王可能要吃一辈子软饭了。什么意思？你们可知王妃什么身份？2人又同时摇头。你们做梦都想不到，她是陈阳国国主的外孙女，而陈阳国是一夫一妻制，她只有一个女儿，又是被人算计流落到隆盛国，后来被穆老夫人买去做了大丫鬟。再后来的事你们已经知道。此次我陪王妃回去认祖归宗，陈阳国主直接封王妃为皇太孙。你说什么？她将会是陈阳国未来的女皇。万思聪和韩潇2人面面相觑，这下有意思了，这软饭吃得真香啊。那陈阳国主还放王妃跟您回来？祖父今年51岁，至少还能再理政10年。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我秦墨瑶要成长到能配得上王妃。所以未来2位可要多多帮本王建功立业才是。你完了，追妻之路更长了。确实啊。小颖儿在陈阳国办了及笄礼，当晚我们就洞房花烛，喝了合金酒，还是祖母亲自给我们准备的新房，气氛一下子就轻松了不少，也不谈正事。韩潇，你也该找个人成家了。虽然你是父皇安排给本王做伴读的，但我们亲如兄弟，
我已经有了王妃，也不希望你孑然一身。你说的我心都痒痒了，什么时候我也去找碗软饭吃吃？果然如韩晓所说，没过几天，洪彪又送来请见书，要求面见秦墨瑶。秦墨瑶既然已经回来了，自然要见。洪将军，久仰大名。莫王爷，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啊！年纪轻轻，实力强悍，老夫佩服。洪彪也抱拳，对于这样的后辈，他自叹不如。莫王爷，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孙子和外孙，您打算怎么处理啊？直到现在，东明国也没有发来求和书。本王不是说大话，凭本王手里的武器，想要继续攻城略地，轻而易举。只不过我秦墨瑶从来都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们占我3个城池，我自然也占你们3个城池。而且我秦墨瑶从来不伤及无辜百姓，而你们再看看你们的军队是如何做的，虽没有烧杀抢掠，却是欺负百姓，占其财物。本王给你2个条件，要么再划一座城池给我秦墨瑶，要么给500万两银子，赎回你的孙子和外孙。秦墨瑶也不啰嗦，直接给出自己的条件。这是不是太过了？你回去和你们的皇帝商量，东方雄德可是你们皇帝的儿子，不单只是你的外孙，而且那38万东明国将士，我还替你们养着呢，这笔开支可不小。这些人你们要回去，拿2座城池来换，如果不要，就是我秦墨瑶的俘虏。洪彪听了更是心里一颤，他外甥和孙子1座城池，或500万两银子，而那38万将士1天的消耗都是不小的数目。这么久了，秦墨瑶居然也养得起，他哪里来的那么多粮食？老夫可否见见我的孙子和外孙？秦墨瑶也无所谓，给他见，也让他安心，不然没有筹码，他回去也不会尽心尽力的从东方朔那里争取条件。秦墨瑶亲自带着洪彪去见东方德雄和洪俊凯，看到2人只是关押，没受什么罪，洪彪放下心来。祖父，外祖父。可是一看到后面的秦墨瑶，他们又不敢多说什么了。秦墨瑶见2人表情，自觉出去了，留给他们空间，他们谈什么他根本就无所谓。祖父，那秦墨瑶就是当时在咱们东明国给4皇子织眼疾的叶颖的夫君，叶颖就是莫王妃。洪彪一听这话，惊得眼睛都瞪大了不少，也难怪秦墨瑶这么不好说话，原来在那时东明国就已经把他给得罪狠了。此时想起，洪彪一阵尴尬，祖孙3人又聊了些事情，洪彪才离去。回到东浩城，洪彪立刻写了奏折，快马加鞭送往京城。2日后，东方朔收到了奏折，气得直接把奏折往地上摔。4日早朝，东方朔直接把洪彪的奏折让总管太监念给大家听，他想听听大家什么意见。当所有人知道秦墨瑶和叶颖的身份以后，都吃惊不已，想到他们早就见过这2人，东方朔更是感觉到像吃了苍蝇似的，如鲠在喉。皇上，要不让明王殿下再去说说情，他们是旧生关系。丞相大人是不是忘了，隆盛国的皇帝也是本王的舅舅？东方明城冷着脸反驳，当初大家一致赞同要出兵隆盛国的时候，怎么也没想过那是他舅舅，现在记起他和秦墨瑶是旧生关系了。袁绍兵老脸一红，其他也有一样想法的人都低下了头。明城，你老实告诉朕，秦墨瑶夫妇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的身份？父皇，这事儿儿臣私下同您讲。东方朔见他认真的表情，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有人赞成给500万两银子，把2皇子殿下赎回来，当然主要是2皇子殿下这一派的官员，大皇子和3皇子那一派的自然是反对，永远不回来才好，少个竞争对手嘛。讨论来讨论去，居然没有人想要赎回那38万将士。在当权者的眼里，士兵只是他们争夺权力的工具。38万将士，后面是38万个家庭，父皇不考虑把他们赎回来吗？秦墨瑶才9个城，38万人他根本养不起，等他撑不住的那一天，他自己会主动放人，不需要我们花钱去赎。户部一个官员说道，其他人附和点头。东方明城的心里一阵悲凉，不再出声，最终也没讨论个结果出来。散朝后，东方明城被叫到了御书房。说吧。的确是小舅舅和小舅母主动找到儿臣的，儿臣从没见过他们，那时眼瞎，心如死灰。是小舅母打听到儿臣是瞎子，主动上门来给儿臣治疗的。儿臣毕竟是皇子，不可能轻易让他治疗，他才表露了身份，我们这才相认的。
他们来东明国所为何事？来探查小舅舅的身世。什么身世？小舅舅和咱们皇室有关系，他应该是曾祖父的外孙。什么？东方素不可置信地看着东方明成，这个消息他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东方明成点了点头。你是如何确定的？东方明成就把当年的事情大概说了一遍，但并没有说出秦墨瑶还有个舅老爷在上都城的事儿。东方素听了之后陷入了沉思，当年的皇后正是他的母后，这仇就大了。之前他还把叶颖赐婚给明成，现在想来真是个笑话。你居然也隐瞒朕，还编瞎话骗朕，你可知你在欺君？此次救回你二皇兄，朕就派你去。可是父皇，小舅舅未必会卖儿臣的面子。至少你们是旧生，他怎么也会给点面子。从莫王妃愿意救你，就可以看出他对你多少有些血脉之情。儿臣去，但父皇，您要给儿臣一个准话，什么条件可以答应？500万两银子放回你二皇兄和洪俊凯，还有那38万将士。是，儿臣尽力。已经确定，东方明成次日就启程往边城而去。小舅舅、小舅母，我们又见面了。明成，你父皇是没人用了，让你来做说客。是啊，明成也没办法，不过很高兴能借此来看看你们。东方明成很喜欢亲近他们夫妻俩，尤其是小舅母，和他相处很轻松愉悦。你父皇给出的条件是什么？父皇说500万两银子，要求您把二皇兄和洪将军还有38万将士全部放回。你父皇倒是会用人。明成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父皇的决定，一切单看小舅舅的意思吧。明成不做说客，也不请求小舅舅看在外甥的面子上。东方明成把自己的态度摆得很正，一时几人都没有说话。秦墨瑶陷入沉思。明成，小舅舅支持你上位，你可愿意？秦墨瑶想到小宝说的会有大灾，在那个时候，如果是明成掌权，他想收复东明国就会相对容易很多。小舅舅，什么意思啊？你无需如此胆小怕事，我秦墨瑶只会越来越强大，而你作为本王的外甥，未来你父皇绝对会看本王的面子。还有一件事告诉你也无妨，你小舅母，她是陈阳国的皇太孙。小舅母，你……过了好一会儿，东方明成才找回自己的声音。叶颖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他，没想到自己的小舅母、小舅舅这么厉害，那他以后还怕什么呀？小舅舅，我当如何去做？本王可以把这次的条件改为，如果立你为皇太子，本王就把二皇子和洪将军38万将士全部归还。如果你父皇不同意，那就还照原来的，你可以把你小舅母的身份告诉你父皇。可是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实力，才刚刚参与朝政没多久。你小舅母救过的那几家，你多联系，我想他们多少会记点情。你要表现的仁厚大度亲和，自然能赢得一些民心，而且自保的手段你也要建立起来。谢小舅舅指点。既然拿定主意，那就要打起12分的精神。本王能跟你的有限，主要还是靠你自己。明成谨记。既然来了，就在王府里待2天再走吧。东方明成也没有去见二皇子，住了2天就直接走了，回到上都城复命。当东方明成把秦墨瑶的条件一说，气得东方素直接拿着砚台向东方明成砸去。东方明成可不会做傻子，任他砸，稍稍偏了偏身子就躲开了，也不说话，静静地跪在地上。东方素看着静静地跪在地上的儿子，这儿子眼瞎了多年，静静地待在府里，没有任何存在感，连带着他的母亲都快要被他淡忘。是秦墨瑶和叶颖来治好了他的眼疾，才又走进了他的视线。那时他基本都快忘记这个儿子。更让东方素没想到的是，秦墨瑶的王妃居然会是陈阳国的皇太孙，那就是未来陈阳国的国主。而秦墨瑶也不是个善茬，在短短时间就掌握了9成，未来不可限量。这样的一对夫妻可不能交恶。你先退下吧，让朕好好想想。儿臣告退。东方明成并没有回府，而是来到了秦雨嫣的宫里。秦雨嫣被东方素禁足了几个月，在秦墨瑶攻下了东明国3城之后才被解禁。孩儿见过母妃，母妃尚可安好？皇儿去见过你小舅舅了？见过了，他们都好，还问起您了呢。母子俩在宫里窃窃私语了1个下午。第2日，秦雨嫣禀报皇后同意后，
约了欧坤家的老夫人入宫一叙。欧坤老夫人曾氏接到秦雨嫣的宫帖之后，不敢怠慢，梳妆一番，带着儿媳妇何氏就入了宫。在去的路上，心里怎么也想不明白，燕妃娘娘怎么会找她？娘，不用想那么多，见了就知道了。燕妃娘娘是个和善之人。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明王殿下的婚事啊？咱不用猜，很快就知道了。很快，两个人就被宫人领到了燕妃宫里。秦雨嫣见两人来了，很礼貌地请二人坐下。老夫人，冒昧请你们来，真是不好意思。不知燕妃娘娘有何事啊？老夫人，不瞒你说，皇儿的婚事一直是本宫最操心的事。以前一直因为有眼疾，他就是不愿娶妻。如今眼睛好了，他又说要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就这么耽误到现在，都20多了还没成个家。昨日本宫好不容易说服他同意娶妻，这不打听到你家有个适龄的姑娘，就想探探你们的意思。您是说我们家的婴儿？正是。此事容老身回去和老头子、大儿子一起商量一下，再给您答复可好？应该的，婚姻大事自当一家人商量好，就是殷姑娘也可以听听她自己的意见，毕竟这是她的婚事。两人回府一说，欧坤明父子俩陷入了沉思。这可不是小事儿。明王表面看皇位竞争力很小，和亲公主的儿子流着别国的血脉，可随着秦墨瑶的壮大，他的背后力量可不小。听到丫鬟的禀报，家人在商量他的婚事，欧坤英立刻赶了过来。祖父、父亲，婴儿愿意嫁给明王殿下。婴儿，你可想好了，这可不是小事。明王殿下是谦谦君子，待人谦厚，是难得的夫婿人选。婴儿现在这般年纪，还能找什么样的人家？就算他以后要争取那个位置，咱们欧坤家支持便是，难道还怕了不成？迟早咱们欧坤家总要站队，皇上如今已经老了。欧坤英可不是懵懂无知的小女儿，她已经20岁了，该懂的都懂了。就算祖父不支持，那就保持中立也无妨，女儿一个人陪着他。祖父应了你便是，但你不要后悔。既然已经决定，欧坤家很快就回了秦雨嫣他们家的意思。让欧坤家没想到的是，在赐婚圣旨后的1个月，明王府又迎来了另一道震惊朝野的圣旨。经过1个多月的思考，东方朔才最终做出决定。秦墨瑶抓住他的2皇子和洪家大孙子，还有38万东明国的将士，而且他手里还有那么厉害的武器，几乎是无敌。如果给500万两银子只能换回2皇子和洪俊凯，那38万人后面的38万个家庭就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他作为一国之君，不可能不考虑。如果只是一个太子之位就能够换回所有，怎么比较都是这个条件最好。东方明城也是他的儿子，传给他总比传给另外的儿子到最后守不住江山的好。只是他也不能找朝臣们商量，如今的朝堂支持东方明城的实在太少，如果在朝堂上商讨，绝对会一致反对，所以他选择了直接下旨。这是他考虑了1个多月的结果。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朕奉先皇遗诏登基以来，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谓之倦勤，不敢自抑。续应鸿序，夙夜精精，养为祖宗磨练招否，付托至重，诚挑行庆，端在元良。东方明城乃朕之4子，人品贵重，学识渊博，天意所属，此刻遵诏，在祭典礼，抚顺舆情。警告天地，宗庙社稷，授以册宝，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重万年之统，以凡四海之心。自此，随朕分理庶政，不得怠慢，布告天下，贤士闻之，钦此。儿臣接旨。而这一消息如野火烧在干草上似的，迅速传遍了整个京城，尤其是官员之家。大皇子完全不敢置信，3皇子直接进宫找他母后问怎么回事。当秦墨瑶收到东方朔送来的国书时，已经是10天后，他如约放了东方德雄和洪俊凯，38万将士还需要再留2个月才放。
这么便宜的免费劳动力，秦墨瑶和叶颖用得很顺，怎么会轻易放弃呢？叶颖和秦墨瑶商量，那条进森林的路再往西修一条，就和陈阳国相通了，以后商贸往来就更加方便了。经过几个月的修建，到桃源村的路已经修好。某天，小宝告诉叶颖，天灾起，大旱从东明国开始。叶颖和秦墨瑶听了，心里咯噔一下，但无能为力。这是天灾，还好没有出现在我们掌控的9城，但我们真能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天气越来越热了，而东明国已经连续4个月没下雨了，庄稼种到地里才刚刚发了点芽就都干死了。东明国的百姓们都愁眉苦脸，各处都能看到组织求雨的队伍。再这么下去，人们连喝水都成问题，更别说粮食了。东明国的朝堂上也是阴云一片，青天剑预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雨。今年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面对自然灾害，谁也没有办法。各位爱卿，当如何？东方朔对着下面的朝臣问，但一时无人敢回答。如果长此以往，连他们的生活都会困难，更别说普通百姓。皇上，组织军队去各处打深水井吧，看看能不能解决一时的困难。国难当头，都在绞尽脑汁的想主意，谁也没有很好的主意能够解决问题。早朝后就按袁绍兵说的，安排军队到处去帮百姓挖井，其他人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东明国兴起了一场挖井热潮，而秦墨瑶早就收到了东明国大旱的信息。此时还不是最佳行动时期，还要再等等。时间一天天过去，都快到秋天了，东明国百姓生活已经完全维持不下去了，百姓们纷纷开始逃难。往秦墨瑶的9个城逃的人最多，其次是启越国。东明国已经多处农民起义，好几座城市已经不在东明国政权的掌控之下，但没有水，想抢都抢不到，很快也像难民一样往别处逃。秦墨瑶看时间差不多，通过晴空楼往各处散发消息，到莫王爷的9城去。莫王爷可以让大家往森林里去，森林里水源丰富，土地肥沃，易于居住。叶颖每天除了学习，大部分时间都在画物品，帐篷就是首要。这日他心血来潮，想了个新主意，帐篷不能长久居住，房屋可以啊，我可不可以画出来呢？想到就做，进了空间。叶颖画好，兴奋地找到刘管家，让他备马车，他要去桃源村，还是张叔给他驾车。杨信已经没有空给他驾车了，被他爹安排各处监管医馆。刘管家又安排了20个护卫跟着。现在外面难民太多，王妃的安全可是首要的。秦墨瑶得到消息，立刻赶了回来，要陪他一起去。再忙也要放下，小允儿比什么都重要。道路宽广平顺，马车只用了2个时辰就到了。他们并没有进村，离得有些远，找了一块平地。叶颖让护卫们稍作收拾，除草，搬开石头，弄平一块大约150平米的空地。叶颖拿出画好的图铺开，一声起，一栋如图上的房屋放大无数倍，出现在众人眼前。哇，我成功了！秦墨瑶微笑着拥着叶颖的肩，看着面前的民居。小颖儿是怎么想出来的？怎么样？很好，就是怕累着你，为父会心疼。没事儿，多练习，我的精神力还能提高得快一些。有了这次尝试，叶颖一发不可收拾，专心画起了房屋，各种各样的，越画越得心应手。他现在的精神力画这些死物本就不费力，越画越大，越画越多。到后来，为了提高速度，干脆都画成2层的小楼，以居住更多人为目的。那1万修路的兵不安排修路了，专门进森林里的平原整平地去。而叶颖也因此精神力又提高了1级，达到了19级。但小宝还是没有提醒有什么新东西。而此时的东明国已经到了绝境，存粮吃完了，深水井也打不出水了，难民处处都是，城市已经快空了。京城里就是官员家也出现了无水可用的地步。东方朔感觉自己这个一国之主已经名存实亡，天要亡我东明国啊！等到什么时候连他都没水喝，一切都晚了。难道我东方家的气数已尽？还是我东方朔做错了什么？上天要如此惩罚东明国？东方明成看到如今的情况也是无能为力，但作为一国太子，他有责任帮助百姓。这日他带着欧坤英来到了欧坤家，他和欧坤英已经在去年成亲了，
两个人相处还算恩爱。3代男丁齐聚欧坤明书房。祖父、岳父，明城有个想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殿下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东明国现在的样子，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再如此下去，除了牲口全死，人也会死的死，逃的逃，那东明国就不存在了。本王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百姓们走向灭亡。我想去找小舅舅，求他救救东明国，哪怕交出皇权。欧坤明父子俩沉默了。去年还在为自家姑娘能嫁给太子而高兴，结果刚一嫁过去就开始天灾，甚至有人说就是他们家闺女是不祥之人，就是因为她嫁给太子才引来天灾。祖父，不能再等了，再等连我们都没有活命的机会，难道我们也做难民往别国逃吗？唉，你自己拿定主意就去做吧，我们不能给你什么帮助，真是到了自身难保的地步了。欧坤家目前也就只有喝的水，洗脸水都没了，还是下人走出很远，在一座山上的崖下接的，一滴一滴收集而来。如今京城里已经有好些家族都举家逃了，京城目前人口已经不足以前的1半，更别说别处了，军队也养不起，好些兵都逃了。在这样的大灾面前，谁都为活而各想各的办法。东方明城还没有行动，就接到父皇的传唤。儿臣见过父皇。起来吧。父皇。明城啊，这天下父皇没办法了，父皇打算交到你手里，你看可好？如果你不愿意接手，父皇再看看你其他皇兄愿不愿意。父皇，儿臣自当尽力。不过您要不还是问问其他几位皇兄，说不定他们更有能力挽救东明国。东方明城故意这么说，如果问过其他几位皇兄的意见，而他们不愿接受，那么他想做什么就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东方素以为他不是很愿意，只好把其他皇子都叫来。父皇，儿臣打算带一家老小出京城找有水的地方去。东方素还没有说话呢，大皇子倒先说了自己的打算。朕打算传位给明城，但明城说可能你们的能力比他更强，所以找你们来问问，你们谁愿意接父皇的位置？几人听了面面相觑，然后个个都面露难色。父皇，不是儿臣不孝，实在是儿臣自身都难保了，还怎么接手这个烂摊子呀？父皇，您还是传给四皇帝吧，您也跟着儿臣走吧，儿臣愿意带着您，反正母后儿臣是打算带着的。东方泽人还算是个孝子。唉，天要亡我东明啊！走吧，你们走吧，父皇就跟着老四吧。就当着四兄弟的面，东方素就把皇位传给了东方明城，想叫一些官员来，都快找不到人了。不过这一消息还是派人贴了皇榜，昭告天下。只是现在谁还管谁当皇帝呀？皇帝也给不了他们水喝呀。而秦墨瑶这边收难民，收的手软腿也软，太多了。还好森林足够大。秦墨瑶安排出去接应难民的兵士，今日居然回来一群特殊的人。当秦墨瑶接到通知，也是震惊到了。没想到这次天灾严重到如此地步，不知道要死多少百姓，说不定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秦墨瑶抬头看着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才骑上马往王府赶。哟，东明皇，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莫王爷，打扰了，真是惭愧呀。东方素抱拳一礼，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明城见过小舅舅。东方明城也立刻起身见礼。他这一路过来可是经历了不少磨难，难民多如牛毛。作为一国之君的东方素和刚成为一国之君的东方明城很想出手相帮，可是当难民们知道他们这队是国军时，不是想上前打，就是想抢他们有限的物资。到最后他们这一行都不敢表露身份，一路艰辛，终于走了1个多月才到这里。秦墨瑶看到两人的形象，也不计较以前的事儿了，问起了灾情。你们一路走来，想必看到难民们的情况，说说吧。小舅舅，救救东明国的百姓吧！1年颗粒无收，又没有水，连喝的水都没有了。
难民们病的病，死的死，已经出现异子相识的地步。很多男人合伙抢女人来直接杀了吃。明成，求小舅舅了。你母妃呢？母妃病了，还在城外马车里。父皇的几个妃子也在，还有我的妻子欧坤音以及明成的岳父一家。人比较多，就没带来，只我们2个先来见见您。起来吧，本王随你去看看。你们先走，本王去找你小舅母，让她帮你母妃看看。秦墨瑶也不多说，直接丢下他们俩去了后院。进了卧室，不见叶影，就知道他在空间里忙活。小影儿，秦墨瑶喊了一声，等了几息，才见叶影出现。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明成来了。怎么回事？秦墨瑶就把东方明成说的告诉了叶影。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两人一直没有离开北华城，只一味的收难民，还没有出去看过。没想到连国君都逃难了，那不是已经到了哀鸿遍野的地步吗？走吧，二皇姐病重，我们去城外看看吧。两人骑了一匹马来到城外，这时东方明成父子也刚到，刘管家安排马车送来的。一堆难民正在接受墨家兵士的安排，报名登记，往森林里送，用的就是叶影最开始画的10辆大卡车。当叶影看到秦雨嫣的时候，已完全没有当初的高贵温婉，憔悴的不成人样。弟妹，皇姐，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了？让你见笑了。叶影伸手一摸，果然发着高烧，立刻打开药箱，给她喂了一些退烧药。阿莫，把二皇姐带回府养病，其他的让他们到桃源村，给一个房让他们住一起吧。婴儿见过小舅舅、小舅母，婴儿可否跟去照顾母妃？这是明成娶的媳妇。那就跟着去吧。明成，你和你父皇一起去安排，我先把人带走，你母妃耽误不得。谢小舅母。秦墨瑶去安排东方素他们，叶影带着2个女人回府。杨柳见秦雨嫣的模样，也一阵心惊，立刻让丫鬟准备热水，她亲自帮秦雨嫣沐浴，找来以前刘子言留下来的衣服给她换上。这时管家已经找来张瑞宇把脉诊断，因为喝了退烧药的缘故，这时秦雨嫣精神好多了，劳累加上风寒已经发展成肺火，信号已经到了，要是再迟几日，她命可能就没了。叶影让人端来2碗粥，1人1碗，先吃打个尖儿。秦墨瑶安排好东方明成他们，天黑才回来。晚上2人准备休息，但秦墨瑶哪里能睡得着啊，一直想着今天东方明成说的那些场景。小影儿，有什么办法能多救一些百姓？还有很多百姓没有能力离开故土，还有一些逃进山里，还有一些逃到启越国，但启越国目前已经不收了。多明国的罗东怎么也不传个消息给我？叶颖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他不知道的是灾难一起，罗东早就被罗蒙叫回去了。突然小宝的声音在叶颖的脑海里响起，主人，有一样东西你可以画呀。叶颖嗯了一声，拉着秦墨瑶就进了空间。小宝，你什么意思呀？百姓缺的就是水和粮，粮你不缺，水你可以画呀。以你现在的精神力，画一个湖出来都可以，先让百姓活下来，等天灾过去，他们就可以再建家园。对呀，我可以画些水出来，以后粮食不够，我也可以画些粮食出来。看来我还要继续努力修炼精神力，不然不够用啊。除了药，叶颖还从来没有画过吃的，他总感觉画出来的吃着感觉不太得劲儿，有种怪怪的感觉，所以他从来没有画吃的来自己吃。想到这里，叶颖立刻上了2楼，很快画了一只烧鸡出来，撕下一块给秦墨瑶，让他尝尝好不好吃。结果秦墨瑶尝了第一口就一发不可收拾，一会儿就把一只鸡腿给啃完了。看他吃得香，叶颖也撕下一只鸡腿尝了尝，果然和前世吃过的味道一样。不过叶颖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总感觉吃下去的是墨水，以后他还是不要吃自己画出来的东西。有了方向，叶颖又不开一张宣纸，集中精神力，慢慢勾勒起一个碧波荡漾的湖。这可是绝对的大家伙，几乎消耗了叶颖大半的精神力。小宝，空间那条河的水我不能直接放出去给大家用吗？那条河的水只为浇空间里的庄稼用，
不可以拿出去。那个水是特殊用水，人不能喝。那基本相当于庄稼的营养液，里面含有别的东西。那空间里的动物怎么喝了水没事呢？动物的肠胃比人类强多了。你见那些动物脏水喝了也没事，你有见人喝那么脏的水吗？有了目标，叶影就孜孜不倦地画大弧，精神力用完了就再修炼。如此反反复复，这一画就画了10天。叶影不知道画了多少张纸，除了睡觉吃饭，几乎都在修炼画画。哎呀，累死我了！叶影终于抬起头，狠狠地伸了个懒腰。小宝，你把我变得这么高尚，你说的奖励要是不吸引人，我会揍死你的。等他出了空间，才被杨柳告知秦雨嫣和欧坤英已经离开了。二皇姐的身体是否已经恢复了？灰姑娘已经痊愈了。杨柳恭敬地回。这时秦墨瑶还在外面忙，没有回来。叶影吃了午饭，倒在床上狠狠地睡了一觉，一直睡到天黑。当睁开眼时，就看到秦墨瑶的脸，吓我一跳！一睁眼就看到这么大个脑袋在我头顶。叶影伸出双手捧着秦墨瑶的脸，使劲搓了2搓。累坏了吗？是啊，老娘真是拼尽全力了，以后你的江山绝对有我一半。不，就是小眼儿的。小眼儿为天下百姓做了这么多事，他们一定会记得你的恩情。我是天下百姓的恩人，我多么伟大，多么高尚！秦墨瑶看着眼前调皮的小姑娘，压下头，深深地吻上了叶影的唇。星月如昨，风月错，海滩游落，一人休梦中佳人雨脉脉。星月如昨，风月错，心事终是吹不散，几丝浮云与谁说？兰州清河，六月江南，烟雨挽留客。2个人在床上厮磨了一阵，才起来吃晚饭。阿莫，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你把事情交代一下，明天咱们就开着直升机把东明给转一遍。好，辛苦我的小影儿了。还是原来那架直升机，还是原来的那些暗卫，杨柳、张瑞宇又另外叫了2个大夫。叶影要求把东方明城也带上，毕竟是目前东明国的皇帝，很多事情由他出面解决起来也更容易。所有人都准备好，上了飞机。这次由秦墨瑶驾驶，目标东明国京城上都。叶影决定一路只要看到有湖泊的地方就停下来，变现一幅画。当第一幅画变现的时候，连叶影都吓了一大跳。他没想到自己画的湖这么大，把原来的湖都撑大了些。突然干涸的湖就满了，而且波涛汹涌。等平静下来，整个湖面碧绿碧绿。叶影都有些怀疑，这是不是自己画出来的？他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跟着他来的人也被这一景象惊呆了。秦墨瑶也没想到，东方明城对叶影的崇拜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小舅母一定是神仙下凡来拯救万民的，这是他的真实心声。有了水，自然要通知人们来。叶影拿出上次用过的高音喇叭，让东方明城对着下面的难民喊话。东方明城一路什么也不问，小舅舅小舅母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知道小舅舅和小舅母不是一般人。这是东方明城，东明国现任新皇，请大家前往净明湖，那里已经有水了。东方明城一路不停地喊，一遍又一遍。那些听到的人一开始愣了愣，但既然是皇帝说的，应该不是假的，纷纷往离得不远的净明湖赶去。当人们看到净明湖果然满满的水时，高兴的个个都哭了，也不管这水是怎么来的，一个个冲进湖里，狠狠地喝了个水饱。多久没有这么痛快地喝过水了？喝饱以后，个个都哭得泪流满面。有了水，就有了生命。如此这般不停地操作，一路到了上都城时，叶影已经灌满了7个湖。经过山林时，东方明城也对着山里大喊：东明国的百姓们，这是东方明城，山下平阳湖已经有水了，大家下山往那里去。这样的话
东方明城连续喊了3天，嗓子早就哑了，但还得他来喊。叶莹给他准备了几盒润喉糖，当叶莹把画出来的图全部用完，已是5天过去。有了水还不够，还要有吃的。他们一行又一个个湖泊找过去，天已经比较冷了，处处都能看到百姓们燃起的篝火和搭建的小棚，但人们的脸上并没有因为有水而面带笑容。叶颖一行从直升机上下来，东方明城走在最前面，叶颖又给他准备了一个手持喇叭。各位父老乡亲们，朕是东方明城，遇到这样的天灾，朕非常难过。朕找了朕的小舅舅和小舅母，也就是龙胜国的莫王爷和莫王妃，给大家带来了粮食。没精打采的人们一听说有粮食，个个都站了起来，围了过来。你们当中可有围观者，都站上来。有3个人挤过人群，来到东方明城的面前跪下行礼。微臣是安阳城知府张鹤东，微臣是安阳城同知刘晨旭，微臣是安阳城通判宋强。3位爱卿，请起。朕的小舅母给大家带来了粮食，你组织一下分发下去，维持好这里的治安，让大家尽可能的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有希望。太好了，有了粮食了。知府一招呼，大家都纷纷靠拢，行动起来。叶颖找了一个背山的地方，不让难民们看到，取出一个粮仓盒子，把里面的粮食纷纷倒了出来。条件有限，直接倒在地上。当倒空一个粮仓盒子时，东方明城又被吓了一跳。目测起码有100吨，足够几万人喝粥喝3个月。看到这么多粮食，东方明城感动的又擦了擦眼睛。知府带着人过来的时候，看到这么多粮食，直接跪下了。苍天哪，这是神仙来救我们了！莫王爷、莫王妃，请受下官一拜，下官替百姓们谢谢您。其他人见状也纷纷跪下。张鹤东立刻安排人把这些粮食守护起来，不让百姓们发生疯抢的事件。这个湖边处理完之后，叶颖给难民们留下了一批药，这些难民中不乏一些大夫，叶颖就直接交给他们，并告诉他们每一种药的功能和用法，还有很多地方要去，他们也不多耽搁，准备去下一处。当他们的直升机起飞时，下面的难民全部跪下。多谢莫王爷、莫王妃救命之恩。多谢莫王爷、莫王妃救命之恩。东方明城一直告诉他们，来救他们的是谁。如果没有小舅舅、小舅母，他这个一国之君没有任何办法，连他也沦为了难民。继续飞行到下一个湖。4皇帝，怎么是你？这熟悉的声音，东方明城一下子就听出来了，这不是他的3皇兄吗？可是那一脸脏污、身形消瘦，也完全没有了以前的意气风发。3皇兄，你在这里不是有水吗？你怎么连脸都不带洗一下的？4皇帝啊，你是不知道啊，在大难面前，谁管你是什么身份呢？我一说是3皇子，难民们对我就更加不客气了，说我们皇家无道，才引来这场天灾，搞得我都被难民们围攻了多次。要不是有护卫们护着，我自己也会些拳脚功夫，你都见不到皇兄我了。东方泽人说起之前的经历，呜呜呜的哭了起来，好不伤心。对了，4弟啊，你们怎么会来这里？而且看上去你们过得很好，还有，你怎么和叶颖姑娘在一块儿？啊，这是我小舅舅、小舅母，莫王爷、莫王妃，我们是来救灾的。什么？东方泽人瞪大眼睛看着叶颖，正经是要紧，东方明城也不跟他多说，直接拿着喇叭开始喊话。当难民们听说有粮食，也不害怕了，纷纷围了过来。尤其东方明城自曝自己是皇帝，难民们才相信皇帝可不是谁都敢冒充的。叶颖一行也是按上一个湖那样出，如此这般，叶颖他们一行把东明国所有的有水源的地方都走了一遍。已经1个多月过去了，天已经很冷了。经过这次大难，东明国的所有百姓都知道，救他们于危难之中的是龙胜国的秦墨瑶和叶颖，他们2个的壮举传得天下皆知。陈阳国皇帝莫千启十分欣慰，朕的孙女婿就是非凡呐，有如此能力，以后我陈阳国百姓无忧了。龙胜国皇帝秦兰臣却是惊惧非常，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多粮食？还有那些湖里的水，他们怎么办到的？这还是父皇的儿子吗？难道
他们真的是天神下凡。齐越国将军司徒磊则是赞叹不已。这夫妻俩真是厉害，东明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的灾难，这么多的难民，他们居然都能扛得住。叶颖这段时间真的累坏了，东明国的事情基本告一段落，他打算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既不修炼也不画画。这一日晚上，东方明城来找秦墨瑶。小舅舅，明城有事和您商量。有事吃过晚饭再说。走，你小舅母可是饿得不得了了，咱们一起吃个晚饭吧。二皇姐现在身体怎么样？母妃现在很好，她感觉森林里住得特别舒服，都不想回去了。有空可以让你媳妇儿来王府里找我玩玩。好，明日我就同她讲。三人一起吃过晚饭，就一起去了秦墨瑶的书房。有什么事，现在可以说了。小舅舅，这次东明国能度过这次大难，真是多亏了您和小舅母。现在东明国的百姓个个都记你们的好，明城感激不尽。明城和父皇商量了一下，做出了一个决定，希望小舅舅能够接受。什么决定？咱们东方皇族已经不再适合治理东明国了。明城和父皇商量了一下，以后东明国就交到小舅舅的手里。如果小舅舅看得起明城，明城愿意做臣。这几个月来，东方明城一直陪着秦墨瑶和叶颖拯救东明国的百姓，他们夫妻俩的能力他看在眼里，也一五一十地汇报给了东方朔。秦墨瑶听了，和叶颖对视一眼。可想好了？想好了，是父皇和明城一起做出的决定。既如此，小舅舅就不客气了，以后你就跟在我身边，给我打个下手。我现在手里可缺人的很。秦墨瑶很顺利地接手东明国，叶颖给秦墨瑶建议成立朝廷，采用3审6部制，而且明确各部职能，层层落实职责，再成立监察部门，监察百官，减少贪官污吏，再成立教育部门，专管全国教育，人才和科技发展非常重要，不能只重文，文人的地位在百姓民生面前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官员除了受监察部门监督，还要受百姓监督，制定各种律法，乱世用重典，沉疴下猛药，此时正适用。叶颖还给秦墨瑶讲了一些他知道的历朝的管理方法，让他选择性的采用。在秦墨瑶的眼里，叶颖就是个宝。这日吃过晚饭，叶颖拉着秦墨瑶一起进了空间。如今空间里的土地比第一次看到时整整扩大了1倍不止，动物随处可见。后来从外面带进来养殖的动物也繁殖了很多，叶颖定期放一批出去给军队的士兵们吃。根据小宝提供的信息，未来各国都会出现不同的灾难，如今还只是第一个国家，就已经让叶颖有些招架不住了。这次东明国大难，把3楼小仓房里的储备粮食几乎消耗一空。小颖儿，我猜想这个空间大概就是为了救这些难民而准备的，而这个任务正好落在了你头上。秦墨瑶不说还好，一说叶颖感觉还没休息够，她只想摆烂，真的好累啊！不想那么多了，走一步算一步吧，修炼去。很早之前，叶颖就感觉自己有突破的趋势，这么久了，一直没有再升一级，大概是最近太懒了，而且心境还没有平静。现在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他没有感触，是不可能的。人类在大灾大难面前，真的太渺小，太渺小。一张张动物图不断的产生，直到把精神力完全消耗一空。他如今消耗掉1次的精神力，可以画出上万头牛和大猩猩，然后继续修炼，放空一切思绪，摒除一切杂念，控制丹田，慢慢的让1丝精神力游走全身经脉，再控制精神力集中于一点，冲击早就感觉存在的一层膜，1次2次，这一层膜却比以前任何1次都要坚硬似的。他尝试不下100次，居然还没有要破的意思。诚心跟我过不去吗？老娘就不信了，今天一定要捅破你！叶颖额头已经见汗，秦墨瑶早就收工，守在他旁边。今天的小颖儿和平时不一样，难道她又要突破了吗？功夫不负有心人，突然那一层膜破了一个小小的洞，叶颖乘胜追击，不断的撞击，在1次的撞击中，那个小洞逐渐扩大，到最后完全破裂。
熟悉的感觉终于来临，如潮水般汹涌的能量突然冲击而来，差点把叶影给淹没了。立刻稳住神明，引导气分散于四肢百骸。又过了大约1个时辰，叶影才感觉控制住了这股潮流，最终归于平静。恭喜主人终于突破到20级，特大奖励出现。叶影快速地点开屏幕，向后翻，果然一个灰色的按钮已经变成可点击的明亮。点开，时空穿梭机。什么？时空穿梭？叶影不淡定了，再点开一个如碟形的圆盘状物体，然后是一个个分解图。小宝，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还能回去不成？鉴于主人的情分，这是给你的特别奖励。你精神力达到20级以后就可以开始画了，但这个耗能巨大，你想回去看看就慢慢画吧。但你目前的精神力只能算可以开始画，想要完整的画出来还早。你现在最多能画几笔？这一下叶影更不淡定了，这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他当然想回去看看，前世的父母可是在他没离开家之前很疼他的，他一走还不知道他们有多伤心呢。如果能回去告诉他们他还活着，他当然求之不得。阿莫，我有机会回现代了。想通了，叶影转过身，一把抱住秦墨瑶。倒是为父陪你去。秦墨瑶也有几分期待。小影儿告诉过他的来历，但从没有见过，无法想象人类文明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他也想见识一番。唉，小宝用这么大的饼来诱惑我，真是可恶，让我想偷偷懒都不行，我真是劳碌的命啊。一切顺其自然，不用刻意强求。对，顺其自然，慢慢积累，总有一天我能画成的。想想我刚开始只能画一只小蜜蜂，如今我能画一个大湖，才短短几年时间，人生还有好几十年呢。想通了就没必要纠结。两个人出了空间，洗漱一番后上床躺好。秦墨瑶情不自禁把自己的小妻子搂进怀里。如今两人的感情可以用鱼儿离不开水来形容，对方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知道是什么意思。第二日，叶影起得很迟，腰酸，背倒是不痛。刚刚吃过午饭，张瑞宇就跑来找他。师傅，现在咱们的地盘可真大，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开些医馆呀？当然可以了，不过这事儿你就不用去了，让杨红父子几个去搞就可以了。小雨，我们可以再做一件大事，师傅交给你去办，怎么样？哦，师傅，什么大事啊？几年过去了，你跟着师傅我也学了不少，我还给你找了师傅学中医，你也学得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出师了？何大夫也这样说，他已经没什么可教我的了，多谢师傅的谆谆教诲。那我们办一所学校，起名叫什么医学院，你来起名，然后你就任老师，教一批学生，再放到各个城市去，你和杨红配合，一个负责教学生，一个负责用学生。师傅，这主意不错哟，我马上就去办。别那么着急，你还是先写一份计划书，让我看看再说，比如选址、建校舍、招人的条件等等，而且也不可能让你一个人教啊，总还要再找几个大夫。师傅说的对，我这就去写计划书。也不用这么着急，咱们再讨论一下细节，可不是小事儿。接下来两人就如何建立医院，如何招生、择生条件讨论了一个下午，然后再讨论到如何安排课程，教些什么内容，培养什么方向的人才。听得张瑞宇一愣一愣的，就是皇家的太医院也没有这么完善的。我说小雨啊，你也老大不小了，你爹有没有催你娶媳妇儿？人家阿婷天天跟在你屁股后面，可是一直等着你呢。正事儿说完，叶影开始关心张瑞宇的私生活。张瑞宇刚跟着他的时候就已经15岁了，这几年过去也快20岁了，可以考虑娶妻了。他
他早就看出他和罗运婷两个眉来眼去的。张志强也真是的，把孩子丢给他，就再也不闻不问了，真是心大的老爹。师傅还不急，不是说女人最佳的生育年龄是20岁以后吗？等阿婷20岁后，我们再成亲。这小子把我的话记得可真清楚。这天晚上，秦墨瑶下衙回来，如往常一样，两人温馨的吃过晚饭。小颖儿，今天韩潇找我说了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他想求娶你身边的杨柳，请我出面向你提亲。他们两个什么时候看对眼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叶颖就奇怪了，杨柳天天和他在一起，没见两人经常见面呢。我也不知道。秦墨瑶无法给出有效的信息，搞得叶颖想八卦一下都找不到入口。叶颖想直接把杨柳叫进来问，又怕他不好意思，还是算了，明天直接找韩潇问更好。第二日，叶颖还真把韩潇找来问，结果他说他只是觉得他该成亲了，而他见的最多的就是杨柳，所以就想求娶。那你有没有问过杨柳的意思啊？没有。我建议你还是问问他本人的意思，只要他同意，你就直接上杨家提亲，我也会让他脱了奴籍。还有啊，我觉得你有必要和杨柳多处处，有感情再求娶会更好。要是人家姑娘对你没意思，你也不要强求，有句话叫强扭的瓜不甜。叶颖算是苦口婆心了，他对杨柳的感情当然比韩潇深，他肯定希望杨柳嫁的人是他自己中意的。听了叶颖的话，韩潇很赞同。岁月如梭，已经到了第2年的夏天，东明国的百姓已经完全走出干旱的阴影，庄稼已经收了1季，现在雨水充足，第2季的庄稼长势喜人，一切看上去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秦墨瑶开恩科考试，收入了不少人才，已经分配到各州县。东方明长一直跟在秦墨瑶的身边，给他打下手，基本相当于他的秘书，这是叶颖给安的名称。欧坤英自叶颖提出来让他时常来找自己以后，婆媳俩3、5不时的就来王府找他聊天说地。这一日，欧坤英又带着秦雨嫣来魔王府找叶颖玩。中午，叶颖留他们一起吃饭，吃着吃着，欧坤英莫名其妙的呕了起来。二皇姐，你大概要升级了。两人成亲都快2年了，也没见他有动静，所以秦雨嫣就没有往那方面想。被叶颖这一提醒，他才猛然反应过来。你是说婴儿有孕了？哼，十有八九是的呢，不信咱们找个大夫来看看。叶颖安排个人去请了大夫来，一把脉，果然如他所料，婆媳俩都高兴不已。叶颖立刻派人去通知东方明成，没想到连秦墨瑶也跟着一起回来了。东方明成温柔地看着欧坤英，他居然有后了。以前眼睛瞎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有今天。那时心如死灰，人活着就像个木偶，日子过得有波无澜，更没想过要去祸害人家好姑娘。如今连孩子都有了，真是世事无常。想到这些，东方明成转过身，直接跪在叶颖的面前，谢小舅母对明成的再造之恩。见他如此，欧坤英也来到他的身边，跪了下去。哎，喂，你们两个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媳妇儿可怀着身孕呢，快点扶起来。弟妹，明成是在谢你治好了他的眼睛，他才有了今日。哎呀，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儿了。送走他们一家3口，秦墨瑶眼含羡慕地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小颖儿，咱们什么时候也生个孩子吧？急什么呀？我还没到18岁呢，难道你感觉自己老了吗？秦墨瑶本来有点感怀的，结果被叶颖这么一反问，什么情绪都没有了。他怎么敢老？他比小颖儿整整大了9岁，更要保持青春的心，不然和小颖儿会离得越来越远。时间很快，又到了6月夏日。这日，叶颖进空间修炼，突然小宝说天灾又要来了，把叶颖惊得突然跳起来。这才刚刚经历过一场大灾难，好不容易人们安定下来，这又要来，这是不给人活路啊！叶颖立刻跑到小宝面前，急切地问：什么天灾？洪水，据小宝探测，应该在东方。叶颖扶额长叹，东方不就是龙上国吗？洪水更加无情，干旱还给人逃跑的机会，毕竟是慢慢一天天积累成灾。洪水如猛兽，一来一瞬间什么都没了。
叶颖立刻出了空间，直接骑上了一匹马，匆匆出了王府，来到秦墨瑶办公的府衙。当秦墨瑶看到叶颖来找他，而且面色凝重，立刻起身迎了上来。小颖儿，发生什么事了？进去再说。两人坐下。小宝刚刚告诉我，又有大灾来临，是洪灾，方向是东方。什么？秦墨瑶也惊了一下，东方正是他的母国。我得马上写信告诉皇兄，让他做好准备。你确定你的皇兄有能力处理好这样的大难吗？连东明国的皇帝都无法抵抗大旱，最终把东明国交到我们手上。秦兰尘什么鸟性，秦墨瑶和叶颖都非常清楚。可是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眼睁睁地看着百姓受灾呀。东明国都已经在我们手里，难道你还要顾及兄弟之情吗？我们直接出面救灾，然后顺手把龙胜国收归回来。秦墨瑶听了叶颖的话，猛地抬起头来，看到叶颖坚定的眼神，秦墨瑶想想也的确如此。皇兄本事没多少，防人之心倒是特别重。龙胜国又小，以前要不是有他守着，早就被东明国和启越国给吞了。还是怪父皇对我太好，父子感情太深厚，才会束缚了我的野心。如今颖儿既然这么说，那我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秦墨瑶以为东明国的大旱就是小宝预测的大灾，没想到后面还有，真是超出了他的心理准备。秦墨瑶很快想通，立刻召集人开始商量如何应对。东方明城得了秦墨瑶的指示，立刻通知人。王爷，发生什么事了？万思聪一接到秦墨瑶通知，立刻赶了过来，他离得最近。秦墨瑶把小宝的预测一说，当然是找了个另外的借口说出来。万思聪也被吓了一跳，这可如何是好？洪水一般来的突然而猛烈，救援都来不及。陆续北华城的重要官员都来了，当得知有洪灾之后，个个都面面相觑，震惊不已。刘元康，你立刻发文通知全城的百姓，随时注意，如果天连续下大雨3天，即刻全部撤入森林里避祸。再发放到周边几个城镇，尤其靠东的几个城，尽量让百姓都撤到北华城来，进入森林。是。明城，可有通知朱广良？有，但是他离得较远，回来需得2天时间。我们要组织军队往龙胜国腹地而去，当有难民涌入时，思聪，你要负责安排把难民往森林里引。现在东明国的灾情已过，尽量让原东明国过来的灾民离开森林，返回家园。森林里要用于接收龙胜国的难民。是，下官领命。阿莫，趁现在灾情还没有来，我们要不要通知龙胜国的老百姓提前撤离？秦墨瑶眼睛一亮，是啊，可以让百姓先撤离，不用等大灾起再逃难。思聪，再写一封信，通知钟老将军，让他传信给皇兄。信不信在他，我尽了我自己的本分。王爷，洪水不可能一下子形成，必然是要下好多天的大雨，而龙胜国处于东面，地势较低，东面过去就是大海。那么这场大雨很有可能是从陈阳国就开始下，一路向东的。目前能做的就是提前通知，找到了方向，各自散去，准备迎接大灾的到来。等秦墨瑶安排好，挑了10几个暗卫，夫妻俩开着直升机直往龙胜国腹地而去，一路低空飞行，一路飞，一路喊洪灾将来，请大家往北华城而去，进入森林躲避这次大灾。莫王爷已经安排接应，很多百姓将信将疑，但看着天空下着的大雨，也有一部分人相信冒雨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但是离开的毕竟是少数，很多人都在观望，也许下一刻大雨就停了。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谁也舍不得离开。当叶颖和秦墨瑶把龙胜国所有的城池都飞了一遍时，大雨已经连续下了7天，最靠东的2个城市已经被淹没。时间慢慢过去，死去的都被掩埋，活着的都已安置好。秦墨瑶和朱广良会合，带着10万军队来到龙胜国京城龙阳城。秦浩然亲自出城来迎接。侄儿浩然见过八皇叔、八皇婶。起来吧，带本王去见皇兄。是，父皇正等着你。秦浩然起身，走在秦墨瑶的身侧。八皇叔，父皇他，子不言负过，侄儿只求您能留他一命。你放心，我没打算要谁的命。再次来到紫宸殿，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这个皇宫是他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处处都有他玩耍过的身影。皇兄，好久不见。八皇帝，你很能耐啊！东明国那么大的国家都让你吃下了，
现在是不是来接受龙胜国了？秦岚晨双眼带火地看着秦墨瑶，仔细看又能看到他的落寞。其他在场的朝臣一个个低着头，不敢出声。皇兄，你还有选择吗？如果我不出以力量，你能撑得过去吗？你不怕百姓起义直接杀进皇宫？到那时，你后悔都来不及。东明国早已在我秦墨瑶的掌控中，龙胜国早前也有60%在我掌握中。现在1万的百姓都去了落霞山里，你还有什么能力做这龙胜国的皇帝？你……秦岚晨无话可说，颓废地倒向龙椅靠背。你可知我的王妃是什么身份？叶颖后来的身份在龙胜国还真没人知道。陈阳国一般不与人交恶，所以龙胜国很少去关注，只要知道他们不来侵犯自己就行。他是陈阳国的皇太孙。什么？最先惊地问出口的不是秦岚晨，而是穆森。她是陈阳国流落在外的公主之女。穆森听了只想捶胸顿足，真后悔没给自己留条后路。莫叶颖见过龙胜国陛下。叶颖假模假样的上前蹲了蹲身，这就是国君之间的问候了。真是好弟妹啊！八皇帝，你得谢谢朕给你指了这么好的亲事。是，这件事皇帝真的是要感谢你。那么接下来，皇帝请你到落霞山里养老去吧。东明国的皇帝东方朔也在那里养老，生活上绝对不会亏待你。而浩然，皇帝可以带在身边，帮皇帝打打下手，其他侄儿就算了。张家勉强还能做出吃食。怠慢了，王爷。秦墨瑶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吃着面前的粥。张大人，你们张家随本王迁到北华城吧。你儿子也很久没见到你们，一家人也该团圆了。谢王爷王妃对小儿的照顾。张志强立刻起身行礼。此时秦墨瑶的心情不是很好，也不想多聊。吃过饭就去张家安排的房里休息。次日2个人走前给他们一家留了些粮食，足够到北华城。自此龙胜国完全被秦墨瑶接手。最近叶颖精神力超负荷运用，也累得不轻。回到北华城以后，狠狠地睡了几天懒觉，才觉得人又活过来了，刚刚可以喘口气。这日叶颖又收到了小宝的提醒，主人，陈阳国京城将有一场大地震，就在近期。叶颖收到这个信息，真想骂娘，有完没完呢？就不能等2年，让他休息休息？而且还是陈阳国，祖父祖母可是还在那里呢。处理好此件事情，秦墨瑶牵着叶颖的手来到了秦家祖庙，2个人恭恭敬敬地跪在秦家列祖列宗面前。父皇，孩儿不孝，孩儿不得不这么做，天下百姓为重。皇兄，他实在不适合为帝，心胸狭隘，无容人之量。我们夫妻已恢复700年前赤炎王朝的辉煌为己任，到那时再来给您汇报，您一定会高兴的。秦墨瑶对他父皇的感情最深，当年的先皇对他是真心喜欢。出了祖庙，2人又回到了王府，故地重游。只是已一片荒凉，但建筑没有变，收拾一番还是可以住人的。不过现在没空。当他们走出王府，居然看到张志强在门外等着。王爷王妃，可到下官府中一叙，江大夫也在下官府中。整个京城还是一片萧条，百姓生活完全没有恢复。秦墨瑶他们想找个落脚处都没有，所以夫妻俩接受邀请，跟着张志强去了张阁老府。颖儿，祖父恐怕撑不住了，你看这担子，你还是接过去吧。祖父老了，想过几天安生日子，操劳了一辈子，是该歇歇了。难道你不想祖父多活点时间吗？我看您是想和祖母度假吧。是啊，祖父一辈子都被困在皇宫里，哪儿都没去过。你祖母还跟着你到处旅游了一番，祖父这一辈子都在这皇宫之中。还是上次你用直升机带着祖父绕了陈阳国一圈，那是祖父第1次旅游啊。好吧，我和阿莫商量一下，看如何处理。这样你总该高兴了吧？
叶颖看到祖父因天灾一夜之间像老了好几岁的容颜，很不忍心。又1个月过去，人们的生活基本回归正轨，但被破坏的房屋没那么快修缮好，士兵们每日还在不停的忙碌。这日，齐莫瑶和叶颖终于有点空闲，伤者也都恢复，各回各家，暂时没有住处的可以继续在帐篷里。两人走在大街上，阿莫，祖父的意思是皇宫就不用管了，他打算和我们一起走，把陈阳国交给我们，你看怎么办？没事，祖父想休息就休息，我们4合1，一起来管。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启越国最终也会到我们的手里。那不是我们要一统江山了？形势所迫，也是必然趋势。好吧，那我让祖父收拾一下，到时候和我们一起，我再画一架直升机，让韩香也学会，到时候多带几个人。辛苦小颖儿了，要是没有你，我根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收复3国。齐莫瑶牵起叶颖的手，在唇边轻轻吻了一下。知道就好，那到时候我们一起登基为帝，你是前帝，我是坤帝，合在一起就是乾坤帝。好，就这么定了。哈，你还当真了？当然，小颖儿的功劳可比为父大多了，你称帝当之无愧。就是我都是沾了小颖儿的光。知道就好，不过咱们俩不分彼此，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你不是说我的是你，你的还是你的吗？对对对，你的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以后啊都是我们孩子的。叶颖乐地说到了还没有影儿的孩子身上，秦莫瑶笑得更开心了，这说明小颖儿打算要孩子了。那你什么时候把避孕药停了？秦莫瑶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话，叶颖才知道自己把话题扯太远了。18岁以后吧。叶颖也想有个孩子的，有个香香软软的宝宝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体验。想到有个小屁孩叫自己妈妈，那是什么感觉呢？这一日，莫千奇把所有朝臣召集在一起，站在太和殿广场上，宣布了他退位让贤的决定。叶颖和秦莫瑶正式接手陈阳国政务。各位爱卿，你们都知道朕和秦莫瑶是夫妻，而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原东明国和原隆盛国，所以朕打算4合1并为一国，以后所有的奏折都汇报到北华城。而你们以前都是祖父的臣子，现在朕决定把你们搬迁到北华城。如果有不愿意去的，可以告老还乡；愿意去的就回家收拾东西往北华城去。朕会给你们准备好住处，或者你们自己建府邸也可以，朕会分给你们土地。叶颖话音落下，下面就议论开了。叶颖也不阻止，这对他们来讲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如果想继续为官，就要搬离自家居住了多年的地方。不过很多官员都是科考上来的，不是世家，随时都可以走。一些世家就比较麻烦了，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搬迁可不是小事儿。朕可以给你们考虑的时间，现在政权才刚建立，用人的地方多，如果你们要做决定，请尽快。叶颖等了3天，大部分都愿意跟着，少部分家里没什么人才的就留了下来。叶颖发了全国诏书，并让地方政府通知到所有百姓，以后4国合一，中央政权中心设在北华城。陈阳国的事儿处理的差不多，叶颖一行就准备回北华城。这些日子韩笑最开心了，叶颖亲自教他开直升机，那感觉太爽了。多了一架飞机，叶颖让罗蒙一家一起走，把罗蒙高兴坏了。他还想着来求求小颖儿的，没想到他主动找自己。2个时辰以后就到了北华城上空，又回到这里，最高兴的就是刘子言了，以后可以天天和颖儿在一起。是啊，是有必要起个名，叫什么呢？要不叫墨影共和国？好，就叫墨影共和国。次日，秦莫瑶对众大臣们宣布，东明国、陈阳国、隆盛国3国合一，现在起名叫墨影共和国。然后接着宣布，他将和叶颖同时登基为帝，一个为乾帝，一个为坤帝，2人地位同等。所有在场的官员都愣了一下，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2个人同时登基。过了好一会儿，大家才消化秦莫瑶这个奇特的决定。万思聪跟秦莫瑶时间最久，也了解叶颖本事最多的人之一，他第一个跪地：墨影共和国千秋万代，
乾坤帝万岁！其他人也反应过来，齐齐跪地恭贺，三呼万岁。得到大臣们的支持，秦墨瑶直接下旨自封，并下诏书发往全国各地，告知全国百姓。自此，墨眼共和国正式成立。这日晚饭后，两个人回到卧室。叶颖经过这段时间的不断使用精神力，画工又进步了不少，又有突破的趋势。阿墨，我们以后是不是就把都城定在北华城？北华城的地理位置比较好，气候也不错，四季分明，又不太冷不太热，作为都城很合适，而且正好在四国中央。但北华城的城区并不大，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定居于此，势必会不断的建设房屋、商铺。是啊，我们才刚刚经历大灾，生产和经济的恢复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起码要10年时间。秦墨瑶也很无奈，他接手的其实就是个烂摊子，要钱没钱，要物没物。要不是有小颖儿的支持，他说不定早就支持不住，死的人不知道会有多少。我的小颖儿就是来拯救万民的。小颖儿，给我们的国家起个名字吧。这日，秦墨瑶收到了一封启越国司徒磊送来的急信，同时叶颖也收到了启越国罗南送来的消息。启越国爆发了天花瘟疫，而且正在迅速蔓延。从京城开始的，启越国小皇帝也感染了。这个消息如惊雷一般炸响在北华城的朝堂。皇上，这可不是小事啊！边城一定要守紧，不能让启越国的百姓过来。何汉民刚一说完，就听到刘管家高喊：“不，现在他是刘大总管了。”坤帝驾到！阿墨，你是不是也收到消息了？叶颖快步进殿，直接来到了秦墨瑶的身边。颖儿也知道了。两位皇上，天花可没人能控制，只要感染都是九死一生。皇上，这是个机会，趁启越国控制天花疲惫之时，咱们可以趁机拿下启越国。颖儿，可有办法？大家无需惊慌，朕有办法。叶颖肯定的话语让大家安静下来。各位大人，天花是可以预防的，如果接种了牛痘疫苗后就能够产生免疫，一辈子都不会得天花，接触到天花病人也不会被传染。如果真如坤帝所说，那不是天花也不可怕了。可是我们都没有见证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坤帝是什么人？那是天神下凡，他说能预防就能预防，你还敢怀疑？皇上，那要是我们接种您说的牛痘，是不是也可以？当然可以。天花无解，是这个时代无法跨越的鸿沟。有人告诉他们可以预防，那就是天籁之音啊。皇上，既然如此，那就直接拿下启越国。朱将军，没你说的那么容易，我们还需要时间准备。那些已经染病的，要是治不好也是会死的，只能预防没染病的不被传染。颖儿，这的确是个机会。好，既然如此，我们就准备去启越国。去之前我们都打疫苗，不能为此而染上天花。各位大人，明日一早我们就在殿外进行。回到北华城，叶颖才有回家的感觉，狠狠地睡了一觉。叶颖走到空间，来到小宝面前。小宝，你预测的天灾是不是都过了？如果还有，他可招架不住。开心快乐的日子，他梦想了好久。主人，没有了，但你们还要建设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也不轻松。啊，那就好。建设那不是1天2天的事儿，不急于一时，我可以好好摆烂一段时间了。主人，鉴于你这2年的努力，救了几千万人，攒下了很多能量，请选一个合适的时间，好好修炼，把它消化掉。时间长了可就浪费了。难道还会消失？是的，空间要维持一个动态平衡，你不用，空间就会吸收掉，用于扩大土地面积。还要扩大？那不行，就这些已经够叶颖累的了。而齐墨瑶一回来就投入到正事中，国家大了，要管理的事儿就多，需要用到的官员也多。他把4国中以前在册的官员让韩萧都好好调查一番，只要没什么大问题的，他都用上。庞大的政府正慢慢建立，3省6部各司其职。而叶颖美美的睡了1周后，给齐墨瑶讲了一声，他要闭关几日，就挑了个时间，带着祖父祖母一起进了空间。启越国的皇室已凋零，整个政权都在司徒磊的掌握之中。这日，司徒磊请齐墨瑶夫妻过府。乾坤帝，
这是我们启越国的玉玺，请二位笑纳。齐莫瑶和叶颖二人相互对视一眼。多谢司徒大将军，齐某就不客气了。以后你仍是我墨影共和国的大将军。至此，齐莫瑶和叶颖一统天下。启越国的救治工作已经完成。自从齐莫瑶接了启越国的玉玺后，就接手了启越国的政务。首先下发诏书，告知全国百姓，启越国从此并到了墨影共和国，以后他们就是墨影共和国的子民。齐莫瑶和叶颖准备回北华城，10辆大卡车如来时一般，载着几百个大夫启程，花了10天左右才回到北华城。毕竟不是现代的高速公路，不可能开得太快。叶颖深吸一口气，在小楼前盘腿坐下，开始修炼。这一次他感觉神思无比清明，好像能够看透一切的感觉，身体里血液流动的声音都能听到。放空一切，慢慢的把丹田里的精神力一丝丝放出来，游走全身，把经脉完全打开。时间一点点过去，叶颖感觉这次的修炼很奇怪，和以往的哪一次都不同，不用一次次冲击破魔，也没感觉到海浪般的涌动，而是如涓涓细流般慢慢汇聚。时间1天过去，2天过去。老头子，颖儿这么久没吃东西，不知道行不行啊？要不要叫醒他？没事的，他修炼的时候最好不要打扰，万一走火入魔就麻烦了。5天过去，突然刘子言惊叫起来：“老头子，你看！”这时地里的庄稼肉眼可见的迅速在枯萎，一股股绿色的气浪朝叶颖所在的方向窜去，然后没入他的身体。此时的叶颖明显感觉血脉膨胀了很多，已经感觉到疼痛，但他没有睁开眼睛，继续努力控制住自己的丹田，不断地把精神力收回，越收越多，直到丹田再也装不下。又过去1天，叶颖才慢慢睁开眼睛。这一睁眼把他吓一跳，啊，怎么回事？空间怎么和我第一次进来时一样？现在的空间里什么都没有，只剩下那些动物，个个都傻傻地看着他。土地也变小了，但叶颖的身体感觉无比轻盈。颖儿醒了。祖母，这是怎么回事？从昨天开始，地里的庄稼就开始消失，变成绿气，直往你身上涌，直到全部不见。刘子言简单描述了一下他看到的情景。恭喜主人，成功突破到25级。什么？一次突破5级，这么牛叉吗？以前最多2级，什么时候空间这么给力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轻松的画时空穿梭机了？之前我试过，20级的精神力一次最多画1-2笔就用完了，不知道画到何年何月。现在25级，不知道一次饱满状态能画多少。哼，真是非常期待啊！哈，怎么没有新功能出现？主人，你现在还需要什么新功能？25级已经相当厉害了。我怎么听出小宝在鄙视我？几人出了空间，没想到外面正是夜晚，而齐莫瑶几天不见叶颖，非常担心，胡子都老长了，也不打理。当看到叶颖出来，也不管是不是有2个老人家在场，直接紧紧地把人抱进怀里。这么多天才出来，让为夫担心死了。那种不安折磨得他几天没睡好觉，生怕叶颖有个什么万一，那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没事儿，这次我居然一下子升了5级，那开心的模样让齐莫瑶想说什么都只好咽下，和叶颖一起高兴起来。小颖儿，现在4国统一，我们已在最顶峰，以后再不用看谁脸色过日子了。以后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好。齐莫瑶突然停了下来，转到叶颖前面，双眼深情地看着叶颖。怎么了？小颖儿，今日朝堂上，万思聪提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我们应该有个孩子了。每一个字都那么温柔，让叶颖感觉耳朵都要怀孕了。好，简简单单一个字，却入了秦莫瑶的耳，进了他的心。小颖儿愿意孕育他们的孩子，这对于他来讲是多么高兴的事情。秦莫瑶一下子抱起叶颖，架在他的腋下转起了圈圈，快乐的笑声在花园里久久回荡。次日早朝，万思聪又提了一个事儿。皇上，现在4国统一，您和昆帝虽是墨影王朝的皇帝，但还没有举行过登基大典，昭告天下。以前是因为天下大灾大乱，都忙着救万民，但现在一切已步入正轨，是不是可以考虑把这个程序补上了？这话一出，大家都议论了起来。
是啊，皇上，这可不能将就，非常有必要。接着，个个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出奇的一致，都认为有必要举行登基大典。这是开国大典，何等重要，而且是大一统后第一代帝王。好，张爱卿，你是礼部尚书，此事就交由你来安排。微臣领旨。经过3个月的准备，张志强请了佛光寺的大师，测算出一个最好的黄道吉日，8月初8。一大早，叶颖就被2个丫鬟叫起来，准备梳妆。这是叶颖第一次最正式的着装，叶颖亲自给自己化妆，轻轻勾勒出一对剑眉，微微上挑，一点朱唇红似火，额鬓再描了一个梅花桩，英气中还有着少女的可爱。齐墨瑶也在工人的服侍下穿上衣服，系好腰带，戴上宝冠。颖儿，真漂亮。你也好帅啊！2人相视而笑，秦墨瑶举起他的手，慢慢一步步走出墨影宫。先来到紫宸殿前临时搭建的祭台前，毕竟是新建的政权和皇宫，没有专门修建。2人一起走上高台，张志强主持今天的一切仪式。请元隆圣国秦家第15代子孙秦墨瑶和原陈阳国第14代子孙莫叶颖祭祀天地宗社。2个人按礼仪进行焚香祭拜。礼成后，秦墨瑶发表感言，并告慰他的父皇母妃。叶颖也说了以后自己的决心，表明为国为民尽心尽力。然后2人相扶走进紫宸殿，这个名字还是沿用了元隆圣国的，只为怀念秦墨瑶的父皇。上了台阶，一步一步走到龙椅前，2人齐齐坐上龙椅，象征着一国权力地位的宝座。百官跪！恭贺我墨影共和国新皇登基，万岁千秋，江山一统。众爱卿平身，朕与昆帝一统4国，天下归一。以后自当为我墨影护我社稷。朕愿为墨影国谱写新的文明篇章，为世人所传颂。自即日起，我秦墨瑶与莫叶颖正式登基为帝。吾皇万岁！万岁！万岁！接下来，秦墨瑶宣布年号为乾坤元年。自此，这片大陆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